深夜的末世总是格外漆黑，像是恶鬼在呜咽。高高的悬崖之上，一位美貌少女正被10几个异能者步步紧逼。爸，我可是你的女儿，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的好妹妹，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我妈才是爸爸心中的最爱，做冷家赘婿只是想要得到你家的财产，没想到你那外公竟然直接将遗产全部都给了你。之前对你好，那是因为你觉醒了空间异能，不过现在我也觉醒了空间异能，所以你被抛弃了。若儿，不要怪我心狠。末世3年，你始终不愿意将你母亲留下的物资交出来，现在你姐姐也觉醒空间异能，将东西交给她保管更妥当些。还有这3年来队伍收集的物资也全部交出来，以后就还是爸的好女儿。怪不得，原来沈冰也觉醒了空间异能，所以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要被抛弃了是吗？沈冰，不如我们一起下地狱吧。冷若水一把抓住身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沈冰，转身跳进了无尽深渊中。不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隐约可见一位少女似是个不小心落入凡间的精灵。我没死，这是悬崖下的深渊，原始森林。现在不是冬天吗？怎么这里秋天？他是个空间和治愈系2种异能者，身怀众多物资，是队伍重点保护对象。就算从来没有参加过杀丧尸战斗，却也明白事出反常必有妖。最近空间升级被封闭了，不能进去，还是先找个地方疗伤再说。小黑，你在吗？结果没有任何回应。突然，一颗巨大的蛇的头突兀地从冷若水前方的树干垂下来，血红色的蛇信子吞吐之间，只需要瞬间就能将这个美丽的少女吞入腹中。下一刻，蟒蛇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硕大的头颅直接砰的一声砸到地上，拿起西瓜刀，手起刀落，果断地割断了蟒蛇的7寸。姑奶奶我好歹是个高阶空间异能者，战斗力不高，却也不能任人宰割，能活到现在靠的是运气吗？冷若水挥了挥手，约10米长的大蛇直接原地消失，被收进空间。那条死蛇呢？这一声音突兀地闯入冷若水的耳中。谁？出来吧！一声轻笑过后，地面开始震动。这是地震了吗？这种想法刚在脑海中成型，身体就开始往上升。待看清脚底的东西，冷若水大脑直接宕机，瞳孔放大。随着震动过后，冷若水站着的地方已经比大树还高了，脚下的东西此时也露出了真正的面容，这竟然是一条巨蟒。此时冷若水站着的地方正是巨蟒的脑袋。那条死蛇去哪儿了？轻轻地将冷若水放在地面，捡到一只小雌性。空间禁制。与此同时，手中豁然出现一支麻醉剂，就朝着近在咫尺的血红色眼睛扎了进去，且前方原本高大的头颅竟然直接消失。小雌性，你是我的了。这时，一双沉稳有力的大手直接把他整个人给托起来，抱入怀中。我的小雌性，你去哪儿？声音真好听，好帅。你，异能者。心中却又在暗暗使用空间禁制，结果悲催的发现，空间禁制对这一位也无法产生效果。那啥，我身后有一只怪物在追我，估计这会儿该追来了，你也快跑吧。这位帅哥，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抓我干什么呀？丫的高阶异能者了不起，老娘还是高阶空间异能者呢，要不是这几天空间升级进不去，能沦落到这种地步？望着手中挣扎的小雌性，浓郁的雌性气息让人舍不得放手，忍不住凑近，在他脸上舔了一口，心从未有过的悸动。混蛋，老娘杀了你！这家伙该不会是有特殊癖好的变态吧？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寒光闪闪的锋利匕首，朝着对方手腕狠狠扎下去。结果就连变异丧尸都能一刀毙命的玄铁匕首，竟然没在男人手腕上留下一丝印记。九幽蛇王放下了他。小雌性，你果然是来杀我的。那又如何？鼻子在冷若水身上嗅了又嗅，浓郁好闻的雌性气息让他享受地眯起了眼睛。你身边没有守护者，兽界大陆规定，无主的雌性谁捡到就是谁的。
不管谁派你来杀我，你现在是我的了。你个变态！小雌性刚出现时，洛九幽就发现了他，自己从来不知道一个雌性竟然能美得这么惊心动魄。这货该不会是想对自己杀人灭口吧？还有，怎么笑得这么瘆人啊？或许我们可以合作，我是治愈系异能者，你身上有暗伤是不是？我能治疗。你是巫？啊？什么巫啊？我是治愈系异能者。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上有伤？是他们告诉你的，让你来杀我的？一连串的问题把冷若水都给问懵逼了。末世每个人活着都艰难，您放心，我不是任何人派来的，无意闯入这儿。要是不信，我这就离开。雌性，没有人能在本王面前说谎。从魔鬼崖掉落这魔剑深渊，就算是兽人也会摔成肉泥。说实话，小雌性，只要你说实话，我就不会伤害你。后知后觉想到什么？你是那怪物？谁是怪物？本王乃九幽蛇王。就在这时，洛九幽突然伸手将冷若水扔到树上，就看到一只体型巨大的花斑豹突然出现，如闪电般的朝洛九幽冲刺而来，嘴巴毫不迟疑的咬向他的脖子。小心！只听咔嚓一声，那只花斑豹的下巴被生生掰断，倒在地上。怎么这个时候来大姨妈？你发情了？阿若，我的阿若真香。啊！你别这样啊！我害怕。使劲推脱着几度控制不住的洛九幽。完蛋了，背包里的枪支没有带出来，空间禁制要是不能用……小雌性，我们交配吧，我要做你的雄性。冷若水整个人被禁锢住，亲吻如同雨点扑面而来，对方粗糙的大手还是不断游走。冷若水何时面对过这样的狂风暴雨，吓得眼泪直流。洛九幽感觉到嘴里的咸味，猛地睁开眼睛，就看到他家小雌性梨花带雨的惊恐模样，瞬间心凉了一半。和自己交配就这么让他厌恶？察觉到某蛇停止的动作，看着自己的目光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我饿了。洛九幽没有动作，极力克制住内心翻江倒海的冲动，一脸的阴郁。你就这么讨厌我？因为我是流浪蛇兽？流浪蛇兽是什么呀？什么？洛九幽一脑门问号。小雌性竟然连流浪兽都不懂，他到底是什么部落养出来的雌性？定睛看了冷若水良久，发现冷若水竟然真的一脸茫然，似乎是真不知道流浪兽是什么，最终还是妥协了，悠悠叹了口气道：没事，我可以暂时不碰你，但要记住，你是属于我的。算了，小雌性现在还这么娇弱，等身体养好了再说，别到时候给折腾死了。可嘴上说的好听，手还是依旧抱着他的小雌性不肯撒手，哪怕浑身翻江倒海，难受的要命。那个，你先放我下来行吗？叫我幽。幽，你能不能先放我下来？洛九幽听到小雌性叫自己的名字，心犹如猫抓一样难受，内心的野兽又差点咆哮而出，手一抖，险些破防控制不住扑上去，狠狠在他嘴上亲了一口，这才不舍得将人放下。他也怕控制不住伤害到他家小雌性。终于安抚住这位阴晴不定的大佬，冷若水狠狠松了口气，赶紧来到大树后面清理。好想洗澡呀。从大树后面伸出半拉脑袋，发现某蛇正在专心给他烤肉。帅到人神共愤的半张侧脸有些阴郁，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一举一动都彰显着高贵，如同神奇降临。过来。经过刚才一幕，他可不敢和这个变态坐在一起。小心烫着。这样也好，他也怕会兽性大发，控制不住自己，伤害到小雌性。冷若水硬着头皮，在极强的侵略性目光的注视下接过烤肉。谢谢。你真的不像这片大陆的雌性。天黑了，冷若水也累得精疲力尽，换了月事带就瘫软在兽皮里沉沉睡去。半夜，手轻轻抚摸黑暗中如瓷娃娃一样的脸颊，精致的眉毛，嫣红的嘴唇，无一不牵动着洛九幽的内心。小雌性，我快忍不住了。他声音低沉沙哑，目露凶光。睡梦中，
冷若水感觉有些呼吸困难，身体被禁锢的动弹不得，难受的紧。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放大的俊脸，正眯着眼睛亲吻着自己，气息越来越不稳定。啊，你干嘛？冷若水瞬间清醒，慌忙把人推开，整个人迅速往后退，一脸警惕。小雌性，我们交配吧，今晚就让你成为我的伴侣。洛九又快要被空气中的气息给折磨疯了。明天小雌性就要离开，要是有了伴侣印记，之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自己都能找到他。洛九优承受不住小雌性不在身边的痛苦。洛九优气息越来越不稳定，忍不住一把把人扯了过来，紧紧抱住。山洞内是满满的暧昧气息，眼前香喷喷的小雌性令洛九优疯狂，理智唯独对眼前的人才会全部抛开，疯狂地亲吻着他的小雌性，声音是说不出的动情沙哑。平日里冷漠无情的血腥眸子，此时也染上了浓浓的痴迷。小雌性，我们交配吧，我要做你的雄性。望着不知是因为生气还是害羞而涨红的美到极致的小脸，洛九优的亲吻如狂风暴雨落下，令他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你大半夜发什么疯啊？放开！冷若水弱小的力量在10级兽王的手中如同蚍蜉撼树，连挠痒痒都算不着，气得在对方丰满的嘴唇上狠狠咬了一口。头顶传来一声暧昧的轻笑，随即牙齿被某个柔软的东西舔了一下。小家伙，牙疼不疼？黑夜中，洛九优闪着血红色光芒的眸子，宠溺中带着疯狂的占有欲，目光灼灼地望着身下的小人儿，语气偏执。小雌性，我的小雌性，我的。冷若水见挣脱不开，眼珠子乱转，随即道：优，你先放开我，咱们谈谈好吗？不好。冷若水用力护住自己的重要部位，使劲深吸一口气，强行镇定下来，语气中带着微微的颤抖。我们才认识3天，你这样让我接受不了，我会讨厌你的。难道你不想让我心甘情愿？是啊，都认识3天了呢，你怎么还不肯接受我？这是什么鬼逻辑啊？难道您老以为3天很长？冷若水差点气急败坏爆粗口，考虑到某蛇的脾气，还是忍了下来，握住对方不安分的大手。在我们部落，必须雌性和雄性双方心甘情愿才能交配。真是没良心的小雌性，我恨不得把心掏给你，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洛九优正吻得动情，突然眸光一闪，将人放开，震惊地望着冷若水，能够清晰地看到冷若水手中突然出现一把寒光闪闪的玄铁匕首，匕首的尖处沾染着鲜血，一滴一滴落入泥土，而他的手臂上出现一个血窟窿，正层层地往外流血。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我？他宁愿伤害自己，都不愿接受他。真的，就这么讨厌他？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样子。我阿父杀了我阿母，还想要杀我，我时时刻刻警惕，不敢有一丝放松。3天前就又和我阿姐把我卖给了好几个又老又丑又残忍的流浪兽人，任由他们。所以我宁愿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狱，也不会让他们得逞。至于你的喜欢，不过是见色起意罢了，不要说的这么好听。你和那些想要买下我肆意玩闹的流浪兽有什么不同？见洛九优一脸愕然地望着自己，周身的煞气汹涌翻滚，那是即将控制不住的表现。冷若水苍凉一笑，怎么，你也装不下去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了吧？得不到就要杀人灭口吗？来呀，我能活到现在，从来靠的都是自己。末世3年，亲人的死亡和背叛浮尸遍野，一子而食早已磨灭了他对任何人的信任，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所以别看他外表娇弱，实则内心强大又冷漠，让他相信一个只见过3天就说爱的男人，简直可笑。对不起。哼，不用你的对不起，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谁也别想逼我，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就一起死。阿若，对不起，我真的没想伤害你。冷若水站在原地，望着洛九优离开时落寞的背影，整个人瘫软在地，眼神略有些闪烁，随后变得坚定。这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依靠的就是男人的真心，就算这一刻真心待你，谁知道下一刻就不会翻脸无情。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我没错。当年沈康和他母亲是那么恩爱的一对模范夫妻，还不是厌倦了之后说杀就杀。
在末世，冷若水早已见惯了那些为一口吃食就卖妻卖女、易子而食的食人魔。比起丧尸和杀不尽的变异兽，人性才是最可怕的。此时，距离山洞不太远的地方，快，流浪射手好像出去了，我们等会儿行动。2个陌生人出现在冷若水的视线中，2米左右的身高，有300斤的样子，一身腱子肉，竟然没穿衣服。你们是谁？好美的小雌性。小雌性，你别害怕，我们是神鹰部落的兽人，无意经过这里，发现有流浪兽生活的痕迹，这才过来看看。说着，走过去就要拉冷若水的手。白白嫩嫩的小雌性，小手肯定软和。听说你有伴侣，你那个小雌性还会活着吗？说什么？再说一遍。他慌了，毕竟魔剑深渊曾经是苍龙和这只八爪怪的地盘，难保他们不会派遣其他有灵性的野兽攻击。冷若水此时身体被一只巨鹰的爪子牢牢抓住，双目紧闭，似乎受了重伤。洛九又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这个发育不良的下等雌性还真是你的伴侣。因找到对方的弱点，让老者的声音很轻松。此时冷若水被冷风吹得缓缓苏醒，睁开眼睛就看到下面的万丈深渊，还有对面不远处不停盘旋的蛟龙。他知道这是洛九幽。他很聪明，只是看着对峙的人马就知道自己何烈此时此刻是人质。你想怎样？你可以选择杀了我们所有的鹰兽，但是你的伴侣也要给我们陪葬，或者你让我杀了你，而且不许反抗。好。大蛇，你是不是疯了？冷若水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击，一脸不可思议。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们只认识了3天而已。没等冷若水想明白，洛九幽变成人形，一脸忧伤地望着他。阿若，我的阿若，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喜欢我？真的好想做你的雄心，不要做兽王，不要报仇，永远守护在我的阿若身边。一颗滚烫的泪珠自眼角滑落。你哭了？为我吗？大蛇，你是不是疯了？我不需要你替我死，赶紧走，我不喜欢你，根本不值得你这样做。我不要欠你人情。好像除了外公和妈妈，从来没有人会这么在乎自己。明明他们只认识3天，不是吗？明明离开前还因为自己的拒绝想要杀掉他的，不是吗？你对兽神大人发誓，只要我乖乖赴死，就会保护我家小雌性吃食无忧，一生安全，不许欺负他，否则天降惩罚，整个神鹰部落被其他部落屠戮殆尽，一个不留。冷若水闻言浑身发抖。喜欢到底是什么？只认识3天的自己，为何能让堂堂蛟龙王兽甘愿失去性命？哟，你听我说，只要你不死，他们不敢杀我的。之所以拿我来威胁你，就是因为你实力强大，不敢硬碰硬。我是他们重要的筹码，如果我死了，你肯定会杀了他们，对不对？所以怎么会让我轻易的死掉呢？你是关心则乱，你想想我说的对不对？鹰力向兽神大人起誓，只要今日九幽王不反抗，乖乖的赴死，我神鹰部落保他伴侣一生平安，吃食无忧，无人敢欺。冷若水闻言一惊，手中的匕首很轻松的就把捆绑住自己的藤蔓割断，下一刻整个人往下沉，再急速下降。洛九又一把抱住差点摔死的冷若水。你疯了，这样会摔死的。你不是接住我了吗？就算你的伴侣回到你的手上，又能怎样？我们这么多的兽人，就是你也不能确定全身而退。为了兽氏大陆未来的安全，你必死。你的这个小伴侣似乎只是个不能自主生存的下等人，一旦打起来，稍微碰到就死定了。你确定不履行刚才的话？我不需要你救，等会儿把我扔下去，我有办法活下来。洛九又定定地看着他，冷不防地抓住他的左手，狠狠地咬了一口下去，嘴里不知道在嘟哝着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冷若水整个人瞬间觉得头晕眼花，不省人事。我靠，这大蛇不按常理出牌啊！洛九幽紧紧抱着昏迷的他，深深叹了一口气，送到一只鹰的后背上，
最后闭上眼睛，张开双臂，似乎在等待死亡。神鹰部落，你们听说了吗？20年前血洗兽氏大陆部落的九幽蛟龙王没死。前些天啊，咱们鹰力大长老叫走了我们神鹰部落所有的勇士，去了魔剑深渊。啊！天哪，这是不是真的啊？冷若水被外面叽叽喳喳的声音吵得头疼欲裂，缓缓睁开眼睛，左手手腕传来钻心的疼痛。这是……没有伤口，却莫名出现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黑色龙纹，怎么看怎么都是那只阴晴不定的蛟龙。他死了吗？一滴泪悄然滑落，落在手腕处蛟龙图案上。不知是不是眼花了，好像那双血红色的眼眸眨了一下。冷若水睁大眼眸再仔细看，又什么都没有了。带着沉重的心情重新躺回兽皮上。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他不明白，洛九幽那样一个高傲的雄性，为了让自己活着却心甘情愿去死。爱情到底是什么？他真的不明白。心空落落的，仿佛被什么东西撞击过后又被挖掉一块，眼泪顺着眼角滴落在兽皮上。这时，一个身穿兽皮约2.2米高、国字脸的雄性兽人拿着一块肉过来。这块肉被拿在手中，显然没有清理干净，还血淋淋的。小雌性，吃点食物吧。好美的小雌性啊！可惜了呀，就算美得惊心动魄，不能生崽崽的她是不会被强大兽人选择的。不过，如果要是能做公共伴侣，那该多好啊！放那里吧。我叫阿甘，族长说了，以后你就是我们部落的雌性了。滚，快滚！这才1步3回头的走出去。冷若水因为洛九幽的死亡，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冷若水刚想要说什么，突然看到他裸露在外的左手手腕，还不是洛九幽咬了我一口，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就看到出现了这个。王没死。这个。烈点点头。反正他知道这个小雌性能变出很多东西，不可能饿着的。此时，遥远的山之巅，族长，大巫医推算出来了，这几日就会有兽神的使者将近兽氏大陆，就在西北方向。我们赶紧派厉害的兽人去找，可千万别让其他超级部落抢先了去。此话当真？大巫医刚刚推算出来，说是个右手有胎记的兽人，因此还吐了血，现在正昏迷不醒。与此同时，神凤部落、腾蛇部落也纷纷得到同样的消息，一时间所有的超级部落沸腾起来了。听烈说，当初洛九幽为了养他，一次要猎杀好几头野兽，去其中最娇嫩的地方，没有火种就去喷火山收取火种，被折腾的不行。这咱们可没有那洛九幽的实力啊！大雨季快来了，别说这么娇养着，就是吃普通野兽肉，也是部落里雌性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又过了2天，你怎么了？哼，琼斯太欺负人了。他说以后只负责给你送水和生肉，其他的由我来照顾，就算是养死了也是我的责任。气死我了！他们对兽神大人岂不是的？这才几天就变卦了，就是仗着九幽王不在了，想要欺负你。若水，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打猎，不会养死你的。呸！谁养谁还不一定呢。也对，我是王的属下，你是王的伴侣，也就是你的属下，你确实应该养活我。你受伤了，我看看。你身体上多处深可见骨的伤口，手臂左臂骨折，还有身上肋骨竟然断了2根。你不疼吗？手刚搭上猎受伤的地方，输入绿色能量，结果他感觉绿色能量非常多，几乎可以源源不断。原本输入很少的能量，1分钟就头晕眼花，现在居然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你和王已经在神兽大人的见证下结为伴侣，那可是九幽王，和他成为伴侣当然好处很多了。冷若水眼睛晶亮，这个治愈系异能在末世不管他怎么努力，使用再多丧尸晶核都没有突破，现在只是和洛九幽成为伴侣就升级了，这么好。不对，我什么时候和幽结成伴侣的？我怎么不知道？那个就是证据，他可是九幽蛟龙王，是神龙和腾蛇2大超级部落的血统，实力达到一定高度之后，自然会激发传承记忆，或许里面就有不用交配也能结侣的方法。亏自己这几天还因为他而伤感难受，总是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太冷血了，没想到竟然被这货给忽悠了。还有你以为王这么容易死啊？他们简直太天真了。偷偷告诉你，
瑶马上就要从蛟龙晋升为真正的神龙血脉，但是非常危险，恐怕到时候整个魔界深渊都会坍塌，所以让你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在神鹰族有吃有喝有兽人使唤，不比那落日森林里安全呢。我只是个小小的4阶兽人，可保护不了你。冷若水不语，心情很复杂的看了一眼左手腕处的黑色蛟龙纹。夜里，冷若水拖着腮望着无尽的黑暗。唉，这里的一夜是24小时，真的挺不习惯。手中赫然出现一个大铁棍。阿甘，你怎么也来了？你不是也来了？要不我们一起，一人一次，别给弄死了。小雌性实在太美丽了，反正她的伴侣洛九幽已经死了，成了无主的雌性，玩一玩应该没什么。烈豁然睁开眼睛，哪来的回哪儿去，不然死。原来是前少族长啊，没想到您竟然搬过来了，这么巧。怎么，我们3个一起？来！烈不顾身上的伤势就要上前，结果被对方一把推倒。废物一个，就连部落的雌性都能轻易杀死你，不知道当年的琼花怎么会喜欢上你？琼花？我和她没有关系。哼，当然没有关系，人家可是族长的女儿，就你，哎呀，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你们撒泡尿照照自己了吗？小雌性，吵醒你了，是我们的不对，你继续睡，等会儿我就过来找你玩。这赤裸裸黏腻的声音让冷若水黑了脸，直接使用空间静置，手中的铁棍朝2人挥舞而去。纵然他们实力很高，却也不会和一个雌性动手，也由于他们的轻视，让冷若水直接敲晕了脑袋。他知道这2个兽人的等级不弱，就算空间异能进阶也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才朝着最脆弱的头部狠狠砸去。这头可真硬，我的手都震麻了。烈嘴角抽了抽，他就多余出来。没事吧？以后碰到这种事情不要出来，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放心。与此同时，洛九幽的肚子还在继续，蛟龙化龙那是逆天而行，需要经历9道天雷，几乎十死无生。很久，沉寂于火海的黑热蛟龙冲破火海，在火海之上翻腾，纵然身上到处伤痕累累，纵然在雷电之下十死无生，也阻拦不了他要化龙的决心。一连下了3天3夜的大雨，这一天冷若水刚缝制好一件兽皮裙，好不容易把锅灶给搬了出来。这几天下雨，厨房里不通风，吃的都是空间里的垃圾食品，现在终于可以吃一顿正常的饭菜了。随着油热，放葱姜蒜，滋啦一声，香气直接就飘了出去。又将切好的蛮牛肉放进去爆炒，很快一锅香喷喷的牛肉炒青菜新鲜出炉。吃饭了，吃吧，小心烫着。好吃，真好吃。这是什么味道？我从来都没有闻过这么美妙的味道，是什么食物散发出来的吗？味道出现在最北边，北边是那个魔鬼伴侣居住的地方，该不会是他吧？众人开始议论纷纷，却没有人过去看。族长发了命令，不可以接触这个小雌性，他是被兽神大人诅咒过的，接触会倒霉。终于天亮了，原本厚重的乌云缓缓散开，一抹七彩霞光挂在天际，美不胜收。魔剑深渊下没了无边无际的火海，更没有火海中翻腾的百丈身影。一处黑色寒潭中，隐约能看到一个精壮的男人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上半身早已血肉模糊，又被水泡着，早已看不出来本来的模样，仿佛死了一般。他附近方圆100丈之内无一活口，更是没有生物胆敢接近，那是与生俱来的王者气息，不容侵犯。不知过了多久，男人修长的手指动了动，紧接着缓缓翻身，仰躺在水面，眼睛慢慢睁开，眼眸犀利，怒气冷凝，妖异的脸上却装着浓浓的寒冰。抬头看了看天际那挂着的一弯彩虹，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突然间刹那芳华，令天地失色。低头看了看身上的伤势，冷漠的仿佛不是自己受伤一般。男人从水中一跃而起，直接跳上了岸。老东西，竟然敢在诸国里下毒！雌性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杀伐之意，他正是化龙成功的洛九幽。身为毒界的祖宗，如果是用毒的话，对于他来说可是大补，只会进阶更快。
洛九幽经过天雷淬体，九死一生，已然成为真正的神龙，而且血脉纯正，且发生了返祖的现象，以后的进阶会更加神速。以后能够无视血脉带来的压制，突破王兽桎梏，成就更高级别的兽王。抬头看向一处山脉，那里有他心心念念的小雌性，嘴角不由上扬。是时候出去了。这次变为兽形，身形已经是神龙的模样，朝着深渊上方飞掠而去。这几天，冷若水手腕上的龙纹胎记一直火辣辣的烫手，让他整夜的睡不着觉。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冷若水直接从床上坐起来。这龙纹胎记变了，不仅头上的角和以前不一样，还生出9爪，仿佛在冷笑看着自己。冷若水的心咚咚跳个不停。烈之前说过，等这个龙纹胎记更加清晰，长出了爪子，说明洛九幽就是化龙成功了。一想到那个控制欲极强的男人，他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逃跑的念头。第六感告诉他，如果继续待在鹰族部落，等洛九幽找过来，恐怕自己永远都不能逃脱他的手掌心。今天早晨，部落将交换火种的10头蛮牛和40头呼噜兽给送来了，几乎将山洞旁边的空地全部占满，引来了周围所有雌性羡慕的目光。凭什么给这个雌性这么多肉？它不能生崽崽，还这么矮小，发育不良的小雌性根本不能给部落带来任何用处，而且还是魔鬼的伴侣。对，我们要找族长，凭什么给这么多肉啊？我们给部落里做了贡献，他可是什么都没做。夜半时分，一条小黑龙速度如闪电一般窜去鹰族部落。王，我对不起你，求您责罚。鹰族部落的兽人和雌性都欺负他了，你没有照顾好他，还让他照顾你，他们还想让我的阿若做公共伴侣。烈早已被吓得瑟瑟发抖，沉重点头。他将冷若水这些天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洛九幽之后，就这副模样。王，你杀了我吧！是该杀了你。一脚踹向烈的胸口，大力之下，整个人直接踹飞了出去。这一夜注定是鹰族部落的不眠夜，哀嚎声不断，损失惨重。虽然洛九幽没有了之前的等级，只是个连1阶都没有达到的兽人，但别忘记他觉醒了神龙血脉，而且是最纯正的神龙血脉。渡劫时发生了返祖现象，所以现在他是一只真正血统纯正的神龙，甚至比神龙部落任何一条龙兽人的血统都要纯正，且觉醒了速度和天赋神通。一道闪电横空出世，直接劈在了神鹰部落的各大山头，尖叫声不断，没有及时逃离的兽人和雌性都在抱头鼠窜。哈哈哈哈！没想到渡劫之后的洛九幽竟然成了没有受阶的废物，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老不死的，半月前站着给你杀都杀不死，都这么没用了还敢出来叫嚣！既然你不守诺言欺负我的阿若，那就准备接受本王的怒火吧！鹰帝闻言气得吹胡子瞪眼，到底是谁欺负谁呀？那小雌性才来几天，就把部落里好几个雌性给打伤了，还讹了部落里这么多肉，他找谁说理去啊？洛九幽，你一个没有受阶的废物，也敢在老夫面前叫嚣，受死吧你！鹰帝被气得脸都绿了。确实，半个月前洛九幽一点没有反抗的被他杀了，结果又活着回来复仇，这简直是对身为10阶兽王的他的一种极大的侮辱。你怎么跑得这么慢？果然老了，不行了。废物们，本王要去找我的小雌性了，你们慢慢玩。声音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气味没了。他皱眉思索，之所以知道冷若水被一只3阶流浪兽给掳走之后，洛九幽就知道这是他故意的。3阶的而已，就算杀不死，也绝对不会被直接掳走。小家伙，看来你是猜出我要回来，想提前逃跑。冷若水睡得正香，突然打了个喷嚏。艾尔，你终于来了！我都快被人给欺负死了，我都快吓死了！你还没事吧？自从被流浪兽掳走之后，可把我急坏了。部落里的雄性们都说你活不了，我不信，所以就根据伴侣契约找到了这里。艾尔，把他给我杀了！艾尔并没有听从你的安排，看到冷若水的那一刻，眼中闪过一抹惊艳，继而是疑惑不解。为啥？那可是小雌性，带回部落里，族长也会奖赏我们的。他欺负你，我可以帮你教训他，但是我是不会杀雌性的。你们要教训谁？若，你可让我好找。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你愿意做我的雄性吗？直接险些一脚踹飞，直直的朝着山崖飞落。艾尔吓得脸都绿了，立马变成了
只巨大的龙兽，几个跳跃就追上去了。阿若，那恶心的雌性碰我手了。洛九幽将吓傻了的冷若水直接抱入怀里，仿佛还带着略微的委屈。冷若水没有说话，轻轻拍打着洛九幽的后背。阿若，我不讨厌你，也可以试着接受你，但是你以后不能强迫我。惊喜来得太突然。你愿意试着接受我？如果我说不愿意，你会放我走？不放。但是你能做到尊重我的想法吗？知道寿氏大陆所有的事情，也知道关于洛九幽所有的传说。从小被抛弃又被追杀，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杀戮之中，甚至被整个寿氏大陆所厌弃、所恐惧的兽人。他真的是那样一个天怒人怨的兽人吗？听到那些传闻的时候，冷若水竟然有些隐约的心疼他。怪不得那天晚上他会说：“为什么你也不要我？为什么不要我？”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痛苦的表情，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我对兽神大人起誓，只要阿若不抛弃我，他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他的命就是我的命。要是敢乱来，就让兽神大人劈死我！没等冷若水反应过来，洛九幽早已发誓完毕。寿氏大陆的兽人对于兽神大人，那是发自内心的信仰，许下的承诺都会实践。你怎么找到我的？冷若水到现在都还是很迷茫，他们身上明明都涂抹了逍遥草的汁液，流浪兽都找不到，他是怎么找来的？你以为我们的伴侣契约是白定的？这是我用特殊方法签订的伴侣契约，拥有伴侣契约的兽人都可以按照契约的指引找到自己的伴侣。冷若水这才恍然大悟，喂，这里还有人呢，这么腻歪真的好吗？莎并没有见过洛九幽，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所以忍不住调笑。你们笑话我？没有，他们不是笑话你实力弱没看到人，而是在开玩笑，笑你眼里只有我。虽然这话说的有些难为情，但如果不说的话，估计西和沙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这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要笑？哎呀，不要问了，我们现在还是想想应该何去何从吧。现在我们首要的是先找一个小部落落脚，至少大雨季的时候有地方安身。最终他们都采纳了冷若水的想法。西的身体在冷若水不断输入绿色能量后已经大好，他变成只白鸟，背着沙往前飞，而冷若水自然是被洛九幽给抱着。这兽皮你从哪儿变出来的？洛九幽轻笑，你怎么变出来的？我就是这么变出来的。你也有空间异能？他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你不是空间异能者，我跟你签订契约，自然能够觉醒属于你的能力。对了，你觉醒了我的什么能力？我就是最原本的能力上进阶了。前边好像有部落，终于降落。你们是谁？怎么会在这里？好美的雌性啊，只是看起来太弱小了。好美的雌性，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来自一个小部落，在迁徙的时候走散了，这大雨季就要来了，能不能加入你们的部落？可以，不过你们必须选择我们部落的雄性作为伴侣。行，我叫沙，他叫西，我们的伴侣都死了，可以先选一个。他不行，他已经有了伴侣。沙无疑是很聪明的，我身体不好，发育不良，还不能生崽崽。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接受，会有兽人愿意做你的伴侣。就我们2个选择伴侣，你就说行不行吧？而且他们也不是加入部，只是在部落里居住一段。如果不行，我们全部都离开，再找其他部落。你们不用勉强，就算不选择伴侣，我们也可以在附近找个山洞先住下来。他手里有食物，有资源，只要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还怕什么？不，我们是真的想找个伴侣的。没有雄性兽人的照顾，我们雌性会活不下去的。大雨季就要来了，这样，我们用2头蛮牛和你们交换，在部落里居住到大雨季结束的地方，如何？那我去问问族长。空旷的山洞里，哟，我空间里有好多蛮牛，等会儿转移到你空间，待会儿你出去装装样子，然后把它们扛回来。你是觉得你的雄性打不到猎物？没有，我就是觉得，反正咱们空间里面有很多食物，也没有必要真的去打蛮牛。放心，就算我没有兽阶，也能养活你。蛮牛给他们了，这蛮牛就是我刚刚打到的，你不信？这个时候，外面就响起了欢呼雀跃的声音。外面发生了什么？被洛九幽一把抱住，抵在墙上，想逃，结果被亲了一脸口水才被放过。刚走出山洞，就看到空地上不知何时聚集了很多兽人，就看到最中间站着的2个雌性，正是西和沙。好几个兽人对他们露出，冷若水眼睛被一只大手给捂住。不许其他兽人的雄性力量，我也有，晚上给你看。冷若水被这露骨的话搞得不知说啥了。谁要看呢？你留着自己看吧。我宣布，沙和西现在已经是我们大禹部落的雌性了。这是情果，希望他们吃下之后能产下健康的崽崽。天哪，你进阶了，1阶兽人了。洛九幽没啥表情，仿佛这件事情并没有值得被说出去的必要。恭喜你，下午的时候和我们狩猎队一起吧，多打一些猎物，你的伴侣才能养得白白胖胖，不会生病。不用。洛九幽始终保持着生人勿近的姿态。你怎么了？不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只想你叫。哎呀，名字而已，取出来就是让人叫的呀。回去之后我多叫一叫你的名字，行不行？结果回到山洞，一直被强制性的叫了好几百遍的名字，他才肯罢休。这么大的冰雹啊！我的个乖乖，这里野兽变异、昆虫变异、果子变异，就连人都发生变异也就不说了，这没想到冰雹都变异。
篮球大的冰雹，这要是出去，准都得被砸死。却听隔壁山洞时不时传来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那个，你饿不饿呀？饿。可不就是饿了吗？他已经饿了很久了。想吃什么？烤肉行不行？现在空间已经进阶到了3阶，商城里面的东西可以随意拿出来，调料也不缺。他突然有点想吃烧烤了。想吃你，行吗？啊，不行。只要你答应我，一生只能拥有我一个伴侣，那不管什么时候答应和我交配都行。我们是不是伴侣？是。既然你不愿意交配，我也同意再等2年，不去强迫你。但是其他伴侣该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都能去做？冷若水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茫然点头。洛九又笑了，像是一个得逞的狐狸。既然这样，那我得提前收点费了。洛九又把冷若水紧紧拥在怀里。你干什么呀？不是说好了要等2年才……我没说交配呀，就亲亲。我要让你全身上下都充斥着我的味道。什么？整个人就已经被扑倒。最后，洛九又一脸痛苦的紧紧抱着他。要不就别忍了。阿若，要不就别忍了。你刚才说什么？什么都没说。冷若水怂了。我听到了。洛九优笑的放肆，这一刻是他从小到大最开心的时候。他的小雌性啊，终于接受他了，将人轻轻地搂在怀里，恨不得揉碎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阿若，我的阿若，你还这么弱小，还是养2年再说吧。天知道他说出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忍耐力。他的小雌性还未成年，他怎么忍心，怎么舍得呢？啊，那你之前……冷若水小脸通红，想说却又不知从何问起，鼻子被刮了一下。洛九幽轻笑：你觉得呢？你一直在试探我。我的小伴侣还这么弱小，当然要多养几年才好下手。你以为我之前答应你18岁成年再碰你是假的？之前只是想狠狠地占便宜，但每一次都被这小骗子过激的反应给伤害到，认为他嫌弃自己，然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每一次强行占便宜，还每一次都被气得不行，又不舍得伤害他，只好去外面对野兽大开杀戒。说着，洛九幽脸上的青筋越发明显，他直接跑了出去。实在是黑夜时间太长了，冷若水的生物钟到现在都还没有调整过来，也不知道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呀？天亮了，冷若水醒来的时候，人不知什么时候又躺在了洛九幽的怀里，动作和之前一样，如同八爪鱼一般缠着人家。这家伙啥时候回来的？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这么认真地观察他。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英俊的侧脸，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如果不睁开那犀利的眸子，倒显得几分温润如玉来。真好看。手感还不错。哇，睫毛好长啊！一个大男人到底是怎么做到肩翼和腰也相结合的？冷若水正想得入神，手停留在红唇上没动，突然红唇张开，舌头直接将手指卷入口中吮吸。抓到一只想占便宜的小雌性。你是我的男人，占你便宜天经地义，更何况你占了我那么多次，我就回1次，还便宜你了。好，以后就让你占便宜，只给你占便宜。然后直接将人摁倒，亲个够。最后又变成和昨晚一样的情况，洛九幽整个人面部青筋直冒的快速离开，留下一脸无语的冷若水。真是明知道每次都这样，为啥又那样啊？今天外面仍然电闪雷鸣，比起昨天偶尔下冰雹，今天的冰雹更多了，而且更大，每一次降落都是啪的一声4分5裂。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如果真如同部落里兽人所说的那样，会连续下3个月，那估计这片大陆得成海洋了。下午，部落里出去的狩猎队3、3两两的回来了，一个个垂头丧气，一看就知道收获不好。哟，你回来了！2阶兽人，这才一把抱起心心念念的小雌性。想我了没有？脸贴得很近，热气喷洒在他脸上，一片通红。对于这种亲昵的动作，冷若水还是不太习惯，赶紧推开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呀？人家西河沙还有乌兰的伴侣比你出去还晚呢，都回来了，你现在才回来。那你想我没有？洛九幽仍然不死心，看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冷若水啪叽一口亲在他的脸上。
想。骆九又笑了，仿佛温柔了整个世界，这才满足地解释道：其实我刚出去就打猎到了这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这时候电闪雷鸣，所以就到了后山最高的地方锻炼。啊，锻炼？是我想的那样吗？傻瓜，天上不断掉落的冰块正好能让我锻炼体魄，而雷电会让我的技能得到提升。然后骆九又对着山洞口刚落下来的一块大冰雹轻轻一指，瞬间那块石头大的冰雹立刻火光带闪电，碎裂成渣渣。雷属性异能者，这可是在末世最厉害的攻击性异能者之一。但是这里的兽人也能觉醒？对，我渡劫成功之后觉醒了龙族最高境界的雷之力，越是接受雷电的洗礼就进阶越快。对于实力，骆九幽心里还是很焦急的。他进阶成功，龙族一定会第一时间寻找，到时候实力不够，恐怕保护不好小雌性。你是说想要技能进阶还要遭雷劈？可是打雷闪电的电力有多大呀？会不会……这点雷电之力算什么？我渡劫的时候经历的比这个凶险多了。直接把人抱到床上坐下。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说着，眼前的空位上出现八爪怪的触须。之前看你喜欢吃八爪怪的肉，我渡劫成功之后第一时间把它给收起来了。你放心，我空间里还有1整只，足够你吃很长时间的。吃完了我再去深渊给你抓。这个时候，冷若水也想起来之前骆九幽在他手里放的一颗晶核，赶紧从空间拿出来给他。哦，这是你那天给我的。你怎么不是需要这个进阶吗？怎么没用？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只有3阶的实力，这晶核可是10阶苍龙体内的晶核，你不怕我直接爆体而亡啊？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山洞门口就响起了一个陌生雄性的声音。乌兰，你们来了。乌兰身后跟着一个年老的雌性。老雌性没有说话，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扑通一声给冷若水跪下。您是族长吧？快起来，有话好好说。部落里的首领身受重伤，可能时日无多了。我们不能声张，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大部落请巫医，击灭他可能活不过这个大雨季了。族长，您先别着急，我这就跟过去看看。说着，用火钳子夹出几块火炭放在兽皮上，里3层外3层的包裹住，递了过去。这个烫手啊，你别直接用手碰，回到山洞之后需要用干柴保持不灭。一股绿色的能量自手指传入对方的经脉中，游走于4肢百骸。旁边原本事不关己的骆九幽，周围气压直接飙升，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寂灭的手腕，死死盯着。该死的，他的小雌性碰别的雄性的手了，好想杀了他，好想杀了他呀！哟，我只是在给他看病。知道。所以这个兽人到现在还没死。尽管骆九幽心中早已极度的发狂，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残忍嗜血还是被强行压制下来。他是流浪兽，从小也独居惯了，也喜欢独来独往，生气就杀人的生活习惯。可小雌性不行，他需要部落，自己也需要和这个部落里的兽人学习怎样养活雌性。你们的首领中毒了，刚开始中毒不深，由于没有及时解毒，导致毒素扩散发生变异，又加上身上多处伤势严重，毒素附着在上面难以愈合。如果再不治疗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活的了。族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尊敬的巫医大人，求求您一定要治好我的崽崽，他可是大禹部落唯一的4阶兽人，他不能死呀！想到部落一旦被攻破，兽人就会全部被当作奴隶，雌性也会被抢走，关进山洞里做公共伴侣。治是能治好的，就是治疗起来比较麻烦。治不好没关系，我会……什么？您刚刚说什么？寂灭缓缓抬头，看着这个美得不像话的小雌性。可以，但是必须有专人来照顾，而且还要距离我近一些，也好让我随时查看他的伤势。这到底是中了什么毒啊？怎么会阻碍伤口的愈合呢？他冥思苦想，始终没有回想起来这种毒药。蛇毒，这种蛇毒只是蛇毒中最废物的，毒性低。你身为一个部落的首领，连这种毒都摆脱不了，切，真是废物。寂灭闻言也不恼，苦笑一声。若不是中毒之前就已经身受重伤，这点毒素其实也没什么。可惜，冷若水没管骆九幽在那里落井下石，赶紧从背包里拿出一颗红灵果以及匕首，还有麻醉剂。他伤势太重了，冷若水又不想让别人怀疑，只能这样做。还好，紧张兮兮的半个小时过去了，大的伤口已经全部缝合完毕。用了消炎水之后，再小心观察，应该就没事了。回到山洞，冷若水已经累得精疲力尽，躺在石床上一闭眼，直接睡了过去。一觉醒来，竟然直接睡到了大天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突然，小肚子一疼，他知道
这是大姨妈来访。你怎么又发情了？其实他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还记得上次大姨妈造访，这家伙表现得有些疯狂呀。有什么不对吗？小家伙，你居然1年有2次发情期，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一般情况下，雌性只会1年发情1次，如果2次的话，说明多了1次怀崽崽的几率。让其他兽人知道了，肯定会忍不住追求他的小雌性，到时候恐怕自己就真的忍不住要大开杀戒了。小家伙，你居然1年有2次发情期？我不是1年发情2次，我是1个月1次。我的小雌性，你让我怎么办才好？他承认他慌了，小家伙这么美好，发情的频率又高得离谱，万一被别的兽人发现，恐怕连自己都护不住。不行，一定要尽快恢复兽阶。这里雌性的发情期不是1个月1次？这里的雌性都是1年发情1次，一般都在小雨季发情。你和他们都不一样，听着，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发情的次数，否则会被流浪兽盯上，也会被更厉害的兽人抢走关起来，天天和你交配生崽崽。冷若水听得头皮发麻。你不相信？我信。这里的兽人对于生孩子有一种执着，而雌性1年又只有1次受孕的几率，每个兽人都是卯足了劲儿抢夺那1次的机会。1个月1次也没关系，别害怕，我会保护好你的。然而冷若水说的1个月1次发情期，那是在现代的时候，时间和兽氏大陆完全对不上，现在有可能半个月就来1次大姨妈。不过这个冷若水并没有说，他怕骆九幽的心脏受不了。外面电闪雷鸣，别说雌性了，就连兽人都不敢轻易出去。这时候很多山洞里都断粮了，他们的崽崽都快要饿死了。自从冷若水几天前来了大姨妈，骆九幽几乎就不敢出现在山洞里，生怕会控制不住。这不又跑到后山打猎去了，顺便吸收雷电之力。这个时节对于他来说刚刚好。自从觉醒神龙血脉，他虽然兽阶需要从头再来，但是浑身的承受能力却更加强悍。每一次回归山洞，冷若水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骆九幽身上的气息又变强了。哪来这么多猛犸象啊？下午，冷若水山洞口的猛犸象堆积成山，然而这种野兽的肉非常结实，冷若水根本都咬不动。捡的，显然是被剧烈的冰雹雨给砸死的。这时候，代表部落里最高权威的人齐聚一堂，尤其族长首当其冲，二话不说，直接跪在了冷若水的脚下。尊敬的巫医，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部落里的雌性和崽崽都快要饿死了，求求您救救大禹部落吧！首领寂灭也难得出现，求求您救救大禹部落的兽人吧！只要您愿意，以后这个首领的位置就是您的。啊？部落里断粮了？你们想要妖捡回来的猛犸象？寂灭又点头。好，不过我要做你们部落的大巫。好，以后您就是部落里的大巫，又是首领了。骆九幽显得有些不高兴，什么见鬼的首领啊，他才不想当。要不是小雌性需要同伴生活，自己一个兽人恐怕照顾不了，他早就离开了。幽一个兽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他不喜欢当首领，我只要求加入大禹部落，并且当这里的大巫。寂灭满口答应，最后带领着兽人欢天喜地的开始分食物。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天上罕见的露出了太阳。大巫，听说在外面救了个身受重伤的雌性和兽人，已经朝这边抬过来了，你要不要看看？冷若水走上前，看到血肉模糊、已经陷入昏迷的兽人一眼，没死，却伤得很重。他旁边的雌性被保护得很好，虽然昏迷，却身上一点伤势都没有，还真是有缘呢。大巫，他们怎么办呢？死不了，到我那里拿一些草药给雄性兽人敷上。至于这个雌性，就是饿的，给他喂点稀肉粥就好了。哦，知道了。你们是谁？你很快就醒过来了。冷若水，你没死？你都掉下山崖了，都没死，我怎么可能死啊？乌兰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你的嘴角直接渗出鲜血。你们干什么？他就是一个坏雌性，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啊！我看你才是坏雌性呢，要不是大巫心善救了你，你和你的伴侣现在已经饿死了。什么大巫？他就是一个坏雌性，杀了好几个兽人，还想要杀我！你们别被他给骗了，长得这么好看，却不能生崽崽，就是其他部落的公共伴侣。你越说越激动，朝着冷若水这边扑了过来，结果被他一脚给踹翻在地。很奇怪啊，我们明明没有见过，你好像对我的敌意一开始就非常明显。不过我也不需要知道，因为你很快就会死了，我从来不会和死人计较的。他恨这个雌性什么事情都不帮他，更恨她长得太美丽了。
你想要杀我？我可是最珍贵的雌性，你要是杀了我，就不怕这个部落的兽人把你赶出去？谁愿意帮我杀死这个坏雌性，我就接受他成为伴侣。拥有伴侣固然很好，可得罪部落里的大巫，那就不划算了。虽然雌性很珍贵，但是部落里的风气更加重要。如果收留这个雌性，以后部落可能会有无休止的争斗，所以我决定将他们赶走。冷若水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不杀了这个你，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恩赐了。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可是珍贵的雌性。扔出去！现在这个季节，把雌性扔出部落，无疑就是让他们去送死。你拼命求饶，结果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大巫，不好了，火种灭了！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出去一趟回来的时候火种就灭了。什么？你把火种给灭了？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们钻木取火，以后就再也不缺火种了。得到肯定的回答，一颗心终于放进了肚子里。刚回到山洞，哟，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就看到骆九幽已经用打火机生火做饭了。这些天的相处，骆九幽的脾气也好了很多，不会他看一眼别的雄性兽人就生气想杀人。这是我煮的肉，加了些盐，你尝尝怎么样？我放眼睛了。挺香的，我尝尝熟了没有？身体就直接腾空，被骆九幽抱在怀里。小雌性，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冷若水被他这低哑的声音整得不自在，那双大手在自己身上不老实的游走，小脸一下子通红。小雌性，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那双大手在自己身上不老实的游走。你怎么总想着那些事情呀？我一看到你就想，不看到更想，怎么办？你怎么又发情了？声音很大，可想而知骆九幽此刻的心情。不是1个月一次，这才半个月，怎么回事？是不是生病了？冷若水一愣，算了算时间，距离上次大姨妈确实已经过去了半个月，而兽氏大陆的时间是现代的2倍，刚好到大姨妈的时间了。我可能半个月来一次。没关系，半个月而已，不怕的，我能养好你。不知为何，冷若水总觉得骆九幽的笑容有些僵硬和勉强，之后眼神逐渐变得迷离，强大的克制力让他忍住不动，明知道这个时候离开山洞才是最好的决定，脑海中下了决定，手臂却不听使唤地将人搂得更紧。这小雌性啊，还让不让人活了？你干什么呀？骆九幽直接扯掉他身上的兽皮裙，手不老实。他没有说话，一脸的生无可恋。对了，既然你已经渡劫成功了，不是应该变得更加厉害了吗？为什么兽阶反而掉了呢？因为兽阶是融入在骨血里的，我原本只是一条杂龙，身上的血脉发生了改变，之前的一切也就烟消云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我的体质。若是没有渡劫之前，我的能力只能达到兽王的阶段，想要再进一步千难万难。而现在我的兽阶会突飞猛进，就算达到兽王境地，也不会因为血脉的压制而无法晋级。你的意思是说，兽人一旦达到兽王那种层次，想要进阶的话，就必须拥有更高层次的血脉？骆九幽没有回答，起身就往外跑。你去哪儿啊？出去锻炼体魄，要不然非得被你折磨死不可。声音犹在耳畔，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叫上蜥蜴和沙，然后蜥蜴变成一只白鸟，带着3个雌性朝着后山飞去。只听嗖的一声，竹箭直接射了出去。射到了！竟然射到了一只长耳兔！这只长耳兔足够一个雌性吃好几天的了。若水，你快点教我也要学打猎。部落里的雌性因为比较娇弱，所以干的活儿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或者采摘果子。兽人负责打猎到部落里所有人的食物，他们一般根本看不上这种小型猎物。话音未落，冷若水眼睁睁地看着一只不知从哪里爬过来的千足蜈蚣正朝着血淋淋的兔肉那边爬去，结果一向说话轻声细语很温柔的蜥却一脸的兴奋，变成一只白鸟，一口将千足蜈蚣吞了进去。不说其他人了，就是冷若水都看得头皮发麻。蜥变回人形，还舔了舔嘴角。蜥，你怎么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啊？我本来就是白鸟雌性，喜欢吃虫子有什么不对吗？大惊小怪。吃虫子？乌兰简直不敢相信。好了，人家这不是也是饿得不行了，要不然也不会吃这玩意儿。赶紧走，天都黑了，外面太危险了。一到山洞，今天没打到猎物。没和他们一起，我去锻炼了。阿若，等大雨季过了，我们就离开这里。为什么呀？你现在不是已经成为了神龙了吗？又不需要休眠。
骆九幽把人抱入怀中，循循善诱。我带你去万兽城，那里有更多的兽人和雌性，还有很多好看的饰品，各式各样的食物。相信我，我能养好你。如果你不想让大禹部落被连累，就听我的。虽然不知道骆九幽为什么突然要离开，但冷若水还是点头同意了。感觉到骆九幽一整晚出奇的安静，他敏感地发现似乎要出事。果然，第二天，尊敬的大巫，听说那是腾蛇部落的兽人战士，在找右手，有花纹胎记的雌性。我们部落根本没有这样的雌性。冷若水闻言，脑袋轰的一声，你说他们在找谁？在找右手有胎记的雌性，应该是腾蛇部落丢失的雌性。冷若水浑浑噩噩回到山洞，露出右手手腕处红色梅花胎记。这不是他天生的胎记，而是自从有了空间之后的空间印记。除了亲近之人，没有人知道这里的印记，平时都用东西给遮挡住了。骆九幽出现了，一看就是经过了一场大战。我们现在就离开。他们是腾蛇部落的兽人，来追杀你的。什么？腾蛇部落的兽人也来了？冷若水点头，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那和你打斗的不是腾蛇部落的？是神龙族的兽人，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找到了我。不过你别担心，已经全部死了。啊！你全部杀了他们？他们该死。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你不是兽阶没有了吗？和他们打起来没受伤吧？这是冷若水一直疑惑的事情。明明这个家伙说兽阶要重新开始，但是一直以来好像他的战斗力从来没有下降过。原来我的小雌性是在关心我。只要身边有小雌性的陪伴，前方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也要闯一闯。放心，几个废物而已，还能把你的雄性怎么样？不是说要离开吗？冷若水伸手想要把人推开，心脏不受控制的加快跳动的频率。该死，最近不知道怎么了，面对这家伙的靠近，不能像以前那样心如止水了呢。明天一早就走。发现山洞口聚集了很多兽人，主要是族长带头。大巫，你要离开呀？冷若水点点头，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也没有多说什么，纷纷把手里的东西都塞到冷若水的手中，基本上都是乳白色的晶核。这个东西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交换食物，可惜我们部落很穷，没有更好的了。小雌性，我们还会见面的，一样下次见面，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伴侣。我已经有伴侣了。兽食大陆就没有雌性是只有一个伴侣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雷电，直接劈在了大祭司的头顶上，眨眼间两爪就朝着大祭司的脖子处狠狠抓去。哟！冷若水一把抱住骆九幽，不要杀人！你看上他了？我刚才拒绝了，你没看到？而且我们明天就离开了，永远不会再见。结果地上焦黑的大祭司好死不死的来上一句：小雌性，我们很快就会见面。见你大爷！冷若水一脚狠狠踹向这二货，想死别连累我！一脚不解气，又踹了一脚。回到山洞，见骆九幽的脸色黑得吓人，这还是冷若水第一次主动。骆九幽烦躁的心仿佛被点了清心咒，很快平静下来，开始心猿意马，脸上却不显，始终散发着阴郁的气息，表示很不爽，需要哄。哟，在我的部落里，一个雌性只能有一个雄性伴侣。我以前也从来没想过找伴侣，准备孤独终老的。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冷血的人，没有利益冲突时看起来很好相处，一旦对我有所企图，我会下意识警惕，会反抗。只有把对方所有的好都摒除在外，才不会受到伤害。曾经，也有人对我这么好，我原本以为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结果，对方只是利用我，还想杀我。对不起，一直以来我对你也很不好，我以为这样你就会离开。不会离开，你是我的。所以啊，我在试着接受你，而且你放心，我和其他雌性不一样，是不可能接受多个伴侣的。真的？真的。骆九幽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刚才的不悦全部烟消云散。想到大雨季过后就是冬季，很多拥有20多个伴侣的雌性都会死在寒冷的冬季。看了看自己身前娇小的小雌性，不行，必须得让她多吃肉，养得胖胖的才好过冬。终于把这坛百年老醋给哄好了，可真不容易。冷若水松了一口气，准备松开手，结果被对方死死抓住。你怎么又生气了？你怕我杀那只骚狐狸才说的这些话？我才刚消气你就变脸，否则不会这么快就离开我怀里。
我没骗你，虽然不想让你随便杀人，但是刚才说的也是真的。你就不能给我点信任？不能。冷若水无语。除非你主动。主动？就像我主动对你那样，主动对我。虽说这种事情在末世早已屡见不鲜，他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花，可到底还是没有经历过，实在是。亲我。洛九幽盯着嫣红的嘴唇，忍不住咽了咽口水。最终，冷若水眼睛一闭，猛地亲了过去。本来打算亲一口就松开，结果脑袋直接被一只大手给按住，加深了这个吻。冷若水被吻得双腿发软，喉咙里下意识发出娇嗔的声音，让洛九幽整个人都僵硬了。本来就坐在他的腿上，冷若水立马感受到不同寻常的异样，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洛九幽发出沉闷的声音：别怕，我会等你成年。身体立马有了反应，随即直接把兽皮裙从身上扯了下来。冷若水的面部表情开始炸裂，这什么情况？你放心，虽然我看起来没有其他兽人强壮，但我的雄性力量有2个，比其他兽人更长，绝对会让你满意的。兽氏大陆选择伴侣最重要的2条，一是要有健壮的体魄和兽阶，最少300斤的肌肉男；2就是要有厉害的雄性力量，这样才能让伴侣满意。你赶紧把兽皮穿上，暴露狂吗？冷若水的眼睛要长鸡眼了，赶紧闭眼。你嫌弃他？洛九幽低头看了看腰间，对于自己的雄性力量还是很有自信的。没想到小雌性竟然连看都不想看，心中很是失落。我不是，我就是……冷若水一时间舌头打结，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末世的时候，男女那些事儿也都是司空见惯，但是也没有这样的吧？动不动就给自己看他那里，是个什么鬼呀？那你什么意思？又生气了。我们那边的兽人不会这样。哼，你们那边，这就是兽氏大陆求偶的方式，没有例外。眼睛死死盯着转过头去的冷若水，这才发现绝美的小脸红透了，水蜜桃一样，让人恨不得咬上一口。立马感觉身体全部的热量都朝着腰间汇聚，有种要爆炸的感觉。捧着他的小脸狠狠亲了一口，穿上兽皮裙又跑了出去。等人走了，冷若水这才按住即将跳出胸口的心脏，长长松了一口气。伴侣太露骨，他害怕迟早得要被吓死。闭上眼睛使劲摇头，结果刚才那突然出现的壮硕始终挥之不去，影子在脑海中晃来晃去。睡下，明天就要离开了，除了石床上的垫子和兽皮，其他日常用品已经全部收进空间，显得异常空荡。这一夜睡得很不安稳，只要一闭眼，脑海中就会出现2根硕大的东西在眼前晃荡。冷若水辗转反侧，心扑通扑通直跳，这家伙每一次都是一本正经的耍流氓。直到深夜，外面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冷若水这才沉沉地睡去。睡梦中，身体好像被一双强有力的手给抱住，揽入怀中，冰凉的气息在头顶掠过，让人很安心。洛九幽深夜回来，对不起，我的小雌性，我不该生气的，明明你就在我面前，可我怎么还想要的更多？是不是有些贪心了？不贪心。声音糯糯的很是轻柔，如同羽毛拂过心间，把洛九幽的心都给融化了。好想把他摁在身下，狠狠地给欺负哭。还生气呢？我就是有些害羞，没有不接受你。你以后不要这么直接，好不好？不是冷若水矫情，任哪一个没经过事的少女这样都会反应不过来的，好吧？等你成年，我们就行吗？冷若水突然抱住他，不成年也可以。这句话让洛九幽脑海中一直绷着的那根弦直接断了。你说什么？回应他的是均匀的呼吸声。放心，没成年之前不会碰你的，这么瘦弱娇小的你是承受不住我的。怎么着也得多养2年，等养胖了再要他，那时候承受能力会强一些。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洛九幽还是能分得清楚的。一觉睡到大天亮，冷若水睁开眼睛，难得的看到洛九幽没有出去。他整张脸紧紧地贴在坚硬如铁的胸膛上，感受到他均匀的呼吸，又想到昨天晚上自己说的话。洛九幽，幽，连续小声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应该是睡着了吧。顿时恶向胆边生，伸出手指头在那张近乎妖孽的脸上来回描绘，
从眉毛到英挺的鼻梁，再到凉薄的嘴唇，无一不是大自然最高的馈赠。发现人还在睡觉，这下胆子更大了，在上面摸了一把，心仿佛触电了一般，赶紧收回来。结果白嫩的小手被一只大手抓住，又按了回去，还在上面来回蹭。与此同时，神龙族的高层们早已焦头烂额，他们把部落里的精英派出去大办，结果愣是没有神龙血脉的任何消息。族长和大巫还有大祭司围坐在一起，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哼，纯种的神龙血脉找不到，就连1个月前出现的神兽使者也找不到。部落里的兽人战士都是干什么吃的？阿母，我能进来吗？聋哑，你怎么来了？不是在神皇族学习巫术吗？聋哑一身大红色的火红兽皮连衣裙，皮肤比其他雌性都要白很多，细腻有光泽，巴掌大的小脸，五官端正，1.8米的身高，身材偏胖，却凹凸有致。大祭司，如果我阿母有什么话说的不好听，我代替她向您道歉。大祭司冷哼一声，脸上表情却缓和了不少。这个聋哑可是少族长喜欢的雌性，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族长，又同时拥有大巫师的能力，长相美丽动人，就连其他3大神族的兽人战士都趋之若鹜。这样的雌性以后绝对是神龙族的顶尖人物。瞧瞧，你都不如你的仔仔懂事。哼，那也得是我生的仔仔。大巫带着聋哑离开了。阿母，听说神龙族出现了变数，那个不知去向的神龙血脉，你说会不会是大祭司能力不够？有没有一种可能，突然出现的那个神龙血脉就是兽神使者？不管是不是同一个兽人，他都必须是神龙族的兽人。阿母，你看我长得美不美？我的仔仔是整个兽氏大陆最美的雌性，没有兽人会不喜欢你。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的聋哑这么美，选择的兽人必须要是兽氏大陆的佼佼者。一个聋崽子而已，还能逃过你的手掌心？聋哑脸上立刻洋溢出自信的笑容。怎么了？从今天开始不许吃果子，更不许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我吃什么呀？吃肉。听话，你实在太瘦弱了，现在刚刚到达雨季就已经生病，万一冬季来临怎么办？冷若神忍不住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忍不住吐槽：1.6米的身高，108斤，身上该凸的凸，该翘的翘。比起现代那些蛇精美女，她算微胖的好吧？怎么就瘦弱了？你该不会想让我变成乌兰他们那样的身材吧？不要，打死也不要！不管，你要是不让我吃果子，我就不吃肉。乖乖听话好不好？冬季真的很可怕，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对了，我们现在就要离开吗？接下来去哪里？先离开再说，朝着万寿城的方向走，先找个山洞度过大雨季，然后再出发万寿城。冷若水在黑乎乎的兽皮里被保护得很好，尽管洛九幽速度很快，也丝毫感觉不到颠簸。不知道过了多久，阴沉的天空上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山脉。冷若水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整个人也昏昏欲睡，最后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一个天然的山洞里了，洛九幽几次点火都被吹灭，最后只好妥协地拿出一颗乳白色拳头大的果子递给他。你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等会儿我们接着赶路。说着，洛九幽的手在冷若水的额头上抹了一下，没有发烧，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你忘记了，我是巫医，别看我没有那些雌性胖，但身体素质绝对比他们更强，不会轻易生病的。我会好好养你的，我的阿若永远不会生病。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你这个果子是从哪里来的？真好吃。还有吗？这叫奶果，英族部落有很多，我想着你爱吃就都拿了。对不起啊，阿若，现在没法生火给你烤肉，只能吃这些垫垫了。他始终记得小雌性说不能吃生肉喝生水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小心翼翼，却只顾着储存食物，忘记需要生火的干柴。没关系，吃这个挺好的，而且我这里还有很多熟食。阿若，你以前的部落在哪里？你们那边是怎样度过寒冷的冬季的？还有，你和兽氏大陆的雌性不一样，拥有奇怪的空间技能，这种技能听都没有听过。还有，你空间里那些奇奇怪怪的食物我也没有见过，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黑色东西，到底来自哪里？看到洛九幽那双几乎能洞察人心的眸子，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说出去，真的会有人相信吗？还是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异类？他会接受吗？吃饱了吗？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合适生活的山洞，明天就不能赶路了。看出了冷若水的欲言又止，洛九幽立马打断他。洛九幽心中也很忐忑不安，也有害怕。来历这么让冷若水难以启齿，说明什么？
很有可能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接近。骆九幽真怕他会应了自己刚开始的猜测，是被某个部落派来的奸细。一直以来都说无所谓，只要冷若水在自己身边就行。可若是真的，他心里也会非常难过。冷若水可是他的救赎啊。接下来的时间，二人都没有说话，气氛前所未有的安静，只拼命的赶路。终于在天黑之前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山洞。进入山洞之后，他速度很快地将山洞打扫干净。冷若水在背风的石壁位置放了一张床，这是空间青砖瓦房里面的那张现代大软床。这是石床？愣着做什么呀？赶了一天路，不累吗？赶紧睡觉。阿若，你是我捡的，就只能是我的，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在哪个部落，这都不要紧，只要别离开我，就算想要我的生命，只要告诉我一声，都给你。三下五除二进入冷若水的被窝，将人紧紧地搂在怀里，不肯松手。阿若，你是我的救赎，是我的全部，没有你我会疯的，真的会疯掉。如果这些日子的相处是欺骗，那就永远骗下去，好不好？真的，只要我开口，你的命都给我。苦笑一声，似乎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开始，自己的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认定的雌性，就算讨厌自己想要杀了自己，那也只能宠着。感觉到胸口湿润的温热，骆九幽一愣，伸手抹了一把，都是泪水。怎么了？如果说我不是寿氏大陆的雌性，你会怎么办？会不会烧死我？不是寿氏大陆的雌性？整个人难得呆愣起来，随即狂喜之色溢于言表。由于太过激动，声音加大了好几个分贝。你是说你不是寿氏大陆的雌性？那么一切都能通畅了。奇怪的食物，奇怪的战斗工具，还不能变形，身形和寿氏大陆的雌性也不一样。是啊，他怎么这么笨，早该想到了。你怎么这么开心呀？本来以为骆九幽就算不把他当成怪物，至少也会用异样的目光看向自己，没想到他竟然开心到手舞足蹈起来。冷若水一脸懵逼。骆九幽没有回答，内心的喜悦差点冲破心脏，激动到直接跑到山洞口，对着外面的天空拜了3拜。肯定是兽神大人见他这一生过得太苦，这才赐给他一个伴侣。惊喜过后，这才钻进被窝，重新将人搂在怀里。你是兽神大人送给我的，就注定是我的伴侣。对了，你不会离开吧？我是被阿父抛弃的，当时跳入万丈深渊，耗尽了所有的空间异能才来到这里，所以我也回不去了。真的？冷若水肯定点头，就算能够回去，自己也不愿意，那里早已经没有让自己牵挂的人了。我的世界没有兽人，人类也不能变形，而且雌性几乎都是我这么高，还有那些你认为奇怪的东西，都是我从那个世界带过来的。骆九幽满脑子都是阿若说他回不去了，不回去了，真是太好了。阿若，我的阿若。骆九幽紧紧地抱着他，仿佛这一刻他拥有了全世界。二人终于将所有的话都说开了，关系在无形中又拉近了很多。一夜好梦。一道碗口粗的雷电横空劈在山洞口，一道笔直伟岸的身影自山洞外匆匆赶来，双手直接捂住他的耳朵。别怕，我就在山洞口锻炼天赋技能，没走远。饿不饿？我刚烤好了飞兔肉。什么天赋技能需要在闪电下锻炼？闪电？我现在是一只拥有闪电和冰的神龙，需要在特定的时间锻炼才能进阶更快。对不起，我怕离得太远你会担心，所以才在山洞口锻炼，引来了雷电，吓到你了吧？冷若水惊呆了，这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世界？她的未来老公竟然是一条能发电能吐冰的龙。突然想到烈之前说过他的年龄居然有120多岁了。你多大了？骆九幽一愣，显然没反应过来。比你大一点。我16了，你该不会18？骆九幽顾左右而言他，你真的18吗？可是烈说你都已经120多岁了，是他骗我的，还是你骗我？骆九幽闻言，牙齿磨得咯吱作响，那一天真该一脚踢死他。龙族兽人的年龄都是300起步的，每上升一阶，寿命增加100岁。我之前就已经达到10阶兽王的地步，所以能活到1300岁。而且我现在血脉得到提升，以后会活得更长久，别怕。此时，冷若水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早已在风中凌乱。大爷的！可是我最多也就只能活到100岁。一想到自己白发苍苍，这家伙却仍然如此妖孽风华正茂，
冷若水内心瞬间不淡定了。别怕，你有了我的伴侣印记，现在最少也是300岁，以后我会想办法的。我能活到300岁？不过没关系，我们时间还很长，等我强大起来后就去抢，去找一颗猪果给你吃。猪果是什么呀？猪果，巴掌大的火焰色绵延的果子，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神果。雌性吃了它能美貌永驻，还能增加几百年的寿命，雄性吃掉会加快进阶速度，而且它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听说能活死人，肉白骨。这么厉害啊！哦，对了，野兽的晶核对你们有什么用处吗？兽人可以用吸收它里面的能量，从而增长身体兽阶，因为比较好看，也有很多雌性用来做装饰，它更是兽氏大陆普遍用来交易的一种东西。货币？什么是货币？货币就是用来交易任何物品，也是衡量物品价值的一种通用的。洛九幽笑了笑，哟，空间里还有很多我从那个世界带来的东西，我想把它们布置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是不知道这边会不会有流浪兽或者兽人出现，免得到时候麻烦。有我在，你就按照你想要的生活来。人生在世，要的就是活得肆意潇洒，不要担心会有危险，一切有我。冷若水忽然觉得自己好幸福，一把抱住洛九幽的脖子，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上天对我真好，居然把你送到我的身边。你说我是你的救赎，可你何尝不是我的救赎？说着，嘴巴在他脸上狠狠亲了一口。该过章就不能反悔，我警告你啊，以后要是敢背叛我，我一定会拉着你一块儿死。洛九幽突然笑了，大手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一只硕大的狼兽在森林里狂奔，身上还背着一个雌性。艾尔，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山洞？现在的雨势越来越大了，走，过去看看。来到山洞口的大石头前，我闻到了雌性发情的味道，这里有雌性居住，咱们还是在外面躲躲雨就行。你等一下，我尽量在天黑之前挖一个小山洞出来。这个泥还真是命大。艾尔，你什么意思？是不是闻到人家发情了，就想和里面的雌性交配？你个没用的废物，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不能给自己的伴侣，还有什么脸活着？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你不要生气。可是这里有发情的雌性，身边就一定会有守护者。我现在身上受了很重的伤，不能再战斗了。洛九幽老远就看到外面这2个兽人的身影，脸色不是很好，不过也没说什么，自顾自朝着自己家山洞的方向走去。经过泥的身边时，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心心念念的小雌性今天没有自己的陪伴，不知道会不会很无聊。醒醒，我只有一个伴侣，你要不要当我的伴侣？不需要你出去辛苦的打猎，只要陪着我就行。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脸，他眼睛朝下看了看被兽皮裙遮盖住的腰间，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原本洛九幽没打算理他，没想到这只兽人竟然看自己那里，顿时脸黑如墨，浑身上下阴郁气息暴涨，右手成爪就要捏爆泥的头颅。千钧一发之际，旁边的狼兽人直接冲了过来，一个转身将泥稳稳地抱在怀里，并且躲开致命一击。对不起，你不是故意的。尽管艾尔拼命的道歉，洛九幽的脸色仍然难看的要命，那里只能他的小雌性看，别的雌性必须死。正要一巴掌拍死这2个兽人，突然听到山洞里面传来咳嗽的声音，脸色大变，赶紧跑进去。阿若，你怎么了？生病了吗？没事，我刚才天木炭的时候被熏到了。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啊？是今天的进阶没有成功？洛九幽把他一把抱了起来，搂在怀里，神色无比认真地告诉冷若水，外面的雌性看自己了。啊！冷若水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看了你的雄性伴侣，你都没正眼看过。好，我也看你，别生气了行吗？然后洛九幽惊喜地把兽皮裙给拿了下来。冷若水噌的一下跳到老远。啊！你干嘛呀？洛九幽很委屈。不是你说要看的。直到现在为止，冷若水才明白了那句他看我了是什么意思。你也当着他的面扯掉兽皮了？没有，我没有，我当时是穿着兽皮的。害怕冷若水不相信，拉着他就要出去对峙。我相信你。你怎么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洛九幽不说话了，不生气是因为不在乎吗？哼！他转身就走。哎，你去哪里啊？洛九幽不语，留给冷若水一个落寞的背影。你站在山洞口，看到洛九幽一脸愤怒的出来，正准备上前打招呼，结果对方大长腿直接踹到他的胸口，你整个人朝后飞去。看着洛九幽离开的背影，你痴迷的脸上流露出一抹恶毒，拿起手中的古刀直接朝山洞里走去。此时
冷若水正随意地坐在真皮沙发上。该死的雌性，你怎么不去死？我杀了你！手中凭空出现一把手枪。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本来想过几天安生的日子，你偏要来送死。既然这样，那就去死吧！随着一声吼叫，你第一次变身成兽形，是一只秃毛的棕狗，砰的一声，直接打爆了飞扑而来的泥的头颅。你整个身体直接倒地不起。变成兽形的艾尔痛苦的哀嚎出声，他变成流浪兽了，他的伴侣没了。此时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一个跳跃就抓住了冷若水。冷若水如同泥鳅一样挣脱束缚，整个人在狼兽的身体下一滑，肠子内脏等物掉落一地。没等他哀嚎出声，就没了气息。这惊险的一刻让冷若水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累得不行。看来是该锻炼锻炼了。这几天被喂得实在太懒，竟然杀个人都这么吃力了。这一边黑着脸出来的洛九幽也没心思锻炼，一想到阿若的反应他就不高兴，这分明是没把他放在心上。洛九幽非常敏感地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头皮一炸。阿若，嗖的一下消失在雨雾中。阿若，阿若！见到躺在血泊里的棕狗和狼兽尸体，洛九幽紧张地到处乱看。你不是出去了吗？你有没有受伤？两人同时说话，洛九幽直接将人抱在怀里上下查看，还不赶紧把山洞里面收拾收拾。小雌性生气了，洛九幽自知理亏，连个屁都不敢放，乖乖的去收拾残局，哪里还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九幽蛇王的王者。天黑之前终于将里面所有的打斗痕迹消除。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不应该赌气离开。冷若水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样威武霸气危险的男人此刻竟然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站着，实在没忍住。我没生你的气，刚才脸色不好看，就是觉得救了个白眼狼看来啊，我还真是不适合当好人呢。你是说那只狼兽吗？什么时候救过他？我们那边的白眼狼指的是翻脸不认人、恩将仇报的人，我没有救过那只狼兽，我不是说那只狼兽，我是说那条棕狗。你干嘛？我冷。冷若水无语，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一身超大号的男士睡衣，把这个穿上，否则不许进来。我不会，你给我穿。黑暗中，冷若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给穿好了，赶紧转过身去闭眼睡觉。被窝里的手红得发烫，刚才手好像碰到了，明明已经很小心，没想到还是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故意的。可是他那一本正经的脸上没有丝毫多余的表情，被不小心碰触到的某位大神从身后抱住他家小雌性，黑暗中嘴角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后背被什么东西抵着，让冷若水如坐针毡，一动也不敢动，脸埋在被窝中，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提心吊胆了好久，感觉到背后的人睡着了，这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沉沉睡去。这时候原本应该睡着的某人立刻睁开眼睛，眼神清明，毫无睡意，听着身边绵长的呼吸声，叹了一口气，将人转了过来，搂在怀里，这才满足地拉过小雌性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在自己身上。冷若水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整个山洞依然黑漆漆一片，外面雷声阵阵，大雨哗哗地作响，声势浩大，比昨天还要恐怖。想要下床吃点东西，结果他的手一阵酸疼，没有支撑住，抬起右手看了看，满脸的疑惑。奇怪，这几天手怎么这么酸痛啊？眼睛刚睁开一条缝的某龙闻言赶紧闭上眼，装死睡着了，一动不动。冷若水看了一眼睡得很是安稳的洛九幽，没有经过事的他还以为是这货夜里抱得太紧，这才压到手了。洛九幽，怎么了阿若？还没天亮就醒了，乖，再睡一会儿。你看你干的好事。洛九幽心中一咯噔，被发现了，赶紧认错。对不起，以后不会这样了，你别生气好不好？实在不行你打我几下。哼，我才不打你呢，到时候疼的还是我。既然你认错了，那以后睡觉离我远点，手都被你给压麻了。好，离你远点，远点。洛九幽瞬间反应过来什么，赶紧用程，先把他家小雌性的火气给压下去了再说。
至于晚上的事情，他可不准备真的离远点。哎，这是什么呀？看到床边放着的一块龙鳞，别动，这是我的鳞片，有剧毒，千万不要乱碰。有剧毒还放在床头？骆九幽一把抱住冷若水，郑重其事地将那鳞片交到他手上。阿若，这鳞片送给你，它比你手里的那个骨刀锋利很多，以后或许能用得上。记住，这鳞片有毒，千万小心使用。骆九幽早就想给他自己的鳞片了，但是又怕小雌性乱用，反而伤到自己。经过昨天的事情，骆九幽也深刻意识到了他的实力和那种被娇养坏了的雌性不一样。太好了，直接在骆九幽身上吧唧亲了一口。时间飞速，很快又过去了1个半月。哎，你看那边有好多蘑菇啊，还有木耳。我天哪，竹林里的竹笋都可以吃了。冷若水惊喜万分，这些可都是天然的好东西，他要全部收进空间。这个时候，就万丈高空之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鹰唳声。抬头望去，原本空荡荡的天空上早已被一群遮天蔽日的巨鹰挡住视线。密密麻麻的巨鹰全部都朝着一个方向拼命飞去。可是为什么呢？这里有兽阶的野兽稀少，不好进阶。况且他们的部落被摧毁大半，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迁徙，恐怕冬季只有死路一条。部落被摧毁？他好像离开的时候，部落里还好好的吧？眼睛看向背着自己的骆九幽。他们欺负你。所以这件事情是你干的。干得漂亮。鹰族部落里面的兽人啊，没一个好东西，尤其是那个族长，一脸奸诈小人的做派。不过可惜了，我的那么多野兽肉都还没来得及带走。我会打猎，以后给你更多。话说啊，你现在几阶兽人了？怎么好像和别的兽人不一样，额头没有兽阶？应该7阶左右的样子。哦，原来什么7阶？不是说兽人进阶非常困难的吗？大禹部落因为难以进阶到4阶，还差点面临灭亡。那是他们。确实，骆九幽的天赋可谓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以前120岁才达到兽王级别，不是因为血脉低，相反，他阿父是腾蛇部落的贵族血脉，其很大方面在于他一路被追杀，兽阶快速增长的同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疗伤，最后一次甚至直接沉睡了20年，所以真正锻炼进阶的时间少之又少。你真的只是腾蛇部落赶出去的流浪兽的孩子？怎么了？在你们口中，神龙部落和腾蛇部落都是神族，应该非常厉害才对。然而却对你一个没有威胁的流浪兽幼崽穷追不舍，连连追杀，显然不符合逻辑。你该不会还有其他的身份吧？神龙族的一位长老，是我阿母曾经的伴侣，他为那个伴侣生下几个崽崽，其中一个追杀我的时候被我吞了。至于腾蛇族也很仇视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吞了？没事，咱们都努力强大起来，让那些追杀我们的人有来无回。怕吗？害怕？老娘这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温度的丧尸都不知道杀了多少回了，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攻击性异能。很快来到山洞前，骆九幽脚步一顿，望向山洞口的目光。冷若水从骆九幽身上下来。山洞里有5个流浪兽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这整个山洞的布置，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老大，这里可真漂亮，一看就是美丽的雌性住的地方。说着，鼻子在空气中嗅了嗅，立刻全身火热，享受地眯了眯眼睛。好香的发情气味，这个雌性居然还是在发情期，并且只有1个雄性伴侣。出来。骆九幽没有进去，他不想在里面战斗，免得弄脏了他和小雌性的家。流浪兽人脸上惊喜连连，争先恐后的出去，想要杀掉美丽雌性身边的守护者。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是他？明明大祭司在朱国里下了剧毒，明明深渊下火龙翻滚，就连兽神大人都降下神罚，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好美的小雌性，这么小一只，太可爱了吧！老大，赶紧杀了他身边的守护者，把他抢过来。他们仿佛看到了美丽小雌性在身下哭泣的样子了。骆九幽脸色黑得能滴出墨来，刚要动身，就被冷若水拦住。你退后，这几个杂碎交给我。末世前的那种狠劲儿完全的释放出来。骆九幽知道他的小雌性和别的雌性不一样，是有实力的，于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相信他的小雌性一定会救自己的。他的小雌性长大了呢。他有巫神之力。冷若水使用空间禁制，然后身影快速经过他们，
所到之处，手中西瓜刀直接割断他们的脖子，鲜血直流。就在这时，一个兽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过程中变成一只巨大的尸兽，朝着远方疾驰而去，连头都没敢回。只见身边突然出现一条长长的龙尾，朝着尸兽逃跑的方向狠狠抽去。九幽王，我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求求你放过我吧！你不想知道你阿父阿母的消息了吗？洛九幽冷哼一声，龙尾一紧，达尔直接断了气。你怎么就勒死他了呢？他还没说出来你阿父阿母的消息呢。没必要。声音很慵懒，仿佛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转身进入山洞，冷若水从后面环住洛九幽健壮的身体，将脸贴在他的后背，声音心疼的道：洛九幽，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以后你有我。那你怎么安慰我？转过身来，将冷若水环抱在怀里，脸上出现得意的坏笑。安慰？没等冷若水反应过来，洛九幽直接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腰间。冷若水指尖触碰到火热的东西，仿佛触电一样就要收回来，结果被一只大手直接按住。你！我就是一个被遗弃的流浪兽，从小被追杀，果然没有雌性会喜欢我。冷若水的手都在发抖，想要安慰，可如今脑海中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终于想到一句话，刚要开口，就感觉手心兽皮下的滚烫竟然动了动，吓得他用力抽回手。这几天的手酸，某种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洛九幽，你找死！双手在他的脖子上表示出要掐死他的动作。乖，别伤着手吧。他还要用呢。真的想要？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声音变得沙哑异常。真的？你同意吗？洛九幽声音更加暗哑了，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冷若水紧紧抿着唇，闭上眼睛，重重点头。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可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这种事情在末世发生的非常普遍，经常在猎杀丧尸的路上看到。更多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喜欢以这种方式生存下来。其实按照这里的时间来算，我应该已经17了，明年旱季的时候就能成年。你说什么？你之前不是说只有16，果然又骗我。没有，我们相遇的时候我真的只有16岁，差2个月就17。而且兽世大陆的时间和我们世界不一样，这里的1天是我们那边世界的2天，所以成年的时间也会压缩一半。原来是这样，这些日子以来只能吃到肉末，简直快要把他逼疯了。尽管有好几次他家小雌性都隐晦的同意了，自己到最后关头还是强行忍住。小雌性太娇弱，又没有成年，怎么能承受住他？他又怎么舍得？好，我们明年旱季就交配，但是现在怎么办？他还是想要吃点肉末的。没等冷若水回答，薄唇直接堵住他嫣红的嘴唇。次日凌晨，他的声音都带着哭腔。好了没有啊？马上。这句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冷若水气鼓鼓的直接将人踹下了床，转过身揉着酸疼的手腕，一脸的生无可恋。也不知道洛九幽后来怎么解决的，反正冷若水下一刻直接进入沉沉的梦乡。再次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从床上坐起身，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冷若水一呆，该不会是生气了？冷若水起身朝着山洞外走去。冷若水闭上眼睛，根据手腕处龙形印记的指引，朝着一个方向缓缓走去。这就是伴侣印记的好处，它是互通的，不仅能让雄性伴侣通过伴侣契约找到自己的伴侣，也能让雌性找到。来到附近的一处河流，隐约能看到一个身影在河水里一动不动。洛九幽，是你吗？洛九幽，洛九幽直接从水里站了起来，修长的身躯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宽肩窄臀，线条完美，两条腿修长笔直，充满力量感，诱人犯罪。绝世无双的脸上是魅惑天成的笑，冷若水简直看呆了。而这好想扑上去啃一口，怎么办？我的身材你还满意吗？冷若水呆呆的，竟然鬼使神差的点头了。以后还会不会把我踹下床呢？不会。洛九幽勾唇浅笑。好，给你摸。
冷若水仿佛被蛊惑了一般，竟然真的伸手去摸了一把腹肌。手感不错。哎，等等，他不是出来找人的吗？居然就这样被蛊惑了，果然美色误人呢。不是说今天离开的吗？还走不走了？说完，逃也似的离开。不行，再待下去，他都想吃人了。望着慌张离开的背影，洛九幽眼中洋溢出得逞的笑。潇潇草。他记得昨天出来寻找的时候还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潇潇草生长迅速，凋零更加迅速，只有在空气非常潮湿、地面极度松软的时候才会生长，大约只能存活7、8天左右。趁这个机会多采一些，等再冷一些就会枯萎。最后竟然直接利用绿色能量将一颗颗潇潇草给连根拔起。洛九幽嘴角扯出一抹坏笑，他好像喜欢看自己洗澡。前面努力搞事业的谋女丝毫不知道身后这条闷骚龙已经开始打坏主意了。不知过去了多久，周围遍布的潇潇草完全被采摘一空，天色也已经不早了，他们准备回去收拾收拾，下午就启程离开。洛九幽，要不然接下来我们走着离开。你看啊，反正我们也不着急，而且我想趁这个机会多采摘潇潇草和其他草药。不是说野兽金盒能够提升兽人的兽阶吗？也是交换物品的通用货币。你想用这个交换金盒，也不是不可以，但除了流浪兽和急于逃命的兽人，应该不会有兽人交换的，且它的储存时间太短了。所以我要多采摘一些，用来研究。洛九幽这才想起来，他家小雌性还是个拥有巫医神力的大巫医。中午吃完烤肉，两人悠哉地行走在落日森林，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路走来，冷若水也终于知道兽氏大陆物产资源之丰富。7阶兽人原来这么可怕的吗？不对呀，昨天那只狮子好像也是7阶来着，同样是7阶，怎么在你手底下一招都过不去？普通的7阶废物也能和我相比？洛九幽嗤之以鼻，冷若水撇撇嘴，不理会这个傲娇男。看到不远处的一样东西，一路小跑过去，心砰砰乱跳，满心满眼都透露着惊喜。竟然是一只超过1000年的千年紫杉生。这是什么草？这可是宝贝，关键时刻救命用的。哎呀，你不懂。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由于地面太过于潮湿，冷若水从空间里拿出一个比较大的那种军用帐篷，然后将床放在里面，这样就不怕厚重的露水和可能会下雨了。果然，夜间淅淅沥沥的小雨又开始了，打在帐篷上形成天然的催眠曲，让人很快进入梦乡。也不知道是不是来兽氏大陆时间久了，身体素质越来越适应这里。这不，睡醒之后都是凌晨了，而洛九幽已经早早起床，手中拿着很粗的骨针，认真地缝制着兽皮。这个男人真是360度无死角，就连在干缝缝补补的活儿都让人赏心悦目。好看吗？好看。我有衣服穿，你还缝制这个做什么呀？冬季很冷的，虽然你的那些奇怪的兽皮裙很柔软，但是根本不能防住冬季的严寒，必须提前做准备。我没有给雌性做过兽皮裙，有点难看，以后我会好好学的，不准嫌弃。你一整晚都没睡觉，就为了做这个？昨天晚上刚好碰到几只红狐，就猎杀来给你做成，你穿肯定好看。我是睡醒了给你做的，之前那个已经脏了，被我给洗干净，还没晒干。你就先穿这个吧，我这个烤肉马上就烤好，吃完还要赶路呢。冷若水简直被洛九幽这无微不至的照顾给感动到了。这些日子以来，外面都是狂风暴雨，换下来的衣服自己也没来得及清洗，都被洛九幽收进空间。没想到现在竟然已经全部洗过了。身上穿着现代的衣服，还是感觉比较冷。奇怪，这兽皮柔软轻便，一看就是被特殊处理过的，他是怎么做到的？洛九幽看得呆了。好看吗？冷若水原地转了2圈。好看。何止是好看呀，整个兽氏大陆都找不到这么好看的雌性了，怎么办？就算现在只有他们2个人，洛九幽心中也开始疯狂嫉妒，仿佛就连旁边的花草树木都在看他家的小雌性，都是他的敌人。你怎么了？不好看吗？没有，就是太美了。美到令人窒息，令他想要发狂，不管不顾的直接交配，狠狠欺负他。洛九幽只能僵硬着笑着，强大的理智拉回那个疯狂的念头。不行，小雌性还没成年呢，这样会吓坏他的。自从上次用手之后，冷若水就有意无意地躲避他，应该是被吓坏了。肉烤糊了。不想去万兽城了。为什么？洛九幽没有说话，能为什么？万兽城的兽人实在是太多了，太讨厌了，不想让那些兽人看到自家小雌性，好想撕碎他们。
冷若水一直知道洛九幽的占有欲强，被别人看上一眼都觉得侵占了自己的宝贝。我真的只要你一个伴侣，任他厉害的兽人千万，我只要洛九幽。我最厉害。对，你最厉害。这时候，洛九幽突然抓住他的手，目光灼灼，声音中带着蛊惑的味道。哪里最厉害？冷若水想到那个用手的不眠夜，精致的小脸一下子疼得红了。有话好好说呢，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能扯到那事儿上啊？哪种事？好了，天都亮了，咱们还是赶紧启程吧。到了万寿城，事情还有很多呢。我不能总是吃烤肉，这样会消化不良的。你昨天不是摘了不少奶果吗？给我点呗，正好赶路无聊的时候吃。把这个吃了，再给你奶果。对于吃肉，洛九幽从不妥协。洛九幽这才拿出几颗奶果给他。这么小气，不是摘了很多吗？乖，果子不能多吃，要不然你又该不吃饭了。洛九幽也想直接将奶果都交出来，想想还是算了，小家伙太喜欢吃果子了，到时候吃撑又不愿意吃烤肉怎么办？这样的话，养肥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啊？这是第一次洛九幽成龙之后完完全全在他面前展现兽形，身形大到离谱，和现代传说中对龙的描述很像，让人见了就想顶礼膜拜的那种，仿佛一座小小的山丘，含情脉脉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小雌性。整个兽氏大陆也只有他能让自己低下高贵的头颅。此刻的洛九幽没有说话，因为变成兽形之后太过强大，就是鼻息都能将人吹飞出去。伸出爪子轻轻地放在地面上，示意冷若水爬上去。冷若水缓缓爬上了那只巨爪，爪子上面竟然还抓住了一个很大的兽皮袋子，应该是让自己钻进去的，那样就能挡住肆无忌惮的狂风了。当穿过一群正在迁徙的鹰兽时，鹰族部落的队伍中间仿佛被撕掉了一块，出现空缺，顿时造成一片恐慌。而洛九幽早已消失在原地，他吃饱了，甚至连停留都不曾，进食就是这么简单。神龙部落，不得不说，神龙族到底是兽氏大陆最顶尖的4大神族之首。他们会建造房屋，会储存食物，也会种植一些简单的食材。他们在朝着更文明的方式发展。阿母，大雨季都要过去了，怎么还没有那龙崽子的消息啊？龙族的兽人战士到底干什么吃的？龙牙已经成年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挑选伴侣，就是要找最优秀的雄性兽做他的第一个伴侣。龙牙，你别急，会找到的。可是其他3大神族也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听神皇族的一个雌性说，他们大祭司好像占卜到兽神使者的消息了。神皇族的雌性都长得好看，万一被他们先找到收做伴侣可怎么办呀？神皇族，死亡山脉的那边好像有个小森林，叫落日森林。族长，兽神使者很有可能出现在这2个地方，我们赶紧派遣部队里的兽人战士前去寻找吧。1000年前，第一个兽神使者留下的预言果然应验了，他的到来能带领神皇族走向辉煌。记住，一定要尊重，明白吗？明白。上一次的兽神使者就是我们神皇族的首领，说下一任兽神使者和他一样，拥有美丽的脸庞、娇小的身材，非常聪明，就按照这个去找。神鹰族，上一任兽神使者是凤凰族的首领，一定会有只言片语留下来，派一部分精英兽人战士跟着，应该能有收获。洛九幽带着冷若水一路飞行，速度很快，却平稳得很，生怕他家小雌性头晕不舒服。此刻，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丝毫不知道兽氏大陆开始风起云涌。洛九幽，我能不能出来呀？我感觉快要闷死了。阿若，你怎么了？没有什么大事，就是兽皮袋子里面不透风，没法呼吸，所以你每次飞一段时间得停下来休息休息。洛九幽看了看天色，也不早了，于是变成人形，将冷若水抱在怀里，缓缓下落。天气更冷了，终于在日夜赶路的半个月后，2人来到了部落兽人口中的万兽城。这就是万兽城？名字起得非常霸气侧漏，怎么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对，这就是万兽城。快看，那个雌性好美呀！天哪，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听说神皇部落的雌性最美，她该不会是从神皇部落出来的吧？哎呀，这么美的雌性，居然第一个伴侣却是个没用的守护者，可惜了。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此时此刻，冷若水的心那叫一个无语，这是都把他当成猴子了。再看旁边紧紧拉着他的手的某龙，脸色早已难看到极点。有一个高大威猛的雄性兽人摩拳擦掌的开始上前搭讪：“你的小资金卖吧，我用10颗红金盒买了。”我的天哪，红金盒！恐怕万兽城的兽人战士中，也只有虎牙能拿出来这么多了。你说这个雌性会接受吗？废话，虎牙可是万兽城最厉害的兽人战士，年纪轻轻的就达到了王兽级别，还挑战成功过比他兽级还要高的兽人。有这么厉害的兽人伴侣，谁傻了才不喜欢？滚！骆九幽磨着后槽牙，说出了这么一个字。虎牙又对冷若水说道：“美丽的小雌性，你愿意收我做第2个伴侣吗？我是万兽神第1勇士，我会打猎，会养活你。关键是我的雄性力量更……”话没说完，骆九幽实在没有控制住身体内的洪荒之力，将他整个人直接一脚踹飞，踢飞了。众人目瞪口呆，一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一脸阴沉的骆九幽。我的兽神大人呀，那雌性身边的守护者居然一脚就踢飞了虎牙，那可是万兽城第1勇士。骆九幽的一脚成功吓退了大部分实力较弱的雄性兽人，而雌性们一个个看着骆九幽，目露凶光，好想把这个雄性抢回山洞啊！骆九幽眉头紧紧皱起，正要出手，就看到他家小雌性护犊子似的把他挡在身前，恶狠狠地看向周围目光热切的雌性们。他是我的伴侣，二话没说就拉着骆九幽的手离开。原本气到爆炸想要杀人泄愤的骆九幽，此刻的脸上瞬间多云转晴，望着他家小雌性阴沉的小脸，反而很开心。小雌性，我看上你的雄性伴侣了，出个价卖给我。初来乍到，冷若水本着不想惹事的精神没理他，然而在转身的时候却被那个雌性直接捏住了肩膀。没等骆九幽出手，冷若水一个过肩摔，200-300斤的大胖子直接摔了个狗吃屎，结果胖雌性不仅不起来，反而直接就地打滚哭闹。我要那个雄性做我的第20个伴侣，我就要他！你们一起上，给我抢过来！几个兽人面面相觑，他们刚才可是见过这个兽人出手的。阿仙，不行的，这次我们不能听你的。我们现在手上没有金盒，还是先在外面的山洞找个地方吧。骆九幽之前身上是有些金盒的，但是他向来不存这些东西，要么就是自己用了，要么就是根本看不上给扔了，所以现在他们2人可以说就是穷光蛋。不用担心没地方住。你身上有金盒？冷若水转头，没有，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边有很多空余的山洞，就是稍微远一些。我刚才看到外面有很多兽人用很大的兽皮织成了帐篷在里面居住，要不然我们也这样。天哪，这一串贝壳居然要1颗红金盒，你抢金盒呢？你们知道什么？这叫贝壳项链，是从遥远的海族手里换来的，金贵着呢。兽氏大陆4大神族听说过没有？他们那里的雌性都戴这个。冷若水笑了笑，果然不管在哪里，女人对于美丽的装饰品都有着天生的喜爱。突然想到了什么，她的空间里好像有不少现代工艺品呢，黄金首饰什么的最多。曾经有一次出使任务寻找物资，结果物资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本着不能白出来一趟的想法，于是整个商场1楼的奢侈品都被打包进空间，还有那青砖瓦房客厅一角的各种精美的首饰，随便拿出来一个，那岂不是要亮瞎他们的狗眼？冷若水仿佛又找到一个商机，手腕上赫然出现了一串亮晶晶的水晶手链。手链的一圈都是被上好的水晶镶嵌而成，在阳光的折射下闪闪发光，一下子就抓住了爱美雌性的心。啊，这是什么？好漂亮的花环啊，能交换给我吗？上钩了。哦，我这个叫水晶链，是我伴侣半年前偶然救了一个从4大神族出来历练的兽人，他为了感谢我们，就把这个非常珍贵的水晶手链送给我了。那个兽人好像在4大神族的地位挺高，说这东西非常珍贵，还被他们的大祭司祝福过。听说戴上这水晶手链的雌性会得到兽神大人的祝福，好运连连呢。这个我怎么舍得卖？你这个水晶手链我要了。可是，冷若水略故作为难的表情。我出50颗红金盒买。这水晶手链是被神族大祭司祝福过的。哪个神族？对面坐着的被4个兽人抬在架子上的雌性，显然也不是好糊弄的。他虽然非常富有，却也不是傻子。这么多金盒，如果随便花出去，就算是虎王阿父都不会原谅他。闻言，冷若水一呆，他哪里知道什么神族？神皇族。一直不说话的骆九幽开口了。
神皇族的雌性美貌，天下人尽皆知。洛九幽雌性的声音很快就引来了大家的垂涎。先不说别的雌性，就连那个坐在竹轿上的雌性见到洛九幽也是眼前一亮。好俊美的雄性啊，就只可惜太瘦了。不过买回去天天看着也是好的呀。我出60块红金盒，你把那个水晶手链和这个雄性都给我，怎么样？此时此刻，洛九幽的脸算是彻底黑了下来。望向竹轿上的雌性，双目中隐约透着杀意。他是我的伴侣，不卖。然后洛九幽居然站到了冷若水的身后，一脸委屈。阿若，那个丑雌性看我，我只能是你的。冷若水直接被这突如其来的撒娇给整懵了。这货不是一言不合就杀人的吗？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自己咋不知道？洛九幽被这样赤裸裸的盯着，冷若水彻底生气了。这样，伴侣不卖，我这水晶手链可以60块红金盒卖给你，同意就拿金盒，不同意我就走了。不知好歹！身后出现一只大手，然后狠狠一拽，高高在上的雌性直接被从竹轿子上拽了下来。幸好旁边有个兽人反应很快，直接趴在地上当成人肉垫子，这才避免他摔伤。可恶的雌性，我要跟你决斗！我说阿曼，几天不见，你还是那么蠢。转而又看向冷若水。小雌性，我出60块红金盒交换你的水晶手链，如何？可以。你敢？于是冷若水非常爽快地将水晶手链摘下来，送到那个长相大方的雌性手中，笑着说道：美丽的东西配美丽的雌性。那个雌性将水晶手链戴在手上，眼中尽是喜爱。本来纯属只是想要和阿曼作对，出了这么多金盒也是肉疼的，现在怎么看怎么喜欢。我叫彩，狮王城主是我阿父，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就来找我。谢谢。等彩一行人离开后，该死的贱雌性，我阿父是虎王，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不放过我，我还不想放过你呢。好，我等着。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让周围的兽人们震惊得目瞪口呆。那可是兽王的崽子呀，一直高高在上，凡是得罪他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失踪，众人都怀疑那些失踪的兽人全部都是被这个兽王崽子给杀的。要买茅屋吗？你要卖？对，这是我刚刚盖好的茅屋，前面的摊位也是我的，只有万寿城的原住民才有这个资格在宽路两旁建造房屋。要是卖给你了，你就是原住民。这要不是我的伴侣生病，急需金盒找巫医救命，我怎么都不会卖的。多少金盒？5颗红金盒。好，身上有钱也不用纠结于这5块金盒。冷若水现在着急在万寿城稳定下来。这个雌性怕不是个傻子吧？用5块红金盒交换这么个破地方？你是买不起嫉妒人家吧？我知道卖贵了，但是我房屋里的东西全部送给他，也差不多了。说完，老者将一个黑色石块递给冷若水，捧着手里的5块金盒匆匆离去了。这房子应该是刚盖好不久，好在很坚固，只要不是大雨季那样恶劣的天气，过冬是没问题的。九幽，你一直在强调冬季会冻死人，那到底冷到什么程度啊？洛九幽闻言，脸上露出沉重的表情，也是第一次为自己不是毛茸茸的兽人而感到烦躁。非常冷，冷到开水洒出去就会瞬间结冰，冷到很多雌性不护着脸出来的话，耳朵直接能冻成冰块，一碰就掉，冷到小便没完就直接冻成冰线，冷到……冷若水越听越是瞪大了眼睛。没事，还有啊，这个红金盒对你的进阶有用吗？用处不大。红金盒属于非常珍贵的金盒，对于一般兽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对于曾经已经达到兽王的他来说，用处就寥寥无几了。这几天，冷若水一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吸收红金盒里面的能量，迟迟未动的空间异能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成为一个4阶的空间异能者。行了，肚子饿不饿？吃那个。一眼看过去，桌子上有各种各样的烤肉和煮肉。我知道你从那个世界带过来的食物吃起来非常美味，但是里面却没有任何肉，而且吃起来对身体不好。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许吃那些东西。还别说啊，你这做饭的本领是越来越好了呀，对于佐料的掌控非常好。好吃。九幽，我刚才用掉了所有的红金盒，咱们又变成穷光蛋了。你做肉挺好吃的，要不做点卖？我只做给你吃。
吃过饭，天彻底黑了下来。是这里吗？就是这里。这个茅屋今天刚卖给那个雌性。走。等两个家伙刚一进门，就被冷若水的能量球击中。说，谁让你们来的？阿曼，对吧？听说得罪他的人都会消失在万寿城，原来都是你们做的。说这话的时候，冷若水非常眼尖的看到两个兽人眼中露出的表情，心中立马肯定就是阿曼。九幽，处理掉。骆九幽二话没说，盯着两个兽人就出去了。虎王石屋内，阿曼脸色阴沉地坐在石床上，挤满兽纹的地方缺少了2块，说明他的伴侣死了。该死的剑雌性，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要杀了你！阿曼，不能冲动，神皇族的兽人战士要来了，你现在必须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如何勾引他们的事情上。一个剑雌性而已，以后杀也不迟，你要分得清线下最要紧的事情。你阿父要趁着这个机会杀掉狮王，成为万兽城唯一的主宰，你不要乱找事情，否则你阿父也保不了你。我知道了，我暂时就不找那个剑雌性的麻烦，等阿父成为万兽城唯一的兽王，看我怎么收拾他。冷若水用意念把空间里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适合卖的东西。不是没有东西卖，而是种类太多，随便拿出一样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九幽，你有没有见过这里的兽人穿鞋子呀？你脚上穿的那种？没有，不管是兽人还是雌性，从来不穿那个，都是光着脚的。在大雨季的时候，他在山洞闲来无事，做了很多草鞋和葡萄团子、宫殿等东西，这些都是可以手工做出来的，不容易被怀疑。早晨，没想到竟然看到自家摊位上，骆九幽拿着西瓜刀，手起刀落，将肉分给前来买肉的雌性。这是蛮牛肉，你早晨出去打猎了？骆九幽的摊位上的肉很快被抢购一空。哇，这个兽人长得真好看，身上的气味好好闻啊，看起来真的好高贵的样子，我从来没闻到过这种气味。他到底是什么种族的？管他什么种族的，你听说了吗？4大神族的神皇族还有2天就来到了。4大神族？兽氏大陆4大顶尖神族：神龙族、神皇族、神鹰族和腾蛇族。但是这样的种族基本上不和外界来往，所以很神秘，也不知道来到这小小的万兽城干什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值得他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寻找？冷若水并没有很担心，所以他很快就在摊位上放了几排东西，草鞋、草席，还有弓箭等自制的捕猎小道具。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好玩。原来是彩呀，这是我自己做的草鞋，穿在脚上很舒服，你想要的话就送你一双。好舒服呀，软软的，就像走在软泥上。我这是用蒲草编织的草鞋，穿上它的话，雌性的脚会越来越娇嫩。关键是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光着脚出去是不是会很冷？这时候才连忙助攻。对，我登记的时候都不敢出去，要不然一双脚就会红肿，好多雌性双脚都废了。穿这个有用？我不敢说有绝对的用处，但是穿上它之后就不会和冰有直接的接触，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且到冬季的时候，在草鞋外围一层兽皮，会对雌性的脚有更好的保护作用了。你说啊，咱们雌性天生娇弱，冬季那么可怕的季节，要是不好好保护双脚，冻烂了残废了可怎么办呀？彩，这双草鞋就送给你，谢谢那天你给我解围。不用，我就是看不惯阿妈那张嘴角。这个，我买了你的水晶手链，现在也变成了穷光蛋。这2颗红晶核是我全部的积蓄了，你看能给我几双？我想带回去给阿母和阿妹穿。冷若水琢磨着，1颗红晶核大约相当于1000颗白晶核啊，不用这么多，我准备卖30颗白晶核1双草鞋的。我们很有缘分，你拿几双穿吧，我这里还有很多。那怎么行？我阿父可是狮王，我们家有的是晶核，我怎么能欺负你呢？既然这样，那就请彩把我的东西宣传宣传，让更多的雌性知道不就行了？好，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很快，冷若水整个大雨季编织出来的草鞋售卖一空。很快，2000多的白色晶核，那些能量进入空间之后，就犹如一滴水落入大海，没有激荡出丝毫的浪花。也不知道小黑怎么样了。小黑是谁？小黑是一只空间孕育而成的黑色灵猫，当初我被阿父和队友逼下万丈深渊，本该逝去的，是他用尽了所有能量把我带到了这里，从此他就沉睡了。以前那个世界，我空间达到3级的时候他就出现了，可是现在空间已经4级了，他依旧没有苏醒，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谢谢他把你带到了我的身边，别担心，既然是沉睡了，就说明没有生命危险，只要你身体能量足够，总会有醒来的一天。你采这个做什么？别看它外表不好看，这可是一道美食呢，营养价值超高，胖可不是唯一健康的标准，而是营养全面，多锻炼才行。你站在那里干什么？赶紧干活，这么多我要全部都带回去。这里离万寿城太近了，
他本着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异能的事情，只能一点点的用手去捡。哟，我说这是谁呢？怎么你的伴侣打不到猎物，养不起你了？天哪，居然在这找草吃，好可怜哟！我劝你啊，还是趁早多找几个雄性吧。城外帐篷里居住的都是没有伴侣的雄性，有的瞎了眼，有的瘸了腿儿，他们呢应该很乐意做你的伴侣啊。我看你还是没挨够揍吧。我听说你浑身痒的难受，去找了巫医，怎么现在身上不痒了？劝你一句，不要这么尖酸刻薄，小心受到兽神大人的惩罚。之前让你身上莫名其妙的痒，不就是他的惩罚吗？你要是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一道雷就劈在你身上。大晴天的一道响雷自天上横劈而下，直接落在阿星旁边1米处的树上，也不顾找冷若水的麻烦，拽着伴侣撒腿就跑。兽氏大陆的兽人对于兽神可是非常敬畏的，有了这一次，相信以后不敢再乱来了。小样，还治不了你。九幽，我看那边好像没有人进过，我们去那边采摘。接下来为了节省时间，洛九幽负责把风，冷若水也是利用绿色能量和空间异能，大批量的将地皮菜收进空间，还有蘑菇和木耳，一样都没有错过。你收集这么多这些东西做什么？吃啊，这叫储存起来有备无患，不管够不够，先存起来再说，万一以后没有食物呢？是，就算先储存起来，咱们也要吃东西吧？还是先回去休息休息？你不心疼你自己，我可是要心疼的。洛九幽直接抱着他凌空飞了起来。来晚了，阿福对不起，我来晚了。狮王族的人呢？来了吗？狮王不用回头就知道说这话的倒霉孩子是哪个。对不起，我家小崽崽太鲁莽了，回头好好教训教训他。你们这里有没有出现过一个非常美丽的雌性？虎王听到后眼睛一亮，以为他这是想要找伴侣，就算不是找伴侣，也可能是要找美丽的雌性陪他们一晚上。有，我们万兽城非常多美丽的雌性，这个是我的崽子，叫阿曼，在雌性中也算比较美丽的，你们看他怎么样？本以为他们很满意，结果他们却皱着眉头摇头。阿曼这下就不乐意了。尊敬的神皇族战士，你们不满意我吗？我这种身材在万兽城已经是挺好的了，你们选择我吧，我一定会让你们满意的。我会很多种好玩的姿势，到时候肯定能服侍好您的。那个才他只有3个伴侣，会的动作太少了，肯定不如我服侍的舒服啊！看着眼前一张大饼脸，队长的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这位雌性，我有伴侣。没关系的，我就伺候你一晚上，不强求做你的伴侣。队长的目光更冷了，虎王吓得脸色都白了。他清楚的知道，别看自己一把年纪，对方很年轻，可是这个队长的实力绝对在自己之上。要是反手杀了阿曼，他也不敢说什么。胡闹！阿父！一行人跟着狮王走了。睡觉，这是洛九幽最喜欢做的事情，那样的话就又能占他家小雌性的便宜了。刚把人抱起来准备进房间，突然他的眼神变得犀利，直接抱着冷若水朝着不远处人群中飞掠而去。好浓郁的无神气息，还有好美味的雌性味道，这么香，绝对是一个美丽的雌性。少组长，你看那里。闻言，龙泉摇摇头，没有说话。好美味的雌性。洛九幽的神情非常郑重，就连呼吸都开始紊乱，抱着冷若水抱得很紧，一路上什么话都没有说。出什么事了？神龙族还是腾蛇族找过来了？阿若，接下来可能有一场大战，你怕吗？不怕。洛九幽苦笑。可是我怕他们会把我的小雌性给抢走，你是我的呢。没事，我陪着你。路上，冷若水又在他们2人身上喷洒了很多小草的汁液，除非对方神通广大，拥有追踪器，否则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阿若姐姐，你们来了。阿父说万兽城有火了，冬季的时候不用受冻了。小云，你阿姐呢？阿父让她去伺候神皇族的兽人战士了，今天晚上应该不会过来的。小云，你家旁边还有空余的房屋吗？有，你要住吗？太好了，小云喜欢和阿若姐姐住在一起。天刚蒙蒙亮，神皇族的兽人看着空地上站满了高大威武的雌性兽人，脸黑的不行。这就是你说的最美丽的雌性？是，这里的雌性已经是最美的了。要找谁呀？难道就没有非常矮小很瘦弱的那种，长得非常美丽的那种？有啊，阿若就是一个很矮小的常年雌性。快，带我们过去。那个雌性和他的伴侣昨天就住在隔壁那个石屋里，也不知道。你们有事吗？凤饶二话没说，上前一步拉住冷若水的右手，撸起袖子看去，目光直接定格在手腕处那醒目的梅花胎记上。天哪，终于让他找到了兽神使者。出于战斗的本能，凤饶
原本站着的地方，一道强劲的亮光闪过，他刚才站着的地方轰的一声炸响。尊敬的圣女殿下别怕，我们会保护您的。他有瞬间的懵逼，他在说什么呢？为什么叫自己圣女？不光是冷若水，就连洛九幽都有片刻的卡顿。我不管你是谁，这是我们神皇族遗落的圣女，你要是胆敢伤害她，神皇族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突然响彻云霄，这是神皇族在叫救兵。不打声招呼就想带走我的伴侣，似乎有些不好吧？什么？你的伴侣？龙泉身上佩戴着的神龙玉发出强烈的光芒，竟然直接脱离龙泉的掌控，朝着洛九幽身上飞去。当洛九幽伸手接住神龙玉的刹那，整个人就被那层光芒所笼罩，仿佛身上被镀了一层神圣的金光，整个人的兽阶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神龙血脉果然是传说中的神龙血脉。此刻洛九幽身上的金光越来越盛，冷若水直接被强行排斥在外。洛九幽想要伸手抱住他，看到他脸色难看，这才收回手。冷若水控制着身体缓缓降落，龙泉大吼一声，伸出爪子就要抓住他，结果被凤饶给拦住，从口中喷出一道火焰，阻拦在龙泉面前。没想到神皇族竟然有兽人觉醒了天火攻击术，可惜了，今天就要死在这里。龙泉张开血盆大口，一道水柱从口中喷出，冷若水也被其中一只凤凰给接住。高空上风很大，吹掉了他脸上的面纱，身上穿着的是红狐皮制成的兽皮裙和抹胸，柔嫩盈盈一握的纤腰直接显露在众人的面前。冷若水淡淡一笑，目光看向洛九幽的方向，发现他周围的黄金开始薄弱起来，自己必须要拖延一些时间才行。龙泉一口水柱喷出去，被他硬生生改变了方向。英美的雌性，心脏扑通扑通狂跳，这个雌性他要了。这一刻，什么神皇族美丽的雌性，什么聋哑，通通都见鬼去吧！小雌性，我是神龙族少族长，现在是3阶兽王的实力，做我的伴侣吧，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龙泉的话成功恶心到冷若水了，明明看起来相貌堂堂，却有种说不出来的轻佻。此时斩杀洛九幽的事情已经被他抛之脑后，所以也失去了杀洛九幽最佳的机会。哈哈哈！原来是龙泉少族长，没想到你也在，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个鹰族带头的兽人冷若水认识，正是落日森林鹰族部落的长老鹰力。再往后看，发现队伍后面有一只鹰一直朝他挤眉弄眼，心中了然，这是猎那个二货无疑了。我今天无意加入你们之间的争斗，是过来带我们部落的雌性离开的。阿若，还不跟鹰爷爷离开？冷若水简直想要破口大骂，翻了个白眼，没有回答。闹吧闹吧，闹得越厉害，对他越有利。余光又看向洛九幽的方向，发现他身边包裹着他的金光变得越来越薄弱，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被他吸收。阿若，告诉他们，你之前住在鹰族部落，就是鹰族部落的雌性。不是你们说我是纯种的雌性，只配做奴隶吗？还不给我食物吃，任由我被流浪兽给抓走，这也算是你们部落的雌性？此话一出，不仅凤饶怒了，就连龙泉也愤怒地看向鹰力。什么？居然说我们遗落的圣女是奴隶，是下贱雌性，该杀！老不死的，你居然敢虐待我的小雌性，看我不杀了你！龙泉张开龙口，一条冰柱朝着鹰力的方向射了过去。与此同时，凤饶也仰天长啸一声，一道道强烈的火焰喷射而出，要把这个胆敢虐待他们圣女的老家伙给烧死。冷若水现在就是一块香喷喷的大蛋糕，谁看到都想咬一口，浑身上下痒得难受，对着前方狠狠啐了一口。冷若水他可不想成为人人都想咬一口的唐僧肉。怎么这么疼？少族长，您中毒了！冷若水整个人直接从天空上掉了下去，准备好了降落伞就要从空间里拿出来使用，只感觉眼前仿佛流星滑落，再次睁开眼睛，人已经落入了冰凉的怀抱中。对不起，我来晚了。洛九幽仰天长吼一声，直接变成一条长达1000丈的神龙本体。阿若，抓紧了别松开！哼哼，没想到竟然出动这么多兽人战士来追杀我。队伍中被甩到的兽人战士直接纷纷掉落，这他还要感谢龙泉的龙神玉，让他很快进阶到兽王2阶。洛九幽，小畜生，
受死吧！贱种，还我崽崽命来！哟，你这老不死的还能动呢？听说你变成流浪兽了，是不是真的？一道水桶粗的雷电从口中射出，强大的电流直接被导入了龙啸的身体之内，直接电得他浑身僵硬。你现在去大便里翻找，说不定还能扒拉出你家崽崽没有消化完的骨头。神龙族兽人战士听令，一起上，杀了这只贱种！半空中的神龙族兽人们面面相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不该出手。他们本来是来请神龙血脉回归龙族的，谁都知道洛九幽的阿母龙月原本是龙啸的伴侣，结果冬季来临出去打猎的时候被洛不凡给偷走，并强行解除了两人之间的伴侣契约，而遭到龙啸疯狂的追杀。后来他唯一的崽崽也在追杀洛九幽的时候被洛九幽残忍地吞入腹中，从此龙啸就有点疯疯癫癫，追杀洛九幽变成了他唯一的活下去的信念。发现神龙族的兽人竟然不听从命令，哼，就算那贱种是神龙血脉又怎么样？你们觉得他会加入神龙族吗？顿时所有神龙族的兽人都变得恐慌起来，大吼一声追了出去。龙啸果然还是追上了洛九幽，二人在天空中进行了一次殊死战斗。洛九幽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鲜血淋漓。然而尽管这样，他护着冷若水的那只爪子始终没有亮出尖锐的利爪，反观龙啸如同炸了毛的攻击。洛九幽到底和龙啸之间的实力相差太大，整整相差10个层次，就算有冷若水的治愈系异能的加持，也改变不了最终落败的结局。龙啸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碎洛九幽的头颅，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幽绿到发黑的光芒自洛九幽的爪子处闪出来，朝着张着血盆大口的龙口射了进去。轰隆之声不绝于耳，龙体内发生震耳欲聋的连环爆炸声。皮糙肉厚是吗？那就给我吞到肚子里，炸死你了！半空洛九幽陷入昏迷。洛九幽，洛九幽，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冷若水呼唤了好几声，都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双手合十，更加浓郁的绿色能量自体内蓬勃而出，经过爪子灌入洛九幽的体内，不断修复着洛九幽流血的伤口和断裂的骨头。但尽管如此，对于洛九幽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仅仅能够护住他的心脉，暂时不死罢了。由于伤势太重，整个人已经维持不住原本的神龙形态，变成人的形态。曾经如寒潭般的眼眸紧紧闭着，妖艳的脸上惨白一片，浑身早已经被鲜血染红，毫无生机。就算这样，他的双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冷若水，那份执念仿佛刻进了灵魂里。冷若水无视急速下降的身体，拼命向他的体内输入绿色的治愈能量，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不停翻转的小手被一只染血的大手抓住，力量很大。住手！你会能量枯竭！洛九幽，你放手，我给你疗伤。我家狠心的小雌性，终于知道担心你的雄心了。你还没跟我交配呢，怎么都要活下去了，不然岂不是太亏了？连雌性的滋味都没有尝过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这些？你快放手，我给你输入能量。不放，你会受伤。乖，听话。洛九幽在闭上眼睛之前，用尽最后的理智将人紧紧搂住。一个侧翻过后，以自己身体在下，冷若水在上的姿势急速下沉。洛九幽，你疯了！急火攻心之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人顿时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一只庞大的身影飞速掠过，接住正在急速下降的二人，然后朝着远方飞去，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躺在鹰背上的冷若水此时豁然睁开双目，冰冷的双目中带着凛然的杀意，显然已经醒过来多时了。看了看周围没有任何追兵，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龙鳞就准备送身下的巨鹰去见阎王爷。冷若水，你不是纯种兽人吗？什么时候变成神兽使者了？今天看到你的时候都吓死了。王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吧？烈，是我，别担心，我先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感受着劫后余生的放松。他们一直在天上飞了很长的时间，终于降落下来。冷若水整个人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等到烈准备降落的时候，早已冻得没有了知觉。本来以为降落之后找个山洞就能暖和暖和，结果还没等降落，他就发现了不对劲。之前的战斗中，4大神族来了3个，原以为腾蛇族是因为不会飞才没有加入到天空战场，现在看来却没有这么简单。不对，
不好，快背起来，停止降落！话音未落，还没等烈一脸懵逼的反应过来，突然下面10几条蛇尾冲天而起。烈一个步查，直接被最长的那条蛇尾给狠狠抽了下来。冷若水为了保住洛九幽的性命，早已能量枯竭，除了人是清醒的，根本使不出力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昏迷的洛九幽任人鱼肉。那种无力感让他对实力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渴望。烈拼命地扇动翅膀，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也没有放弃。然而身体被一条蛇尾牢牢固定住，根本挣脱不开。但身上的2道人影同时掉落下来，啪的一下，将洛九幽的身体直接拍落悬崖。收回来的时候，蛇尾上卷着一个鞘影。冷若水此时被牢牢地禁锢在蛇尾上，在看到洛九幽被打落悬崖时，连尖叫都没来得及叫，就急火攻心，喷出一口鲜血，晕死过去。瑞克来不及查看人的死活，蛇尾卷着昏迷的冷若水就拼命地往前冲。好香的小雌性啊，这是他从来没有闻到过的味道，只是一次就让他食髓知味，那种感觉只让人恨不得把命都掏给他。难怪就连桀骜不驯的洛九幽都愿意为他去死，这么美的雌性又有谁能抵抗得了？换做自己也心甘情愿。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瑞克最纠结的是先找个小山洞把小雌性给边跑边想，这么弱小的雌性怎么会是兽神使者？难道是因为她长得非常美丽？路上发现了潇潇草，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了这东西就不怕循着气味找来了。将自己全身涂抹了潇潇草的汁液，然后开始涂抹冷若水的全身，目光下移，停留在高耸入云的地方，只觉得腰间一团火热冲天而起，全部朝着一个地方汇聚。他使劲咽了咽口水，目光充血，直接把身上的兽皮给拽了下来。他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就要立即交配，享受骑乘之乐的快感。结果刚把手伸进冷若水的胸口，就被那烫人的温度给吓了一跳，身上的火焰顿时被吓得浇灭了一大半。发烧了？怎么会发烧呢？直接变成一条参天的森然巨蛇，卷着冷若水就朝前方游去。他记得来的时候好像那边有部落，对，肯定有部落。冷若水本来就能量透支，身体虚弱不堪，又被烈带着在冰冷的狂风中吹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昏死过去。现在又被不会照顾人的瑞克卷在蛇尾上快速前行，在刀子般的寒风中来回折腾，距离死神越来越近。部落外围只有一个2阶兽人站岗，看见瑞克那庞然大物的兽身，吓得双腿直打哆嗦。看什么看？赶紧把你们部落的巫医找出来，我伴侣发烧了。有流浪兽，族长不好了，有流浪兽攻击部落了。有没有巫医？有没有巫医？快来救救我的伴侣！听到他这样说，首领明显松了一口气，不是来抢他们雌性的就好，原来是有伴侣的呀。尊敬的兽王大人，这是我们部落的巫医，让他给您的伴侣看看吧。此时的冷若水正在神游空间，他是治愈系异能者，就算发烧或者受伤，自身的治愈系异能会自动愈合伤口。他像走马观花一样欣赏着空间里的一切，那里有上百家商城，里面堆满了物资，都是他母亲临世前准备好的，琳琅满目，什么都有。系统传来小黑机械的娃娃音：提前升级到5级空间，需要消耗百家商城所有物资，主人可否同意？那小黑呢？能苏醒吗？结果小黑那系统的声音没有任何回答。对不起，妈妈，我必须卖掉这上百家商城了。我要出去，我要变强，我想要小黑快点醒过来。虽然意念被拉进空间，但是身体上的触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知道多在空间待1秒，他的身体就会多1分危险。还好在末世的时候，他空间9级时曾经将一个超大的商城收进空间，里面储存了自己在末世里得到的所有物资，那些东西是不会随着空间升级而消失的。也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等到再次机械的提示音响起时，冷若水终于郑重地点了点头，同意。然后占地面积广袤无垠的百家商城突然就直接消失在眼前。望着无际空荡荡的地方，只剩下自己在末世后建立的一家大型商场，显得那样孤零零，风雨飘摇。还好，没有把所有物资都给收走，那样的话恐怕冬季只能挨饿受冻了。小黑，你会苏醒吗？冷若水失望地准备离开。
臭女人，你去哪里呀？喂，我的商城嘞，我的美食嘞，死女人，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我还有事，你就先走一步啦。天蒙蒙亮的时候，冷若水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慈星，你终于醒了，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看向左手腕，发现那里洛九幽的兽身印记完好无损，这才缓缓松了一口气。我有伴侣。臭女人，快杀了他！他身上有剧毒，对我来说可是大补之物。还当我是9阶空间强者呢？要不你出来亲自动手？瑞克现在非常生气，这个小雌性和他说话的时候，竟然一直在走神。既然没事了，那么现在就滚蛋，把兽皮穿上。小雌性，你注定是我瑞克的伴侣，你同意，我就会很温柔的对你；不同意，我也不会放过你。说着，就冷笑着起身上前，不管不顾地扑了上去。瑞克脸色苍白地捂住腰间重要的部位，手指缝里不停有鲜血流出来，然后嗖的一声，黑猫凭空出现，下一刻一爪直接爆了瑞克的左眼。女人快跑，咱们打不过他。冷若水之前待着的那个部落里，尊敬的兽王大人，您有什么事吗？洛九幽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丢失的小雌性，他不顾身上的重伤，根据伴侣契约来到了这个小部落，看向地面上的一片血迹，自己送给冷若水的龙鳞片被扔在了血泊中。他呢？说，您是不是在找一个非常美丽的雌性？他在哪儿？洛九幽赶紧询问，他不敢想象自己不在身边，他的小雌性会遭到怎样的磨难。一想到他可能会受到伤害，也可能正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躲在什么地方瑟瑟发抖，就心如刀割一样难受，痛到难以呼吸。很快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给说明白，洛九幽听得心惊胆战，最后一句话都没说，冷着脸直接离开。跟了这么久，不累吗？正是之前去山崖底下寻找的腾蛇族长老。没想到洛不凡当年的仔仔居然没死，腾蛇部落还没灭亡，本王怎么舍得死？洛九幽疑惑不解，他是不是看错了？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赶紧找到他家小雌性，没时间在这里扯皮，转身就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冷若水决定先在这个山洞里将就一夜，等明天再做打算。小黑，你先去空间里躲雨。这个世界很危险，可能比末世还要恐怖，你又不能进空间，我不放心。至少他精神力十足，能够感应到100米之内的风吹草动，可以提前预知危险。哎呀，一朝回到解放前，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别怕，重新开始而已，本喵会陪着你的，咱们主仆一起玩转兽氏大陆。别怕，本猫陪你闯荡末世。想到洛九幽，他忍不住抚摸了一下手腕上的神龙印记，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喂，什么时候出现的胎记啊？以前怎么没有见过？小黑好奇地看向那个神龙印记，一脸疑惑的同时，眼中透露着畏惧，脖子一缩，你怎么了？别过来！他仿佛看出来了小家伙的害怕。好了，我盖住了。他是我老公。哇，你怎么找个这么恐怖的男人做老公啊？太吓人了！说好的一起单身，你居然偷偷找男人！哼，行吧，看在男人这么恐怖的份上，勉强能配得上你。喂，不对，你都有这么厉害的男人了，怎么还混得这么惨啊？你男人呢？这么危险的时候把你丢下了。主人听话，咱不要他，狗男人太不靠谱了。乖，以后本猫给你找个厉害还听话的好不好？可是他长得太帅了。哎呀，没事，以后等我恢复实力，就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帅哥都给你抓过来，让你做男人国的女王。不是你教我说，看上的男人就要果断出手，不喜欢自己也要扭下来啃一啃吗？我就想啃他。我当初不是看你不相信男人，准备孤独终老安慰你的吗？我逗你的，别担心，他对我很好，我们是遇到了强敌才被迫分开的。现在我能感应到他距离这里越来越近了。头顶上的大叶子被一把扯开，露出瑞克那张如同鬼魅一般的脸。我的小雌性，我终于找到你了。将人抱在怀里，轻轻抚摸着他被打湿的头发，看起来是极尽的温柔，可嘴里的话却是异常冷血。我的小雌性，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别怕，虽然我不行了，
但是能给你找很多雄性。你让我做不成雄性，那就用你的身体来赔偿吧。你想干什么？当然是让你做公共伴侣啊！这么美丽的脸蛋，这么香的味道，一颗红金核就能让他们和你。这样的交易，那些流浪手们不会拒绝的。瑞克紧紧盯着冷若水的脸颊，果然在他眼中看到瞬间流露出的恶心和惊恐，满意的笑了。小雌性啊，你要乖乖听话，以后我的实力进阶的红金盒还要靠你来赚。就在这时，地上一只不起眼的毛茸茸的小家伙突然暴起，我去你大爷的！小黑呲牙咧嘴上去就是一爪子，抓在了瑞克的另外一只眼睛上。瑞克响起了惊天动地的鬼叫声。刚刚一直没有动静的冷若水突然暴起，绿色能量球带着玄铁匕首照着瑞克张开的大嘴里射了过去。万万没想到，瑞克就算眼睛瞎了，也紧紧抓着冷若水不放手，原地打转的让冷若水没有瞄准的机会。攻击力打在瑞克脸上，没有对瑞克造成任何伤害，反而因为冷若水自己离得近，被余波扫到，脸上瞬间裂开了好几个口子，鲜血模糊了他的脸颊。主人，趴在瑞克的脸上就是一阵挠，连牙齿都用上了。另一只手腾出空来掐住他的脖子，一用力，小黑直接盘旋在生死边缘。快回去！冷若水大叫一声，强行将小黑送进了空间。因为他是空间的主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小黑是根本出不来的。你个臭女人，快放我出去！没想到，看起来弱小的小雌性，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攻击力。你更没想到我的脸毁容了，可惜啊，你刚才的计划完不成了呢。哦，对了，你是个瞎子，看不到了呢。个贱雌性，本王要将你大卸八块！手刚举起来，天空中一道身影如同炮弹一般蛇冲了过来。这样惨白如鬼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洛九又顿时心疼得无法呼吸，嘴唇颤抖着，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才来？提着的一口气放松下来，整个人直接晕死过去。黑暗中看不清洛九幽的神色，他气息在疯狂暴涨，抱着他家小雌性的手在颤抖，生怕外界的煞气会伤害到怀中娇小的人儿。谁？本王是腾蛇部落的贵族，这小雌性是我的，识相的话赶紧滚！轻轻地将人放进山洞，做完这一切，身上所有的煞气这才终于忍不住疯狂地朝外泄露，身体周围的黑雾瞬间爆发，将整座山都笼罩在内。别过来！瑞克此时整张脸已经烂得血肉模糊，耳朵没了，双手双脚也被利器所斩断。不要杀我！我是腾蛇部落的贵族，你若是杀了我，得罪了腾蛇部落，你就等着无休无止的追杀吧！洛九幽又听到瑞克的话，上前一步，手上的利爪在他失去双脚的大腿上一下又一下的戳着，不致命却痛彻心扉。你杀了我吧！杀了你，怎解我心头之恨？他可怜的小雌性，自己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小心翼翼的，好不容易养这么大，更好不容易长了点肉，一直好好的保护在怀里，连点油皮都不舍得让他碰，现在却被害得这么惨。给他个痛快，那谁让自己痛快？扑哧一声，又是一道惨无人寰的嚎叫。洛九幽每一次都避开要害，又没让他直接去死，只是让他生不如死。本王折磨人的方法有很多，想不想尝试一下？只有冷若水所在的山洞还是和之前一样清明，仿佛无处不在的毒气只是在保护他一个人。洛长老变成兽形，迫不及待地转眼就来到了山顶，看到眼前的场景，整个人直接就呆住了，瞬间僵硬。映入眼帘的洛九幽犹如杀神降临，双目通红，浑身杀气翻涌。他的脚下正躺着断了四肢、面部血肉模糊的兽人，兽人还没死，口中发出绝望痛苦的哀鸣，用着还剩下的半截双臂拼命往前爬，鼻子动了动，好像闻到了什么气息，抬起了血肉模糊的脸，张大嘴巴想要呼喊，里面却在不停地流着鲜血，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舌头被拔了，牙齿都被残忍的一颗颗连血带肉的拔个精光。瑞克！洛长老很快就根据对方身上的气息认出他的身份，突然目光惊骇地看向洛九幽。
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眸，仿佛是没有感情的杀戮魔鬼。就算见过大风大浪的骆长老都惊骇不已，倒吸了一口冷气。不好，他入魔了，退！骆长老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感觉到一股冲天的力量朝自己袭击而来。就连身为超强者兽灵的他都没有抵抗住那种可怕的力量，直接吐血倒地。狂风至，人影已到，骆九幽身形如闪电，所到之处无不血雾，跟来的蛇兽瞬间死亡大半。他们还没来得及变成兽身迎战，就变成一团血雾，尸骨无存。兽神使者被鹰长老给抢走了。此时，骆九妖拦住了鹰长老的去路，整个人如同疯魔了一样，双目喷火。我的，他是我的。仿佛失去了理智，目光中只剩下无尽的杀戮，但嘴里仍然在呼唤，那是他下意识的执念。骆九幽，你打不过我的，赶紧滚！他是我的，把他还给我。骆九幽并没有发动攻击，嘴里一直执着地说着几个字，看样子就是害怕伤害到他的小雌性。鹰长老相信自己身上一旦没有了兽神使者这个筹码，这发了疯的龙崽子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撕碎他。现在背上的兽神使者反而变成了他的保命符。鹰长老已经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骆九幽紧跟其后，嘴里执着地念叨着要把他的小雌性还给他，好几次直接跳到鹰长老的背上，差点把人给抢走。骆九幽，你要是再出手抢的话，我就直接杀了他，你信不信呢？入了魔的骆九幽实力强大，但是脑子仿佛慢半拍，也可能是关心则乱，立马就不敢动了。毕竟鹰长老的实力是兽灵超强者，真正打起来，想要瞬间灭掉一个昏迷的小雌性是轻而易举。所以骆九幽根本就不敢赌，那是他的命根子，哪怕破一点皮都会让他难受好久。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那给他多盖点兽皮，再用你身上最暖和的地方给他取暖。鹰长老身为超强者，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是那些普通兽人所不能比拟的。就算这样，依然没有甩掉紧跟其后的骆九幽。太慢了，身为兽灵就这点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部落？你故意的是不是啊？你没看到我正在努力飞行吗？谁想你神龙族的速度这么变态呀？这么没用，赶紧把我的小雌性还给我。骆九幽又开始发疯了，鹰长老差点抓狂，到底有完没完啊？动不动就发疯，还让不让人活了？冷若水悠悠转醒，刚才难受的不想动，其实人是清醒的，知道所有的事情和对话。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空间里的药丸吃下去。他是治愈系异能，身上的伤势能够很快的自主愈合，脸上好几处伤口已经结痂，几条蜈蚣一样的伤痕蜿蜒在脸上。保命药丸刚下肚，就感觉肚子里面暖融融的，很舒服，整个人的精神力恢复得很快。他的身体刚有动作，骆九幽就发现了，惊喜之余赶紧提醒鹰长老飞慢点，别吓着他家小雌性，惹得鹰长老直翻白眼。知道了，知道了。再慢点。飞了这么久，我家小雌性肯定饿了，停下来，我要去打猎给他吃。记得多打一点啊，我也饿了。他这把老骨头整整飞了一整天，早就又累又饿，石头做的也顶不住啊。他们降落在一处山顶休息。打的猎物不够多，我就抢你伴侣的食物，你自己看着办吧。骆九幽身形一顿，身影消失。还闭着眼睛呢？被戳穿了，冷若水也没觉得尴尬，从身边的口袋里拿出一颗超级大的果子就啃了起来。要不要吃点？你的脸。鹰长老眼睛看向他已经结疤的脸，他的愈合速度简直惊人。没想到一个不能变形的纯种雌性，竟然是神皇族的兽神使者，还拥有着无野神力，真是怪哉呀！想不到堂堂神鹰族的长老竟然会抢雌性的食物，真是怪哉。鹰长老一噎，小雌性这是听到了刚才自己威胁骆九幽的话，真是个记仇的小雌性啊。他可是兽灵强者，强者有强者的尊严。吃吗？这是九幽给我摘的，据说现在这个时候特别难找到。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你和部落里的其他雌性完全不一样，你的性格很好。哎呀，可惜了，自己那些小崽子一个也没跟上来。小雌性，我有2个崽崽，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兽王了，长得可好看了。你看啊，
现在就一个伴侣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你。我已经有伴侣了。冷若水果断拒绝。我知道，不就是那龙崽子吗？这样，我让我家崽子做你第2个和第3个雄性伴侣。不需要，我一个伴侣就够了。你放心，我的崽子长相……你别做梦了，他是我的，谁敢抢，本王撕碎了他！鹰长老双目一瞪，噌的一下站了起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这个小雄性知不知道，只要有一个伴侣代表着什么？寒冷的冬季马上就来到了，你不要以为他的实力强大就能够保护好你。小雌性，你别被这个狡猾的龙给骗了，他可不是个好兽人。那个瑞克……话还没有说完，骆九幽面色一僵，手里的攻击直接轰向鹰长老。哼，看吧，你的伴侣就是个废物，连食物都没有给你找到。要是我的崽子在这里的话，肯定能够给你找到很多食物的。瑞克，闭嘴！我把瑞克给打伤了，没有死。本来想杀来着，结果被腾蛇族长老给救走了。鹰长老目光一睁，那么残忍的一幕就被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了。乍一听好像也没什么不对，果然是洛不凡的崽子，和他一样狡猾，令人讨厌。阿若，疼吗？你不会嫌弃我吧？冷若水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洛九幽，突然想起来，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喜欢自己这张脸来着。我家崽子肯定不嫌弃你，要不然咱把这个狡猾的龙崽子给抛弃。话音未落，轰的一声，脸上就迎来了一连串的风眼锤。鹰长老顿时肿成了熊猫眼，他何时受过这等气，整个人暴起就要反击。结果看到洛九幽身上黑雾缭绕，怎么这龙崽子入魔就跟玩似的？现在入魔都这么简单的吗？要是平时他一个兽灵超强者，根本就不把兽王2阶放在眼里，但入魔的洛九幽就不一样了。阿若，这是给你烤的烤肉，还有奶果，渴不渴？来，先喝点热水。其实除了奶果，这些东西都是在空间里提前做好的，他怎么可能丢下伴侣真的出去寻找食物？你这个狡猾的龙崽子，真的没有给我准备食物？不对，你哪里来的火种烤肉的？洛九幽根本没想回鹰长老的话，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冷若水。你就是我的命，只有你嫌弃我，逃离我，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深情款款的样子被一个惊讶的老者打断。什么？小曾经你果然是被他骗了，强行带在身边的吧？我就说这么一个残忍冷血的家伙，怎么可能有小雌性喜欢？也就……轰的一声，另外一只眼睛也变成了熊猫眼。洛九幽真的怒了，目光灼灼地看着鹰长老，杀意毕现。小雌性，看吧看吧，这龙崽子一言不合就打兽人了，太可怕了！以后你要是惹他生气，这全都会打死你的。还是我家崽崽。我家伴侣啊，真是心太软了。要是我，估计会直接把你这个讨厌的舌头给拔下来。声音温温柔柔，清冷得很，却听得鹰长老心惊肉跳。一道人形突然出现，正是一路上追踪而来的凤长老。圣女说的没错，鹰长老这老家伙舌头早该拔了，太讨厌。哎，真是没想到啊，向来一本正经有威严的鹰姬，竟然为了讨好我族的圣女，变得……这位凤长老是吧？我们好像没有见过，请问您为什么一直称呼我为圣女和兽神使者？你的脸怎么了啊？谁做的？告诉我，我去杀了他给你报仇。凤长老的目光很亲切，很慈祥，就像自己家的老人对晚辈的亲切。你身为兽神使者的伴侣，居然没有好好的保护好兽神使者，太不像话。圣女放心，神凤部落已经为您准备好雄壮、厉害又长得好看的雄性兽人，他们都是最精英的兽人战士，你随便。我的伴侣很好。凤长老，您还没有回答我刚才说的话呢。你听说过冷清吗？这句话让冷若水闻风色变，因为激动，心脏在不断的跳动。你说什么？谁？说话！你刚才说谁？冷清？你怎么认识冷清？他在哪里？与此同时，凤长老眼疾手快地将冷若水给拉到身边。凤远。等鹰姬反应过来，冷若水已经被凤长老拉过去挡在身后，身边有洛九幽，还有凤远，随时打算出手。自知大势已去，兽神使者肯定是抢不过来了，往空中一跃。阿若，我的阿若，阿若，对不起，对不起，阿若，对不起。近距离接触，冷若水这才发现洛九幽身上的气息不对，非常紊乱，似乎在极力忍耐着。没事儿，没事的啊，我不会丢下你的，我没有怪你，真的不怪你。
骆九幽在冷若水的安抚下，紊乱的气息这才慢慢平复下来。阿若，你别生气，我会好好进阶，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语气像个孩子。我相信你，而且我这一生只会有你一个伴侣。真的？冷若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一股绿色的能量自掌心蔓延出来，缓缓进入他的后背。无一神力。您真的认识冷清？冷清是神皇族上一任的兽神使者，1000年前就已经死了。被抢的话，风长老也不恼。你说什么？1000年前？怎么可能是1000年前呢？我只知道他不是这个世界的雌性，来自遥远的地方，叫地球。接着说。剩下的都是部落里历代的族长口耳相传，想要知道就要去神凤族问族长。说着，目光悠悠地看向冷若水。他知道，要是冷若水不愿意去神皇族，自己是带不回去的。这龙崽子很明显是入魔了，要不是小雌性在身边一直安抚，恐怕早就压制不住冲天的魔气，周围所有的生命也会尽数灭亡。大蛇，我想去神皇族。骆九幽抬起头，眸子里倒映出冷若水满是疤痕的脸，没有说话。大蛇，我知道你不想去，可是我必须去一趟。冷清很有可能是我阿母。什么？我只是怀疑，你不用这么大反应。骆九幽一看他家小雌性一直在看那个老头，心中不喜，开口强调冷若水是自己的，不许找其他伴侣。好。骆九幽这才喜笑颜开地答应下来。接下来的时间，冷若水和之前一样被装在很大的兽皮口袋里。骆九幽的爪子轻轻将兽皮口袋藏起来，起飞向着神皇部落。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天气也越来越冷。一路上，骆九幽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身上的气息终于彻底平稳下来。终于在10几天后到达了神皇族的入口。此时，神龙族内部简直就炸天了。什么？神龙血脉竟然是龙月那个见雌性生的蛇兽野种，这简直太可笑了吧！龙瑶也是非常心塞，他和龙月争斗了那么长时间，一直不分上下。后来为了争夺巫医的位置，他故意把龙啸支开，这才让那流浪蛇兽有可乘之机。本来以为自己赢了，没想到多年后，龙月竟然生出了神龙血脉的崽崽。龙雅，不要太担心，肯定是弄错了，蛇兽怎么可能生下神龙血脉？再等等，看龙啸回来怎么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兽神使者，听说他和骆九幽是伴侣关系，那我怎么办呀？那就杀了兽神使者，取而代之。阿母，你是说？当然，他们凭什么说那个雌性就是传说中的兽神使者？我们龙雅才是真正的兽神使者。龙雅闻言脸上一喜。与此同时，神皇族的内部，他和骆九幽被安排在一个空的食屋里，大家热情地送来了很多食物才离开。原来并不是所有兽人都是茹毛饮血呀。这里可是神皇族，厉害的兽人都是能喷火的，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是最不缺火种的部落。哎，你好了。看到骆九幽说话正常了，他脸上洋溢着喜悦。呵呵，有我家小雌性在身边不断输入无一神力，不好就奇怪了。一路上，骆九幽的脾气都不稳定，非常暴虐，一不顺心就去祸害野兽，就连旁边的凤长老也会无缘无故遭受到攻击。冷若水怕出事，基本上都在持续不断的给骆九幽能量，终于不是表面上那种强忍着的样子了，才拿出来洗脚水给冷若水洗脚。这一照顾简直无微不至，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水的温度怎么样？实在是骆九幽皮糙肉厚的，热水和冷水的温度在他眼里都差不多。温柔地笑着给他洗脚。累坏了吧？骆九幽有点后悔了，看刚才那族长火热的眼神，恨不得把他家小雌性给抢走的样子，就一脸的不爽。你半个月都没怎么休息，我自己来。啊，对了，等会儿我给你洗脚好不好？自从他们认识以来，都是骆九幽在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单方面的付出，好像自己还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却万万没想到，骆九幽听到这话，先是愕然，瞳孔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你怎么生气了？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兽人了？为了防止他家小雌性羡慕别的雌性伴侣多，骆九幽可谓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他就是要让阿若知道，就算只有自己一个雄性伴侣，也能把他照顾得很好。
洛九幽第一反应是冷若水肯定看上其他雄性兽人了，要不然怎么可能讨好自己？阿若喜欢哪一个？是不是族长身后的那个雄性？明天一早我过去问问他，愿不愿意做你的伴侣，好不好？说话间，洛九幽已经将他的脚给洗干净了，声音也很轻柔，仿佛认命了一样。冷若水一脸懵逼，我们不是在说洗脚的事情吗？我就是心疼你这几天太辛苦了，想对你好而已，怎么这个反应啊？不让洗就算了。真的？冷若水桃花眼一瞪，什么真的假的呀？洗个脚而已，至于骗你吗？你给我洗脚？眼神紧紧地盯着他。是，我给你洗脚。本来心疼你一路上的辛苦，没想到还被你误会。哼，不让洗拉倒。然后整个人直接悬空，被一双强壮有力的手臂抱了起来。你干嘛呀？快放我下来！哎呦，别闹了，赶紧把我放下来！赶路这么多天都不累的吗？不累，就是今晚交配，我都能一夜不睡。你这又是干嘛？将双脚给放进去，然后又将冷若水抱到腿上，嘴都要咧到耳根子了。你这样抱着我，我怎么给你洗脚？这样就行，我怎么舍得我的小雌性洗脚呢？还不心疼死我？冷若水一脸的黑线，感觉到什么，赶紧从他身上跳了下来。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明明是你自己惹的祸，好吧？抬眼就看到洛九幽目光火热地盯着自己，性感的薄唇紧绷着，仿佛在努力隐忍着什么。目光一呆，天地良心，他可什么都没做。这样想着，眼神就开始飘忽不定，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腰。之后就突然想到大雨季的那个黑夜，他抓住自己的手，唰的一下脸上爆红。不是要给我洗脚吗？怎么了？冷若水赶紧将头低下来，认真的洗脚。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感受错了，这脚好像在发烫，还隐约颤抖了2下。没等他多想，头顶上方时不时传来沉重的闷哼声，柔弱无骨的小手在脚上来回揉搓，仿佛羽毛划过他的心间。洛九幽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所有的火热都朝着一个方向汹涌而去。尽管已经忍得青筋暴起，浑身颤抖，他面上还是保持着微笑，就是时不时的闷哼声传入冷若水的耳中，让他浑身爆红，在战战兢兢中把脚洗完，转身就要逃跑。刚转身，双脚离地，整个人直接落入火热的怀抱中，剧烈起伏的胸膛让冷若水不知如何是好。你先放开我，脚还没给你擦呢。没事，我自己擦。浓重的呼吸喷洒在冷若水的脸上，在这样暧昧的气息下，冷若水红着脸点头，赶紧转身找了块兽皮过来，给自己擦。谁知他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就在冷若水以为他不会发生的时候，洛九幽终于勾起性感的嘴唇，缓缓说道：哪有洗脚不擦脚的？闻言，冷若水又赶紧蹲下身子给他擦脚，心里都想给自己一个大耳刮子，明知道这货不能撩拨，给他洗什么脚啊？唉，要是知道洗脚都能让这家伙有反应，打死他都不会自找麻烦。抬脚。洛九幽还是僵直着身子没有动弹，冷若水一巴掌就拍在了他的脚背上，他这才有所回应的慢慢抬脚。洛九幽刚坐直了身子，就感受到柔弱无骨的小手在他的脚上擦拭，痒到心里去。感受到身前的人又僵直了身子，冷若水无奈苦笑。好了，终于把脚给洗干净了。冷若水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还没来得及站起身子，就听到一个大嗓门从身后响了起来：尊敬的兽神使者，啊！你居然虐待雌性！我要告诉族长，你虐待兽神使者！什么？冷若水愣愣的，还没回过神来，就见那个雌性着急忙慌的跑了，搞得他一头雾水。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洛九幽没有解释什么，直接将人给抱了起来。我们要出去。不，等会有兽人过来，你先在床睡会，我在门口吹吹风。刚才那个族长不是说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吗？洛九幽没有回答，径直走到门口，身上的气息和刚才不一样，完全就是准备上战场的战士。邻村最大的食物中，6个兽人战士将头垂得很低，一脸的生无可恋。本来大祭司说兽神使者是兽氏大陆最美丽的雌性，但是今天远远的看了一眼，隔夜饭差点都要吐出来了，上面伤痕累累，都是疤痕。你们6个小子呀，可要好好感谢我。像那神龙族的龙犬一心想做兽神使者的伴侣，还有那腾蛇族的瑞克，都把他给抢走藏起来了，
听说想要强行做他的伴侣来着。你们知道吗？兽神使者直接切了瑞克的雄性能力。凤远正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一抬头就看到了6双不屑的眼神。你们这是什么表情？不相信？八长老，您放心，就算我们心里多么不愿意，还是会接受那个雌性做伴侣的。他脸上的伤是瑞克一怒之下做的，兽神使者拥有真正的巫医神力，你们放心，他的脸会自动恢复的。凤饶也快要回来了，要是不信就回去问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说。阿莲，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去照顾兽神使者了吗？阿莲，你怎么了？少族长凤行天看到阿莲焦急的直跺脚，忍不住询问：不好了，我刚才给兽神使者送果子，发现他正在给身边的雄性兽人洗脚。什么？果然是落不凡的崽子，一样的可恶，在神皇部落都敢虐待我族的兽神使者，看我不扒了他的蛇皮！族长的目光看向6个兽人战士，包括凤行天在内，他们同时眼神飘忽不定，好像这件事和自己无关。你们这是什么反应啊？兽神使者可是你们未来的伴侣。要不还是我过去看看吧。脑海中想到今天晚上看到的那张丑陋的面容，心中就一阵烦躁。不行，刑天不能去，他长得那么好看，到时候小雌性拉着交配不让走怎么办？还有，你们怎么就知道那丑陋的小雌性就是兽神使者？论实力，那龙崽子兽王2阶就能与兽灵的我抗争，整整跨越了10个等级，就你们一起上都不一定能在他手底下活下来。论长相，洛九幽的样子你们应该已经见过了，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后悔。6个兽人战士很快就来到了冷若水居住的石屋，他就那样慵懒地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剩下的果子在那里啃，一脸的嫌弃。神皇族还是大部落呢，果子这么难吃。他家小雌性根本就不喜欢吃。凤行天闻言便立马就黑了下来，他长相和洛九幽完全不一样。洛九幽偏阴柔，五官邪魅妖冶，凤行天则是阳刚型的，剑眉星目，五官棱角分明。洛九幽，神皇族的规矩不能伤害雌性。刚才阿莲说你虐待神兽使者，是不是真的？洛九幽点头，是真的。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那就让我教教你神皇族的规矩。本来就是想要做做样子，打2拳应付一下，好给族长交差。只见洛九幽露出一个得逞的微笑。可是你先出手的。然后只听咔嚓一声，那个兽人战士连反击都没有做到，手臂直接被卸了。几个兽人战士同时双手成爪冲了上去。与此同时，凤菊整个人被伸出来的一只脚踹出去很远，目光看向依然笑得灿烂的洛九幽，还是保持着原本优雅的姿态，甚至连起身都没有。他们才终于明白八长老说的那句：兽神使者身边的守护者非常厉害。他嘴角扯出一抹冷笑，身影如闪电般窜了出去。等人影来到对面的时候，4个兽人战士已经躺在地上哀嚎，脸色是从未有过的难看。身上的疼痛倒是其次，关键是这一次是丢人丢大发了。哼，一群废物也想做阿若的伴侣，你们神皇族就是这样对待兽神使者的吗？太应付了吧！一路跟过来的八长老看到这样惨烈的画面，凤长老，这几个废物该不会就是你们部落最优秀的兽人战士了吧？有本事杀了我！平时高高在上的优秀战士，今天竟然受到这样的侮辱，就连凤行天的脸上都挂不住了。几个废物听着，可不是什么兽人都能做我阿若的伴侣，首先就要能打得过我。凤远，别什么垃圾都拿来充数。凤行天脸黑如墨，就要上前出手，被凤远一把给抓了回来。哎，你是神皇族的少族长，就别去啊！言外之意很明显，去了也是丢脸，到时候就连整个神皇族都难看。可别是了，赶紧离开！兽神使者曾经说过，只要一个伴侣，之后的事情我会跟族长说的。我的兽神大人呐，这个守护者好厉害，6个优秀的兽人战士竟然都打不过他一个，果然是兽神使者选择的伴侣。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兽人，怎么长得这么好看，我也好想要啊。兽氏大陆的雌性普遍都是拥有很多伴侣，对于交换伴侣这件事情是屡见不鲜了。大多数雌性刁蛮任性，却都心肠不坏，性格方面还是很好相处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雌性才能拥有这样的伴侣啊？对了，不知道他大方不？我想用10颗红晶石换这个强大兽人的一夜。此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冷若水从床上爬起来，发生什么事了？一道非常柔和的声音从石屋里响起，
洛九幽听到声音，也不管地上哀嚎的兽人战士，转身快速进屋，挡住了所有的视线。乖乖睡觉去，外面的事情我来处理。没什么事吧？没有，就是一群偷看的兽人，赶走就好了。这样好啊，我现在这张脸刚好让他们知难而退。你不管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他家小雌性美丽的时候，不能让其他兽人看到，他会吃醋，会生气。现在不好看了，他就更不能让他家小雌性接触那样的流言蜚语。小雌性心里委屈了，自己可能会忍不住杀人。过来的有6个兽人战士，说是神皇族给你准备的伴侣，长得可丑了，实力垃圾，6个加在一起都打不过我。乖乖，以后就是真的找伴侣，也不要什么兽人都接受，知道吗？最起码也要比我厉害。我都说了，我只要你一个伴侣，你怎么就不相信呢？要是再敢试探我的话，以后说不定我就……你敢？洛九幽的眼神犹如寒冷的月光洒下，照进他的心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他眨着眼睛，疑惑地看向洛九幽。是我这样的，还是龙泉那样的？什么类型？我喜欢你，不是因为是这种类型而喜欢，只是因为喜欢你。不管你是哪种类型，我都喜欢，只因为那是你。洛九幽笑了，眼眶中竟有微微的湿润，半歪着身子将人轻轻地揽在怀里。对不起啊，你已经好几次说过只要我一个伴侣了，我还是不敢相信。兽氏大陆随便一个普通的雌性都有好几个伴侣，何况你还是兽神使者。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就算兽氏大陆所有兽人都唾弃我，你也讨厌我，也不会改变。看到冷若水重新闭上眼睛，原本在手腕处属于他的龙形印记已经转移到了手臂上。小家伙，没关系，我等到你完全接受我的那天。等冷若水彻底进入梦乡的时候，洛九幽才从床上爬起来，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神皇族欢迎你们的加入，族长怕你们被其他兽人打扰，让我们在门外守护。洛九幽淡淡的了一声，冰冷的目光缓和了一些，转身回房间了。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你醒了，外面这么冷，要不要再睡会儿？不用，我今天还有事。冷若水有种感觉，上一届的兽神使者很有可能就是他妈妈，可是他们之间为什么跨越了1000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冷若水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慢点慢点，深呼吸，别怕，一切有我。乖，不管到什么时候，记住，就算天塌了，都有你的雄心给你顶着。石桌上面已经放满了食物，有烤肉和热水，还有不少冷若水喜欢吃的奶果。最关键的是，中间的食盘里竟然放着几颗青菜。青菜很难吃，对不对？我说这玩意儿哪有肉好吃，还得吃肉才行，白白胖胖的多好。你别只顾着我，自己吃了吗？再这样下去，我都快要被你照顾成废物了。我喜欢你依赖我。我可不想那样，到时候什么都靠你，你该烦了。时间一长，万一你讨厌我怎么办？我不会讨厌你，不会。以后不准拿这件事开玩笑，我害怕。好，以后我不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了。来，吃个果子，当做是我的赔罪。冷若水手里拿着一颗奶果，递到洛九幽的面前。洛九幽眼神深邃地盯着奶果上面的青葱玉指，一把抓住白嫩的小手，直接连手指和婴儿拳头大的奶果同时放进嘴里。冷若水只感觉有舌头在他手指上舔舐，一阵酥麻感袭来。吃饱了吗？洛九幽慢条斯理地咀嚼着嘴里的奶果。冷若水很少见到他在自己面前吃东西，慵懒中带着说不出的高贵优雅，就像天生的贵族王子。一时间竟然看得呆了。乖，赶紧吃饭，想看的话晚上给你看个够。声音低沉诱惑，带着无限的缠绵。冷若水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要不要告诉他实话？可是要是告诉他自己已经成年了的话，他会不会生气自己以前的欺骗？会不会感觉自己迫不及待的想要？他好像真的想了。怎么办呢？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我是不是很丑？不丑，越看越好看，就连脸上的伤疤，洛九幽都觉得无比可爱。那你为什么最近好像在逃避我？洛九幽眸光闪烁，将人压在身体下，狠狠的亲吻，呼吸急促。看到了吗？看到什么？真是没良心的小雌性，一靠近你我就怕自己忍不住，所以才保持距离。你这小脑瓜子里到底整天在想什么？那我要不要恢复容貌？说实话，我不希望你变回美丽的样子。那些兽人的目光太可恶了，我嫉妒，想要杀了他们。可是我又怕你现在的样子会被其他雌性嘲笑，不想你伤心。
所以你是怕我经受不住外面的流言蜚语？傻瓜，你忘记了，我有治愈能力，想要恢复容貌是分分钟的事情。要是我会在意那些，早就治愈脸上的伤疤了。扬起头颅，在他的嘴唇上快速亲了一口。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安心，也想要省些麻烦吗？之前就是因为脸的事情招来瑞克那恶心的东西，所以才这样的。只要你不抛弃我背叛我，我这一生都只要你一个伴侣。乖，别胡思乱想。洛九幽瞥了一眼他白嫩的手臂，能够清晰地看到手臂上的黑龙印记。洛九幽的脸色沉了沉。哎，不对，刚才不是你安慰我的吗？怎么变成我安慰你了？冷若水这才反应过来，瞪了他一眼，起床离开。把披风给穿上。尊敬的兽神使者，请跟随我来。哎，龙崽子，这里只能族长和兽神使者才能进入，你在外面等着吧。洛九幽眉头一皱，非常不情愿。没关系，我很快就会出来。我等你。一路跟随，终于来到最里面。映入眼帘的最明显的就是一个高台，高台上放着一个墓碑，上面写着冷清之墓。冷若水的眼眶瞬间湿润，那字迹他最熟悉了。您真的来自地球，认识上一届的兽神使者？他是我们神皇族的英雄，也是我们最敬仰、最尊重的神。您认得这个吗？冷若水回眸，目光落在铁盒子上，看到上面的字，一滴滴晶莹的泪珠自眼眶中落下。我的宝贝，这是他妈妈的字迹，自己绝对不会认错。我的宝贝，我是妈妈，终于等到你了。在信中，大概意思就是冷清莫名其妙拥有了占卜的能力，早就占卜到了自己的结局，这才吃下拥有慢性毒药的饭菜，穿越到了兽世大陆。可惜比自家女儿早了1000年。妈，她哭得撕心裂肺。雄性兽人的耳力都非常强，哭声惊动了站在外面的洛九幽，原本平静的目光骤然大变，兄弟中带着煞气。你不能进去，滚！他的小雌性哭了，他要杀人。现在部落过得很艰难，要不是我们几个老东西把持着，那些别的种族兽人早就闹翻天了。您能不能选择一个凤凰雄性？不能。如果你选择一个凤凰做雄性伴侣的话，我这族长之位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族长之位，来到神皇族只是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知道了就不打扰了。我听凤远说过了，你只打算要一个兽人伴侣。其实我就是害怕你生下来的崽崽会是腾蛇或者神龙族的血脉。第一，我不想当族长；第二，我阿母说了，我是凤凰血脉，能力达到10级就能成为真正的凤凰，所以还是有一半的可能会生下凤凰的。我阿母就是上一届的兽神使者，你也知道，她拥有很高的占卜能力，知道我1000年后会出现在这里。他的话印证了族长心中的猜测，族长震惊的眼睛都瞪圆了。接下来的话还没说出口，外面就响起了激烈的打斗声。出什么事啦？洛九幽见到他出来，身形一闪，下一刻就站在他的身旁，看到他家小雌性眼角红红的。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告诉我，给你报仇。走，跟我进去。族长，他身份证实了吗？经过证实，凤远带过来的这个小雌性就是这一届的兽神使者。真的？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1000年前的兽神使者居然是他的阿母。神皇族有救了！跪下。洛九幽不明所以，反正他家小雌性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了。妈，他是我在这个世界找的老公，对我很好，您放心吧。大蛇，快给我妈磕个头。听他家小雌性之前说过，妈妈就是阿母的意思，小家伙的阿母也穿越到兽世大陆来了。心中惊涛骇浪，打死他都想不到，明明捡到的只属于他的小雌性，竟然会有这么吓人的身份。妈，我向兽神大人发誓，会用一生来守护阿若，他就是我生命的全部。然后学着冷若水的样子磕头。你不用这么用力的。阿若，我真的很庆幸，幸好当时我被关在魔剑深渊，幸好你穿越过来的时候在我身边。如果差一点时间，如果你的空间之力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你没事吧？然后冷若水整个人被拥入怀中。尊敬的兽神使者，里面是您阿母留给您的东西。历代族长口耳相传，说是这石门只能下一届兽神使者的血才能开启。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冷若水看了八卦镜一眼，二话没说就咬破手指，将血滴在八卦镜中。终于被尘封多年的石门缓缓打开，族长这个时候竟然转过身去。这里只有兽神使者才可以进去，就连族长都不允许看，我在外面等着你们。哦，那是什么？冷若水没有见过。洛九幽目光灼灼，突然出手大力关上身后厚重的石门，将里面所有景象都阻拦在外。红色的是朱果，听说生长条件苛刻，极为难寻找，300年才开花结果。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除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部落，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至于……怎么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洛九幽正处于震惊状态。这是幽兰果，你知道幽兰果是什么吗？这个有毒。幽兰果非常脆弱，容易碰坏。快，它要成熟了，等会儿你把它给吃了。吃了？对，吃了它。幽兰果是一种传说中的神果，生长条件苛刻，1000年才开花结果，并且不能自主成熟，后期需要至少上百颗朱果集中能量方可成熟。冷若水越听越心惊，竟然需要上百颗朱果的能量才能成熟。要知道，1颗朱果都能让洛九幽度过渡劫的难关，就是在大部落里，朱果都能当做极为珍贵的底蕴了。那它有什么作用啊？朱果能提高兽人血脉，它却能让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纯种兽人直接成为最精纯的血脉，相当于你们世界说的一步登天。至于对幽兰果，洛九幽的传承记忆里也没有太多的介绍。这种果子几万年都不出1颗，可遇而不可求，就算在更早的祖先时代都是极为难寻的，因此没有太多的介绍。据说1000年前神皇族的兽神使者得到了1颗幽兰果的种子，该不会就是这颗？那太好了，等会儿成熟了你就吃了它，这样之后实力肯定更加厉害。闻言，洛九幽目光灼灼地看向冷若水。你说什么？你让我吃？有什么问题吗？洛九幽深呼吸一口气。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幽兰果呀。这是你阿母留给你的东西。我知道，所以让你吃啊。洛九幽没有说话，定定地看向藤蔓上正在不断吸收朱果能量的幽兰果，它正在慢慢成熟。想到幽兰果还有其他的用途，洛九幽性感的薄唇抿了抿，瞳孔深处是掩饰不住的火热，时不时看向冷若水，暗自咽了咽口水。吃下幽兰果的人会意乱情迷，能愈合身上所有的伤口。来，坐下休息休息，估计幽兰果天黑之前才能成熟。而幽兰果的光芒更盛，就在最后1颗朱果内的能量被消耗殆尽后，洛九幽眼疾手快地将幽兰果给摘下。乖，张开嘴。你怎么不……不是说给你吃的吗？怎么给我了？好东西，你吃。你没有什么感觉吗？没有。身体上的变化也没有。大蛇，我好像有点难受。他感觉到自己的空间里面好像在发生什么变化，就连治愈系异能的瓶颈都在不断的运转，关键是浑身发软，身上的血液好像都要沸腾了，很难受。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冷若水双目迷离，声音娇柔又虚弱，整个人柔弱无骨的瘫软在躺椅上，一点力气也无。洛九幽的目光突然就变了，看向他的目光如同几天几夜没有进食的野兽在盯着猎物，又仿佛在极力忍耐着。乖，这是正常现象。冷若水开始有些意乱情迷，额头上冒着细汗。阿若，你怎么了？我好热呀！大蛇，怎么会这么热呀？我身上凉，你靠着我点就不热了。整个人如同八爪鱼一样抱着他微凉的身子。大蛇，你好像在发抖。冷若水声音如蚊虫，连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说话间，温热的气息吐在洛九幽的耳畔，使得洛九幽的身体更加颤抖。几息过后，冷若水已经不满足这样冰凉的触感，想要更多的冷意来清醒自己的意识。阿若，你怎么了？啥玩意儿幽兰果呀？你闭上眼睛，我好像被我妈给坑了。我男人栖身压下，微眯着眼睛，呼吸是忍不住的喘息。我的小雌性，乖乖听话啊！你刚才吃了幽兰果，现在还不能出去，乖乖，是不是很难受？没事的，只要你不愿意，我不会碰你。嘴上这样说着，手还在凹凸的曲线上来回游走。冷若水只觉得脑袋要炸了，就准备不反抗了，结果那货一动不动。你怎么停了？
天知道他是鼓足多大的勇气才说出这么一段话的。你还小。我不小了，其实我早就成年了，故意说小了2岁。话音未落，嫣红的嘴唇直接被堵住，然后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息声。你就是个混蛋。只感觉身体要被撑爆了，疼得浑身发麻，然后就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感觉身体要被撑爆了，疼得浑身发麻。凤元走了进来，看到脸色难看的族长，询问道：“这都1天1夜了，怎么还没出来？”你不能听，里面是兽神使者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谁都没有资格听。凤元这才讪讪地收回耳力，目光看向紧紧关闭的石门，也跟着焦急不已。那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再等等，说不定被什么重要的事情牵绊住了。那龙崽子在里面，应该不会有危险。时间过去了整整1天1夜，石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洛九幽神清气爽地走出来，眉宇间没有了之前的阴氐，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喜色和柔情。他怀里抱着一个柔弱无辜的小雌性，浑身上下被整张兽皮包裹得严严实实。眼看着兽神使者奄奄一息，一动不动，凤远直接暴怒，冲上前去就要杀人。哼，该死的流浪兽，你果然杀了我们的兽神使者，我要撕碎了你，为兽神使者报仇！凤远，一把年纪还这么毛毛躁躁的，跟我走，别在这边丢人。大长老是整个神皇族实力最强的凤凰兽人，也是最稳重的，心思最缜密的。石门刚打开，他就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气味，也猜测到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龙崽子反水，人家感情好着呢。赶紧提着暴怒的凤元站到一边。兽神使者没事儿吧？感谢你们的煽动，他没事，就是太累了，3天后再过来找我们。留下这句话，洛九幽就抱着冷若水消失在众人的眼中。凤元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一张老脸上略有些尴尬。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就先回去了啊。哎呀，那群小兔崽子出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回来？看我不揍死他们！洛九幽将冷若水轻轻抱在卧室的床上，里面露出一张绝美又略显苍白的脸，脸上的肌肤吹弹可破，早已没有了之前狰狞可怕的伤疤，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虚弱。将人放到被窝里，侧身躺在他的身边，脸面对着他，目光温柔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嘴角始终上扬，原本阴郁冷然的脸上线条柔和了很多。伸手轻轻撩过额前细碎的发丝，轻柔地抚着他脸上每一寸肌肤，怎么看都看不够。真是个小骗子。忍不住看了看自己心脏的位置，那里有一只七彩凤凰的印记，活灵活现地展翅高飞。冷若水睡得天昏地暗，再次有知觉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洛九幽满是情欲的脸上旖旎又暧昧，被子下的手很不老实，之前没有吃到的时候还能忍住，关键时候都能停下来，现在反而只要一看到他家小雌性，就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伤口因为幽兰果的作用下早已愈合，身上的血液立刻控制不住的沸腾。现在幽兰果的药性还没有被完全消耗掉，交配的时候小家伙不会感受到太痛苦，自己是不是可以再……没事吧？脸上还带着未消散的情欲，四目相对，冷若水仿佛想到了什么，小脸轰的一下滚烫无比，看到他家小雌性整个人窝在被子里。是不是冻着了？我给你捂被窝。不要！冷若水尖叫声还没落下，洛九幽就已经不要脸的钻进去了。混蛋！声音仿佛被什么堵住了，只有呜呜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原本被子里面高高隆起的地方不断的变换形状，最后被子上头出现3只手，一只骨节分明的粗糙大手紧紧握着2根白嫩的手腕。洛九幽！里面传来羞愤至极的声音，咪咪想要破口大骂，听在他的耳中却像是在邀请。乖，上来。一夜旖旎，冷若水整个人直接瘫软在床上，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要不是之前吃了幽兰果的缘故，会不自主愈合身上的伤口，要不然冷若水现在已经在阎王殿报道了。早晨，
骆九幽烧了一缸热水进卧室，他家小雌性最爱干净，不洗澡会不舒服的。洗完澡，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件用自己蛇蜕做的睡裙和小衣，很贴心的给他换上，然后抱着人放进被窝，怕他受凉生病。等冷若水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又一天的后半夜。骆九幽紧紧把他拥在怀里，眼睛就那样直勾勾看着他，含情脉脉，怎么看都看不够。醒了，饿坏了吧？我给你做好了烤肉，吃点再睡。冷若水眼睛紧紧闭着装死，正疑惑内斯怎么知道自己已经醒了，就感觉到一只粗糙的大手又开始胡作非为起来，顿时眼睛猛然睁开。有完没完啊？不装死了？我的小雌性，别生气了好不好？谁让你骗我来着？饿了这么长时间，总该让我吃个半饱吧。闻言，冷若水双目一瞪，什么？这还只是半饱？要是真正吃饱了，自己还不得被折腾死？骆九幽轻笑，目光灼灼地落在他的胸前，他心脏的位置出现一条栩栩如生的黑龙。见到这个纹身，他眼角的笑意更浓了。哎，这个怎么还能变化位置啊？雄性兽人在雌性身上的印记越靠近心脏位置，就说明雌性对那个雄性心理位置的重要性。哎，那自己在他什么地方？抬头看向骆九幽的胸前，那里有一只展翅欲飞的七彩凤凰。你居然还有别的伴侣？你什么时候找了一个神皇族的雌性做伴侣的？看着他家小雌性龇牙咧嘴的样子，骆九幽终于反应过来。你觉得我除了你以外还会碰其他的雌性吗？昨晚是月圆之夜，我身上的伴侣印记当然是你的。真想撬开这小雌性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冷若水是彻底呆住了，这是我的印记？自己竟然是一只凤凰，不是纯种人类吗？怎么会变成凤凰了？没想到就吃了一颗幽兰果，竟然这么神奇的变成一只凤凰。我能变身吗？我真的……抬头对上那灼灼的目光，头皮一炸，糟了，赶紧将手缩回来，可是为时已晚。白嫩的小手被抓住，硬生生的重新贴回那坚硬的胸膛。多嬷嬷，别停！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想让你看看自己的印记，有什么问题吗？将头低下，一张俊脸缓缓靠近，说话时的鼻息喷洒在他的脸上，极致的魅惑。我饿了。冷若水磨着后槽牙，这家伙真是一句话一个坑，还是闭嘴为好。听到他家小雌性肚子果然咕噜咕噜叫，骆九幽这才起身到外面屋子里去拿食物。你能不能先穿上兽皮裙啊？这样不好看吗？说着还挺了挺他的力量。冷若水重新钻进被窝里装死。看到这样娇羞的小伴侣，骆九幽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满足。乖，吃点东西再睡觉，我保证不闹你了。听见这话，冷若水才掀开被窝的一角往外看。好香啊！因为冷若水吃的食物和别的雌性不同，需要更加细心的照顾，所以骆九幽空间里面保存的食物基本都是他的，炒菜的佐料、穿的兽皮，还有好吃的果子。床边的木桌上放着3盆菜，真好吃。大蛇，你的手艺可以在兽皮大陆开饭店了。对于小伴侣时不时爆出来莫名其妙的话，骆九幽早已司空见惯了。慢点吃，别噎着。阿若，你吃的这个馒头能种吗？馒头怎么种啊？只能种小麦，等小麦成熟之后磨成面粉，然后才能再做成馒头。那小麦怎么种？应该埋在土里就行了吧。至于什么时间埋，气候与温度，那是一概不知。空间商城最顶层全部都是瓜果蔬菜以及小麦水稻的种子，他都没有去触碰，想等研究透了再说。我睡了多久啊？3天。都是你这个狗男人，这下我还怎么出去见人？这有什么？雌性经常和自己的雄性在大庭广众之下野战，这都见怪不怪了。小雨季的时候正是秦果成熟的季节，那时候雌性们吃下秦果还会聚众交配，那一天会允许雄性抢夺雌性强行交配，不闹出人命都没有什么的。这还能这样？温柔地将人揽入怀中，热气喷洒在他的耳边。别怕，到时候我会保护好你的，没有兽人敢抢。气息断断续续地从耳边扫过，撩得冷若水坐立不安。还让不让人吃饭了？你吃你的，我看着你就饱了。你是说我丑的让你吃不下饭了？骆九幽一脸疑惑，他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意思？
本来想要惩罚一下这个可恶的小家伙，他舔了舔薄唇，目光变得幽暗，同样举起嘴巴亲了上去。就在冷若水以为他会浅尝辄止的时候，脑袋被另外一只大手从后脑勺固定住，加深了这个吻。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对方紊乱的气息和逐渐迷离的眼神，脑海瞬间警铃大作，尖尖的牙齿二话不说张口就咬。结果，乖，让我看看你的牙疼吗？看什么看呀？对了，我现在什么等级了？幽兰果在兽氏大陆有这么牛逼哄哄的名气，提升等级应该不难。哼哼，现在才想起来，还不是你做的好事？来，跟你的雄心说说，我都做了什么好事？滚蛋！没有理会他的不要脸，冷若水赶紧去检查空间。哎，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进入空间？脑海中这样的想法刚一出现，整个人就出现在空间里。百家商城是没了，可空出来的位置仍然可以建造出新的商城。只要是在那片区域当中，储存的食物都不会腐烂。臭女人，你终于能进来了！你的实力这么快就恢复巅峰状态了。哇，主人，你的治愈系异能现在几阶了？我的治愈系异能好像变异了，现在竟然是9级！天哪，做梦都不会想到，一直不被看好的鸡类治愈系异能，竟然还有变异的时候。以后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兽氏大陆，又有了一个保命手段。惊喜来得太突然，冷若水迫切的想要找一个人来分享，就想到了洛九幽，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糟了，那家伙好像还不知道空间能进人的事情，他暴躁的性格会不会直接把食物给掀了？刚出空间，人还是出现在刚才那个坚硬的怀抱里，不同于刚才的温暖，现在的怀抱冰凉无比，还带着隐忍的疯狂，身上黑雾缭绕，电流窜动。我怎么哄呢？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害怕。然后柔弱无骨的小手就攀附住他坚硬的胸膛，伸出嘴巴在他脸上就是一顿乱亲。原本身上所有的力气瞬间消散，他真的还想再多撑一会儿的，可撑不住啊，他家小雌性掉眼泪了呢。叹了口气，将人紧紧地搂在怀里，化被动为主动。不知过了多久，冷若水气喘吁吁地破口大骂：给我滚蛋！乖，再来一次。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消失吗？算了，比起让他再来一次，还不如说说刚才突然消失的事情。果然，洛九幽听见这话就直接不动了，又怕他会突然消失，整个人紧张的不行。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空间的事情吗？就是服用了幽兰果之后，我发现我的空间之力恢复了以前巅峰时刻，现在有9级了。以前我的空间在5级的时候就能整个人进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兽氏大陆之后，可能是因为空间不太安定的状态，我始终没有能进去。前几天服用了幽兰果，现在我能进入空间了。一口气将所有的话说完，小心翼翼观察着洛九幽的神色，反正洛九幽脸色不是很好看。他良久才说道：以后跟我说一声再进去，不，尽量还是别进去，我也害怕。天知道，刚才冷若水突然在他怀里消失时的惊恐，让洛九幽一瞬间感觉他家小雌性又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只是兽氏大陆的过客，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想到那种可能性，他浑身煞气翻涌，想要大开杀戒，又怕自己站起来之后，他家小雌性万一突然回来了，落脚点不再是自己怀里，跑到其他地方被别的雄性兽人捡了怎么办？他差点压制不住心中的洪荒之力，随时都要暴走。黑雾和闪电已经控制不住地冒了出来。冷若水看到洛九幽明显后怕的脸色，知道自己在他心中的重要性，眼泪一下子又汹涌而来。洛九幽傻了，慌乱地擦拭着他眼角的泪水。怎么了？我没有凶你，就是太担心了，怕你会突然离开我。以为冷若水是被自己给凶哭了，又心疼地搂在怀里哄着。我错了，别哭了好不好？哭得我心都碎了。冷若水一愣，他这明显是被感动的好吗？眼神狡黠的一闪。你错哪儿了？洛九幽的声音戛然而止。他错哪儿了？好像什么都没做，说话都没敢大声，就怕吓坏了他家小雌性。我就知道你骗我，错哪儿都不愿意说。我不该凶你，把你吓着了。洛九幽赶紧回答道。现在的他早已将那个初次见面胆大包天、冷血无情的冷若水给抛之脑后，现在眼里就是一个娇弱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小雌性。他杀流浪兽时候的狠辣居然被自主的忽略掉了。
我不管，你刚才把我吓坏了，没听我解释就凶我，你要受到惩罚。好好好，只要我家小伴侣开心，怎么惩罚都行。要不就惩罚我伺候你交配一夜。冷若水双目一瞪，想得美！就罚你一辈子，只能对我这么好。又帅又拽，实力又这么高，关键还只对自己极尽温柔的男人，怎么就让他撞的狗屎运遇到了？啊呸呸！自己美丽大方又有实力，是这家伙撞的狗屎运才对。洛九幽向兽神大人发誓，一生只会喜欢冷若水一个小雌性，为他生，为他死。如有违反，就让我被雷劈死，被兽人活剐，被……别说了，好了好了，我相信你，真的相信你。这时候，外面响起了陌生雌性的敲门声。尊敬的兽神使者，中午的食物给您放在门口的石凳上了。尊敬的兽神使者，雌性身体娇弱，不宜经常交配，请注意身体。在他们眼中，明明是很正常的话，听在冷若水的耳中，却让他羞得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一巴掌拍在洛九幽的胸膛上，引来他爽朗的大笑声。我的小雌性，你怎么总是诱惑我？外面兽人说雌性娇弱，不能总是交配。乖，别勾引我了。呸！谁要勾引你啊？我该起床了。蛇蜕做的衣服刚刚好，大蛇，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太好了，有你的蛇蜕，冬季的时候应该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听到这话，洛九幽眼中的焦灼一闪而逝。这是他家小雌性在兽氏大陆的第一个冬季，那样的冰天雪地，就连雄性兽人都会觉得冷，更是雌性死亡率爆发的最高时刻。就是乖乖待在山洞里，也可能会被活活冻死。想到这里，他的心情突然变得无比沉重。没事，我现在有了你的蛇蜕，还有火种，关键是我能进空间了。空间里面的温度是恒温的，大不了到时候我就躲进空间里，等冬季过去再出来。好。你以前不是不允许我离开你的视线吗？现在不一样。他已经完全是自己的了，不管是身子还是心。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眼前绝美的小人儿，眼神幽怨。他都还没吃饱呢。对了，族长让兽人提前给你打造的食物已经好了，昨天有兽人过来问什么时候搬过去的。那是为兽神使者专门打造的中心地带。说话的同时，洛九幽已经将那一头柔顺的秀发用灰扑扑的兽皮包裹起来。你笑什么笑啊？没什么，就是觉得我家小雌性这样穿真好看，以后就这样穿着吧，我喜欢。冷若水忍不住冲着他翻了个白眼，洛九幽就带着冷若水离开了。此时，冷若水被洛九幽抱着飞在天上。那是神皇族的圣湖，听说深不见底，大雨季再多的水都能储存下来，且在炎热的夏季都不会干涸，是神皇族赖以生存的主要河流。等到明年旱季的时候，我就带你进入湖底解暑。啥？我可是纯种人类，就算经过幽兰果的改造后，那也只是鸟，进水里还不得淹死了？傻瓜，你该不会还不知道自己能在水里短暂的呼吸吧？你是说我会在水里呼吸？就是时间不长，应该也就在水里几天左右的时间，具体的还要等天气暖和了，我带你下去试试。冷若水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人就已经被带到了一片平地。里面的景象简直惊呆了冷若水，里面居然被简单的装修过了，他们还懂得装修。虽然没有现代的工艺，却到处充满了古香古色的味道。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听到家这个字，洛九幽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对自己来说，有他的地方就是家。对，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洛九幽喜欢独居，但这样小家伙会孤独，这里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就算自己再厉害，也有出去打猎的时候，无法时时刻刻待在他的身边。族长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还没腾出手来和冷若水说说部落里的情况，派来看守的兽人战士也被冷若水给撵走了。这一天，又一道惊天消息在神皇族炸响，神龙族未来大巫医聋哑来了。据说他才是真正的兽神使者，而神皇族的那个丑雌性是冒名顶替的假货。此时的冷若水和洛九幽丝毫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哇塞，好多娃娃鱼啊！今天能美餐一顿了。阿若，你是不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好多食物，放心，就算冬季来了也不会饿着你的。乖，这玩意不能吃，咱回家好不好？看到洛九幽一脸便秘的样子，冷若水忍不住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你怎么这么可爱？洛九幽呆呆地望着他，这个世界上敢捏自己的脸还让自己甘之如饴的，估计也只有他了。反手就把脸上那不规矩的小手握住，含在嘴里，深情款款。小家伙，你身体好了吗？我想要了。你怎么老是想那档子事儿啊？没好。
转身就去看地下暗河里来回游动的娃娃鱼。乖乖，这碗鱼又腥又臭的，还有很多刺，就是缺少食物的时候，雌性都不会选择它。听说以前就有恶急眼的雌性吃它，结果被里面的刺给卡死了。传承记忆里特意交代，刺兽是非常危险的食物，千万不能让雌性食用。脸上故意露出不悦的表情，结果人家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喜滋滋地抱着鱼离开了。主人，你在干嘛呀？要不要出来？我这里有鱼哦。亲爱的，那个，你男人还在身边吗？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小黑，这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就连高阶丧尸都不放在眼里，没想到竟然只是看到了洛九幽的印记就恐慌到了现在。你在和谁说话？那个小黑？对，就是他，他好像不太想见到你。哎，你这个臭女人是想要害死我吗？以后还让我们怎么相处啊？快告诉他，不是不想见，而是没准备好。小黑在空间里急得上蹿下跳，里面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但是他能通过契约关系知道冷若水说的话。好了，其实小黑见过你的兽人印记，直言你的气息太可怕，吓得不敢出来了。臭女人，你死定了！谁怕他了？说着，一只大肥猫就突然出现在了冷若水的怀里，突然头皮一炸，回眸就对上了一双冰冷至极的眸子，顿时浑身上下每一根猫毛都直立了起来，嗖的一下消失。主峰的一个最大的石屋里，坐着八长老凤远和神皇族几个最优秀的兽人战士。聋哑看向几个铁血兽人战士，眼睛中一闪而逝的贪婪。凤娘、凤莲，我已经为你们选择了兽神使者做伴侣。还是身边的龙啸高傲地抬起头颅，目空一切。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吗？聋哑才是真正的神兽使者，她美丽大方，还拥有巫医神力，和你们预言的正好吻合。龙啸，哼，你又从哪里冒出来的？不是受伤了吗？还没死呢。凤远斜着眼睛看向龙啸，一脸的不屑。切，就聋哑这样的雌性也配做兽神使者？哼，可笑。凤远，神龙族同时出现神兽使者和神龙血脉，你可想着点说话，别以后说神龙族不给神皇族一条生路。龙啸，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死在神皇族？八长老，兽神使者和他的守护者没有在家，我们只把大禹部落的那几个兽人带来了。听到兽神使者4个字的时候，聋哑低垂的目光杀意毕现。只要那个丑雌性死了，自己就是兽氏大陆真正的兽神使者。哎，你带他们过来干什么？狐狸大祭司还好，面对这样的场景也没有丝毫惧怕，很坦然，一如既往的吊儿郎当。寂灭可就不同了，他是真正的小部落出身，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剑拔弩张的互不相让。还是聋哑站了起来，优雅地对各位行了个礼，一脸歉意地说道：对不起啊，各位，我代替龙长老给你们道歉，他不是那个意思。仿佛高高在上的神在俯视他的子民。听说那个假的兽神使者曾经是你部落的雌性？尊敬的神龙族圣女，如果你说雌性是我们大禹部落巫医的话，一直都是别人在说她是神兽使者，她应该从来没有自己说过吧？寂灭的声音有些微怒，却又不敢表现出来。这让聋哑接下来准备好的话倒是不知道怎么接了。聋哑心中的恶毒没有表现出来，脸上笑得温柔。对不起啊，我只是听别的兽人这么说，别生气好不好？就在这时，直接被人从身后用力的给踹了一脚，寂灭整个人被迫趴在地上，牙齿都被磕掉了一个。还没等他回头，脑袋直接被踩住。自己好歹也曾经是个部落的族长，被当成奴隶对待。一个小部落来的废物，也敢得罪神龙族的圣女，道歉，不然我撕碎了你。凤爵，退下。凤举哥哥，你别这样，我没事。聋哑，你就是太善良了，要不是看在兽神使者的身份上，就是给神皇族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是吗？身后传来一声如黄鹂出谷的美妙声音，紧接着出现一个浑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雌性出现在门口。众人的视线看过去，当看到他身边跟着的洛九幽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雌性的身份了。凤举厌恶地看了一眼冷若水，第一天来到神皇族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他的样子，那丑陋的模样差点让他隔夜饭都吐了。地上的寂灭听到冷若水的声音，精神一振，阻赏故意。冷若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顺着方向看过去，凤举的脚下踩着个半边脸都是血的雄性兽人。等看清楚那人的相貌，目光就是一厉，
身上原本温柔平和的气息突然上升，煞气顿现。冷若水手中豁然出现一个超级能量球。我说小磁性啊，你该不会以为巫医神力能够杀人吧？结果能量球接触到右手的时候猛然爆炸，凤菊整个右手直接被炸断了。还是聋哑反应快，为他输入绿色能量。你怎么能这样？凤菊可是你们部落的兽人战士，怎么能这么坏呀？冷若水连看一眼聋哑都不屑，想要道德绑架自己，那不存在的。径直走到寂灭的身边，又是一道绿色能量输出。寂灭身上的疼痛直接消失，就连被打落的牙齿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生。你就是大巫医？巫医和大巫医之间说起来都是给人治疗伤势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谓是天壤之别。巫医只能是治伤，大巫医则是更高级别，能够断肢再生。就像聋哑，他现在只是巫医，能把凤举流的血给止住，却无法让他的手重新生长出来。但冷若水可以。你们怎么会在这里？你们刚走没多久，就有神皇族兽人过来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大禹部落这里曾经出现过极为美丽的雌性，就让我们交出来，说您可能是神兽使者，然后莫名其妙的把我们带到神皇族。神皇族的兽人说，您新来的神兽使者是一个很丑又发育不良的没用雌性，我们都以为不是您，没想到，哼，一个丑八怪而已，居然被你们说成最美丽的雌性，真是让人恶心。说话的是凤举，英俊的脸上阴霾重重。他在6个兽人战士中实力是最低微的，全凭颜值上位让族长看中，当成兽神使者未来伴侣的候选人。冷若水转眸，右手一抬，速度很快，就朝着凤举的脖子缠了上去。凤远想要阻止，凤远，要不咱们比划比划？凤远的头一缩，跟你比划，那还是算了吧。转而又想到这个凤举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也就站在那里默不作声，给点教训也是好的。凤举冷笑连连，刚才是被你偷袭了，要不是我没还手，你以为真的能打过我？来到了外面空旷的地方。你这个恶心的丑雌性，看我不杀了你！废物，老娘今天扒了你的凤凰毛做毽子！感动他的人简直就是找死。哼，怎么样，老子给你找的伴侣不错吧？凤鸣没有说话，眼睛看向冷若水，目光中满满都是羡慕。洛九又看向他家小雌性，明显越打越勇的彪悍样子，目光中竟是无尽的温柔。这几天可把他家小雌性给憋坏了，打一架也好，全当是散散心了。他就是神龙血脉，他注定是属于我聋哑的。记住我阿母的话，不准乱来。龙啸转头看向聋哑，点头没有说话。那是他和龙瑶私生的崽崽，也是自己唯一骄傲的崽崽，为了他自己可以忍。瑶哥哥你好，我是神龙族的圣女，我叫聋哑。九幽回眸，什么玩意儿啊？瑶哥哥，聋哑就被人一脚踹飞，幸好龙啸及时飞身抱住他，要不然非得出人命不可。瑶哥哥，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刚才只是一时失手。你是谁？好像现在才看到有聋哑这么一个雌性。你！聋哑气得直跺脚，眼泪都要飙出来了。小贱种，你太猖狂了！你能如何？这个蔑视一切嚣张的态度和霸气的语气，差点将龙啸给气死。尤哥哥，你吸收了神龙族的宝贝神龙玉，阿母也是神龙族的雌性，你现在就是神龙族的兽人战士，至高无上的神龙血脉。这个吗？还给你们吧。神龙玉里面的能量都被你吸光了，你怎么还？这是你们少族长给本王自己贴上来的，本王还不想要呢。你们来了正好，把那神龙玉里面的能量给我拿走，烦死了。这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不要脸的雄性，那是只属于神龙血脉的能量，他们根本触碰不到，怎么拿走？尤哥哥，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意思是说神龙玉里面的能量很奇怪，吸收之后还需要神龙族8大长老在禁地激发才行，要不然你可能会死。尤哥哥，洛九又瞬间一只手死死掐着他的脖子举起来。谁允许你这么叫本王的？他家小雌性要是听到了，肯定会生气的。哟，凤元也被吓得脸色都白了。这聋哑可不比刚才那个兽人战士，在神龙族的地位超然，要是死在了神皇族，两族之间绝对会提前发动战争。洛九幽，你家伴侣受伤了。果然，此话一出，洛九幽急忙的转过头，凤远趁机将聋哑抢了过来。
骆九幽只是皱了皱眉头，并没有理会，眼睛紧紧盯着变成凤凰兽身的凤举，心里有些紧张。雄性兽人变成兽形战斗是他们最厉害的攻击，也不知道小家伙能不能承受得住。凤举，你好歹也是兽王实力的兽人，居然变成兽形去攻打一个雌性，也太不要脸了吧！就是，他可是我们部落的兽神使者，你是不是疯了？不过结局已然注定。再见凤举，身上的凤凰毛已经被拔了1/3，原本浓密好看的羽毛都快要被拽秃了。凤举哥哥，别打了，怎么能打雌性呢？万一他脸上的兽皮掉了怎么办呀？凤举眸光一闪，哈哈大笑出声。恶心又丑陋的贱雌性，我今天就让那些兽人看看他们尊重的兽神使者长了一张怎样令人作呕的脸。在不断的急促剧烈的进攻中，脸上围着的兽皮还是被强烈的冲击波给震开，兽皮随着不断拔落的凤凰毛飘落而下，冷若水闪退，整个人虚浮在半空中，衣袂飘飘，发丝随风而荡，绝美的脸上是冰冷的寒意。冷若水就那样静静地屹立于半空中，一身红衣似火，墨发飞舞，红狐皮将前凸后翘的身材勾勒得更加完美，如同天上9天玄女下凡，绝世而独立，冷漠又高贵。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兽人的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看向半空中的绝世美人儿。凤举扬起嘴唇，叫骂出最恶毒的语言，原本即将发出的攻击硬生生收了回来，身形急速后退。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那是兽神使者显灵了吗？所有兽人齐刷刷跪下，对着冷若水磕头祈祷，拜见兽神大人。兽神？谁？我。看着自家小雌性那呆萌的望着，骆九幽的嘴角勾出一抹笑意，族长、大祭司奔探而至，拜见兽神使者。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的骆九幽，控制着身子缓缓降落，缓缓朝他走过去。骆九幽伸出双手就要拥抱自己最爱的小伴侣，结果人家目不斜视地从身边走过去了。冷若水来到寂灭的身边，尊敬的神兽使者。寂灭将来到神皇族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凤远赶紧跑过来打圆场。那个兽人战士也是一片好心，想着那是你的部落族人，这才带回神凤族享福。享福？你说的享福就是让我部落的族人受尽欺凌，受尽侮辱，还要因为几口食物给你们摇尾乞怜吗？不提还好，一提到刚才的事情，他的怒火就蹭蹭飙升。原本在落日山脉边缘生活的好好的，那里虽然野兽不多，但活下去还是没问题的。结果给带到这高阶野兽横行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实力就只能送死，到底是享福还是受罪？凤元表情讪讪的，磨着后槽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几个该死的家伙可害死老子了！当初没有见到我的面就把他们带到神皇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思？无非就是猜对了那些兽人能邀功，错了也没关系，就一些没有实力的兽人和雌性而已，他们将会自生自灭。这样，我把他带回来那几个兽人绑起来交给您，就是砍死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怨言。寂灭，你觉得呢？寂灭啊，以后你们大禹部落就是神皇族的兽人了。凤长老，你什么意思？要不就算了。我居住的那座山峰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吧，把大禹部落的兽人全部迁到我居住的山峰，然后再让那几个兽人战士将未来10天内打到的猎物全部都送给大禹部落的兽人，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个嘛，兽人居住的地方都是有划分的，他们没有那个资格。可以。赶来的族长赶紧开口说道。就在一切事情尘埃落定的时候，冷若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视线。阿姐你好，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美丽，和传闻中一点都不一样呢。臭雌性，你真不要脸！我家阿若只有18岁，你个老太婆居然叫她阿姐，瞎眼了吧？尤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叫她什么？冷若水脸上的寒意乍现，嗖的一下来到聋哑的身边，手中墨绿色藤条缠在他的脖子上往上升。聋哑脸色顿时青紫一片，出气多进气少，龙啸连带着身边的神龙族兽人全部出手，现场混乱无比。神龙族兽人的实力更高一筹，然而神皇族的战士也不逊色，加上人多势众，将对方压着打。凤元，
龙雅可是神龙族圣女，她要是死在这里，神龙族绝对会与你们不死不休。我神皇族还怕你不成？龙雅因为窒息而昏倒了，大长老几乎不管部落里的一切事宜，但他的实力最高，一旦说话就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尽管这样都没有命令冷若水，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神皇族的尊重。冷若水冷哼一声，重重地将人摔在地上。该死的剑雌性，你杀了我们神龙族圣女！冷若水二话没说，手中直接出现一个水球，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砸向龙雅，从上到下直接泼了个透心凉。兽神使者是善良的，你怎么会这么恶毒？你肯定不是兽神使者。优哥哥，他……这一下换成洛九幽怒了，一脚将刚刚爬起来的龙雅踹翻在地。谁准许你这么叫本王的？小贱种，也敢打我们圣女？打都打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洛九幽仿佛有所感，直接站在冷若水的面前，目光警惕地看着龙啸。就连大长老和凤远也都一前一后地将冷若水夹在中间。哪儿来的滚哪儿去！洛九幽，你可是神龙族的兽人，神龙血脉，必须跟我们走。洛九幽根本不理会，直接拉着冷若水离开。身后响起龙雅撕心裂肺的声音：身为神龙血脉，又融合了神龙玉里的能量，你身上的秘密只有神龙族族长知道。如果不跟我们回去，我保证你活不过3年。冷若水身形一顿就要转头，结果被洛九幽直接抱着离开。幽哥哥，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你怎么不让我听他把话说完？冷若水有点忧心，他不想相信，可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诡异。怎么了？你喜欢龙雅？他刚才碰你手了。我当时看到你受伤，心里挺急的，所有目光都在你身上，谁知道他突然走过来，要不这样，我回去杀了他。妖爷的脸上透露着讨好的笑。冷若水嘴角一抖，这个妖孽总是知道露出什么样的表情能勾引到自己。他其实也知道龙雅是不会被洛九幽看上的，但是现在自己就是想要生气。天空中几条游龙远去。滚吧，滚去你们的龙窝！要是再出来，老子打断你的腿！为什么不在人多势众的时候杀了他们？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道理不知道吗？哼，神龙族现在还不能得罪，龙雅在部落里的地位超然，就连神龙族的族长都敬畏他3分。要是死在神皇族，绝对会引起一场生死大战。他难道不想杀吗？论整体实力，神龙族高了太多，而且现在神皇族内忧外患，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招惹这样强大的存在。那龙雅……嘘！哎呀，这几天部落里实在是太忙碌了，等冬季吧。冬季没事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讲给你听。我的兽神大人呀，兽神使者真的好美！兽神使者的身份在这个世界里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兽神大人是整个兽氏大陆最神圣的存在，不容亵渎。你是兽神大人的使者，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闻言，冷若水还是有些心虚。其实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兽神使者，救死扶伤、拯救世界什么的最讨厌了。他只想做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寂灭自卑地低着头，在人群中。寂灭，神兽使者，愣着做什么呀？走啊，咱们去接部落的兽人，去我那个山峰。凤远斜着眼睛看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凤鸣。走了，别看了，看了也不是你的。看到自家这个优秀的崽崽，忍不住扶额。自家这个凤鸣呀，长相、身材、实力那都是1等1的好，就是这性格太闷了些，就知道去死亡山脉猎杀强大的野兽。唉，愁死个人。刚打猎回来的5个兽人战士，身上背着刚打回来的巨型猎物。兄天，今天我们收获可不少啊。是啊，要是每天都能打这么多的猎物，冬季就没有那么难熬了。对了，听说部落里出去换盐精的兽人战士回来了，我们赶紧走，正好用猎物多和那些部落换些，也好做腌肉。对。就在这时，听到河边雌性们的大笑声和议论声。你听他们说什么？好像在说神兽使者是最美丽的雌性。这怎么可能？咱们6个可是亲眼见到兽神使者那天来到神皇族的面容。河边雌性们的说笑，他们也没当回事儿，接着往前走。就在岔路口，5个兽人即将分开的时候，闻到一股血腥味。凤举的气味。凤举，这是怎么了？流浪兽攻打部落了？这个伤……不对，凤举应该中毒了。这个毒不深，
能让伤口很难愈合，加重兽人的疼痛感。兽神使者打伤的兽人，哪个巫医敢给治呀？今天出去打猎都错过了什么？我阿哥打伤了那个大禹部落来的兽人，惹怒了兽神使者。兽神使者他真的非常厉害，战斗的时候拔光了我阿哥身上所有的凤凰毛，阿哥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身上的力量连兽形都维持不住了。哦，你怎么了？骆九幽正直勾勾地看着他，目光幽怨。我还以为出去打猎一整天，有时候好几天不回家，你会埋怨我呢。怎么可能？你这么做都是为了储存更好的食物。放心了，我没这么不懂事。骆九幽的脸色更加幽怨了。你都不想我？哦，原来是我家神龙大人离不开老婆呀。要不然今天安慰你。我现在就要安慰。骆九幽直接堵住了冷若水的嘴巴，将人抱到了床上，一件件衣服从被窝里被扔了出来。现在还是白天。没事，晚上再来。什么？尖叫声被什么给堵住。再次醒来的时候，冷若水肚子饿得咕咕叫，窗户下食盆里的火苗正噼里啪啦的燃烧着。阿若，阿若！外面响起炮仗般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乌兰。没想到现在白天的温度开始下降了这么多。乌兰，你怎么有空过来呀？不是说正在建造房子吗？哎，你怎么穿这么厚啊？屋里竟然还烧火盆。冷。乌兰脸色一变。啊，你这个时候都冷成这样了，那到了冬季可怎么办呢？你穿这么少，难道不冷吗？只见乌兰身上只穿了兽皮裙。啊！天哪，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天气连小冬季都还没到呢，那大冬季怎么？兽氏大陆不是只有大雨季、小雨季、旱季和冬季4个季节吗？是4个季节没错，可是冬季也有一点冷和最冷的时候。现在这个冷的程度，连一点冷都算不上呀！哎，不行，我要去告诉地面，这可怎么办呢？乌兰没来得及多说，整个人就风风火火地插进了寒风中消失。而刚出部落的骆九幽，此刻脸上已然没有了刚才的轻松惬意，多了一丝忧愁和阴霾。他该怎么做？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阿若平稳地度过冬季？空间，这是小家伙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后的退路。看着无边无际的山脉，凤鸣是神皇族有名的兽人战士，非常厉害，地位也很高。凤鸣远远地看着冷若水居住的房子，站在雨幕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凤鸣，你怎么在这里？正是以凤行天为主的5个兽人战士。我给兽神使者送盐经，这里是禁地，你们怎么来了？凤鸣，听说兽神使者是个非常美丽的雌性，就想过来开开眼。这样，兽神使者确实和传言一样，是个非常美的雌性。那和龙雅比，谁更美？想到龙雅，凤鸣脸上一闪而过的嘲弄。他们之间没有可比性。说完，迈开大长腿，直接消失在雨幕中。现在冷若水正站在屋檐下看着外面的雨幕，千万条雨线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水球，水球砸在了不远处的石头上，几个雄性兽人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冷若水的容貌也被几个雄性兽人一览无余。我的兽神大人啊，这……凤行天听到小雌性竟然叫他，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身边的凤山直接割掉自己腰间唯一的兽皮裙，对着冷若水。然后身边另外3个雄性兽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惊得冷若水直接呼唤出漫天的藤蔓，将4个遛鸟的雄性兽人直接捆绑起来。尊敬的兽神使者，我们都愿意做你的雄性伴侣，我力量绝对能够满足。还没说完，一根藤条就抽了下来，天空中掉落下来豆大的雨点，瞬间变成尖锐的水刺，朝着这4个雄性兽人的头盖骨就狠狠地扎了进去。虽然这些尖锐的雨点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但是疼啊！兽神使者饶命，他们不是故意的。凤行天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知道那4个雄性兽人能够很轻松地挣脱开藤蔓，却依然选择没有反抗，那种心思昭然若揭。凤行天，这是什么意思？这兽神使者不知道？知道什么？这是兽氏大陆求偶的呀，难道骆九幽跟您求偶，不是这样的？我记得之前就是你们传出我是个恶心的丑雌性，今天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了。冰块对4人接二连三的撞击，一声接着一声，竟然只是流血而已。最后气数够了，又一脚把4个雄性兽人连带着捆绑他们的藤蔓直接踹下山崖。
反正他们是高阶兽人战士，这一点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不会有任何危险。果然，4个雄性兽人滚下山崖的一瞬间，飞也飞起来了。你怎么还不走？冷若水全身被大雨淋过之后，冷得发抖，他要赶紧回去换衣服。这个，你好，重新认识一下，我叫凤行天。完了，果然感冒了。咣当一声，将门关上，阻隔了那道灼热的眸光。凤行天在雨幕中待了很久，才不舍得离开。冷若水刚走进屋子里，直接进入空间。骆九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湿漉漉的兽披风，正是冷若水换下来的那一件。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就如同雕塑一样坐在那里。哟，见到冷若水出现，那一把抱住他。你怎么了？别担心，我之前就是觉得太冷了，所以就进了空间。你担心坏了吧？刚出空间就躲进房间角落里的小黑，此刻正瞪着那双圆溜溜的眼珠子到处乱转。我的天哪，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差萌。在他眼里，英勇帅气、冷血无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可怕强大血脉，此刻竟然在主人怀里撒娇。Oh my god， 原来强者也是这么好色的吗？正趴在冷若水胸口的骆九幽缓缓将目光转向角落里的小黑，与他对视。天哪，这还是个心机男。这里还有猫呢。给你介绍一下家里的新成员，他叫小黑，之前跟你说过，是我的生死战友。他叫骆九幽，是我的老公。你好，我叫小黑，是他的主人。结果，本来骆九幽心情挺不错的，听到小黑这话，身上杀意涌动。再说一遍。胡说个啥呀？我才是你的主人，想死是不是？你好，我叫骆九幽，是阿若的雄性伴侣。你好。小黑有点怕你，以后好好相处，别欺负他啊。知道了。我没事，主人刚刚说要给我找胖头鱼吃的，我就想问问。你喜欢吃刺刺兽？阿若身体不好，胃冷，走，我带你去抓。废话不多说，骆九幽抱着小黑就朝外走去，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我不去。主人，要不我们一起去？不行，你的主人怕冷，不知道吗？我带你去也是一样的。然后没等冷若水再说话，直接消失在原地。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尊敬的兽神使者，兽神使者，有什么事情进来再说。阿若，我记得你平时都是一天吃3次食物的，这是我伴侣私藏的烤肉，被我拿过来了，那给你吃。眼巴巴地看着冷若水，偷偷地咽了咽口水。他其实一天只吃1顿食物，这个烤肉还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把烤肉给我，那你怎么办呀？哎呀，我没你是谁？我叫凤莲，过来给兽神使者传递消息。中午族长要带他去禁地山洞举行仪式。既然你们都拿东西来了，那我也出食物，咱们一起吃。不，我怎么能吃兽神使者的食物？不行，我先走了。此时，神皇族又来了一批兽人，正是姗姗来迟的凤饶等兽人。尊敬的兽神使者，采受了很大的打击，人就变成了这样。万兽城的狮王被虎牙带领兽人偷袭，已经死了。才当时就在身边，他和他的阿木被当成公共伴侣。一群畜生！说来惭愧，当时我被腾蛇族的兽人缠上了，根本没法出手相救，只能带着他俩先回来了。你看，能不能先安顿在圣女峰？当然可以。彩，你想住在山洞里还是房屋？彩目光呆滞，明显有些害怕说话。就麻烦兽神使者给找个山洞吧，现在天气寒凉，房屋太冷了，也不好建筑。冷若水看了看才恍惚的脸，担忧的将手搭在他的脉搏上。怎么样，我阿姐还能好吗？没有伤，就是受到刺激了，需要慢慢恢复。冷若水能治疗身上的伤，却无法治愈心灵的伤害，只有让彩自己走出那道坎儿，才能慢慢恢复。这样吧，你们住在那个山洞，距离我住的位置最近，也好时时照顾彩。中午，冷若水被凤远带到了禁。这是我们的占卜台，也是祭司台。当初就是6大长老精血祭祀，才找到了你的大概方位。没等冷若水多想，就被族长拉着走到了占卜台上。别怕，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只是试着看激发你身体内的某种能量。神族血脉不是天生的吗？为什么还要激发？
神族血脉都是生下来之后携带着封印的力量，需要后天激发，要不然刚生下来就会被那种能量给撑爆致死。随着大祭司口中念动咒语，原本昏暗的山洞忽然闪过强烈的光芒，直接钻入冷若水心脏的位置。冷若水疼得冷汗直冒，刚开始浑身如同饥饿的小兽一样，不断地吸收着那种能量，壮大自己。快给他输入能量！没事。话音未落，脸色骤然大变，仿佛身体里每一寸经脉都在寸寸断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突然，手掌心中出现一道靛蓝色的火焰，呼啦一下，在所有人没有缓过神的时候，朝着冷若水燃烧而去。你干什么？死亡山脉，洛九幽刚和小黑合力杀掉一只强大的野兽。主人，这可是绿色的晶核哦，给你提升能量。可怜他在冷若水面前都没有这么卑微过，看来这几天被洛九幽折腾得够呛。脸上的笑容刚放大，就生生的定格住了。洛九幽的脸色也大变，身上煞气外露，原地变成一条神龙，消失在天际。神皇族的传说，神皇血脉拥有不死之身，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现在只希望冷若水能够重生。在浓烈的火光下，冷若水的身影若隐若现，直到整个人完全消失在火海，仿佛化为灰烬。所有兽人的心骤然一跳，吓得连喘息都不会了，憋得脸色通红。我等了1000年的兽神使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他，大家一起。就在大家全部脸色苍白，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炙热的火海中突兀地出现一道凤凰形状的身影，展翅欲飞。神皇，果然是神皇血脉，阿若没死。凤凰的虚影随着吸收炙热的火焰缓缓变得真实，直到最后火焰熄灭，一只巨大的七彩凤凰神鸟占据了整个食物的空间。阿若，族长，是我。阿若，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经历一场生死，我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应该升级到兽王境界了。冷若水没有办法判定自己的等级，但是按照和凤举那一战来说，他自己的实力肯定在兽王之上。因为自己血脉的变化，就连空间都有着莫大的改变。兽王，众人目瞪口呆，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雌性兽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七彩神皇，竟然是7种颜色。传说中万年前出现过一次神皇血脉，那也才是5彩凤凰。听说那是个雄性兽人，实力强大到离谱，带领着神皇族大杀四方，稳居神族第一。你试试现在能不能吐火？张开口一用力，一道强烈的火焰直接射了出去，灰扑扑沉重的古老石门直接化为灰烬。这是什么火呀？能够瞬间将沉重的石门烧为灰烬，那得有多大的温度啊！就连大长老都做不到。我的兽神大人呐，拥有这样的火焰，这哪是兽王级别的，说是兽灵级别的我都相信。冷若水没有说话，让大家先走，自己断后。等众人都离开之后，便直接消失在原地，进入空间。山洞外面出现的打斗声，是洛九幽回来了。洛九幽，你伴侣没死，你又发什么疯？他刚才感受到了，他家小雌性突然消失，伴侣印记失去效应，这只有一种可能，他家小雌性出事了。不管他们现在怎么说，自己就是要杀人。主人！话音未落，只觉一道闪电从身边刮过，他家主人已经抱在了那个狗男人的怀里。阿若，出什么事了？看到完好无损的小伴侣，这才紧张地将人拥入怀中，心脏砰砰乱跳。族长、大祭司他们唤醒了我的神皇血脉，我相当于死后重生，据说拥有不死之身了。你怎么穿这么少？洛九幽的重点始终不在那里。对于他来说，冷若水的实力变得强大当然很好，就算没有实力也没关系，自己会保护他的。关键是不能受凉了，他家小雌性怕冷。我现在好像不怕冷了。那也不行，赶紧回家。然后二话不说，洛九幽直接将人抱在怀里离开。等把人哄睡之后，洛九幽再次出现在几位长老的身边。哎呦，你是鬼吗？吓我一跳！洛九幽露出森森白牙，二话不说，直接一拳头揍在了大祭司一边的脸上。你怎么打人啊？听说主意是你出的，
什么主意？哦，对，是我出的。你的伴侣现在不仅是兽神使者，还成为了神皇族真正的神皇血脉。怎么样？感谢我吧，感谢大人。骆九幽又是一拳。神皇血脉的传说，当他骆九幽没有听说过。死而后生，死而后生，是先死而后生。他家小伴侣这么娇弱，好不容易养活的，磕破一块皮自己都会心疼的睡不着觉，他们居然这么对待他，那得多疼啊！骆九幽阴冷的笑了笑，放心，本王不乱来，只需要你尝试下我伴侣的疼痛就行。当着众人的面，大祭司直接遭受了一顿毒打，关键是还有那么多兽人战士围观。凌晨，冷若水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骆九幽此刻是光着膀子睡在地上的，对于刺骨的寒冷，他置若罔闻，仿佛根本就感受不到寒冷。怎么了？是不是饿了？你也没睡？睡了，琢磨着你应该醒了，就起床做了点食物。看，厉害不厉害？刚做好没多久你就醒了。地上多凉啊，赶紧上床上来睡。我身上凉，会冰着你，而且……看向被窝里正窝在冷若水身边的小黑，无声的控诉，看起来很委屈，好像对方强行霸占了自己的位置，自己又不敢反抗的模样。然后冷若水直接将小黑提溜起来扔进空间。好了，现在上来吧。可是小黑会不会生气啊？那家伙霸道惯了，就算生气也当个屁放了，别理他。你会冷？不是说了吗？我现在不怕冷了。废什么话呀，赶紧麻溜的给老娘上来。废什么话呀，赶紧麻溜的给老娘上来。哎，好嘞。骆九幽嗖的一下钻入被窝，把心心念念的小雌性搂入怀里，满心满眼的都是笑意。小黑刚被滴溜扔进空间，茫然的看着周围的一切。什么情况？那可怕的男人不是说让自己给主人捂被窝的吗？竖起耳朵就要感受冷若水说的话，气得差点炸毛。什么叫我霸道惯了？到底知不知道你男人有多恐怖，有多霸道？他就是个绿茶，白莲花狗男人。然后两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就被切断，任凭小黑在空间里叫嚣跳脚，冷若水也全然不知了。他现在正在被某龙压在身下。天刚大亮，身后强健有力的胸膛贴近，一双铁臂环住了他纤细的腰肢，头垂在他的颈窝，使劲呼吸着属于冷若水身上的幽香。刚睡醒的骆九幽身上还带着慵懒，呼吸间喷洒在冷若水的耳畔，令冷若水的脸颊瞬间通红。大清早的就要出去？我的小雌性，看来是你的有发挥好。嗷一口把粉嫩的耳垂含在嘴里舔舐。冷若水真的要疯了，这狗男人也太会撩了吧。红着脸等反应过来，人又重新被压到床上，堵住嘴巴。你不出去打猎干活吗？正在干活。身上的兽皮裙子被一只大手从被窝里扔了出去，惨兮兮的落到地上。今天风停了，太阳高高挂起，兽氏大陆地面上的温度也升高了很多，驱散了黑夜的寒冷。冷若水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双腿还在打颤，咬牙切齿。该死的狗男人，居然还整天怕自己找多个雄性兽人伴侣，就他一个，自己都吃不消了好吗？身后响起低沉的轻笑声，转过头，狗男人露出一半的身子，身上部位若隐若现，那德行真叫一个欠揍。外面那么冷，就不要出去了吧，在家造小崽子多好。好个屁啊！你这么猛，我可是吃不消的。我要不考虑换个伴侣？冷若是狠狠瞪了他一眼。你敢？你试试。是你让我试试的。强行将人搂在怀里，耳鬓厮磨。我的小雌性想要找其他兄怎么办呢？可能是我们的交没达到您的满意。这样吧，你别出去了，我天天在床上和你，绝对会让你满意。冷若水倒吸一口冷气，我天！你觉得怎么样？我错了。骆九幽向来软硬不吃，一意孤行，霸道又嗜血，可这些美好品德在他家小雌性身上一样都行不通，简直就是毫无底线。这不，冷若水就委屈巴巴地说了3个字，骆九幽整个人直接飘飘然。原谅你了，想去哪里？我陪你一起去。你今天不出去打猎吗？你不想我陪你？当然不是，不是你说的吗？冬季很漫长，也是一年4季中最可怕的季节，要多储存食物的吗？怕你孤单，本来想陪你一天的，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等会儿再去打猎干活。
最后2个字音节拉得很长，冷若水轰的一下小脸通红。没事，你打猎去吧，食物当然是越多越好。等我把大禹部落的兽人给安顿好了，我就和你一起去。所以你今天的事情和大禹部落有关？我想教他们生存技能。你们世界的生存方法？骆九佑的大手揉了揉他脑袋上柔顺的发丝。别太累了，什么兽神使者，什么神皇血脉，我只要你平安快乐。临走前还不忘嘱咐冷若水，把小黑给放出来带在身边，他很不错。骆九佑离开了，小黑一路跟在冷若水的身后，嘴里喋喋不休。说好了今天奖励我胖头鱼的，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呢？主人，咱们去抓胖头鱼吧，本喵饿了。冷若水瞪了他一眼，等会儿见到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别再给人吓着。野兽都能变成人，我还能吓着他们？想想也是，冷若水也没再纠结。今天好好表现，表现好了，我直接把胖头鱼的位置告诉你。真的。很快2人就来到了山洞前，是把所有雌性都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漫山遍野的去寻找这个野鸡蛋。咕咕兽就是现代的野鸡，但不是现代那样小小的一只，它们体型肥大，最大的都有20-30斤，小的也有10多斤了。阿若，找来咕咕兽的蛋都在这儿了，只有这么一点，好在咕咕抓了很多。我让你们挖的陷阱挖了吗？众人点头。众人都按照冷若水的吩咐，开始没日没夜的干活。这一天，冷若水又像往常一样在山上溜达。木薯，好大一片木薯地啊！刑天大人、风铃大人，你们快点来呀！2个人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直接朝着他们的方向跑去。尊敬的兽神使者，您没事吧？凤鸣也是紧张的看了一眼冷若水，见他没事，这才淡淡的收回目光。少族长，兽神使者要吃土蛋。敬的兽神使者，土蛋是有毒的食物，千万不能吃啊！你们不相信我的实力？这个不是不相信，实在是之前有雌性吃了土蛋之后上吐下泻生病了，就算被部落里的巫医治好，那也难受了好些天呢。放心吧，我做出来的土蛋绝对没问题。不许吃。凤鸣难得的说了这么一句话，耳根子都红了。好在人长得比较黑，看不出来异常。你们在干什么？凤行天和凤鸣2人只觉得脖子一凉，骆九幽颀长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面前，身上还扛着一个不大的浑身长满白毛的猎物。看到这个猎物，凤鸣的眼睛闪了闪，凤行天则是直接露出惊讶的表情。白毛兽，你竟然猎杀到了强大的白毛兽！你不是只有兽王而进阶到3级了？就算是这样，白毛兽那也是部落里长老级别的兽人才能猎杀到的，你居然……凤行天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骆九幽，这都是怎样一对伴侣啊？雌性拥有兽王的实力，兽王雄性居然拥有兽灵的实力，这也太逆天了吧！骆九幽挑眉，实力强大，没办法。凤行天无语了。凤鸣在这个时候开口了，声音一如既往的冰凉如水，冷冰冰的形象倒是和骆九幽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但长相嘛，就完全不搭边。一个阴郁美如妖，时时刻刻散发着邪魅的气息，可以温柔似水，也可以毁天灭地。另外一个棱角分明，眼神清澈，像个不知变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来了刚好，身为兽神使者的伴侣，应该好好照顾他，差点就让他吃了有毒的土蛋。煮熟了就没毒。骆九幽提着的心放了下来，挑衅地看了一眼凤鸣。这个雄性兽人给他一种危险的感觉，实力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眼神变得犀利，哼，别以为自己藏得好，他就发现不了这家伙对阿若的心思。凤鸣对于骆九幽的眼神挑衅，目光凉凉地看了过去，再次开口：身为兽神使者唯一的雄性伴侣，难道不应该时时刻刻担心雌性的安危吗？你就不担心？骆九幽直接将冷若水揽入怀中。阿若觉得对的，那就是对的，就算错的也是对的，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决定。走，阿若，我今天给你带好东西了。骆九幽说完，直接将人给抱走了。回到家里，骆九幽把人放在床沿边坐着。怎么了？我走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许招蜂引蝶。天地良心啊，我可什么都没做，我正好好的挖着木薯，是他们自己跑过来说不能吃的。木薯，就是怀里抱着的土蛋。你可别小瞧它，它能做出来的美食很多。哦，对了，我听说冬季会有交易会，和万兽城交易会的模式差不多，但是更加庞大。所以你准备买土蛋？骆九幽忍不住想笑，
他家小雌性脑袋瓜子里都装着些什么？以后你就知道了。哦，对了，过几天你能不能带着我和大禹部落的兽人出去学习打猎？外面太危险。洛九幽果断拒绝。不是有你在身边吗？拜托了，要是我一个人带他们出去，没法保证他们所有人的安全。先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再说吧。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把猎物扛回来之后，给你做食物吃。白毛兽的尸体被丢在刚才的后山上。冷若水点点头。然后过去很久，他迷迷糊糊睡着了，洛九幽才姗姗来迟。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想我了。洛九幽答非所问，身上气息微喘，发丝有些凌乱。你干仗去了？教训了一个不长眼的家伙。冷若水没有再问，知道是白毛兽被人拿走了。山间小路上，凤鸣狼狈的一瘸一拐往前走，正好迎面碰上凤灵。阿哥，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外面猎杀野兽吗？我有点事儿。你受伤了？遇到一只强大的野兽，回来休息一会儿。凤灵赶紧扶住他，想要带他去巫医那边治疗，结果被阻止。开玩笑，要是给巫医看了，定然会发现这伤势根本不是野兽留下来的。腾蛇族，瑞克居住在自己的山洞里。瑞克，你的伤势好了没有？多亏了部落里的大巫让我四肢再长，可是我的他没说办法，只有神皇族厉害的大巫才行。瑞克，听说你拥有毒气外放的能力，有人看到你的毒气笼罩了整个山头，是真的吗？瑞克显然一愣，进而想到当时的情况，毒气外露，那是腾蛇血脉才能做到的。洛九幽，瑞克这才反应过来，怪不得这老家伙让大巫医这么用心的给自己治疗，原来他把笼罩山脉的毒气当成是自己放的。是，当时情况危急，在生死关头，幸好身体里出现一股剧烈的能量，将那小剑种给弹开，然后就不受控制的释放出毒气。果然是你，我们腾蛇族也出现了传承血脉。来到一间昏暗的石屋里，罗不凡，我的好阿弟，你要干什么？混蛋，给我滚出去！真是个痴情种啊！100年了，你对龙月还是放不下。自己不后悔抢了他，不后悔为他所做的一切，但又后悔抢了他。既然抢了，却没有给他好的生活。对了，你们的那个剑种没有死，还成为了神龙族的神龙血脉。你可别高兴太早了，你这个崽子和你当初一样呢，都是个痴情种，恐怕呀也没有几年的活头了。神龙族都放出话来了，必须洛九幽加入神龙族，并且做神龙族圣女的龙牙的雄性伴侣，他们才愿意给那剑种觉醒血脉。哟，说来可惜呀，那剑种竟然和你一样是个痴情种。说完就大笑着离开，来到另外一间隐秘的山洞，里面只有一个石床，上面绑着一个浑身赤裸的雌性。月儿，怎么又没吃东西呢？可是你自己求我把你从洛不凡后面的山洞转移出来的，明明我们同时喜欢上你的，明明洛不凡也对你用心，我只是做了和他一样的事情，你怎么就不能喜欢我？那个没用的废物有什么好？有什么好？他也不知道，可是喜欢上一个抢走自己的流浪兽，这是大忌，他不愿意承认。他比你好，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你在激怒我？你比不上他，实力不如他，长相不如他，就连不如他。腾蛇族族长之位不是你抢来的，而是他不要了被你捡到的。当年若不是我的背叛，你能抓得住他？洛不凡是废物吗？就算他被锁住琵琶谷，恐怕你也杀不了他。吃点食物，成了一心求死，难道你不想见到你的崽崽了吗？你说什么？冷若水这几天将山上能找到的食物全部都找了个遍，通俗来讲就是把它们围在一座山上养殖。你看啊，它们都是食草的动物，只要我们给了足够的草料，它们就会直接在山上搭棚生崽子，崽子长大了就能宰杀了。妙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果然是兽神使者，兽氏大陆最聪明的雌性。冷若水翻了个白眼，看了看抱着自己大腿的狐狸大祭司，一脸的嫌弃。你不怕挨揍的话，就继续抱着。
只要能抱着大粗腿挨几顿揍算什么？阿若姐，你快看，我阿姐好了。阿若，对不起啊，这几天让你费心了。我们都是朋友。哎，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冷若水看到彩的手里竟然拿着一块粘土在那里捏，脸上立刻露出惊喜的表情。违抗终于有盼头了。冷若水首先在自己的山洞做火炕试验，结果竟然是出奇的完美。哦，对了，前几天胡青说要带领神狐族加入神皇族，说你已经答应了，所以我也答应了。没想到啊，1000年前堂堂神狐族竟然落得如今的地步。这叫火炕，听说每个冬季都有大半的雌性被冻死，有了这个火炕，雌性们就不用害怕寒冷的冬季了。我不能免费教给你们制作方法。那当然，你好不容易想出来的法子。那什么，我们用黄金盒交换。黄金盒？那可是兽灵级别的野兽身上才有的金盒，而且我会宣布您就是神皇族未来的族长，您看怎么样？啊，别，我可不想当族长，太麻烦了。就大禹部落这100多个兽人的生存都够他绞尽脑汁的了，他可不想再接什么烂摊子。阿若呀，你知道神兽族的纯种血脉代表着什么吗？神族的纯种血脉觉醒是需要本族兽灵强者以血献祭才能真正融合的那种血里的能量，否则会被强大的能量吞噬，死路一条。冷若水心中一个咯噔。自从上次一别，你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部落里的长老了？他们为你以血献祭，现在实力大降，就连身体也远不如从前，躺在床上现在还不能下床呢。什么？神龙族发话了，让洛九幽抛弃你去做聋哑的伴侣，否则不会为他以血献祭的。冷若水的心咯噔一下，瞬间跌入谷底，脸色变得很难看。怪不得这些日子以来洛九幽总是半夜不在，难道是身体已经开始被能量折磨？而且听说他还吸收了神龙玉，是不是？那东西据说是神龙的至宝，如果说血脉的力量他能挺过去，可加上神龙玉里的能量，可就……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足够强大，掌握神凤族绝对的力量，把神龙族的方法抢来就是了。不过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的话，那么自己也必须强大起来，要拥有与之抗衡的力量。知道了。那族长之位，你还是族长。这样吧，我就和聋哑一样，做个什么圣女吧。那就神女，这座山峰改作神女峰，地位等同族长。这件事情很快就这么定了。将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也到了出去打猎的日子。兽人们又是常年在林中狩猎，也都聚集在一起，变成兽形。大家累了一天了，先在这里准备休息一晚上。第1小队和第2小队负责巡逻，这将是他们在神皇山脉的第1站。成年的白毛兽，这只白毛兽看起来有兽王3阶的实力，大禹部落的兽人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大家后退！阿若，你也退回来！纪念忍不住说道。听从命令。胡青和洛九幽站在冷若水的两边。哟，我想自己试试。洛九幽抿了抿唇，没说话。尽管心里紧张的天人交战，还是默认了。兽神使者，可你是雌性，要相信他。白毛兽口中发出咯吱咯吱的怪笑声。他原本前进的步伐，在看到洛九幽的时候，突然就停住了。冷若水整个人直接如闪电一般窜了出去，龙鳞片刚要割断他的喉咙，白毛兽用力一个撕扯，脖子上的藤蔓直接被拽得4分5裂。锋利的龙鳞片和脖子之间被白色的爪子挡住，白毛兽右手的拇指直接被切断，前爪往前一伸，胳膊竟然直接伸长来到冷若水的面前，只要再往前1寸，就会抓爆他的面门。洛九幽身体一抖，刚要出手，就见到白毛怪突然不动了，整个身体仿佛失去了所有支撑的能量，然后身形飞退，发现白毛兽身上的毛如钢针一般坚硬，身上肌肉发达，恐怕是近身搏斗的好手。冷若水现在只能靠速度远攻，在巨大的死亡威胁之下，白毛兽竟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冷若水整个人朝着白毛兽的身上飞了过去，洛九幽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刚要出手拽住他的脚，就见冷若水竟然空中一个旋转，来到了他的后面，手里拿着的龙鳞片射入他的后心。白毛兽的一双死鱼眼猛然瞪大，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死在一个雌性的手里，这对于他来说是莫大的侮辱。
冷若水重重摔在地上，头昏眼花，口中腥甜喷了出来。阿若，骆九幽将冷若水轻轻抱在怀里，紧张的双手都在颤抖。他好想把他家小雌性揣在兜里保护起来，谁都不许伤害一分一毫。可看到那倔强的神色，又硬生生的把这个想法给逼了回去。有，他死了没有？旁边的胡青赶紧回道：死了，白毛兽已经被你杀死了。天哪，我出手这么多次才堪堪杀死白毛兽，结果人家一下子就差点要了我的老命，这力量悬殊真是大呀。那玩意儿能不能吃啊？骆九幽直接黑脸，一巴掌拍在他的屁股上。能吃，还是大补之物。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在想着吃，想气死自己不成？神皇部落，这都好几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呀？凤鸣、凤行天，你们带领兽人小队出去寻找。族长，你们这是？还不是你出去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们担心。没关系，既然是我们神皇部落的兽人，就一定不会让他们饿死的。没打到野兽又怎么样？以后慢慢来。哟，原来这就是大家一直说的神皇血脉兽神使者，未来的神皇族族长。他叫凤英。我的阿父是强大的兽灵超强者，地位和大长老差不多。麻烦让让。你血脉高贵，有什么了不起呀？那也要有实力才行。我阿父虽然不是凤凰兽，但他的实力很强。哼，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贱雌性。族长大人，您该不会老眼昏花了吧？是什么雌性都能进神皇族的吗？凤英，你给我闭嘴！竟然敢质疑族长！凤山，把凤英给我抓起来！凤英不可思议地看着族长，他以前也是这么说话都没事，今天竟然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贱雌性，竟然要关自己。都是你这个贱雌性，等我阿父回来是不会放过你的。拉下去！族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凤英是孔长老唯一的雌性崽子。孔长老是部落里实力最强大的兽人，和大长老差不多，曾经是流浪兽，后来找了神皇族的雌性伴侣。族长将部落里的事情一一告诉冷若水。他之前就说过，最近100年时间，凤凰的实力越来越弱，只能靠雌性的美貌吸引一些强者加入神皇族。可是时间久了，生出来的崽崽都是杂血，真正留下来的血脉非常少。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现在那些加入部落的兽人，随着实力的增强，野心就越大，甚至还形成了一股势力，几乎能和神皇族的长老们抗衡。他们在大雨季过后就去海族换炎经了，也是最后一批换炎经的队伍。由于孔长老没在，他手底下的兽人战士还算听话。现在凤英先一步回来，孔长老回来的时间应该也不远了。凤英这个雌性和龙牙走得很近，你以后要小心点。啊，对了，骆九幽不是和你一起出去了吗？怎么没回来呀？说曹操，曹操到。骆九幽的身影由远及近，他身上背着兽人们这几天打到的猎物，飞得慢一点，省得猎物掉下来。身边还跟着大禹部落的几个飞行兽人，无不是身上满满的猎物。当这几个身影出现的时候，现场的兽人们都炸了。这神龙血脉果然如传说中一样厉害。族长好，大祭司、大巫，你们都在啊。袁长老，你回来啦。袁长老是孔长老的属下，袁长老的目光状似无意间扫过冷若水的胸前，又很快收回来。谁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只有身后的骆九幽气息突然变得冷冽起来。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兽神使者，果然和大祭司占卜的一样，是兽氏大陆最美丽的雌性。袁长老笑呵呵的上前，看样子是想要握住冷若水的手。族长一个闪身夹在二人的中间。袁长老，没想到你也回来了。此次去海族换的炎经如何分配，咱们可要好好说说。这件事不急，怎么？族长挡在前面是怕我伤害兽神使者？他们这股势力在神皇族举足轻重，一直被这只老凤凰忌惮。有时候他们做了许多出格的事情，都不敢出言苛责。以前就算自己看上哪个雌性，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来今天是互定这个小雌性了。显然刚从外面回来的袁长老根本还不清楚冷若水的真正实力。这话怎么说的？袁长老怎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兽神使者？只不过部落里现在对炎经的需求量比较大。既然这样，
咱们就回去谈谈研经的事情。既然是兽神使者，那么部落里的大事应该也要参加的吧？等孔长老回来，我们一起讨论研经的归属。然后扬长而去。族长重重地松了一口气。阿若，这几日你待在神女峰，不要出去，让洛九幽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听到没有？冷若水点头。等族长离开后，尊敬的兽神使者，您的伴侣可真厉害呀！果然是神龙族的纯种血脉，短短几日就打到这么多的猎物。你说错了，这些猎物是我们5个小队一起打猎到的，没看到他们的兽阶都提升了吗？这怎么可能？一群废物而已，怎么会打到这么多猎物？我的伴侣运气还在，你们的呢？我们的雄性伴侣以4阶的实力都能打倒这么多猎物。你一个下贱的雌性，有胆再说一遍！你们的兽王伴侣呢？好像都养不起你们吧？到底谁才是废物？你才是下贱的雌性，你全家都是下贱的雌性。别忘了，兽神使者是我们的族长，是你们求我们来的。那个雌性双目一立，就要出手，结果被身边的雄性给拦住，冲着他摇摇头。别给孔长老找麻烦。冷若水将猎物的分配任务交给胡青，回到山洞美美的睡了一觉。他瞪着眼睛，茫然地看着洛九幽。洛大人，滚出去！声音压得很低，生怕吵醒了他的心尖尖。哎，好嘞。凤山来到冷若水居住的山洞时，脖子被一只大手狠狠掐着。你找死！我族长说，孔长老来了，要见兽神使者。不见。没等凤山再说第2句话，洛九又直接将人从山上扔了下去，动作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凤山是兽王级别的兽人，这个力度连擦伤都不能。显然，洛九幽并没有想杀人。族长，你什么意思？族长，您把凤英给关起来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什么解释吧？孔长老为了你们神皇族冒险出去换研经。我说了，他冒犯兽神使者，要是别的雌性，我就直接杀了。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贱雌性，就说是兽神使者。哼，什么时候你们这么蠢了？怎么还不来？本长老倒要看看是个什么玩意儿。向来圆滑的大巫也皱了皱眉头，声音平淡而又坚定地说道：孔长老，这么跟你说吧，你若敢动他，哪怕神皇族倾尽一切，都要杀了你。好，那我今天就揭掉那贱雌性的假面具。想到冷若水那娇美的面容，凤英就没来由的厌恶和嫉妒，好想用骨刀在她的脸上划出无数疤痕。阿若呢？兽神使者没空。你说什么？凤山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洛九幽说不见。可能是怕孔长老一怒之下冲到神女峰灭了冷若水，又接着道：兽神使者不舒服，所以才……哼，既然是兽神使者，就连自己的身体不舒服都医治不好，他就是个骗子。阿若他怎么啦？是不是在外面打猎的时候受伤了？脸上露出了担忧。凤山挠了挠后脑勺，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哼，那就明日再说吧。洛九又看到身前已经有好几件小衣了，这才轻手轻脚地钻进了被窝，一把搂过香喷喷的伴侣入怀，满足地闭上了眼睛。他家小雌性终于长大了，也不怕冷了，真好。冷若水正睡得香甜，忽然感觉到身上很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无奈地说道：睡觉呢，别乱动。声音很轻，软糯的如同羽毛划过洛九幽的心间，使得他呼吸更加粗重。整个人趴在被窝里，趴在冷若水的身上，沙哑的声音中还带着一丝委屈。阿若，好久没相陪了。阿若，我想你。冷若水没有说话，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不知过了多久，一缕阳光将无尽的黑夜撕开一个口子。冷若水刚吃完早饭，是空间里提前做好的小笼包。胡青刚一只脚踏进来。胡青，尊敬的兽神使者，你吃了什么这么香？正经不过3秒，除了打猎之外，胡青又恢复了原来吊儿郎当的模样。好神奇，果子竟然是热的。洛九幽坐在石凳上，微微抬了抬脖子，脸上尽是骄傲。真是没见过世面啊，那可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他家阿若只告诉自己了。这可是兽神世界的食物，你当然没见过。
一口咬下去，汁水在嘴里爆开，浓浓的肉香味时刻冲击着他的味蕾。兽神界的东西，你吃什么吃？制作这种食物的小麦，阿若还没研究怎么种植呢，吃一点就少一点，他都还没舍得吃。胡青一脸委屈地看向冷若水，他还想吃。那个时候我教你们的陷阱布设和阵法，你都学会了吗？胡青点头。山下来了一群兽人，想要学习打猎手段，告诉大禹部落的兽人们，想要学可以用金河交换。胡青点头。族长峰的大石屋内，到底什么情况？我昨晚让孔长老等了那么长时间，难道今天还不来？族长，这次去海族交换来的盐精，我们不准备上交给部落了。哼，凭什么？凤远的脾气最火爆。你什么意思？那可是我们拿命换来的盐精，凭什么交给部落？可是你们用来换盐精的兽皮、晶核和野兽都是部落出的。老子拿命去换盐精，这么多年为你们神皇族做了多少事情，这搞了半天，这地位还不如一个从哪里冒出来的剑雌性。那是兽神使者，未来神皇族的掌权者。想要盐精，就把那剑雌性给我交出来。不交又如何？你们别忘了，这里可是神皇族。哼，当年可是你们求着加入神皇族的，怎么有了点实力就想翻脸不认人了？大长老抿着嘴没有说话，人已经悄悄地来到了石门口，放在背后的手心里出现了一簇靛蓝色的火苗。孔长老的实力强大，第一个发现大长老的动作，心中警惕震撼，立马闭口不言。他知道，若是还纠结于那个剑雌性，今日恐怕自己是不可能活着走出去了。大长老，这是干什么？你说呢？哈哈哈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不过是不放心那个雌性的身份，想要验证一下而已，有必要这样吗？冷若水听洛九幽说了昨天的事情，就赶过来了。这就是兽神使者，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美丽呀！洛九幽不动声色地站到了冷若水的面前。你和腾蛇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可认得洛不凡？你认得？洛九幽没有回答，而是一步一步地走到袁长老身边，重重的铁锤砸在袁长老的脑袋上，袁长老直接倒地不起。什么东西？孔长老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就被孔长老一把推开。这凤凰之火！别站着了，赶紧坐下来，咱们好好讨论盐精的归属。阿若，你也是，脾气咋就这么大呢？冷若水直接坐在了族长的旁边，朝着洛九幽眨了眨眼睛。下手有点重哟，不过我喜欢。洛九幽也眨了眨眼睛。我只做你喜欢的事。两人旁若无人的眉目传情。兽神使者，你说这件事怎么办？孔长老，你觉得盐精是你冒着生命危险交换过来的，可是你用来交换的物品是部落提供的，所以盐精应该归部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你们出了力，所以能得到一定的食物和盐精作为补偿，但是要想要全部独吞的话，就太贪心了。实在不行，我们不要你的盐精了，你把带走的那些食物全部都还回来。闻言，族长吓了一跳。族长，我会制盐精。我没听错吧？你说你能制造盐精？制作盐精而已，很难吗？我会做那是我的，和你们没关系。但是你手里的盐精是属于部落的，必须交出来。好，既然兽神使者都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只能上交一半，但是我们要分开。什么意思？不能什么好事都让你们凤凰兽人摊上，坏事危险的事情就让我们外来兽人顶着。所以我们外来兽人要求独立出去，依然继续居住在神皇族但是相当于各过各的。冷若水想了想，你确定？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着你们所有人的生存都和神皇族没有关系？当然。最后，冷若水爽快地答应了。他唯一的条件就是，神皇族若是遭到攻击，他们必须一起上。每年的冬季之前，上交给神皇族500头大型猎物，这是居住在神皇山脉的条件。好。等众人离开，阿若，这是为何呀？他们的打猎能力确实比凤凰厉害。打猎厉害不是更好吗？以后就让他们用猎物和我们神皇族交换东西。大祭司，我之前在您空置的山洞里都做了火炕，您做好了吗？大祭司乐呵呵的点头，眼睛灼灼的看着冷若水，仿佛已经知道了他的用意。还有，你们别忘了，那些外族的兽人打猎能力是很强悍，可里面没有一个巫医，他们连火苗都没有。再者说，神皇山脉只是让他们居住，没说能让他们采摘山脉上的果子。
所有兽人都反应过来，凤远和大祭司哈哈大笑。回到山洞，洛九优先一步回来，做好了饭菜。哇，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咋这么多好吃的嘞？居然还有奶果呀！洛九优宠溺地笑了笑，刚要开口说什么，努力保持着正常。阿若，我去抓几条胖头鱼过来给小黑加餐。冷若水点点头，并没有说话，眼睁睁地看着高大的身影从身边刮过，心揪着疼。当洛九优离开之后，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手都在颤抖。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活下去？主人，你男人好像有点不对劲。他刚才分明感受到洛九优体内突然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转过头又看到自家主人一脸痛苦地趴在桌子上。若若，你跟我说实话，你家男人是不是得癌症了？哎呦，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啦？你可是治愈系异能者，现在又变异得更加强大，我相信你，一切皆可治愈。冷若水将洛九优的事情全盘托出。那现在怎么办呀？虽然他确实挺讨厌那心机婊狗男人的，老是威胁自己，动不动还把他揍个半死，在主人面前却装得委屈巴巴，抢他的注意力。可那是主人的男人哎，自己人。第一，进攻神龙族，威胁他们；第二，让他跟我解除伴侣契约，和龙雅结为伴侣。第二个办法好，不费劲，一兵一卒直接拿下，他能活下去，你也能活下去，多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你看，第一种办法显然不可取，神皇族和神龙族的实力相差很大，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到时候别被反灭了。哎，若若，咱们空间里不是有很多好东西吗？要不然用这些东西交换？百家商城的物资呢，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冷若水点头，也只有这条唯一的出路了。这件事情还是要筹谋一下才行。小黑，我知道他命不久矣的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他说，假装不知道。为啥？他生病了，不想让你知道。你知道他生病了，又不想让他知道你知道。人类好麻烦呀！别废话，你要是将这件事情给说出去了，老娘弄死你！很远的山峰上，正雷电交加，像是在下一场暴风雨。而凤鸣虚立在那雷电交加的山峰不远处，双臂环胸，眉目紧锁，不知道在想什么。对于洛九幽的传言和神龙族放出来的话，他自然听说了。此时心情也是百感交集，既希望自己死亡，那样自己是不是就有机会了？又怕他死亡，冷若水会很难过吧？时间过了很久很久，洛九幽在河水里洗完澡，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山洞，看到床上熟睡的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白嫩的脸颊，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阿若，我要是没了，你再找一个强大的雄性伴侣吧。生怕自己身上的凉意冻着他的小雌性，直接躺在地上的一块兽皮上，眼睛刚闭上，一个娇小的人就拱在了他的怀里。胡闹，我身上太凉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声音委屈带着哭腔，软软糯糯，睡意朦胧，看样子是刚醒。只是几个字就让洛九幽的心都要化了，好想把他紧紧搂在怀里，永远不松手。叹了口气，将人塞进被窝，正要离开，腰又被抱住。你不要我了是不是？你刚刚听到了？听到什么呀？你现在睡觉都不和我一起，是不是嫌弃我了？听到这样的回答，洛九幽松了一口气。说什么傻话？我身上太凉，怕冰着你。我不怕冷，这炕上可暖和了，不许你走。这种无赖的模样，洛九幽还是头一次见，最后还是上了炕，才把自己的心尖尖搂入怀中。哟，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就是咬了咬牙，这时候还是没有说出口。算了，直接上嘴。洛九幽很难得的一呆，看着在自己身上乱啃的小家伙，不由得憋笑。洛九幽今天已经挺累的了，自己这样好像有点不好。算了，改天再说吧。嘴唇刚要离开他胸膛上嫣红的地方，头就被一双大手紧紧按住。你惹的祸，不负责浇灭。你要不明天？对不起，你都这么累了，我还闹你。知道我累就好，所以你赶紧。今天我任你蹂躏。外面月色皎洁，树影婆娑，山洞里隐约传来压制的呻吟声。孔长老那一股势力早已搬到了另外10座山峰，虽然人数不多，但实力不可小觑。
此时，一个隐秘的山洞内有2个身影在密谈，一个是孔长老，另外一个赫然就是神龙族的龙啸。龙啸，你是在开玩笑吗？哼，只要你为我做成这件事情，我们神龙族随时欢迎你的到来。我在神皇族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何必去你那神龙族？神皇族出了兽神使者，你将永远无出头之日。待他日强大起来，你只有被扼杀的命运，倒不如投靠神龙族。你的实力明明已经和神皇族大长老一样，却连排行长老的位置都不给你。说你是长老，却被所有凤凰排除在外。你是来笑话我的？并不是，只要你和我们里应外合灭了神皇族，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天下。龙啸离开了，身形快如闪电。冷若是一条如藕莲一般的玉臂从被窝里伸出来，如同被大卡车碾过一般，全身酸痛。哟，要不要起床？食物给你准备好了。雄性的声音穿进冷若水的耳朵里，他的心瞬间被填满。你又做好饭了？洛九优点头。冷若水一把抱住他的腰，毛茸茸的脑袋蹭啊蹭。我被你惯得越来越懒了。乖。冷若水一咕噜爬起来。还别说，自从成为神皇血脉之后，真的就不太怕冷了。你今天还出去打猎吗？洛九优摇摇头。我们的食物已经有很多，想在家多陪陪你。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明显有些低沉。在末世摸爬滚打多年的冷若水，对于食物有着天然的渴望，就算身上已经有了几辈子都吃不完的食物，也还想多存。这样吧，等会儿我们吃好饭，咱们3人。哎，小黑呢？他呀，早就去那个山洞抓鱼了。说曹操到，小黑抱着2条胖头鱼，高高兴兴地跑过来了。主人，我想吃红烧鱼。红烧鱼是什么？就是加点调料，把它们煮熟再吃，要不要试试？洛九优赶紧摇头，紧张地说道：阿若，这个不能吃，不许你吃。这个东西在兽世大陆的名字叫刺刺兽，里面有很多的刺，以前就有雌性吃了之后死了。吃个鱼都能被卡死，哎呦，我也是服了。冷若水让小黑清理2只胖头鱼，然后去厨房准备烧火做鱼。我之前不是跟你讲了吗？这东西在我们那个世界是可以吃的，而且是非常有营养的东西。营养？洛九优不解。就是吃了以后身体健康，少生病。阿若，你莫不是瞧我没法求证，诓我了吧？冷若水心中腹诽，诓你的事情还少吗？但是嘴上却说没有。你之前还说吃草健康，怎么现在又变成刺刺兽了？知道个啥？这叫做多方面补充营养，只吃一样东西肯定是不行的。还有，那叫青菜，不叫草。他们用的是从现代带过来的大铁锅，比石锅导热快，很快香喷喷的红烧鱼就做好了。端上桌的时候，冷若水还不忘拿出一壶清酒出来。要不要喝一口？这水怎么还有气味？洛九优疑惑地嘀咕了2声，一口气喝下去。那张颠倒众生的俊脸瞬间通红一片，然后直接倒在桌子上，醉了。冷若水和小黑对视一眼，一杯倒？对酒精这么敏感的吗？哎呦，过错呀！要是当初我知道这事儿，我早就骗他喝酒了。话音未落，洛九优红着脸又抬起头来，醉意朦胧的眼里跳跃着妖冶的红光，泪意朦胧。该不会是要耍酒疯吧？小黑吓得直炸毛，一下子跳得老远。洛九优什么话都没说，只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冷若水，在小黑看来太瘆人了。小黑直接被吓得飙出了猫语。主人，我刚想起来还有别的事情，我先离开了哈，你自求多福吧。圆圆胖胖的大身体嗖的一下就不见了，一溜烟的没影了，是不是喝醉了？2人目光对视，洛九优妖冶的红瞳里竟然闪烁着泪光。委屈？这是冷若水几乎没有见到过的表情，活像一个乖巧的大狗狗。松手。这次他却摇摇头。不听话，你喝醉了，去床上休息休息。床上？洛九优脑袋晕乎乎的，嘴里一直念叨着这2个字。对，去床上。然后洛九优直接就把冷若水公主抱起来，钻进了被窝。你干啥呀？让你自己休息的。
这货真的是喝醉了都不忘干那事儿。眨了眨眼睛，一滴眼泪竟然掉了下来，好委屈呀！你说话不算话。冷若水简直要炸了，这什么情况？大野狼变成小奶狗了，有点吃不消啊喂！阿若，你是我的阿若，我的。将人紧紧地搂在怀里，委屈的整个身体都在抽搐。鉴于这孩子喝醉了，冷若水也没跟他一般见识。啊，好好好，我是你的，你一个人的。阿若，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忘记我？不会，你不会死的。我想让你忘记我，这样你活的就不会痛苦，可我又怕你忘记我，我好难过。一张人神共愤的帅脸委屈地埋进他的头发里，用力吸引着那只属于他身上的幽香。你从来没说喜欢我。冷若水一声声轻哄，我喜欢你。然后呢？只有你一个伴侣，只跟你睡。半天终于把人给哄睡着了，这才轻手轻脚地下了炕。刚出卧室就对上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给吓了一跳。八长老，您这是？八长老笑得一脸谄媚，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石桌。冷若水一脸的尴尬，这八长老应该没听到他刚才在卧室里说的情话吧？哎呀，阿诺，那个是什么呀？好香啊！能不能给我喝一口试试？顺着他的目光，冷若水看到桌子上开了瓶的清酒，嘴角抖了抖。感情这八长老竟然是被酒给吸引过来的。哦，你说这个吗？它叫酒。长老要不要喝点？既然阿诺都这样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将落酒幽杯子里剩下的一点酒倒进嘴里。阿诺，你这个能给我吗？啊，我用晶核给你换，我还储存了很多的食物。哦，对，我那储存山洞还有果子、兽皮啥的，全给你。全给我？那你东西咋办呀？阿诺，你这小看了我不是？我可是部落里的八长老，兽灵级别的超强者，想要猎杀猎物，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可以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这酒我直接送给您喝，并且还能给你很多。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东西给宣传出去，主要是让你这种级别的强者喝到。冷若水已经忘记了是在哪个酒厂收集的了，空间里有很多。凤远看到这么多酒，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别忘了啊，一定要让兽灵强者都知道它的味道，尤其是神龙族。哎呀，这么好的东西给他们喝干啥？八长老，你要让他们知道这酒非常难得，是我从兽神世界带来的，让他们求而不得。要是这件事情办好了，八长老的酒我包了。哎呀，你不会骗老头子吧？当然。神女放心，事情交给我就行了，绝对给你办得漂亮。第二天，今天冷若水算是收获颇丰。哎，这是什么树啊？伸手在大树上抚摸了一下，这棵大树的信息就全部传递到他的脑海中。不知名草本植物，1年生长，死掉后来年会从根上发新芽。植物内径，有净化血液、清理体内中毒素的作用，还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哎，没有名字的草本植物吗？救命啊！救命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兽神使者，你怎么自己在这里？赶紧跑！凤英疯了，他要把凤莲的肚子给割开，取出里面的崽子！你快跑，别让他看见你！凤英看着凤莲高高隆起的肚子，就要一把扎进去，就看到凤英趴在地上，拿着补刀的手被不知名的利器斩断。没事吧？谢谢兽神使者。哟，还不服呢？说着，冷若水一脚重重地踹在凤英的脸上。好你个贱雌性，我要杀了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骂人呢？然后用一个兽皮袋子直接将他的头给套住。反正现在他也看不见你们，就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也不用怕以后被惦记，机会只此一次哦。凤英只觉得身上一股重力传来，然后就是对他的拳打脚踢。没过一会儿，整个人就昏死过去。看好他，谁来都不许给带走。孔长老若来要人，让他来找我。神皇山脉处的狩猎区，少族长，这是什么情况？龙泉并没有说话，一脸的若有所思。他带着几个兽人战士偷偷潜进来，主要是实在忍受不住对冷若水的相思之情，看看能不能偷看一眼。走。龙泉，你去哪儿了？这个龙泉一直以来对自己都是死缠烂打，自从出去一趟回来之后就变了。我现在还有急事要找族长。大步流星的离开了。
冷若水的山洞内。阿父，我要这个山洞。这样，把这个山洞送给凤英。那石床是怎么做的？把方法交给我。还要1000头大型野兽作为补偿。山洞是兽神使者的，不能给。火炕的做法只有阿若知道，没法给。至于1000头大型野兽，怕是太多了吧？冷若水刚进来，就看到他的山洞被翻得到处都是。孔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手里直接放出一簇火苗，落在凤英的头上。冷若水，我杀了你！凤英嗷呜一声，鲜血如注。紧接着，另外一只手也被砍断了。孔长老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伸出手拍向冷若水的命门。孔长老！冷若水手中又出现一簇火苗，火苗对着孔长老拍过来的大手燃烧而去。冷若水，我要杀了你！突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扑面而来。若九幽字还没有说完，整只手臂就被齐齐的切了下来。你敢欺负他？语速很慢，低沉中带着诡异，眼眸瞬间变成红色，跳跃着妖冶的光芒。孔长老快要被气死了，到底是谁欺负谁呀？只好将头转向族长。族长，你来说，到底该怎么办？看来今天硬扛是不可能的了，要是能带一些食物补偿回去，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孔长老，你可能忘记了，是凤英对我殴打在先，我才把他关进石牢。闻言，凤英差点气死。我没有，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一出现就打我，谁看到了？你！凤英气得胸膛起伏不定，加上身体上的疼痛，硬生生的昏迷了过去。孔长老，原本呢，我只想把他关1天，却没想到你们竟然直接闹到我的山洞里来。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约定的。我们已经分开了，虽然你们住在神皇部落，可早已不是这个部落的人。为何出现在我们神皇部落的采摘区？为何上来就要活活把凤莲肚子里的崽子给刨出来？今天要是没有什么解释，他别想活着离开我的山洞。孔长老气急，对于凤英的蛮横霸道，他这个做父亲的当然一清二楚。赔偿1000头大型野兽。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难道你觉得凤英不值吗？要是不同意也行，以后凤英就别想回去了。以前对其他雌性做过的事情，我让她通通享受一遍。族长，你别忘了，冬季来临时，神皇族还需要我们上前杀敌呢。还没等族长说话，冷若水上前一步。孔长老，你还是操心自己吧。那个时候我们有8大长老坐镇，你们应该更危险。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不是我们需要你的支撑，而是你们需要我们的保护。最后，孔长老还是含泪答应了给1000头大型野兽来交换凤英。骆九又一句话都没说，皱着眉头将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床单被罩都没有放过。那个不脏，不用那么麻烦的，河水那么凉。臭。他喜欢的房间里有除了他家小雌性之外的其他雌性的味道，让他很暴躁。还有那个孔长老。你该不会是想晚上偷偷过去杀了孔长老吧？有什么不妥？声音闷闷的，要不是他家小雌性需要成长的跳板，骆九又早就去和他一决死战了。冷若水在他的脸上使劲地揉搓了几下，严肃地说道：孔长老的实力绝对不简单，能够成为兽灵强者，怎么可能会被我压制？先让大长老打探一下虚实再说。这几天，大禹部落的兽人们所在的山洞里，全部都被食物给塞得满满当当。你怎么做这么多菜啊？冷若水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就连他都忍不住食指大动。你该多吃点。好。对了，8个月后的交易会在什么地方举行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在那里开个饭馆？我只给你做食物，还有我们的食物已经够多，为什么还要交易？保密。你呀，不是我不愿意做，实在是如果卖熟食的话，树大招风，会被有心人怀疑我们的食物来源。对了，交易地点在哪儿？要不要提前去呢？在死亡山脉，那里正好是4大神族的中心地带，不过距离我们这边还是比较近的，所以不用提前很长时间就过去。死亡山脉，据说死亡山脉非常可怕，好像孔长老就来自那里。没错，死亡山脉的大型野兽更多，里面几乎人迹罕至，更重要的是大多数野兽都有毒。阿若，到时候别离开我的视线，那里有个流浪兽部落。流浪兽还有部落？最开始只是流浪兽的聚集地，后来聚集的越来越多，就成了流浪兽部落。他们虽然人数不如4大神族，但战斗力绝对强悍。所以那时候的流浪兽很有可能会打劫来往的兽人，或者抢雌性。骆九又点头。第二天，怎么样？
再扒拉开另外一堆，结果出奇的好。看着冷若水一堆一堆的扒开，大家紧张的心都提起来了。怎么样，成功了没有？冷若水把他们烧制出来的木炭也都看了一遍，不错，质量也算是上乘，不影响使用。阿若，是不是我们也能把这烧制的木炭拿到交易市场交换？可以。哇，太好了！这样，我们晚上就用这木炭烤红薯试试。红薯是什么？哎，我知道，一种很甜的食物，阿若给我吃过。冷若水准备小雨季，也就是春天的时候种植红薯。红薯比较好养，耐贫瘠，产量高，是食物短缺的时候最佳的选择。接下来的时间，大禹部落所有兽人都干劲十足，他们各自制作出来的木炭全部都由各自管理，这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洛九又刚起床，冷若水随即出现，将人裹起来抱在怀里。能不能？有点。你干嘛？话还没有说完，屁股上就被狠狠来了一巴掌。你别生气嘛，我就是太激动了。再激动也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看着毛茸茸的脑袋在怀里拱来拱去，洛九又本想冷着脸教训几句的，终究又心软了，舍不得呀。我知道了。你每次都这样说，哪次听话了？你……场景转换，洛九幽的声音戛然而止，僵硬的身体依然保持着抱着冷若水的姿势，震惊地看向周围，心里掀起惊涛骇浪。纵然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他，也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冷若水什么时候离开怀抱的，他都没有发现。冷若水弯腰对着他拍了一张，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相机。哇，没想到我家冰山男神也会有这么呆萌的一面。洛九幽没明白，疑惑地看向他展示出来的照片，脸色一变，一把夺过冷若水手里的相机就给扔了，然后抱着他噌的一下跳到老远。里面有个和我们长得一样的兽人。他整个人身上散发着危险的气息，犹如魔神降临。出来！声音冷入骨髓。只见洛九幽紧紧盯着个被拍扁的相机，时刻保持着战斗状态。哟，你别激动，这就是个照相机，是我们那个世界保存人类影像的东西，里面的人就是你。又将照相机的原理说了一遍。洛九幽身上的凌厉气息终于平静。知道了，这里是你的空间。对，要不要参观一下？一边走一边吸气，这空间果然是个好东西。那边是什么？那里便是我储存食物的地方。一路走来，眼中的震惊始终没有停歇，嘴角洋溢着微笑。没想到他家小雌性这么富裕，怪不得总说不需要囤物资了。这边紧挨着的3座商城，里面装着的全部都是你打来的猎物，已经装满喽。你可真厉害。那是什么？洗发水。这个呢？大米白面。一边走一边看，还一边问。洛九幽简直成了个好奇宝宝。我们那里不是兽神世界，只是一个普通的位面，而且那里已经沦陷，成为丧尸的国度。将人揽入怀里。没事，以后这里就是你的世界。然后他们2人又去了冷若水经常休息的地方，里面装饰豪华，现代工艺品种多，再次刷新了洛九幽的认知。既然好在空间升级，就连洛九幽都能进来，那么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果断选择在空间。这是你们兽神世界的兽皮裙，什么兽皮做的？摸起来柔软丝滑，却好像一点也不结实。洛九幽尬笑了起来。呵呵，兽神世界的兽皮就是不一样，真好看。接下来的时间里，阿若，我的阿若真香。亲吻如同雨点扑面而来，对方粗糙的大手还是不断游走。阿若，我的阿若真香。阿若，怎么了？阿若，听说还有3天你们就出发去死亡山脉，我们和记者就不去了，这些是给你的东西。季灭和胡青站在乌兰的身后，你们这是想让我帮你们交换东西？季灭赶紧摆摆手，不，我们想着死亡山脉路途遥远，那里有更加可怕的野兽，我们过去也是找死，又怕你出去很危险，就凑了一些野兽肉，万一遇到流浪兽，千万不要和他们打架，先跑为上，把这些食物分给他们，或许还能放你们一命。可是这样你们就不够过冬了。够的，以前我们在大禹部落的时候，猎杀到的还不如现在留下来的多，熬一熬能过去的。冷若水心中很感动，大禹部落的兽人还真是淳朴。不用，你们都拿回去吧，我这里留下来的猎物更多，都没有地方放了。
真的。冷若水点头。打发走他们之后，他们二人匆匆吃过晚饭，就沉沉的睡去。天刚蒙蒙亮，山洞门口就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王。”冷若水二人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就见到烈大笑着闯了进来。看到冷若水，一脸的惊喜：“啊，烈，你怎么会来这里了？”烈挠了挠后脑勺，憨厚的笑道：“大长老说带我过来见见世面。”“该不会给你找伴侣吧？”“他说神皇族的雌性都好看，带我来见见。你们部落是不是有一个叫凤英的？他人怎么样？长得好看不好看？人善良不？”冷若水和洛九幽两人对视一眼，突然噗的一声笑了出来。烈有些纳闷，面对洛九幽，他有着天然的畏惧，鼓着一张脸，不知道该说点啥。你的相亲对象该不会就是凤英吧？相亲？那是什么？烈没听明白。就是别人给你介绍可以当伴侣的雌性。方，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现在晋升兽王了，是神鹰血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将自己这些天以来的遭遇犹如竹筒倒豆子一般吐了出来。天哪，我现在还晕乎乎的，居然是神鹰血脉。那琼花天天缠着我了，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才出来的。大长老说神皇族的雌性美丽又高贵，又加上交易会的事情，这才……你是要去交易会吗？去，你们也去吗？到时候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出发？此话正中冷若水的下怀。神鹰部落有了烈的身份，他们倒是可以拉拢一番，到时候共同去进攻神龙族。太好了，又能和王并肩作战了。想到之前在魔镜深渊中与洛九幽一起猎杀野兽并肩作战的日子，烈到现在还回味无穷。洛九幽脸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拎着烈的领子一把扔了出去。哎，王，您这是干啥？聒噪。他家小雌性还没起床呢，见到烈被丢了出去，嘴角抽了抽。果然还得是洛九幽，能动手绝对不动嘴。洛九幽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冷若水，一会儿惊艳，一会儿黯然失色，似乎心事重重。冷若水也没有戳穿，在洛九幽身边转了一圈。好看吗？好看，我的小雌性是兽氏大陆最好看的。你就是看我好看才喜欢我的，哪一天我不好看了，你肯定就嫌弃我了。我他虽然实力强大，气场雄厚，可面对着冷若水的牙尖嘴利，每一次都是嘴笨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是洛九幽的眸子变得黯淡无光，他可能没有多少日子了，必须尽快找几个能力强的兽人守护者才行。脑海中闪现凤灵的身影。哟，你怎么了？没事，我们出去吧。背影寂寥又落寞，冷若水眼泪都差点掉出来了，硬生生地逼了回去。刚出卧室，烈忙碌的身影来回穿梭，将烤肉一一摆好。兽神使者，王，你们腻歪够了？食物正好可以吃了，还别说，火种真是好东西，烤熟的肉吃起来味道很不错。这块肉比较娇嫩，你牙口不好就吃它吧，我还在上面撒了盐精哦。兽氏大陆的盐精，一颗都有拳头大小，里面还有很多杂质。这里兽人基本上都是用手指舔一下口水，然后在盐巴上抹一下，再往肉上蹭。这个，冷若水目光有点闪躲。兽神使者，你嫌弃我？这不明显吗？还问？你们太过分了！大口大口的将烤好的肉全部塞进嘴里。好吃，果然还是吃食物使心情更好。这两个秀恩爱的变态，就让他们俩吃空气去吧。据说死亡山脉的交易会还有半个月开始，我们准备3天后出发，其他的神族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间出发。烈一边吃一边将打探出来的消息一一说出来。到时候我们2个部落的大长老会带领兽人躲避流浪兽的围攻。中午听说神鹰族大长老来了，族长乐呵呵的上前迎接。不知哪位是神鹰族的神鹰血脉？族长您好，我叫烈，和你们兽神使者与洛九幽都是认识的，关系很好。孔长老和神鹰大长老认识多年，有一定的交情。我记得你说你有个雌性崽子还没有伴侣，你看他怎么样？哈哈哈！原来你就是神鹰族传说中的纯种血脉，果然年少有为，英俊非凡呢。阿父，这几天他被凤娟给教育了，一直闭门不出，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精气神。凤英，快来认识一下，他叫烈，是神鹰族的纯种血脉。烈，我叫凤英。虽然手被孔长老花大价钱让大巫给再生了，
可顶着那光秃秃的脑袋，脸上露出娇羞的表情，实在是没有什么美感。哈哈哈哈，这俩崽子相见甚欢呐！去，别在这儿耽误我们大人的事，一边玩去。孔长老很高兴啊，赶紧让2个人出去联络感情。凤英，你平时喜欢吃什么？我很好养活的，平时就吃一点点食物和果子，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声音很小，娇羞扭捏的模样让烈一阵尴尬。你呢？我也没有，能吃饱就行。凤英嘴角扯了扯，眼中露出一抹不屑，还堂堂神鹰血脉呢，这么没追求。听说你来自落日森林？烈点头。对了，我们部落的兽神使者和他的伴侣曾经也在落日森林里生活过，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烈刚想点头答应，结果凤英抢先一步道：落日森林很大的，想来你们也是不认识的。我们部落的兽神使者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雌性，可惜他太坏了。我不知道怎么说。那我长话短说。烈的声音都变冷了几分。凤英仿佛并没有察觉，正在组织语言，想着该怎么败坏冷若水的名声，还不让烈讨厌自己。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他仗着兽神使者的身份和族长的宠爱不讲理，前几天因为生气烧了我的头发，还斩断了我的手掌呢。这个冷若水性子猛，手段强，这些烈都知道，但是冷若水从来没有主动去招惹过任何人，能配下这么狠的手，眼前这个雌性也不简单呢。算了，还是别来往了吧，他可不想被虐。我们还是……话音未落，只见凤英尖叫一声，然后整个人瑟瑟发抖的朝着烈的怀里扑了进来。烈感受到怀里柔软的身子在颤抖，伸手摸了一把，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哟，这小两口在这谈情说爱呢。烈，我说这几天怎么没见到你？这是找到伴侣了呀？冷若水带领着大禹部落的兽人正在干活。烈，你口味不简单呢，这你都下得去口？光秃秃脑袋锃亮，怎么看怎么滑稽。别打我，求求你别打我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了。声音柔弱，委曲求全。雄性兽人们应该都吃这一套的吧？下一刻，这个烈应该会为自己打抱不平。这些都是聋哑教的，并且使用起来非常有效。烈一把将对方的手给扯开，一蹦几米远，赶紧和凤英拉开距离。这臭雌性自己要找死，可别拉着他呀！烈，你该不会看上他了吧？脑袋寸寸回头，看了一眼冷若水，突然感觉脖子凉飕飕的。幸好王不在，要不然自己立刻就要被嘎了。喂，话可不能乱说，我怎么会看上他呢？你看不上我？不，我不能，我不敢。虽然冷若水在他心里确实是很美的，整个兽氏大陆就没有比她更美丽的雌性了，但是从一开始自己就没有动过心，太可怕了。柔弱美丽的外表下，那是藏了个嗜血的魔鬼，好吧。凤英见到烈惊恐的眼神和急忙与自己拉开的距离，似乎明白了什么。你们认识？当然，我们的关系很好。烈很爽快地表明了立场。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们可是未来的伴侣，你居然向着那个贱雌性。贱雌性？他完蛋了，居然敢骂女魔头，自己想跑，现在还来得及不？烈的手指在大树的树皮上直抠抠，果然就听到了凤英凄厉的尖叫声。当他伸出脑袋，看到凤英的嘴里被塞了一张兽皮，他整个人被藤蔓缠住，眼神凶狠地瞪着冷若水。烈的嘴巴张得老大，这个凤英真牛逼，都这样了，居然还能这么凶狠。看来鹰姬长老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乌兰的胆子更大，走到凤英的身边，抬起右手，啪的一巴掌就呼上去了。凤英右边的脸上瞬间红肿一片，硬生生的把自己气撅过去了。藏在大树后的烈更加瞪大了眼睛，果然还是冷若水啊，就连跟着他的雌性都这么暴力。不行，先溜了。尊敬的兽神使者，您有什么吩咐？我跟他可没关系，今天是第一次见面。鹰姬长老说他是厉害兽人的崽崽，血统很好，以后生下的崽崽应该都很厉害，才让我过来看看他。所以我没看上他，太丑了。刚醒过来的凤英正好听见了这句话，心脏受到10万点重击，又被气晕过去了。过来干活，然后转身离开。
烈暗暗松了口气。原来是干活啊，那我在行。干活别废话，晚上给你弄好吃的。冲着旁边的兽人战士说道。传出话去，凤英辱骂兽神使者，让孔长老拿100头长毛象来交换。兽人战士嘴角抽了抽，点头应是。这些天以来，兽氏大陆的温度普遍没有再继续下降。烈离开了，神鹰族并没有和神皇族一起，因为2大神族之间距离很远。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们哪里都不要去，只要不出去，孔长老的势力就不敢过来。还有，万一发生冲突，先忍着点，一切等我回来再说。明白。阿若，我要保护队伍，你要先坐在凤灵的背上。洛九幽说道。冷若水一脸惊奇，这货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没事，我也能保护队伍。洛九幽好不容易克制嫉妒心说出这句话，被拒绝后再也说不出第2遍。那好吧。半空中，冷若水长发飘飘，一身火红的红狐皮在空中飘荡，面容清冷，仿佛触不可及的仙子。她站在洛九幽的龙头上，睥睨天下，身后众兽人看的都吃了。果然还得是他们的兽神使者，太美了。凤灵看着这绝世的背影，薄唇微抿，眼神幽暗，不知道在想什么。出发！随着一声号角，天空中偌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由于队伍庞大，就算遇到强大的野兽，也不敢前来找死。直到最后一天，遮天蔽日的树丛中，静静地趴着上千个兽人。老大，这都好多天了，怎么还没见神皇族的兽人过来？该不会不来了吧？被称作老大的兽人比较清瘦，面相竟然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再等等，可是兄弟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这个老孔到底靠不靠谱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老孔交代了，一定要抓住兽神使者，他会把带过来的猎物全部送给我们。天空中，原地休息。不行，下面非常危险，我建议一鼓作气，直接进入交易会。孔长老一瞪眼，你个小雌性，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他是我神皇族未来的族长，他没资格说话，你一个外族的就有资格？大长老几乎不说话，但每一次的话都代表了绝对的权威。大长老，你看那些兽人们一个个都累得够呛，想要到达交易会恐怕还需要1天1夜的时间。大长老，我们每年都会在这片区域休息，从来没有出事过，怎么现在兽神使者一来就出事了呢？他不是兽神使者吗？兽神大人肯定会保佑他的。再说了，我担保一定不会出事的。哼，你担保？你拿什么担保？万一出了事情，割掉你的脑袋，能弥补吗？一个小雌性知道什么？兽人们这么高强度的飞行，迟早会被活活的累死。他们已经飞了3天了。飞3天还不是你让飞的？之前我就提议让他们下来休息，是你也冷血无情，说要到交易会再休息的。怎么，自己放出去的话，这么快就不认了？你……孔长老气得牙痒痒，转头看向大长老。大长老，你说这件事怎么办？大长老看向身后那些运载猎物的兽人，他们一个个没精打采，有的甚至支撑不住，一直在下降。阿若，你确定这里有危险？我也不确定，就是这下面给我一种很恐慌的感觉。感觉？我们兽人战士从来不靠感觉。以往我们参加交易会的时候，都会在这里休息1天，什么事都没有。话可不能这么说，或许就因为你们每年都会在这里休息，就被流浪兽给盯上了呢。孔长老心中一惊，这个剑雌性果然就是来克他的。这样，凤山、凤菊，你们先下去打探一下，回来再说。偌大的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动静，不好，往上飞！就在这时，一个清瘦的兽人直接拔地而起，朝着冷若水的方向抓了过去。残奴！大长老自目欲裂，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冷若水和洛九都被抓住，两人几乎没有反抗，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算计。兽神使者果然是兽氏大陆最美丽的雌性，老子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雌性。残奴的身影如闪电般消失。喂，人都没追上，你就别跑了。冷若水忍不住说道，声音凉凉的，好像不是被人抓住逃命，而是在郊游。洛九幽眸光一闪，这时捂住胸口，剧烈的咳嗽起来，看起来弱不禁风。在残奴看不到的角落，对冷若水快速的挤眉弄眼。冷若水也回以一个笑容。
他听到冷热水的声音，恨不得骨头都酥了，浑身的血液都朝着一个地方流淌，快要爆炸了。停下脚步往后看，果然大长老没有追过来，估计是被老孔给绊住脚了。喂，现在能不能放我们俩下来了？你不害怕？残奴的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能登上流浪兽的头领，还在死亡山脉活动这么多年，他不仅有强大的实力，头脑也极为聪明。害怕有用吗？哦，对了，你抢我们干嘛呀？是想让我们加入你们流浪兽吗？你愿意加入流浪兽部落？我和我的伴侣都非常喜欢独自生活，在神皇部落有什么好玩的呀？都是规矩，还不能随便杀人。说到这里，一把跳到洛九幽的怀里，笑嘻嘻的表情，好像残奴是他多年以来的好友。你不知道吧？我的伴侣也是一只流浪兽，我特别崇拜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当初为了追求他，我下了不少功夫呢。洛九幽嘴角抽了抽，你这一顿操作给残奴整不会了，不按常理出牌呢，不是应该害怕尖叫到发抖吗？还没等他回话，冷若水又接着说道：“我和我的伴侣能加入流浪兽部落吗？他可厉害了。”你呢？残奴色眯眯地看着他，洛九又差点没忍住用闪电劈死他，被冷若水捏了捏手，有事别冲。我吗？冷若水直接伸出手，手心里多了一颗巴掌大的手雷，拉开引线，在石头上碰了2下，用力地扔进了旁边的小溪。剧烈的爆破声，水花四溅，正在游着的大鱼直接翻了肚子。你是毒医？毒医？没错，比起做圣洁的兽神使者，我更想做杀人不眨眼的毒医，那样多快乐呀！好，之后你就是流浪部落的大巫，至于你，要不你放了他吧？洛九幽一脸问号，黑着一张脸瞪着冷若水。不走。这一下，就连冷若水给他挤眉弄眼，洛九幽也全当没看到，身上散发着冷冽的气息。然后，冷若水当着残奴的面，直接将洛九幽收进空间。残奴双目震撼，这个兽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你伴侣呢？被我气走了呗。残奴一脸惊叹，这个兽神使者美则美矣，怎么感觉脑袋有点不正常啊？残奴瞬间被整不会了。走呀！哎，你怎么走这么慢呀？我已经迫不及待去流浪兽部落了，里面肯定很大吧？我能随便杀人吗？空间里的洛九幽正坐在石头上一动不动，浑身充满着煞气，拳头紧紧握着，显然是在生气，也很紧张。小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看见洛九幽竟然一个人，刚想上前打招呼，见到对方回眸那凶狠的眼神，直接吓到炸毛，嗖的一下不见踪影。阿若，等我出去一定。你那个雌性不要也罢，之后跟着我，我就是你的雄性兽人。我做你的伴侣，那有什么好处？转身就走。哼，色胆包天的家伙，如果不搬空了你的库房，老娘就没法在兽氏大陆混了。残奴看着冷若水绝美的背影，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傍晚的霞光照在森林，一个美丽的少女在花丛间飞舞，大笑的样子迷乱了残奴的眼。残奴差点都没把持住，想要现场把人给交配了。哎，你还没说，做你伴侣有什么好处呢？洛九幽能给我尊重，你能吗？能。残奴机械的点头。洛九幽能给我很多好东西，他还能保护我，还不强行跟我交配，还会照顾我，这些你都能做到？只要你愿意做我的伴侣，我什么都给你。真的？当然，我的就是你的。整个流浪兽聚集地的兽人都要听从你的号令，想杀谁就杀谁。我山洞里还有好东西，只要你在月圆之日跟我交配，那些都是你的。冷若水嘻嘻地笑出声来。乌兰说的果然没错，兽氏大陆的雄性都过不了美丽雌性这一关。他眼角瞥见地上有好几颗草药，竟然是千年野山参。哦，我天，发财了！你挖这些草根做什么？你们雄性兽人啊，果然没一个好的。洛九又见你这么厉害，怕死的跑了，你呢就只想着占我便宜。哼！果然不管走到哪里，雌性都是一样，只喜欢实力强壮的雄性。就算普通的雌性，至少都会有10个8个雄性，你怎么就一个？残奴无疑是很聪明的，只是他被美色冲昏了头脑，明明有几处漏洞，却并没有深究。哼，我可是兽神使者，是最美丽的雌性，普通的雄性兽人也配得上我？哎，愣着干嘛？到底走不走了？残奴眼神微闪。赶了一天的路，你不累？
当然累了，你抓的人家好痛啊！可是我听说死亡山脉很危险的，就算再累也要先走不是？余光瞥见残奴放下戒心，这才偷偷松了一口气，又看了一眼河里，里面硕大的鱼儿来回游走，很是肥美。干啥？就算你钻入水底，也不可能从我手下溜走，死了这条心吧。我抓刺刺兽呢。再说了，这水这么浅，又这么冰凉，而且你实力这么高，长得又好看，还允许我随便杀人，鬼才要逃跑呢。残奴的眼睛危险的眯起，似乎在判断他话中有几分真假。哇塞，我好厉害呀！赶紧跑回来，将鱼扔在残奴的身上。喂，给我烤刺刺兽，我要吃。残奴还是第一次被人命令，不过竟然有种出奇的愉悦。刺刺兽不能吃，我也没有火种。你不是说要做我的伴侣吗？该不会让我吃生肉吧？我不能吃生的肉，会病死的。洛九又从来都不让我吃生的，就连水也是烧开了再让我喝。而且我只吃野兽身上最嫩的肉，其他的我都咬不动。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残奴简直听了目瞪口呆。这个雌性也太难养了吧！他以前也养过一个雌性，刁蛮任性，还总是嫌弃这嫌弃那，至少还是能养活的。现在这个……没事，我让兽人去交易，会换些火种来。冷若水也没有说话，就坐在地上生闷气。哎，乖，听话，我们先交配，等会儿给你抢食物去。残奴已经被勾得欲火中烧，早就已经忍不了了，整个人朝着冷若水扑了过去，结果又扑了个空，人直接消失。再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他旁边的。残奴刚冒出来的欲火瞬间被浇灭。他能做到流浪兽首领的这个位置，可不仅仅有着高人一等的实力。残奴眼神眯了起来，看向冷若水，充满了警惕。哎呀，人家没准备好嘛，你不是说要尊重人家的吗？冷若水也差点被自己这个话给恶心到了。好，在残奴的眼里，冷若水早晚是他的，不过陪着他玩几天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这么美的雌性，值得慢慢享用。什么时候去流浪兽聚集地啊？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以后居住的地方了。你为什么一直提去流浪兽聚集地？你什么意思呀？我还不是怕你被大长老给抓住吗？大长老那个兽人古板又刻薄，总是给我立规矩，我不想回去，难道有错吗？两滴眼泪滑落，滴到了残奴的心里，心疼的哟。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我知道了，你也怕大长老是不是？如果他追来了，你是不是就要把我给送出去？果然你们雄性兽人没一个好的，哼！声音尖锐，一巴掌啪的一下扇在了残奴的脸上。哼，打死你个色鬼，老娘先收点利息。你不怕流浪兽？他之所以这么耐心又温柔地对待冷若水，十足是因为她长得太美了。就是以前自己玩弄过的雌性，敢这样在自己面前打自己，还耍性子，早就被折磨死了。哎，你听不懂吗？我的第一个雄性伴侣就是流浪兽，你看我怕了吗？突然想到自己刚开始和洛九幽见面，差点吓尿了的场景。好，你别生气啊，是我的错好不好？不过9天之后是月圆之日，在那之前我可以不碰你，但是月圆之日一定要交配。可以。冷若水眉头微挑，9日之后，姑奶奶3日就把你牢底给掏空，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做色字头上一把刀。突然，不远处野兽嘶吼声传来，一只灰色长毛象和一只长臂白色巨猿。灰色长毛象冷冷道：“这只野兽是我先抓到的，要么滚，要么死。明明是我抓到的，它现在就在我手里。”刚好撞见在不远处的二人，感受到两股灼热的目光，冷若水立刻如同小鹌鹑一样藏在残奴的身后。你能打过他们吗？话音未落，两只野兽变成兽人的模样，赤身裸体跪了下来。尊敬的王，您回来了。残奴冷哼一声，从旁边扯下2片大叶子扔了过去。穿上。小雌性只能看到自己的雄性力量。那是什么？我想要，不给就杀了他们。闻言，长臂白毛巨猿吓得立马将手里的东西递到残奴的手上，这才灰溜溜的逃跑了。长毛，这个雌性好美呀，你说等到玩够了会不会赏给我们玩啊？我觉得不可能。可是以前不管找到什么样的雌性，只要玩够了都会奖励给我们厉害的兽人。可是这个雌性太美了，王什么时候才能玩够啊？
长臂白毛巨猿沉默了，和长毛象对视一眼，都看懂了对方的意思，眼中流露出杀意。只有残奴死了，他们才能得到那个雌性。冷若水此时正坐在残奴的背上，身下正在疯狂奔跑的残奴兽形，竟然是一只身高数10米的大型恐龙。说是恐龙也不太符合，但大致相同。身形有点像霸王龙，一只巨型的庞然大物在林中穿梭，背上坐着一个绝美的少女。少女脸色微白，让人恨不得拥入怀中好生安慰。这样强烈的冲击让周围越来越多的流浪兽心潮澎湃，都在想着什么时候王才能厌倦了这个美丽的雌性，让他们也享受一番。一夜的奔波让冷若水脸色微白，直到周围的兽人越来越多，那种炙热的目光越来越强烈，残奴这才在一片山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入口，我们进去吧。他变成人形。冷若水好奇地看了一眼周围的大山，到处都是山洞，里面雌性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刚要开口想说什么，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山洞跑出来一个披头散发的雌性。救命！救命啊！王，救命啊！我可是你的雌性，你怎么能把我送给别的兽人呢？残奴赶紧看了一眼冷若水，见他没有反应，这才瞪着身后追出来的3个雄性，一看就知道在山洞里做了什么。冷若水冲着一旁的大树干呕了起来，本来一天就没有吃东西，这一下连酸水都呕了出来，太恶心了。3个雄性兽人跑过来，刚准备把那个雌性给抓回山洞，就看到立在一旁的冷若水。好美的雌性！3个雄性兽人直接身首异处，看着这样的残奴，冷若水只觉得一股寒意自脚底而生。他们。残奴声音很温柔，却带着噬骨的血杀。这有什么可怕的？好像我没见过似的。这只是小场面，他根本不怕，只觉得残奴这一下是给自己下马威。那个呼唤着救命的雌性一把扑倒在残奴的脚边，用身体柔软的部位蹭着他的大腿。尊敬的王，求求您不要把我送给别的雄性，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残奴，看来你以前有不少雌性啊，刚来到这里随便碰到一个都是你以前玩弄过的。这样的冷若水在残奴的眼里，以为他吃醋了，直接将那个雌性给扯开扔出去。你和其他雌性自然不一样。呸！别拿那些下贱的雌性跟我比，我可是兽神使者。说完，冷若水昂着高昂的头颅往前走去，转头看了一眼残奴，发现他的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一直在舔舌头咽口水，脑海中警铃大作。你答应过我的。放心，现在不和你交配。说完，然后转身离开。山洞很大，真是个穷鬼。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些东西冷若水都没有收进空间。想到空间里还有一个定时炸弹般的男人，冷若水有点不敢进空间了，怎么办？转过头，山洞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雄性兽人，一个个目光贪婪地望着自己，丝毫不加掩饰。果然是流浪兽，和传说中的一样野性危险。天哪，她就是王带回来的那个美丽的雌性，太美了吧！一定要努力晋升，等王玩够了，肯定会借给我玩的。我呸！就你那怂包样，要赏也是赏给我玩。你们都别争了，我才是王手底下最厉害的兽人。一帮子流浪兽竟然直接当着冷若水的面讨论他未来的归宿。冷若水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一个手雷扔了过去，就算没死，身上也或多或少的挂了彩，一个个凶相毕露。小雌性够辣呀，我喜欢。小雌性，小王把你玩够了，和我交配很舒服的。你们王说我可以随便杀人。星星点点的火苗落在那几个兽人身上，顿时燃起熊熊烈火，瞬间燃烧成灰烬。冷若水从空间拿出一个躺椅，在门口坐下，晒着太阳，好不惬意。哼，又来找死的了。小雌性，王出去有点事情，让我保护你的安全。他去哪儿了？不能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王没说。知道了，深夜。嘿嘿，我就喜欢这样的小雌性，来，多叫表示阿哥来听听。你们把小黎给我叫出来。冷若水看到小黎小脸苍白如纸，双目紧闭，不由得眉头紧锁。谁做的？杀了他。是。冷若水带头离开，常辉抱着小黎紧跟他身后。
刚进空间就落进一个冰凉的怀抱中。你还知道进来？哟，我想你了。冷若水的声音嗲嗲的，还掺杂了一些疲惫，让抱着冷若水的那双铁臂一抖，差点没抱稳。之前自己想怎么惩罚他来着？对不起嘛，人家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别生气了好不好？骆九幽还是没有说话，一双眼睛如鹰隼般犀利，目光冷冷的，让人心生胆寒。没等骆九幽说话，冷若水直接亲了上去。骆九幽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他要交配。冷若水脸上刚露出得逞的笑容，屁股上就被用力的拍打着。哎呦，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别打，疼。哪里错了？冷若水一口狠狠咬了下去，口中恶狠狠地说道：骆九幽，你居然敢打我！你个混蛋，说什么一辈子只对我好，都是鬼话，骗人的，说打就打。他不能妥协，要不然这之后小雌性还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要闹出什么幺蛾子来。说，你错哪里了？我错了，再也不任性把你关进空间里。还有呢？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以后还敢不敢了？不敢。冷若水撅着小嘴，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刚才想干嘛？来，接着。冷若水大脑宕机，没反应过来是啥意思。骆九幽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为了惩罚你的不听话，今夜好好表现。冷若水想要抬头抗议，结果脑袋又被重重地按压了下去。大手抓着毛茸茸的脑袋，在他的胸口来回按压，精致的小脸几度变形。按压了几次之后，这样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男人的渴望，将人紧紧拥在怀中。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过后，冷若水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犹如被大卡车碾压过一般，难受的紧。你又想跑？他舔了舔嘴唇，伸手捧住那张绝美的小脸，狠狠地亲了几口。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会以为你又想交配了。男人磁性的声音不经意间撞进冷若水的心房，在这样深情的注视下，加上那张人神共愤的脸，冷若水差点就不想出去了，直接在空间里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可是看了看这货，瞬间摇摇头，将刚才的想法扔了。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骆九幽的血脉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想什么？别乱来啊！要是再乱来的话，自己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了。关键是刚刚还想到骆九幽刚刚做的事情，小脸立马通红一片。怎么了，我的宝贝？小脸这么红，是想到了什么？冷若水赶紧再次将人一把推开，一溜烟的跑了，身后响起了邪魅的轻笑。到房间外面，该死的骆九幽，真是越来越会撩了。说到这里，冷若水的脑袋里又闪现出了刚才旖旎的画面，脸上顿时又红了。奇怪，最近自己是怎么了？口味不一样也就罢了，就连那种事情也越发的喜欢。还没来得及多想，身后出现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我要和你一起出去。话语里是不容拒绝的坚定，让他的小雌性一个人在外面面对那恶心的残奴，而自己却在空间里无能为力，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好，但是你要听从我的指挥。这件事情没有骆九幽还真是不好做呢。不许有危险。冷若水在空间里吃过饭才离开，骆九幽则是继续留在空间里等待。冷若水渐渐将目光转移到黑暗的尽头，那里被无数兽人强者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真的很好奇了。谁？黑暗的尽头突然出现一道冷冰冰的声音。不好！脑海一个念头出现，直接闪进空间。老鬼，我就说你大惊小怪，这里怎么可能会有兽人出现？空间中的冷若水长长松了一口气。骆九幽无语地看着面前的一堆垃圾，收进食物进来也就罢了，竟然还收进来一堆草。外面有危险。突然出现个强者，也不知道发现我了没有。骆九幽一把将他搂在怀里，轻声道：乖，先睡觉，外面的事情由你的雄性给顶着。虽然只是听到声音，但我总觉得那里很怪异，居然感受不到像活人的气息。声音是不是很尖细，却又不是雌性？你认识？以后若是见到了，不要对抗，直接进去空间。然后冷若水沉沉地进入梦乡。等冷若水睡着了，骆九幽起身走出来，身上的煞气再也控制不住的翻腾。空间小河边的小黑
一只爪子高高扬起，眼看着肥美的鱼儿游近，嘴角哈喇子直流。突然，小黑直接就炸了，朝着空间的深处逃去。我的老天爷呀，这祖宗又发什么疯啊！外面2个诡异的兽人原地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走啦，老鬼，这里有咱们看守，能出什么事情？不对，哪里不对？我记得这颗果子有斑点的部分是朝外的，现在居然朝里被动过。嗨，我当是什么？昨天我还拿了一下。你拿它干什么？以他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用不着这果子。要想要更进一步进阶，就只能等那个守护者的东西成熟了。想到100年的守护，那东西这几天就能成熟，他进阶兽尊指日可待，就想仰天大笑。兽尊啊，兽氏大陆传说中的存在，只要自己踏过去，那就是兽氏大陆唯一的顶尖强者，再也不用待在这暗无天日的山洞里了。冷若水醒来之后，直接对上一双通红的眼睛。你也没睡？自从知道外面的兽人之后，洛九幽就表现得很奇怪。那个兽人就是曾经杀害我阿父的凶手之一，还曾经对自己极尽折磨，找了这么久，终于让他找到了。别怕，到时候我和你一起杀了他。傻瓜，他可是兽灵强者巅峰，我怎么忍心你去冒险？兽灵巅峰？神皇族的大长老和他比起来怎么样？差不多，别怕，一切有我。你别乱来。你对自己的雄性也太没有自信了吧？洛九幽笑得温柔，他就是喜欢自家小家伙担心自己的样子，真是太可爱了，忍不住伸出手捏了捏他坚挺的鼻梁。干嘛呀？人家跟你说正事儿呢。知道。你现在的兽阶到了什么阶段啊？洛九幽眉目一挑，这小家伙终于想起来问这句话了。你说呢？兽王2阶。原来我在你眼里这么没用。哪有，你可有用了。哦，具体哪里有用？洛九幽突然靠近，鼻尖相对，磁性的声音中带着魅惑。轰的一下，冷若水的脸颊通红一片，伸手将近在咫尺的俊脸给推开。你好好说话。我就是在好好说话呢。嘿，我家小磁性的脸蛋怎么红了？冷若水看着洛九幽越来越过分，胸膛都快要蹭到了自己的嘴角。你确定要这样？冷若水挑眉，洛九幽的脸上顿时洋溢出喜悦。确定。冷若水将精致的脸颊靠近，嫣红的嘴唇对着他胸膛上的嫣红，使劲地咽了咽口水，刚要有所动作，人直接从怀里消失。看着空空如也的怀抱，洛九幽久久没有回过神来。冷若水。冷若水身影出现在山洞里的时候，那2个诡异的兽人已经不知所踪。这时候，山洞外面突然出现一群流浪兽人。苍山，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阿妹呢？我管你妹呢，应该被玩死了也说不定。触犯流浪兽部落的规矩，就要接受惩罚。他才7岁啊！来吧，你们一起上。不要，给我走开，走开！阿哥，救我，救我啊！小黎，阿若姐姐，你怎么在这里？阿姐，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快走，快点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山洞外面直接冲进来一个兽人。阿哥！兄妹俩相见，直接抱头痛哭。阿哥，你怎么了？身上怎么都是伤啊？小黎，别怕，阿哥会保护你的。有故事。苍山看着小黎的目光，根本不是哥哥看妹妹的眼神，里面藏着深情和很多复杂的情绪在内。阿哥，我们把阿若姐姐一起救走。你叫她什么？阿若姐姐，这个称呼经常出现在小黎的嘴中，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是魔剑深渊那只可怕兽人的伴侣。苍山，你干什么？住手！你别碰他，首领马上就回来。他要是受到一点伤害，首领会撕碎了你。这样，苍山和小黎就留在我身边。常辉，你出去吧。可是，常辉显然不放心。可是什么？滚蛋！你，常辉气急，这不知好歹的雌性，气得转身离开。但他嘴上这样说着，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免得残奴回来生气，也没敢走太远。山洞里，冷若水托着腮，好笑地看着愣神的苍山。阿哥，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呀？到时候带着阿若姐姐一起好不好？这里真的太危险了。苍山点头。奇兽，
苍山一愣，然后一张黑脸顿时红透了。我不是小黎的亲阿哥，我是阿福捡到的兽人。哦，这样啊。小黎还这么小，你就算有心思，也不能那啥啊，可别伤害他。我知道，阿哥说了，我现在还太小，等我成年了。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苍山，你都这样教小朋友的？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冷若水的思想还是没有从现代转换过来，这动不动就交配啥的挂在嘴边，他实在是接受无能啊。兽神使者，您怎么会来到这里？显而易见，被抓来的。那九幽王？那个挨千刀的吓跑了。空间里的某龙，他这挨千刀的还被关在空间里出不去，正急得团团转呢。您是不是有主意离开流浪兽部落？没有，苍山根本不相信没有雌性会不恐惧流浪兽，说不定神皇族正在集结大军准备剿灭流浪兽呢。苍山猜测的没有错，此时的神皇族从刚开始失去兽神使者的恐惧乱作一团，到现在井然有序。首领，对方这么多兽人，咱们确定要抢？能不能少说两句？凤凰兽人这边实力最高的就是凤鸣，可他到底是个小辈，尽管天赋异禀，在孔长老的眼里也就是如同捏死蚂蚁一样简单。孔长老不敢直接对凤凰兽人出手，余光看向不远处的草丛，来了，给了身边袁长老一个眼神。袁长老会意，立马朝着凤山走过去，一拳头砸了过去。凤鸣没动，目光始终追随着孔长老，顺着孔长老的目光朝着远处的草丛内看去。孔长老这一路实在是太安静，没有动静就是要有大动静，这让凤鸣一直不放心。不好！话音未落，草丛里的残奴一跃而起，而凤鸣刚要出手，直接被人从身后攻击，晕了过去。倒地之后，身后露出孔长老那张狰狞的脸，随后身影一闪，就消失在原地。流浪兽部落残奴的山洞里，苍山的目光时不时看向冷若水。看什么看呀？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洛九幽站在原地，冷着一张脸。啊，你怎么出来的？这么不想看见我？哪能啊！我这不是正准备叫你出来吗？一下子扑到洛九幽的怀抱，将头埋进他的怀里，毛茸茸的脑袋蹭啊蹭的，直接消散了他身上所有的冷气。洛九幽一双铁臂紧紧搂住他的腰肢，感受到怀里的人儿，多日以来空落落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本来洛九幽还想将冷漠多撑一撑的，最终还是一秒破防。尊敬的神罗大人，我和伴侣小黎是被兽神使者救下的，誓死追随兽神使者。阿哥，我们不出去吗？我去门口守着。说完，逃也似的离开了。说吧。哟，你真厉害！我刚想找你来着，你就出现在我面前。洛九幽挑了挑眉，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你还知道我会担心？之前在空间里怎么说的？洛九幽越想越来气，将不听话的小雌性捞到自己怀里，一巴掌狠狠拍打在屁股上。手掌落下之时，还是不忍心放轻了力道。啊！没用力。低沉的声音中带着懊恼，好像把小家伙给打疼了。冷若水眨巴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从猛龙身上一咕噜爬起来，双手叉腰。你以前说过要宠我爱我一辈子的，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现在我才做你伴侣几个月，居然就要打我。本来冷若水想要耍赖的，结果说着说着竟然真的有点委屈起来，眼眶里闪烁着亮晶晶的泪珠，似掉非掉，可把洛九幽给心疼坏了。我没有，我不是。没有什么，没有打我吗？哼，这都已经是第2次了。乖，怎么舍得打你？我就是太担心了，如果你出事情，让我怎么活？我但凡有危险肯定会去找你的，而且我有空间躲藏，你怕什么呀？不在你身边的任何时间我都怕，怕你出事，怕你受伤，还怕你被好看的雄性勾引了去。这盛世大陆还能有比你更好看的兽人？我眼光很高的好不好？我家小伴侣眼光很高，那些比我丑的都配不上你。他决定了，以后要是能将血脉的事情解决掉，就把兽世大陆那些好看的雄性都给杀了。哦，对了，你怎么出来的？不知道，想出来就出来了。正当冷若水疑惑不解的时候，脑海中传来小黑哀怨的声音：主人，求求您之后不要把这玩意儿给带进空间了好吗？你知不知道他都做了什么？你男人差点把空间给崩了，要不是空间感受到威胁，开启自保能力，强行把他挤出去，现在小爷我都完蛋了。你看看我的脸，被他揍的都没人样了。你差点把空间给崩了？没有。
语气很平常，仿佛小黑说的那个恶魔不是他一样。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冷若水疑惑。可能是你空间感受到我想你了，所以就给我放出来了。月黑风高日，几十条身影悄无声息地穿过流浪兽部落，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气味。黑风高日，几十条身影悄无声息地穿过流浪兽部落，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气味。大长老根据冷若水在流浪兽部落的小路上留下的痕迹，很快找到了残奴的山洞。大长老，韩若，你没事吧？洛九幽的眸子瞬间眯了起来。韩若，你手里拿的什么？禁地里有2个流浪兽，其中一个叫老鬼，实力不在大长老之下，另外一个实力更加深不可测。大长老在听到老鬼的名字后，更是瞳孔巨震。什么老鬼？大长老沉重的点头。那还是上一届流浪兽的首领，实力强大。曾经雄霸一方，实力非常强大。当年的流浪兽部落的强大，甚至超过了神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天哪，他这么厉害！冷若水听到大长老的话后，陷入了沉思。大长老说到这里时，也不由得叹息出声。其他兽人战士眼中都流露出恐惧，仿佛时间回到了那个冷酷残忍的冬季。最终100年前的流浪兽部落被4大神族联合剿灭，老鬼也死在那场战斗中了。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没死。那个老鬼身边还有一个身材瘦瘦高高的兽人，面容枯槁，声音尖细。你刚刚说谁？千人？难道他没死？他们都没死，现在正在镇守禁地。冷若水将这2个老怪物不能见光，以及自己接下来对付他们的计划完完全全说了一遍。他们选择藏匿在这里，说明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守着。这2个流浪兽必须除掉，否则日后将会成为兽氏大陆的灾难。深夜，老鬼的身影从楼梯口出现，外面有兽人进攻流浪兽部落。他面前的白骨山上盛开着一朵妖艳的莲花，中间莲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熟，泛着黑光。是神皇族的人肉战士。地狱莲即将成熟，他马上就能站到太阳底下。别管他们，地狱莲马上就要进入成熟期，等我们吃了莲子，恢复巅峰状态再说。我的兽神大人呐，流浪兽部落禁地里这么多野兽晶核，晶核堆积在一起，将溶洞两边的地方都占满了，就连凤远的脸上都闪着激动的光芒。要是将这些东西全部带走的话，那么神皇族这次是真的发达了。阿若，这里应该就是禁地里最重要的东西了。可是老鬼和千人呢？不许进去，在这里等着。现在连大长老在内，谁都不让冷若水下去冒险。没有可是，你就是不许进去。阿若，你就在这里等着。想要诛杀那2个流浪兽，没有这么简单。就算他们不能见光，实力下降，那也曾经是兽氏大陆搅动风云的存在。大长老自己都没有绝对的把握活着出来。乖，听话。此时，地下的打斗声越来越大。冷若水赶紧将隐秘山洞里的所有东西全部收进空间，就和一个浑身是血的兽人撞了个满怀，脖子被一只惨白的手抓住。你就是残奴带回来的兽神使者？不是，他不是。洛九幽和大长老随即出现。你们偷袭杀了老鬼，破坏地狱花，让我失去活下去的机会。那你们全部去死吧！说着，一个用力就要掐死冷若水。大长老和洛九幽同时上前拼命攻击，他们又怕伤害到冷若水，一时间竟然拿千人没办法。不好，山洞快要塌了！你们和我一起死吧！冷若水脖子突然用力，下一刻突然消失。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在洛九幽的身后。啊！千人震惊的瞪大眼睛，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山洞要塌了，还不赶紧脱身！手里突然出现大功率照明灯，千人满是沟壑的脸上苍白如鬼，仿佛被惊吓到了，慌忙的用手捂住眼睛。在大功率照明灯之下，千人明显实力下降，原本苍白如鬼的皮肤上开始大片大片的滋生黑斑。可恶的剑雌性！千人的速度很快，他判定冷若水在的方向，伸出锋利的爪子过去。冷若水又突然原地消失，只是片刻就再次出现，位置是在大长老的身后。突然，他的手里又多了一个大功率照明设备，千人顿时尖叫起来，身上的死亡气息越来越浓烈。这还只是照明灯的缘故。大长老他们反应很快，没来得及喘口气，向着千人发动最强攻击。只是瞬间，千人直接被洛九幽和大长老撕成2半。大家快跑，山洞快塌了！阿若，快走！你们先走，我断后。
冷若水还想把这里的东西给收走。再说了，他有空间，就算山体崩塌也不怕。大长老气得想给他一巴掌，胡闹！几乎是吼出来的，不管不顾地将冷若水夹在身上，朝着通道飞掠而去。当所有兽人都出来之后，山体轰然倒塌，大家齐齐松了一口气，原地休息一下，准备离开。冷若水不舍地看了一眼身后，阿若，你永远记住，不管什么都没有你的生命更重要。你个小家伙，那些都是红晶核，有什么好的？神皇族的禁地里有的是。哎呀，回去让族长都给你。想起冷若水刚才的举动，他现在还心有余悸。归根结底，就是他们兽神使者没有见过好东西。得，神皇族万年来的底蕴还是不少的，给他，省得被别的兽人用一点好处就给骗了去。大家很有默契的，谁都没有问刚才在山洞里发生的事情。洛九幽眼神阴霾的看了一眼大长老，这是什么眼神？搞得好像自己这老头子抢他伴侣似的。洛九幽没有说话，将他抱在自己的怀里。不会让你白忙活的，东西我都收起来了。冷若水眼前一亮，怪不得洛九幽他最后说来，全部。全部。洛九幽被这财迷的眼神给逗笑了。好在昨晚被小家伙的空间强行挤出来的时候，神奇的发现他的空间竟然增大了10倍。大长老，我们这算不算做了一次流浪兽啊？大家就行他们抢劫，不行我们反抢劫。一个山坳里，残奴将抢来的食物全部都藏在里面，堆积如山。首领，这么多猎物，等我回去处理好，整个冬季都不用愁了。首领，神鹰部落距离我们很近，要不要？赶紧回去，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抢劫实在是太顺利了，堂堂神皇族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抢劫？就算有孔长老在里面，也不该这么轻易。神皇族的大长老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走，赶紧回去。刚要离开，你们怎么在这里？不是你让我们迷惑那傻子？然后呢？哼，那帮兽人真是蠢货，被我们绕了几圈竟然迷路了。估计现在还在山脉里绕圈圈呢。不好，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回去。神皇族大长老这么狡猾的一个兽人，能被这傻子骗？刚来到流浪兽部落附近，就看到几十只巨大的凤凰从部落禁地冲天而起。不好，快给我拦住他！残奴怒喝一声，从禁地里出来的那2位呢？为什么让他们活着走出禁地？当看到凤凰身上背着的东西，残奴的脸色直接变了。大长老，你们才应该被称为流浪兽才对，东西都抢到我流浪兽部落里来了。残奴见到冷若水，脸上露出淫邪的笑。小死相，跟我回去。冷若水没有说话，残奴头顶直接落下一道碗口粗的闪电，猝不及防之下，他被劈得浑身散发着焦糊味。残奴的实力比凤远还要高上一点，他没有死，却也进气多出气少了，直直的朝下方掉落，脸上还流露出震惊之色。洛九幽之前明明见到自己就连伴侣都不要的吓跑了，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厉害的实力。事到如今，他还不知道自己被暗算，那就真的是白混了。这还不是更重要的，他在落地之前竟然看到冷若水居然瞬间灭掉一只流浪兽的时候，气得一口血直接从口中喷了出来。最后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无力闭上了眼睛，昏死过去。交易会附近的山脉上，凤鸣从地上爬起来，脸色阴晴不定。凤凰兽人也都纷纷从地上爬起来，脸上完全没有之前的愤怒，反而很平静。凤山看了一眼凤鸣，见他冲着自己微微摇头，也没有说什么。凤凰兽人丢失了所有的猎物，但竟然出奇的安静，只是眼睛里都透露着担忧。冷若水离开时候交代，残奴一旦抢劫，不要拼命，顺势让给他们，之后冷若水他们会抢回来的。兽神使者的命令谁都会听从，只是心里难免会担心，要是猎物没有收回来，恐怕这个冬季就艰难了。比起凤凰兽人，孔长老一脉可是损失惨重。没有冷若水的提醒，孔长老不可能将自己和残奴之间的计划告诉属下，而残奴为了不引起怀疑，连孔长老一脉的猎物也全部抢走了。那些兽人死了不少，浑身是血的看向凤凰兽人，眼眸中都是愤怒的红血丝。你们是故意的。按照凤凰兽人的性子，遇到流浪兽绝对会以命相拼，绝对不会大伙儿一点伤都没有，还这么平静。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有见到大长老回来。凤山准备出去找找。我们要相信大长老的实力，他和兽神使者一定会平安回来。大长老回来了。孔长老脸上微笑直接僵硬。
冷若水飞在前面，红衣飘飘，犹如9天仙女下凡。大长老终于回来了，可让我们担心坏。飞来的兽人战士们身上都背着被残奴抢夺的猎物。感谢大长老把我们的猎物夺回来。孔长老，你怕不是没搞清楚吧？这些猎物是我们在路上打猎得来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孔长老愣住了，他一脉的兽人战士也愣住了，这明明就是他们的猎物呀！啊，天哪！孔长老，让你们看管的猎物呢？怎么都不见了？该不会被流浪兽抢走了吧？孔长老这样的实力都没能护住猎物，是流浪兽太厉害，还是您太没用？又或者，该不会那些流浪兽是你引过来的吧？放屁！本来只是怀疑，现在差不多坐实了孔长老背叛的事实。话说，孔长老，你实力强大，怎么会让流浪兽抢走所有的猎物呢？你还好意思问？要不是你被流浪兽抓住，孔长老怎么会去找你？哦，原来是去找我去了吗？好了，兽神大人保佑，阿若总算平安回来了。是啊，兽神大人保佑啊，让我们部落的兽神使者安全回来，还将被抢走的猎物带回来了。孔长老莫不是搞错了吧？这些猎物可都是我们一路上辛辛苦苦打到的，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哼，对，这是我们在半路上打的猎物，怎么，你想抢是不是？孔长老终于绷不住了，脸色铁青。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打算把我们的猎物归还了是不是？声音温柔如水，实则寸步不让。大长老，你倒是说句话呀！什么？哦，你说猎物啊？我和凤元打的，有问题？孔长老震惊，面红耳赤的争论一番，还是没有将猎物要回来。最终，凤凰兽人大获全胜，只有孔长老一脉什么都没有得到，两手空空的将原来的猎物都弄丢了。大长老，我们好歹是一个部落的，您不能看着我们冬季冻死饿死吧？乔元长老说的什么话呀？该不会忘记了你们现在已经不是神皇族的兽人这件事情了吧？看见大长老带领着兽人战士浩浩荡荡的离开，孔长老脸上仿佛淬了毒。走远了，凤山还是忍不住凑到凤远的身边询问：我说八长老，这样彻底得罪孔长老，真的没事吗？毕竟冬季的部落非常危险，没有孔长老一脉的加入，恐怕很难抵挡外来野兽的入侵。凤远冷哼一声：哼，他们敢离开吗？神皇族是非常需要孔长老那一支力量，但是孔长老他们更需要神皇族的庇佑。一路又飞行了2天2夜，终于来到了死亡山脉中心的交易会。凤凰兽人战士的速度很快，当天就盖了好几个石屋。你怎么了？空间里有你喜欢吃的果子和八爪鱼的肉，现在全没有了。为了把禁地所有东西都收进去，骆九幽当时没来得及看，一股脑的将所有食物都扔出去了。你忘记了，八爪怪的肉我这里还有一半呢。再说了，我男人这么厉害，以后还怕没有好吃的吗？冷若水昂起脑袋，一口含住那性感的喉结。骆九幽浑身一僵，刚要有所动作，怀里的温香软玉消失了。无奈的看向跳到1米远处得意洋洋的小家伙。怎么了？你对空间做了什么？骆九幽摸了摸鼻子，表示很委屈。什么都没做。天可怜见呀，他就是攻击了空间而已，就是用闪电劈了天空而已，真的什么都没做。哈哈，冷若水斜睨了他一眼，警告意味十足。算了，现在天色还早，空间里带来的东西已经归置好了，我们出去走走吧。你们胡说，我们没有偷你的东西，这明明就是我的。冷若水两人对视一眼，快步走近。没看出来啊，小雌性小年纪竟然是个贼。就是，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可是交易会有4大神族镇压，也是你一个小雌性能乱闯的地方。没有，这东西就是我的，不是偷的。走，你既然偷了我们的东西，那你就是我们的了，跟我们回去。转身之际，看到一抹美丽的身影，只一眼惊为天人。蛇兽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美丽的小人儿。好香啊！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冷若水的身份定然不简单，可是她太美了，让几个兽人恶从胆边生。若水姐姐，你的伴侣我要了，出个价吧。原本以为骆九幽会大开杀戒，却没想到他不仅仅没动，还双手环胸，一副冰冷的模样。只见冷若水直接抓住对方的手腕，一拉一拽，蛇兽人直接摔倒在地，
在兽氏大陆，唯一有攻击力的雌性只有神皇族的兽神使者。就在大家以为地上的蛇兽人生气要爬起来攻击的时候，他直接变成一条参天巨蛇，嗖的一下逃跑了。小贼，偷了我的金盒还想跑？哼！总算找到你了，把东西交出来，就饶你一条狗命。什么？蛇兽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身上直接被燃起了一道火焰。蛇兽人的脸色绷不住了，变得很难看。断你一臂，算是给个教训。记住，以后走路小心着点，说不定哪天就碰到不好惹的人了。龙长老来了！瑞克的身体瞬间僵硬，定格在冷若水的脸上，目光复杂，仇恨中带着痴迷。瑞克大人，救命啊！那个蛇兽人看见瑞克，就像见到了救赎。冷若水顺势看了过去，在看到瑞克的时候，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眼睛直接顺着那张脸往下看，最后定格在了某处。虽然很快便收回了目光，瑞克痴迷的眼神立即变得黑如锅底。刚要开口，青天白日的天上忽然狂风劈下，抬着瑞克的2个兽人直接倒地不起，瑞克翻倒在地。洛九幽，有事？他慢条斯理地捋了捋冷若水耳边的碎发，凉凉地在他耳边说道：回去给你看个够。冷若水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他的反应让瑞克更加羞怒。你们是不是疯了？瑞克大人可是腾蛇族的纯种血脉，竟然被这么侮辱，族长大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洛九幽眸光一闪，纯种血脉？目光上下打量着地上的瑞克，眼神轻蔑，仿佛是在看一个废物。瑞克浑身气得发抖，却又无可奈何，眼神狠狠地盯着洛九幽。没错，他就是腾蛇族的纯种血脉。知道末日森林里山脉上的毒气外露吗？就是……给我闭嘴！瑞克忽然发怒，瞪着说话的蛇兽人，咬牙切齿。他心脏砰砰乱跳，眼神有意无意地看向洛九幽，目光中透露着恐惧。要是让族长知道自己冒领了洛九幽的身份，那他简直都不敢想下去。看到洛九幽只是皱了下眉头，很快恢复平常。出什么事情了？聋哑到底年轻，眼睛死死地盯着冷若水，忽然感觉周身冷飕飕的。他抬眼看去，心心念念的洛九幽冷漠的眼神扫了他一眼，奈何洛九幽从始至终都黑着一张脸，没再看他一眼。哦，是这样的，那边的蛇兽人偷了我的兽皮袋子，我和伴侣找过来，他还不承认，居然打算动手抢我回部落。这样的冷若水让周围兽人心疼的不行，瞬间倾向他。那兽皮袋子本来就是我的东西，没偷。请问我们之前认识吗？蛇兽人不明所以的摇摇头。龙长老，你也听到了，我与这个蛇兽人根本不认识，为什么不诬陷其他兽人，偏偏找他？再说了，我乃神皇族兽神使者，要什么没有？他一个小小兽王初级的兽人，有什么值得我骗的？龙啸瞪了一眼那个蛇兽人，真是个蠢货。原来是这样，既然东西已经找回来了，兽神使者就回吧。回？那这蛇兽人欺负我，想要把我抢走这件事，该怎么算？阿若，现在东西都找回来了，就别追究了好不好？毕竟你是兽神使者，这点度量还没有吗？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哎，停！你谁啊？哼，想把我的品格拉到最高处，让所有人感觉我的恶毒吗？不好意思，我还真不在乎什么名声。聋哑，你真善良，这样的话，是不是要代替这位蛇兽人赔偿？刚想开口说什么，又被冷若水打断。聋哑是神龙族的圣女，最美丽善良的雌性，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什么？聋哑傻眼，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见他快步走近，手在自己的手腕上摸了一把，原本空着的手上多了一条晶莹剔透的水晶手链。这东西不错，我就勉强收下了。聋哑气得脸都绿了，再也不顾什么形象，扑上前去就要抢回自己的水晶手链。那是我的东西。聋哑，你这是干什么？你可是善良的神龙族圣女哎，那2个蛇兽人这么可怜，你就不愿意替他们赔偿吗？聋哑一口气哽在喉咙，说也不是，咽也不是，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般簌簌落下。尊敬的兽神使者，那个东西是我们神龙族圣女的，得罪你的是腾蛇族兽人。可是聋哑这么善良，应该不会眼睁睁看着蛇兽人受到惩罚吧？冷若水将抢过来的水晶手链扬起，这是当初他卖给彩的那条手链。彩说过，冲入万兽城的兽人战士杀了他全家，还抢走了水晶手链。看来这个聋哑手上还沾染了狮王的血。现在是杀不了他，但是恶心恶心他还是很不错的。那就多谢了，然后撒腿就跑。不许走，把手链还给我！站住！突然，手掌底下出现2道身影，是洛九幽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的凤远。
凤元，你干什么？哼，你干什么？既然敢欺负阿若，老子跟你拼了！交易会不许打架。天空一道惊雷炸响，出现了4个长老，分别是4大神族的大长老。大长老，他们欺负我！几位长老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后，腾蛇族大长老眼神冷凝地看了一眼断臂蛇兽人。这样，我这里有几颗绿晶核，就当给你赔礼了，如何？赚大发了！这时候谁还要水晶手链？那玩意儿谁爱要谁要，空间里多的是，不稀罕。他一挥手，水晶手链空中划过抛物线，落进聋哑的手里。多谢腾蛇大长老了。不谢。腾蛇大长老始终笑眯眯的，看起来很慈祥，却让冷若水嗅到了危险的味道，这才给几位长老鞠躬离开。刚才的事情就像是一场闹剧，只剩下4大神族的大长老。不好意思了，我们家兽神使者脾气不太好，真是的，怎么能收东西呢？回去好好说说他。腾蛇族大长老暗暗撇了下嘴巴，刚才收东西可没见他说话，现在装什么好人？小崽崽嘛，理解理解。冷若水刚回到食物内，就被洛九幽抱了个满怀。没等他反应过来，洛九幽直接把自己浑身上下的兽皮都给扯了下来，雄性力量斗志昂扬地对着他。你干什么呀？冷若水赶紧捂住眼睛，张开一个手指缝看过去，吓得他赶紧闭眼。洛九幽呼吸粗重，柔软冰凉的嘴唇轻柔地掠过他敏感的耳垂。冷若水只觉得双腿发软，站立不稳。冷若水感觉一股恶心上头，捂住自己的嘴巴，跑到门外吐了起来。洛九幽脸黑如铁。你怎么了？没事，可能吃错东西了。冷若水抬头，见到洛九幽脸臭的堪比臭鸡蛋。这个我真的冤枉，不是看见你才恶心吐的。本来没什么，被这样一解释，洛九幽的脸更黑了。看见我才吐的。冷若水赶紧摆手，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好，我们继续。看见怀里的小家伙不停地乱动，你再乱动，我就控制不住了。吓得他被塞进被窝之后都没敢乱动，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直到淡淡的青草味传入鼻尖。再不睡觉，那我可就……睡，我这就睡。冷若水猛地闭上眼睛，这几天的操心和赶路确实让他累坏了，没多久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半夜，冷若水是被饿醒的。好饿呀，抱得这么紧，我都动不了了。哎，狗男人，是不是饿了？一挥手，一碗清汤面就出现在冷若水的面前。你什么时候做的呀？看到好吃的，冷若水也不跟这狗男人计较了，直接端过碗来，几大口下了肚，才舒服了很多。最近食量变大了。你嫌我吃的多，嫌我胖了？你这小脑瓜子里都想了些什么？以前自己威逼利诱，冷若水也只吃一点点食物，最近他越发的能吃起来。洛九幽只是怕小家伙生病而已。冷若水哼了一声，准备睡觉，然后整个人又陷入宽大的怀抱，被紧紧搂着，生怕跑了似的。你干啥呀？眸女怒瞪，狗男人仿佛没看见也没听见，闭上眼睛瞬间就睡着了，竟然还发出了轻微的打鼾声。洛九幽，松开！不，你昨天看瑞克了，我不高兴。什么？冷若水又好气又好笑，这委屈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他当时就是下意识。自己真的是欠。现在吃饱了之后，冷若水又困得不行，管他爱谁谁，眼睛一闭又睡着了。洛九幽嘴角微勾，天已经大亮，外面吵吵嚷嚷，都是参加交易会的兽人们，他们早早的起床摆摊。阿若，怎么了？阿若，你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啊。转过身又继续睡觉，结果被再次叫醒，冷若水直接怒了，一巴掌呼了过去。找死是不是？老娘要睡觉。透过窗帘看到窗外的阳光。现在什么时候了？马上中午了。那不是相当于睡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天，完了，我还准备今天参加交易会的呢。你最近的食量越来越大，睡眠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找巫医看看。是不是傻呀？兽氏大陆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巫医。那你赶紧给自己看看，是不是哪里生病了？嗨，我能有啥毛病啊？就是这几天有点累了而已。本想拒绝，对上洛九幽警告的目光，冷若水还是认命的给自己把脉。他本来笑嘻嘻的表情一滞，声音也戛然而止，猛地抬头，惊愕的目光对上那深邃担忧的眸子。怎么了？
骆九幽紧张都不行。我好像怀崽崽了。闻言，骆九幽身体一僵，瞳孔猛然放大，冷若水甚至能听到他心脏咚咚咚的狂跳声。哎，你这是什么表情啊？不高兴？那就不要了。你敢？那你怎么连个表情都没有啊？失望。腿软了。骆九幽无奈。什么？你没事吧？见过激动的、疯狂的、冷漠的，这腿软的还是第一次见。你真的有崽崽了？仿佛在自言自语。冷若水看到他眼眶微红，竟然还有晶莹的泪光，这是什么骚操作？冷若水还是点点头。怪不得大姨妈到现在都还没有造访，原来是怀孕了。话说啊，自己是凤凰，骆九幽是龙，到时候会不会生出个小怪物来？有点站不稳。没事没事，我扶着你坐下。什么命啊！人家怀孕是被照顾，自己呢还要照顾激动傻了的人。冷若水吃完东西，刚站起来准备出去走走。你别激动啊！我没紧张，你冷不？要不要吃饭？冷若水翻了个白眼，还说没紧张。我刚吃完。哦，对，你应该睡觉。深呼吸。骆九幽深呼吸良久，才恢复平静，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冷若水平坦的小腹。我有崽崽了。嘴角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我有崽崽了。嘴角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冷若水发誓，认识这货以来，他绝对是最蠢的一天。他现在连个豆子大都没有，你能摸到啥？什么豆子？是龙蛋。龙蛋？天哪，自己到时候会生下一颗蛋，我还要孵蛋？不用你麻烦，到时候我来孵蛋就行。我谢谢你啊。骆九幽一下午都神经兮兮的，冷若水就没有出去。可能是今天睡得太多了，晚上并没有什么睡意，躺在床上抚摸着并没有任何变化的小腹，心里有种别样的情绪涌上心头，里面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呢。宝宝，10个月后咱们就见面了哟，我该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那个龙蛋要在母体里孕育至少3年才会出来。冷若水的脸一下子僵住了。什么？所以咱们有的是时间取名字。骆九幽，你大爷的！这刚怀孕，又是孕吐又是嗜睡的，关键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就在刚才，还发现身体上各个异能居然都在减退，都是这小崽子搞出来的动静。阿若，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崽崽的。3年呢，他一定努力活到那个时候。你紧张什么呀？骆九幽看了他一眼，想着要不要坦白。说，传承记忆里记载，一般的母体无法承载龙蛋的孕育，因为龙蛋在孕育过程中会吸收母体的营养，越是强大，吸收母体的营养就越多。所以我会越来越虚弱。你还有其他事情要说的吗？苦笑一声。你果然知道了。纯种血脉没有长老的开启融合是很危险的，可以你的身体素质还没有到达死亡的程度。你还有其他事情要说的吗？苦笑一声。你果然知道了。纯种血脉没有长老的开启融合是很危险的，可以你的身体素质还没有到达死亡的程度。因为我融合了神龙族的至宝，还是腾蛇部落的纯种血脉。啥？什么时候的事啊？不是已经进阶成神龙了吗？你说的血液升级，不是纯种血脉啊？不就是应该只有一种血脉才叫纯种血脉吗？这是啥情况啊？骆九幽摇摇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不对啊，我听说瑞克才是腾蛇族的纯种血脉，难道他们族长没有鉴定身份真伪？骆九幽将之前毒气外露的事情说了一遍，冷若水愤愤不平。原来是瑞克冒名顶替。所以骆九幽现在是神龙血脉压制了腾蛇血脉，但每一次入魔，腾蛇血脉都会觉醒一分。山之巅，强大的神龙族禁地里，大祭司的头发一夜之间花白，身体佝偻，苍白着一张脸，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大祭司有没有得到兽神大人的指引？骆九幽，不要招惹，成也是他，败也是他。这是他最后一次用生命在占卜。大祭司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生机断绝。大祭司看到了更多的景象，还没来得及说。那是正气凛然的骆九幽和兽神使者带领着兽人们走向更辉煌的时代。第二种场景，
没有冷若水，洛九幽一人站在尸山血海中，双目通红，墨发飞扬，浑身杀气浓重，整个兽氏大陆成为了地狱。而神龙族变成一片废墟，所有兽人都躺在血泊中死亡。这是多么可怕的场景！大祭司硬生生被吓死了。大祭司，你把话说清楚。龙老，大祭司已经走了，他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去招惹洛九幽。族长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对于洛九幽，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龙月是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长得漂亮又善良，以前自己也生过做他伴侣的冲动。可惜后来，洛九幽是个亦正亦邪的兽人，可左右他正与邪恶的点到底在哪里呢？一夜好梦，今天冷若水倒是早早的就起床了。要不要再睡会儿？今天阳光不错，出去逛逛也好。我只是怀孕了，又没残废，别紧张。我没紧张。哈哈，猫女翻了个白眼，当她瞎呢。从昨天开始，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直径为1米的石桌上摆放了满满的食物，10菜1汤，还有各种鲜艳的果实。这也太夸张了吧！来，多吃一点。乖，张嘴，看看味道怎么样。不好吃的话，我再次改正。在冷热水的调教下，洛九幽现在厨艺越来越好了。我自己来。外面的交易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许动！看见冷若水竟然在干活。冷若水看了看洛九幽，又看了看凤鸣，想到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凤鸣时不时的靠近帮忙，而洛九幽竟然出奇的没有生气。每一次凤鸣的靠近，他好像都不在，或者找理由离开，有点像临终托孤。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冷若水越想越觉得有可能，眼眶瞬间红了，狠狠地瞪了洛九幽一眼，生气地把人推开，转身就走。洛九幽一脸疑惑，他跟在小祖宗的身后进了石屋，又将人搂在怀里。我错了，你罚我吧。你错哪儿了？你不高兴了，所以我错了。我不会让你死的，不要把我托付给别人，好不好？你敢说你没有？一口咬在坚硬的腹肌上，还把牙给硌得生疼。对不起，我就是怕。怕什么怕？你要是敢死，我就找他几10个伴侣，睡你的床，打你的娃。洛九幽脸黑如墨，直接将那喋喋不休的小嘴给堵上，直到冷若水双腿发软，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放开他。我不会死。语气坚定，就算神龙族长老不给他融合血脉，他也会另辟蹊径。他的小雌性啊，这么弱小，怎么舍得离他而去呢？终于到了他交易的那一天，他不是和其他兽人一样摆摊交易东西，而是在仓库门口用石头堆积了一个大大的高台，准备以拍卖会的方式进行交易，这样最大限度地将物品以高价卖出。这是一张黄狐皮制作而成的披风，披在身上既美观又可以挡风御寒。我用一颗绿晶核交换。众人望去，他坐在腾蛇族族长身边，应该是洛不和的伴侣。洛雨一喜，我就知道阿姆最疼我。我出2颗绿晶核。龙雅咬牙切齿道：我们先买到的。我想你是没明白刚才说的规矩，不是谁第一个出价就和谁交换，而是谁出的东西珍贵就和谁交换。那我出3颗绿晶核。我出4颗。还有没有出更高的晶核？恭喜这位雌性，红狐皮是你的了，请跟随他到一边交换。冷若水手指着处在一边的苍山。龙雅看到一模一样的水晶手链时，身体顿时一僵。我出5颗绿晶核。这位雌性真有眼光，这条手链一共只有2条，一条卖给了万寿城的彩，另外一条就在我的手里，是从兽神世界带来的。此话一出，兽人们的目光又看向了龙雅，意味不明。有了这2次的开场，接下来交易的物品也都是冷若水用不到的。现在空间里的晶核有很多，但财富谁不喜欢？加上怀孕，这龙蛋在肚子里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中午，终于等来了酒。酒不参与竞价，直接3颗绿晶核一坛子，龙啸不可以买。凭什么？看你不顺眼，就凭这东西是我的，不跟你混。今天收获不错。上千颗绿晶核，青旗神皇族所有也得20年才能得到。你说怎么了？离他远点。你有病吧？我一个老家伙还能跟你抢雌性不成？他怀崽崽了。怀崽崽是什么？怀崽崽了？
多谢兽神大人，多谢兽神大人。我咋感觉他们比你还要激动？骆九幽黑脸。我的仔仔，我最激动。感谢兽神使者从流浪兽部落救出苍山和小姨，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这顿饭是在外面做的，摆了3个烧烤架。小娃娃，咱们又见面了。正是10天前买了红烧肉的那位老者。大长老，你怎么来了？这位老者是神鹰族年龄最大的太长老，能瞬间杀人于无形。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也会？我和阿若是朋友，他多次……你们是朋友？太好了！小娃娃，我是猎的太长老，我打架可厉害了。九龙啸那小子，我一巴掌就能呼死他。你还会做其他好吃的吗？这样，你给我做好吃的，我做你神皇族的太长老好不好？冷若水做梦都没想到，做顿饭而已，竟然还能拐回来一个太长老。鹰姬吓了一跳，赶紧跑过。太长老，有人偷你酒！什么？哪个瘪犊子敢偷我的宝贝？人影直接不见了。兽神使者，能知道你那黑乎乎能发热的是什么吗？这叫木炭，用火点燃之后可以烤东西吃，冬季还能取暖，可燃很久。冬季冷的时候，将它放在木盆里，整个山洞都暖融融的。尊敬的兽神使者，既然您是兽神大人的使者，为什么不将自己手里的东西免费送给大家，还要用金盒换呢？他们都好可怜呢，你已经这么富有了，为什么还要收他们的金盒？放你阿姆的拉骚屁！你善良，你怎么不把自己所有的金盒都送给别人？你怎么不免费给大家医治？兽食大陆没有伴侣的雄性这么多，你怎么不去给其他人当公共伴侣，让他们随便骑乘？聋哑何曾受过这样的辱骂？还是他一心想要讨好的猎，气得大哭起来。龙兽人看不下去了，你好歹是神鹰族的纯种血脉，怎么说话这么歹毒？我操，你是傻逼吗？阿若他只是神皇族的兽神使者，关你们屁事！以后不揍你了，今晚加餐。看吧，我也不是纯没用的兽人，至少会吵架。得意地瞅了一眼洛九幽，看他正冷着脸，手被冷若水死死握住。我天，怪不得这从来能动手绝不动嘴的老大居然没杀人，原来是被阿若给控制住了。既然神龙族这么厉害，那火种就不卖给他们了。这场交易会圆满结束，冷若水周身放着好几个兽皮袋子，这财迷的模样，九幽给逗笑了。食物已经做好了。不是让你把这麻袋的瑞金盒分给帮忙的凤凰兽人吗？怎么拿回来了？他们不要。大长老说你的事情就是凤凰兽人的事情，不用客气。在死亡山脉，残奴脸色不是很好看。我警告你，若是这次还失败，以后我们就不要合作了。说好了，你负责把那几个长老引走，我们直接杀了那兽神使者。流浪兽部落境地被洗劫一空，千人和老鬼惨死，他心痛的滴血，不杀了冷若水，实在难解他心中之恨。知道了。等呀等，等呀等，10几天过去了，别说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天空中一只鸟毛都没见到。这就是你说的路线？他们……首领，首领，怎么了？首领，我听到一个别的地方过来的流浪兽说什么？他说，神皇族的大队伍几天前就飞过死亡山脉了。什么？你耍我？往年都是走这条路线，怎么？残奴，肯定是那个剑雌性擅自更改了飞行路线，我可能被怀疑了，要赶紧的离开。离开？你说走就走啊？你们干什么？冷若水变成凤凰兽形带头飞行，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多日的飞行，终于到达神皇山脉。终于回到自己的山洞，家的感觉非常浓烈。你去休息会儿。连续急速飞行10几天，冷若水确实累了，进入卧室倒头就睡。再次睁开眼睛，已经到了晌午了。你干嘛？我还有事。你说呢？我怀着仔仔呢。这样仔仔更会健康。可是，那我还没。我不嫌弃。然后是，那我还没。我不嫌弃。然后里面就响起了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凌晨，冷若水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还没天亮。洛九又温柔地点了一下他的鼻尖。现在是第2天的凌晨，是不是饿了？什么？现在是什么时间？第2天凌晨。凶巴巴地瞪了过去。
滚蛋！骆九幽自知理亏，摸了摸鼻子点头，先把炸了毛的小家伙给捋顺，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好，饿了吧？这是我刚熬好的粥，你先喝点。我要吃肉。你把粥喝了，我去炒菜。空气中的温度急速下降，夜间直接降到零下20度。冬季来了，大雪如约而至。将近10几天，冷若水一直在山洞里没有出去。他向来畏冷，就算现在身上有凤凰之火，也不想出去。在空间里找出曾经提前下载好的电视连续剧，看得津津有味。怀里软软的一团填满了整个心房，他心里都是满足。看着小小的东西竟然来回切换画面，还能动，里面雌性的穿着和他家小雌性竟然是同样类型的，忍不住惊讶。这叫电视剧？哎，跟你说了也不懂。能跟我说说你们那个世界的事情吗？我们那个世界的雌性只能有一个伴侣。说得他口干舌燥，差点人睡着了。良久，头顶才传来沉重的声音。所以你不会回去了是吗？当然了，我已经回不去了。能回去也不行。我才不要回去，那里又没有爱我的骆九幽，回去干啥？会丧尸吗？不许乱说。饿不饿？冷若水闻言，还以为骆九幽要给他做啥好吃的，用力点头。然而内货的眼神却越来越拉丝。冷若水顿时恍然大悟，此恶非彼恶。骆九幽，嘴巴被堵住，所有的气恼都被吞了下去。事后，厚脸皮的骆九幽对上冷若水那幽怨的目光，将人抱在怀里，轻轻哄着：“乖，多多交配，肚子里的小崽崽会吸收更多的龙精，有助于成长。”冷若水瞪着眼睛控诉：“听你放屁！”你不相信？不信。他愤愤地将目光转向一边，嘴巴撅得老高。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骆九幽也不愿意出去，总是在山洞里黏着他，天天都要，自己迟早要被折腾死。冷若水腾的一下俏脸红到耳后根，骆九幽将他的头固定住，然后又忍不住亲了上去。你够了！趁其不备，用力一亲，在巴掌落下之际撒腿就跑。骆九幽，我去给你做饭。一个枕头落到后背。中午，我的个乖乖，我好像穿越了2个世界。半个月前的世界还是青山绿水，现在一望无际的山峦，到处银装素裹，白雪皑皑。看什么呢？回眸，张了张嘴，刚想要说什么，阿若，你出来了！才这时候也走出山洞，精气神恢复了许多。见到冷若水站在山洞口，立马笑着小跑过来，吓得凤饶赶紧护着，小心点。冷若水眼睛微眯，这2个家伙有情况啊！阿若，你终于出来了！现在雪停了，我们出去找果子吧。现在还有果子？现在当然有果子，走，我带你过去。晚了就被那些雌性给摘光了。小心点！骆九幽跟在后面喊道：“这叫雪果，它的藤蔓1年4季都是这样，像枯萎了一样。在冬季第1场大雪之后，会长出雪白的果子。”冷若水也张开嘴咬了一口，眼神顿时亮了。冰淇淋，外貌长得和奶果差不多，但是口感完全不一样，里面有点像奶油质地，冰冰凉凉的，冰淇淋一样的口感。拿在手里检测一番，竟然得到的回答是奶油冰淇淋。竟然冰淇淋也能长出来啊！好吃也不能多吃。是啊，雪果非常凉，味道不错，但是吃多了会难受。以前冬季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就会吃这个用来充饥。冷若水认真的点头，知道了。突然眼睛一亮，要是冬季把冰淇淋放在空间里留在夏季卖的话，应该会疯抢的吧。想到这里不禁询问，那冬季雪果多吗？多，非常多。族长那边来人了，是多日未见的凤举。有事。兽神使者，大巫来了。龙雅，你来干什么？
你笑什么笑？圣女想打人就滚回去，这里是神皇族。对不起。说吧，什么事啊？阿若，你看聋哑生了什么病？冷若水根本不用看就知道那不是病，而是中毒。这毒还是自己下的，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哎呀呀，免费的小白鼠，这实验效果不错。来回仔细观察，还时不时在聋哑点上的脓包处狠狠掐了一把。冷若水，你故意的。哦，就是故意的，谁让整个兽氏大陆只有我能治疗呢？不是有特殊能力勾引雄性兽人吗？那就看看你顶着这张脸勾引的时候，对方会不会呕吐喽？次次挑衅老娘，真当老娘是泥捏的？不折腾死你，我就不姓冷。长老，我们走。什么兽神使者呀？不过就是个骗子，治不好就治不好，说什么大话？刚开始全身长满了红疮，奇痒难耐，后来开始臃肿，伴随着头疼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看东西晕眩。没有接着说下去，聋哑已经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求求兽神使者，救救我！救你也不是不行，但龙啸赶紧把身上的兽皮袋子给取了下来，递给大巫，里面竟然有10颗绿晶核。行吧，我且帮你这个忙，不过治疗材料需要你们自己出。那是当然，兽神使者尽管说需要什么材料，我这就去找来。千年人参10颗，千年灵芝，黄精，红灵果。呼啦啦说了竟然有几百种药材，都是兽氏大陆比较珍贵的，而且数量很多，非常多。你怎么不去抢？哦，对啊，我还可以抢。这样，你再加上100头长毛象。冷若水，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吗？比起你的脸，我只有这么一点小小要求而已。既然不愿意，就离开吧。现在还不清楚是被耍了，龙啸就不用活了。聋哑没动，跪在地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冷若水，一字一句道：如果我答应，你确定能治好我的脸？当然，你这毒，整个兽氏大陆除了我，就没有人能解开。这信誓旦旦的目光和脸上若有似无的笑意，突然让聋哑恍然大悟。冷若水在呢。聋哑，我就喜欢看你恨毒了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不过，既然收了你的东西，就一定会将你身上的毒治好，没有人会和食物与草药作对。所以，你要是不想一辈子顶着这张丑陋恶心的脸，就乖乖按照我的要求来。聋哑，你不要听他的，这个雌性嘴里能有什么真话？你是不是疯了？冷若水根本不会救你的，我们再找别的巫医。哼，小样，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了？让你蹦跶这么久，这次还不好好折腾一下？不，我不走，我不想顶着这张恶心的脸，我不要。最后，龙啸还是被迫答应了。疼，好疼！聋哑不想赌，万一这里就有解毒的药草呢？冷若水听见声音，若九幽好奇的探头问冷若水在里面放了些什么。我能放什么呀？不就是炒菜的那些东西喽。里面有大量的辣椒和盐混合在一起。聋哑本身身上都是抓伤，能不疼得撕心裂肺吗？你心疼不？我只心疼你。在交易会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聋哑残忍的生生把一个雌性的皮给剥了。当时看见的时候，那个雌性已经生生疼死了，已无解救的可能。这一次也算是让他尝尝被人扒皮的滋味。我打算折腾他半个月，半死不活的时候给他一颗解药，滚蛋！哎，你怎么不说话？说什么？我怕接话之后你说我对他有意思。冷若水笑得见牙不见眼，他还真是这么想的。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总想找点麻烦是怎么回事？男人笑着提醒，流口水了。啊！冷若水下意识伸手去擦，什么都没有。再抬头就看到洛九幽若有若无的笑。好啊你，居然敢骗我！站起来就要去掐他的脖子。山洞里传来嘻嘻哈哈的笑闹声。聋哑坐在石缸里忍着疼痛，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极度的眼都要流血了。圣女，你没事吧？见聋哑疼得撕心裂肺都没有出来，兽人战士着急了，转身就要去找冷若水。不要去！比起浑身上下痒到极致的痛苦，他宁愿承担疼痛。时间一日日的过去，聋哑几乎被折腾得没有人样，身上的伤势不仅一点没好，还比之前更加恐怖。冷若水，哟，龙长老终于来了呀！你什么意思？龙啸上前一步，结果被洛九幽给挡住。龙长老，你什么意思啊？我尽心尽力救治聋哑，你不说声谢谢也就算了，居然一见面就要杀我！
按道理说，一个堂堂神龙族长老这么闲，他对聋哑的保护有点过分了呢。不是父女，就是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你已经收了我的东西，还不赶紧给我解毒？他身上确实不痒了，可疼得撕心裂肺。当然，兽神使者从来都说话算话。说到这里，从身上拿出一颗药丸塞到他嘴里。随着苦涩的药丸滑入口中，果然很快见了效果。之前什么药浴都是骗我的。瞧你这话说的，至少这10几天你身上不痒了，不是吗？你给我等着！不用等，我现在就在你面前。生怕冷若水又会给他下毒，转身离开。又过了几天，天气更冷了，现在已经有零下40多度了。据说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冷若水在山洞里和小黑玩，人明显胖了一圈，脸上肉嘟嘟的。喂，几天不见，你怎么这么胖了？有这么明显吗？还是太瘦了。骆九幽从外面回来。我靠，你男人回来这么早啊？外面怎么样？风雪停了，不过很冷，你还是别出去的好。我听说孔长老那边已经有兽人造反了。孔长老杀了很多兽人，才将事情按下来。也是，以前背靠大树好乘凉，就算冬季没食物，也有神皇族出面。现在自力更生，又丢失了大量的猎物，能不乱吗？最近山脉有点乱，千万不要出去。是不是深山中的野兽要出来了？现在大雪封山，野兽们又不懂得储存食物，必定会互相残杀，或者集结起来进攻部落。流浪兽也可能会有动作。接下来虽然天气很冷，好在出了太阳，漫山遍野安静到可怕。首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进攻？等啊，怎么还在等？再等下去，我们兽人都要饿死了。就我们几个流浪兽，硬闯神皇山脉不是送死？那怎么办？残奴没有说话，看了看天空，嘴角扯出一个残忍的弧度。快了！天更冷了，外面的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将近60度。发生什么了？待在炕上不要出来，外面实在太冷。骆九幽则是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3年后生下崽子，他不得被吸干了所有能量，变成普通人？乖，别想太多，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身体，知道吗？来，交配。大白天的，白天也可以。他真的怀疑这外面天寒地冻，是不是刚好给这货机会了？每一天都会拉着他那啥，美其名曰小崽子不仅要吸收晶核的能量，还要补充营养，更多的需要足够的龙精。刚开始冷若水还是不信的，但时间长了，每一次那啥之后，精气神都会恢复很多，那是连吸收绿晶核都补充不回来的。山洞里传来令人耳红心跳的声音，然而族长那里已经焦头烂额。你们想干什么？族长，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了。我那边的兽人战士饿死的饿死，冻死的冻死。听说你们这里的火炕很好，能不能给我们也做？那是你们部落的事情，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族长，要是孔山部落的兽人战士全部都饿死了，到时候流浪兽进攻部落，那可就帮不了什么忙了。阿姆，凤行天冷着一张脸，浑身上下充满了肃杀之气。行天，你怎么来了？阿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1个月前出去打猎的兽人们回来了，而且他们的实力全部晋升。什么？太好了！族长笑得见牙不见眼。今年的冬季，一个雌性和小崽子都没死，甚至连生病的都没有。现在雄性兽人的实力又上升了很多，真是兽神大人保佑。你脱离了神皇族就不要再回来了，实在想要火坑，可以用晶核去和兽神使者交换。让孔长老气得脸色铁青，浩浩荡荡的来，气势汹汹的走。看来是时候该行动了。神龙族，瑞克身上的伤已经被聋哑全部治好。聋哑，你饿不饿？该吃食物了。眼睛看向聋哑脚踝处自己的兽形印记，他万万没想到，身为聋哑的第一个雄性兽人，自己竟然只在他的脚踝处，所以每一次交配的时候都会刻意折腾聋哑。知道了，你已经被阿姆给治好了，是不是该回腾蛇族开启融合血脉了？眼睛看了看，瑞克现在只有兽王初级的实力，他就嫌弃的要命。闻言，瑞克瞳孔一缩，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来。当然，可是我不放心你，等冬季过去再说吧。说完，直接起身而上亲吻。
闭上眼睛，脑海中想象出另外一道美丽的身影。你很奇怪呀，为什么总是拒绝回去融合血脉？为什么交配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没有得到回答，瑞克已经将他的兽皮尽数吞去。聋哑隐隐约约地听到闭着眼睛的瑞克嘴里喊了声若若。你叫我什么？再叫一遍。当然是叫你阿雅。你怎么了？瑞克笑着出声，你最好安静点儿。然后不顾聋哑的反抗，直接强行交配。腾蛇族收到瑞克不回来的回答，阿父，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兽人显得有些不耐烦，山洞里还有好几个雌性在等着呢。长雷啊，15日后和神龙族攻打神皇族，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哼，没空。然后转身就走。你还想不想当未来的族长？不想。连犹豫都没有，脚步没停地走了。你怎么了？最近他的实力又下降了，虽然下降的速度缓慢，恐怕依旧撑不到3年。大巫说你肚子里有3枚蛋，可能会消耗掉你所有的能量。那能量消耗完了会怎么样？能量消耗完毕会消耗母体的生机，直到母体的生机完全消耗。你不能伤害他们。洛九幽久久没有说话，淡淡收回目光，才道：阿若，要不然打掉2个。然后洛九幽就出现在山洞外。刚刚打猎回来的胡青第一次看见这样狼狈的洛九幽，有点不敢置信。你被赶出来了？洛九幽干咳了2声，又瞪了胡青一眼，转身就离开了。他只是建议一下，没想到冷若水竟然反应这么激烈。没办法，还是乖乖去打猎，尽量给他补充能量吧。一想到冷若水肚子里的3个崽崽未来可能会吸收掉他所有的生机，洛九幽脸上就冷得可怕。不管是谁，都休想把阿若从自己身边带走，就算是自己的崽崽也得死。冷若水最近也不接受病人了，一刻不闲着的吸收绿晶核。不知不觉间，空间里的绿晶核已经去了1/3，那可是流浪兽部落1000年的收藏，竟然短短几个月只剩下不到2/3。这样下去不行啊！宝宝们，你们也太能折腾了吧，这么多的能量都不够你们吃的。深夜，洛九幽披星戴月而来，身上伤痕累累，有好几道伤口深可见骨，皮开肉绽，血肉都翻在了外面，脸色苍白的可怕，整个人摇摇欲坠。他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朵雪白的莲花。幽，你去了天山，你是不是疯了呀？乖，把它吃下去。还没等冷若水接话，一朵花瓣直接被送进嘴里。洛九幽眼见着他吞下一片花瓣，这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他手忙脚乱的就要使用巫医神力治疗，却被闯进来的凤鸣阻止。洛九幽说了，不让你用神力医治，会消耗能量。这时大巫也匆匆赶来，身旁还有同样身受重伤的大长老。你们这家伙太护士了，本来想让他直接去大巫那里疗伤，结果偏偏说要看到你吃了天山雪莲才行。天山雪莲生长在万寿山之巅的天山上，生长至盛开需要300年，有凶猛的雪兽伴生。据说雪兽是兽氏大陆唯一的兽尊级别，别说洛九幽了，就是100个大长老上去都是会被直接秒杀的。好在我们去的时候雪兽睡着了，本来打算偷到雪莲就离开，没想到半路竟然醒了过来。说完，大长老佩服地看向昏迷中的洛九幽，更加没想到，不知不觉间，洛九幽的实力竟然已经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大巫将洛九幽的小命给救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总之，一条命是捡到了，但是最近不能下床。我没事，你们都回去吧。冷若水刚站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洛九幽病危，生死不知，大长老身受重伤，最近半个月都不能下床。哈哈哈！就连兽神大人都让神皇族灭亡啊！不行，他要将这件事情赶紧传给神龙族，攻打神皇族必须提前了。这样的好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大巫离开的时候是被抬着离开的，精疲力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组长，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没有什么事，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可能最近会有大事发生。最近总是心神不宁，好像部落里又要出大事，必须提高警惕。你也别太伤心了，大巫都说了，骆九幽只要休息就好。你晕倒是……冷若水点头表示明白。他确实是因为昨晚的一片雪莲才昏迷的，里面的能量实在是过于庞大，身体需要慢慢消耗，这才导致昏迷。现在却是被3个小家伙给吃得一干二净。原来下降的异能现在又重新恢复，竟然还上升了几个等级。阿若，你放心吧，我们都来照顾你，你的伴侣肯定会没事的。对，我们来照顾你。现在外面实在是太冷了，你们还是好好保护自己。部落里会有兽人过来送食物的，不要担心。乌兰他们很是不放心，最后还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你怎么这么傻呀？他想要摘下一片雪莲喂给骆九幽，当雪莲送到他嘴边的时候，他竟然不张开嘴巴，忽然对上一双深邃而又犀利的眸子，红唇被含住吸吮，直到逼着他咽下才肯罢休。哼，逮住一只想偷亲的小雌性。你怎么样了？碰到你哪里了？怎么样，身材还行吧？好几天没见到，是不是想了？乖，不哭，你的雄性没有那么脆弱。你是不是疯了呀？为什么去天山？知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知道，所以离开的时候把大长老给拐走了，没想到这么不中用。我变成废物，阿若是不是嫌弃我了？你胡说什么呀？结成伴侣的时候还说什么都听我的，骗子！不是说去打猎的吗？怎么跑天山去了？没骗，就去天山打猎的。你，反正雪莲在你手里，爱吃不吃。我不吃，全给阿若。哼，不就是想用嘴喂吗？成全你。后脑勺的大手一个用力，红艳艳的唇又被含住，挣脱不开。冷若水气得直瞪眼。良久，二人都呼吸急促，这才放开。骆九幽眸光深深。几天不见，原来我家小雌性都这么饥渴的想要交配，可惜我这也一身伤，满足不。乖乖听话，把莲花瓣吃了。啊，张嘴，乖，你吃了它，身体好得快。我很想交配。为了诱哄这货吃东西，冷若水也算是豁出去老脸了。果然，经不起诱惑的某龙浑身一僵，眼神顿时变了，腰间盖着的兽皮毯子慢慢发生变化。冷若水老脸通红，真是他还什么都没做，骆九幽也太经不起诱惑了。就看到外面响起了凤行天的声音：“你这是？”“啊，这是部落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大长老说你先用着，到时候不够的话还有。”冷若水眉梢一跳，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拿？他心中不安呢。兽神使者，这些东西都是您应得的。大长老说了，不要为能量发愁。这3年小崽的所有的需求都由部落出。大长老说您安心养胎，其他的事情不要担心。不等冷若水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很多凤凰兽人闻讯赶来，手里都拿着家中最珍贵的东西。尊敬的兽神使者，天气寒冷，雌性不宜出门，所以我们的伴侣拜托我们一定要把东西送到您这里。其实我也没贡献什么，就是弄了火炕木炭，教他们做饭炒菜而已。关键是这些都是要收金盒的，我从来没有免费过呀，这个有点亏心呢。没等冷若水说话，凤凰兽人们呼啦啦的将东西放在门口就离开。哎呀，这人情欠大发了。给你就收着得了，兽神使者是他们的信仰，以后慢慢还就是。他们希望你彻底融入凤凰部落，希望肚子里的崽崽们对神皇部落充满善意，也是为了报答你之前教他们陷阱，做出火坑木炭等东西的恩情。往年这个时候的神皇族，雌性也开始陆陆续续死亡，小崽子大多数疾病缠身。再看看现在，别说死亡率了，就连生病的都没有。全都是因为我吗？当然，你说雌性要喝热水才能不生病，你说吃的东西一定要烤熟了才不生病。保住了这么罕见的雌性和崽子，就相当于保住了部落的未来。可是我都收费了。那有什么？发现了新的可以吃的物种，收点金盒怎么了？这理直气壮的。接下来的每一天，凤鸣来了好几次，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从来一句话都不说，进来就是烧水、炒菜、做饭、打扫卫生，包揽了骆九幽以前的活儿。我来吧。冷若水刚想接过扫帚，凤鸣一个转身就躲了过去，跟个闷葫芦似的，只顾着打扫卫生。骆九幽看着频频摇头，这个3脚踹不出来个屁的家伙，实力确实是顶尖的，就是怎么这么笨，阿若肯定不喜欢。不过也好，
之后万一自己能活下来了，这货肯定争宠争不过自己。冷若水愣愣地看着他干活，要说对自己有心思吧，一句话都不说，连头都不抬，就知道干活，活干完了转身就走。要说没意思吧，天天来干啥，撵都撵不走。凤鸣，你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没想到竟然点头了。我做饭。声音很好听，冷若水就多看了2眼。阿若，我疼。按照道理说，大巫那样的实力，洛九幽早就该能下床了，却始终叫疼。你怎么了？哪里疼？洛九幽一把将人抱进了怀里，脑袋在他的脖颈处蹭了蹭。腿疼，阿若你给我揉揉吧。说话的时候，眼睛得意地看向红着耳根的凤鸣。看吧，就算自己接受他做阿若的第2个伴侣，那自己在他的心中也是最重要的。阿若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会哭的孩子有糖吃。凤鸣看着恩爱的2个人，垂下眼睑，默默地退了出去。慢慢来，只要洛九幽同意，阿若始终会接受他的。要是洛九幽知道凤鸣心中的想法，肯定会笑话。这个傻缺不去占便宜，也不去跟阿若说话，也不逗人家开心，甚至阿若连他的追求都不知道，喜欢他个嘚儿啊！这里疼不疼？洛九幽，怎么了？疼，我真的疼，我要疼死了！你放手，我现在的实力比之前又上升了很多，让我给你治疗一次，没事的。然后，洛九幽拽着他的手放到腰间。因为太过于关心，脸凑近本来是想要查看伤口的，还顺势往床上爬了一下，结果被迫摸到了。冷若水瞪着眼睛就要强行收回手，手腕被紧紧握住，一时间竟抽不开。恼怒的他想要破口大骂。冷若水的脸对着那里只有1寸，整个人又是趴在床上的，这姿势暧昧至极。壮硕的雄性力量对着他的脸一直点头。冷若水脸蛋疼的一下红成了猴屁股。来不及反应，一只大手伸出，猛地按住了后脑勺。深夜，陆九幽，我宰了你！我错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洛九幽立马认错，可眼神却亮得惊人，看样子还有一丝意犹未尽。可他不敢再造次，小家伙真的会弄死他的。一个石碗朝他头上砸去，他下意识就要躲避，结果双脚直接站在地上了。冷若水和洛九幽2人对视，相顾无言。我说我的腿刚好，你信不？你说我信不？山洞里又重新响起了洛九幽的哀嚎声。直到后半夜奏累了，冷若水这才沉沉地睡了过去。看着赌气把身子侧向一边的小家伙，洛九幽长臂一揽，把他翻了个身子搂入怀中，静静地看着那精致的睡颜，百感交集。怎么办？好想把你揣在兜里，不给任何兽人看，好想把那些喜欢你的兽人都给杀光。可能是姿势不太舒服，冷若水嘤咛了2声，吓得洛九幽再也不敢说话了，僵硬着身子一动不动。冷若水正睡得酣畅淋漓，被一只手给推醒了，烦躁地拧了拧眉头，缓缓睁开眼睛。阿若，族长来找你了。果然是骗我的，这货的腿早就好了。哼，以后再跟你算账。好，最好天天都像昨天那样折磨我。啊，别说了。好，族长已经等了你好一会儿了，说有东西送你，一个盒子抱在怀里，宝贝的跟什么似的，非要亲自送给你。我去看看姑姑瘦怎么样了。洛九幽转身离开。冷若水疑惑，总感觉族长今天很反常，什么事情就连洛九幽都不能听的。你看看这个，留给你补充能量。盒子一打开，这是蓝晶核，是神皇族万年来传承中唯一的一颗蓝晶核。什么？蓝晶核？拥有兽尊实力野兽身上的蓝晶核？嘴唇都在颤抖。不是说兽尊是传说中才有的存在吗？竟然会有蓝晶核？哎，可不敢大声说，万一传出去不得了啦！你现在刚怀了崽崽几个月，往后需要的能量会越来越多。本来打算你快生的时候再给的，又怕以后会有诸多意外，还是先给你拿来了。这个我不能要。冷若水赶紧后退一步。蓝晶核呀，可是与幽兰果齐名的罕见至宝，估计也是神皇族的镇族之宝，自己怎么能要？况且他空间里真正的好东西还没开始用呢。你必须拿着，这崽崽如果没有整个部落的共同养着，恐怕无法安全降落。眼睛看向冷若水的肚子，笑得一脸慈祥。
谁都没想到，这崽崽竟然需要如此多的营养和能量。光是神皇族最厉害的兽人战士凤鸣，在阿姆肚子里的时候，一年需要的能量都没有冷若水10天的多，可见这崽崽的实力强大。你放心，部落里一定会帮你一块养崽崽的，不会让他们先天不足。虽然这崽崽需要的能量让他们都很吃力，但是一旦出生，绝对会是整个兽氏大陆搅动风云的王者。冷若水再三推辞不过，有点心虚的收下了。因为刚看到蓝色晶核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肚子竟然也动了动。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最好是快生的时候用，那时候崽崽需要的能量是最大的。日落西山后，洛九幽回来了。姑姑兽怎么样了？应该经常有兽人前去打理，一直都没死。山上的雪也都滑落山涧，靠着吃草籽应该能活下去。一只手穿插过他的腿弯，将人抱了起来。外面天太冷了，不要出来。把人塞进坑里，这才开始准备动手做饭。神皇山脉，天空中响起了巡逻兽人战士的紧急叫声。不好，有野兽！洛九又一个翻滚坐了起来。野兽攻击部落了。冷若水吃了1片半的雪莲，实力又增长很多，几乎和洛九幽同时醒过来。兽神大人，你醒了吗？醒了。闻言，胡青直接闯了进来。快，部落里遭受了野兽攻击，我们快走！结果2人纹丝不动，深呼吸，镇定镇定。我平时怎么教你的？越乱越出错。我们这个地方处于神皇族的中心地带，没有危险。你去叫大禹部落的那些兽人千万不要出去。有，我们走。你们要去哪？来了这么多野兽，也不知道那些陷阱有没有用，过去看看。这么长时间，冷若水可没有闲着。凤凰山脉外围可是布置了很多的大型陷阱。刚走出去，就听到大长老的呼喊声：“所有兽人战士听命，跟我前去打猎！”队伍整齐划一，朝着部落外围飞速前进。冷若水和洛九幽紧跟其后。当看到铺天盖地乌泱泱的野兽时，一阵头皮发麻。已经踏平了外围的山洞，见到兽人就吃，见到山洞就踩。阿若，洛九幽欲言又止。他不想冷若水参加，冷若水肚子里还有崽崽呢。要是之前，冷若水可能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经历了这么多，受到了神皇族的诸多恩惠，他怎么能退缩？哟，他们拿我当兽神使者，是神皇族的信仰。望着乌泱泱的野兽大军，他目光坚定，毫无畏惧。就知道会是这样。洛九幽叹了口气，只好紧紧跟在身后。黑夜中，一只七彩凤凰冲天而起，浑身散发着明艳的光芒，尖锐的鸣叫声竟让汹涌的野兽大军瑟缩了一瞬。身边跟着一只巨龙，对着天空一吼，一方天地被乌云笼罩，密密麻麻的电网在乌云中凝聚。一道雷声炸响，无数细小的雷电横空出世，朝着地面乌泱泱的野兽群炸去。地面上响起更加剧烈的吼叫声、哀嚎声，还有烧焦了的味道。在洛九幽的一顿狂轰乱炸下，剩下的都是有灵智的高阶野兽了。阿若，你怎么来了？快回去！大长老身边被10几只兽灵级别的野兽围攻，一道超强的火焰自旁边炸开，瞬间直接被烧成灰炭。大长老，我来帮你。天光大亮，整个神皇山脉的野兽尸骨堆积如山，面对着铺天盖地黑压压的野兽群，早已力不从心。凤凰兽人们，身后就是你们的伴侣和崽子，一定要坚持住，给我杀！杀！时间1分1秒过去，就连大长老身上都伤痕累累。雄性兽人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好，雌性们有危险！都知道雌性有危险，可是谁又能过去呢？突然，天空一声巨响，轰隆隆一声，狂风起，电闪雷鸣，雄厚的乌云在上面搅动，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黑洞，仿佛末日来临，天塌地陷。一条长达100里的巨龙拨开云雾，自黑洞中出现盘旋，密密麻麻的电网瞬间凝聚，血盆大口一张，一道靛蓝色的光柱落下，高耸入云的大山瞬间被夷为平地。而那里的野兽也最为密集，几个兽灵强者直接被炸得灰飞烟灭。这就是纯种血脉的力量。大长老愣怔了片刻，心中肃然起敬。随着这一道道神雷和闪电出现，乌泱泱的野兽大军吓得倒退。冷若水刚杀死一头铁甲龙，看向雷声滚滚的天空上的那一道身影，
洛九幽，他强行提升了实力，可是这样一来，他身体里的血脉就压制不住了。果然，神龙消失，一个男人自乌云中跌落。一只七彩凤凰仰天长啸，朝着那个飞速降落的身影快速靠近。就在身影即将落地的时候，终于接住了。洛九幽，洛九幽！冷若水变回人形，瘫软在地，怀里还抱着一个苍白如纸的男人。绿色能量刚输入进去时，就感受到里面血液在澎湃的翻滚，那是压制不住的纯种血脉在翻滚。怎么办？现在该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神龙族，你不要拦着我。我和你们一起去，无论神龙族要什么条件，哪怕是整个神皇族，我都答应。等等，实在不行的话，就跟神龙族的大长老说，我同意。我同意，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兽人都不明白，但是神龙族的大长老肯定能听懂。好。离开之前，凤鸣深深地看了一眼冷若水，那严重的哀伤令他很是心疼。但是凤鸣也有自己的尊严，洛九幽为了部落的生存才落到如此境地，就算豁出去自己这条命，也一定要救他。我这里有些药丸，你们先疗伤再去。冷若水将浑身滚烫的洛九幽放在冰床上，拼命地输入能量，却没有丝毫反应。想到空间里的天山雪莲，赶紧拿出来一片给他含在嘴里，生机终于不再下降。果然有用，这雪莲还剩6片，应该能撑到大长老回来。阿若，你伴侣怎么样了？这是强行提升实力，导致2种血脉都压制不住，发生排斥。你刚刚说什么？洛九幽不仅是纯种的神龙血脉，还是纯种的腾蛇血脉。神皇山脉经过野兽攻击，伤亡惨重，整片山脉都陷入哀伤之中。此次野兽攻击部落不仅仅是神皇山脉，其他的部落也全部都遭受围攻，其他3大神族也都遭受了不小的创伤。冷若水一直待在洛九幽的身边，时间匆匆而过，没等来大长老，却等到了流浪兽进攻部落的消息。经过上一次的兽潮，残母手下的几百号流浪兽只剩下100多，很快便陷入了冷若水之前布设好的陷阱中。有炸药，有毒气弹，有天罗地网，还有陷阱大坑。经过一道道连环轰炸，双方见面的时候，流浪兽们早已灰头土脸。凤元，你杀了我流浪兽部落的2位老祖，带走我们所有的食物和草药，毁了流浪兽部落。那之后，我们就住在神皇山脉了。哼，就你们这些臭虫也想进攻神皇山？哈哈哈哈！没听错吧？啊！哈哈哈哈！心中则是暗暗盘算。残奴向来老奸巨猾，就这么一点兽人想要进攻神皇山，就是傻子也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给我杀！不好，快去通知2长老，迅速拦截孔长老。话音未落，现场进入了恶战当中，根本分身乏术。阿若，你猜的果然没错，孔长老造反了，现在该怎么办呀？关键是能克制孔长老的只有大长老，现在大长老不在，恐怕……冷若水淡淡转身，看着角落里的手榴弹。这土疙瘩对高阶兽人战士没用呢，他们皮糙肉厚，最多只能擦破点皮。没让你直接炸，战斗的时候对方肯定会变成兽形，嘴巴那么大，扔进去一颗，应该不会扔偏吧？外表皮糙肉厚不假，可是直接在肚子里爆炸呢？毕竟当初龙啸吞了1颗手榴弹都被炸得重伤。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别愣着了，赶紧把这些东西分下去，东西不多，每个兽人3颗，迫不得已的时候再用。冷若水几乎将空间里2/3的炸弹都拿了出来。天空中，2长老、3长老、4长老、5长老、6长老、7长老以6角形将孔长老团团围住。哈哈哈哈！大长老不在，你们谁又是我的对手？通通去死吧！所有的凤凰兽人都听着，凤娟即将成为新的神皇族族长，反抗者杀！凤娟也是神皇。孔长老的声音戛然而止，伴随而来的是一声很闷的爆破声。7长老手里的1颗手榴弹，直接趁着孔长老开口说话的时候，从喉咙处扔了进去，疼得他在空中翻滚。极度的愤怒之下，他翅膀挥动之间，其余几位长老也都身负重伤。就凭这小玩意儿也想？
结果6位长老同时手中都出现那方黑疙瘩，通过喉咙钻了进去，肚子里传来比之前更加残酷的爆破力。哎呀，小丫头的东西还蛮好用的嘛。哎，我要多跟她要点，以后看谁不顺眼，直接喂到肚子里炸。经过这一次的轰炸，孔长老的实力急速下降，可实力摆在那，坚硬的皮甲可不是那么好做的。渐渐的，2长老他们落入下风，一只七彩凤凰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一开始就是最强攻击，凤凰之火射了出去，然后就朝着周围蔓延。钻心的疼痛，甚至比6颗炸弹同时在肚子里爆炸还要难以忍受，仿佛连灵魂都在颤抖。这就是纯种凤凰的火焰。轰的一声炸响，以孔长老翅膀为中心的地方，睁开眼睛。孔长老瞪着灯笼大的血红色眼睛，这个地方是薄弱处。2长老手中同时出现2个炸弹，朝着孔长老的眼睛扔了过去。快，大家快攻击！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他终于从上空跌落，重重砸向山凹处的雪堆里，再也不能动弹。怎么样？死了？呼，没想到孔长老的实力竟然达到这种程度，简直太可怕了。哎，还好有阿诺在。腾蛇族的大军压境，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在此时，大长老和凤鸣终于紧赶慢赶赶回来了，还带着神龙族的大长老以及龙雅。冷若水，我们大长老说了，要想救洛九幽，就必须回到神龙族，让他成为我的伴侣。你觉得他会听我的话吗？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你让他对你死心，之后的事情不劳你费心。大长老，你也是这个意思？没错，只要你让洛九对你死心，融合血脉的事情我就答应。大长老，你可别忘了之前说过的话，让我用交易会的东西跟你交换，就同意帮洛九幽融合血脉。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你别忘了，腾蛇族的兽人战士已经集结在神皇族外围，随时准备进攻。龙啸长老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神皇族只能灭亡。到时候不仅神皇族要灭亡，就连你和洛九幽一个都逃不掉。冷若水知道，别说腾蛇族和神龙族联合进攻，就以现在凤凰兽人的战斗力来说，腾蛇族就可以直接灭了神皇族。神龙大长老分明就是看到了现在他们的窘境，这才反悔之前的约定。冷若水闭了闭眼，泪水顺着脸颊划过。我答应。已被拥入一个熟悉的怀抱。阿若，你去哪了？我回来找不到你，快急死了！阿若，现在外面太乱了，千万不要出去，知道吗？我会保护你的。冷若水使劲闭了闭眼，强忍着心中的酸涩。拿什么保护？你现在就是没有战斗力的废物，体内血脉无法融合，能不能活着还不知道。洛九幽一怔。阿若，你怎么了？我受够你了！你专制又霸道，凭什么不许我接受别的兽人？人家雌性都有好几个伴侣，我还是兽神使者，凭什么只要你一个？瞪着眼睛，努力保持着冷漠，不让痛苦溢出来。原来你想要很多伴侣吗？洛九幽身上闪过一抹落寞和受伤。对，我要的伴侣必须是兽氏大陆最强的兽人战士。你现在就是个废物，我不要你了，你滚！你骗我对不对？周围的空气都在被搅动。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你刚开始见我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哼，当初就是被你强行留在身边的，要不是看你实力还行，怎么会留在你身边？一双黑眸在转换着颜色，跳跃着妖冶的红芒。我不信。他一把将人抱在怀里，双臂紧紧搂着，整个人都在颤抖，似乎在压抑着滔天的煞气。阿若，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喜欢哪个雄性我帮你抢过来，不要抛弃我好不好？闻言，冷若水差点绷不住，一巴掌打在那英俊的脸上。不是我瞧不起你，就你现在的废物实力，能抓到谁？洛九幽正在强行压制着身上的煞气，是怕杀气外露，伤害到我吗？冷若水慌忙低头，掩去眼中的痛苦。阿若，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有没有喜欢上我一点点？没有。没关系的，阿若，这辈子你只能是我的，我一个兽人的。阿若为什么就不能等等呢？等他死了之后再找雄性不行吗？外面响起了嘈杂的尖叫声。不好，腾蛇族进攻了！经过了前2次的战斗，凤凰兽人还没有恢复元气，地上的陷阱也还没来得及布置，蛇兽人又是以毒为攻击，让凤凰兽人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腰间一紧，就被洛九幽带了出去。阿若，我还是喜欢我们2个人的生活。
这是准备带着他强行闯出去，结果刚飞了一半就被无数强者拦住。滚开！骆九幽已经压制不住内心的洪荒之力了，瞳孔变得血红，一条身长百里的庞然大物果然出现，众人皆惊。骆九幽不是已经变成神龙了吗？没错，他现在就是蛇的模样，浑身煞气凛然，随着一声吞吐，浓浓的黑气在周围蔓延，浑浊如同乌云。距离近的几个兽人战士直接口吐白沫，瞬间被毒死。毒气越来越多，很快蔓延至方圆1里。所有的兽人战士以外放的毒雾为包围圈，一直在后退。他，原来你才是腾蛇族真正纯种的血脉啊！不好，大家快退！毒气更浓了。冷若水想要跳进空间，结果关键时刻却不搭理他。冷若水竟然还感受到了空间在摇摇欲坠，有崩溃的前兆。冷若水心中一惊，骆九幽竟然强悍到这种程度吗？连他的空间都能控制？时间1分1秒的过去，再次醒来已是夜半凌晨。他静静地躺在一张床上，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了跳跃着红光的树丛。饿不饿？我给你做好吃的。我不饿。冷若水忍住鼻头的酸涩，刚想要说什么，骆九幽一口血喷了出来，浑身所有的能量散尽，头一低，直接晕死过去。骆九幽，他身体滚烫无比。糟糕，又启动了腾蛇血脉，2种血脉在里面翻滚争斗，现在就连天山雪莲都压制不住他的血脉了，怎么办？二人缓步走了进来，冷若水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快救他！用这个龙角胳膊骆九幽留在你身上的伴侣印记，从此你们就不再是伴侣了。骆九幽说，他的印记特殊，抹不掉也去不除，所以才让你用龙角啊。阿若，龙角直接插入心脏的部位，神龙印记在缓缓的消失。现在行了吧？一点点感受到二人之间的关系在慢慢消散，他浑身都在颤抖，眼看着神龙大长老把骆九幽背着离开。本长老这就让腾蛇族退去。声音言犹在耳，人影却早已不见。冷若水知道神皇族安全了，骆九幽也安全了。他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久久无法回神，无悲无喜，仿佛被人抽走了灵魂一般。神龙族，骆九幽静静地躺在禁地的山洞里，然而他却睁着眼睛，感受到伴侣契约销毁，神情变得疯狂，就连神龙族的几个长老同时出手都没有压制住他。阿若，骗我，你骗我！快把他打晕！大长老在骆九幽入魔之前直接出手将人给打晕。大长老，骆九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住的，万一血脉融合后他不加入神龙族怎么办？大长老也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给他真正的血脉融合。可是转念又想到交易会冷若水拿出来的那些东西，骆九幽肯定也会，他想赌一把，就赌骆九幽死心，就赌冷若水被那洛长雷带走，被这聋哑暗杀。他心死之后肯定会待在神龙族的，或者和腾蛇族成为死敌。到时候兽氏大陆乱了，神龙族距离合并神族也就不远了。嗖的一下，身后传来几道破空之声。我去，还真是阴魂不散。兽神使者，没想到你还这么厉害呢，居然能从洛长雷的手中逃离。既然都知道我厉害了，还敢过来，是该说你们勇敢呢，还是骂你们蠢货？兽神使者，不管你说什么，今天就不要想逃出我们的手心。你想过没有，骆九幽是我的伴侣，一旦他血脉融合成功，就会是神龙族未来的首领。你们杀了我，这以后只要你死了，谁知道是我们杀的？大家别听他胡说，难道你们不馋这小雌性的身子？现在空间里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下降了，就连小黑都留在神皇族，没有来得及带走。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我死了，骆九幽早晚会查到你们身上的。到时候你们觉得那个少女能保护你们吗？冷若水见对方犹豫，变成一只七彩凤凰冲天而起，朝着远方掠去。不好，被他骗了。兽人变成龙形紧追而上，不管是实力还是速度，冷若水都差了一大截，加上现在身体不变，身上的能量又开始下降，最终还是被逼到一处悬崖峭壁上。小雌性，你没有地方可逃了。是吗？谁说我要逃？最终喷射出一口凤凰之火，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火，直到整个人被烧成灰烬。茶风里不过是
神龙族的8大长老以8个刁钻的角度，将中间的兽人团团围住，每个兽人的胸口上都有一道血线被中间的兽人疯狂的吸收。大长老，现在怎么办？我们停不下来了！龙啸低吼，身体都在颤抖。原本他们商量得很好，只打算给洛九幽融合1半血脉，然后抽回。这样一来，洛九幽的实力不会太高，他们也能压制得住。到时候慢慢用神龙族影响心智的宝贝引导，时间一长，洛九幽就会完全被他们控制。可是想要掌控洛九幽，哪有这么容易？血脉融合刚刚开始的时候，其中的兽人就发现了不对劲儿。开始容易，结束难，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竟然切不断自己对洛九幽的输入。刚开始主动输入能量和心头血，现在是被迫的动作，就连大长老都无法脱离被迫输入的掌控。天空中的乌云再次凝结出一个更大的黑洞，8大长老仰望天空，浑身发颤，双目惊恐。轰的一声，直接砸了在洛九幽的身上，妖孽的面颊苍白无力，只能被迫接受滚滚天雷的袭击，连带着8大长老身上也被雷电击中，浑身痉挛，8长老直接当场死亡。大长老，你快想办法呀！别说压制住他，控制他扫荡兽氏大陆，现在能在他手中活下来都还是个未知数。大长老，你快想办法呀！大家力往一处使，一定要摆脱洛九幽对我们的控制。大长老，这可不行啊！我们已经用过了，摆脱不了。不行，你一定要想办法。是啊，大长老，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8大长老都要为着洛九幽祭天了。都是因为你们的贪心，想要控制神龙传人得到更多，我们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神龙族要灭亡了，你就是神龙族的罪人。哼，就是去到神兽世界见到神龙大人，你也要忏悔。大长老本就心烦意乱，又被这么多兽人语言攻击，气得他气血翻腾，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大家快变成兽形，接受雷电！变成兽形之后，我们都站在一起，朝着我的方向用力扯。现在大家也没了主心，大长老这么说，他们也这么做了，终于挣脱了那束缚。当心脏处的血线和手中的能量断开时，众人脸上还没有来得及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第3道雷电已经集结完成，轰然降落在空中洛九幽的身上，8大长老直接被击飞了出去，7长老龙啸和6长老当场毙命。老6、老7，神龙大长老见此情形，一口气没上来，昏死过去。神龙族翻了天了，8大长老死了3个，其余长老昏迷不醒。大长老终于悠悠转醒，看到天上那绵延数百里的巨龙，只远远看了一眼，就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抖，那是血脉和实力上的绝对压制。魔龙，兽尊级别的魔龙，在自己开启的传承中，终于找到关于魔龙的记载。魔龙出，世间灭。九幽看向匍匐在地面上的所有神龙族兽人，尊敬的魔龙大人，我最后一次见到您的伴侣，就是在找到您的那个位置。瞬间出现在神龙大长老面前，右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很轻松地举了起来。人呢？短短2个字，神龙大长老直接吓尿了。尊敬的神龙大人，求您放了我们大长老，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洛九幽冷嗤了一声，另外一只手随便一挥，龙雅直接从地上飞了起来，朝着后面的大石头撞了过去。慢着！是神龙族的族长，他身边还抓着一个被绑住的雌性，竟然和冷若水有5分相似。龙雅的脸色变了，这个雌性他认识，正是自己关在地下山洞里的那一个。每一次他都会把冷若水的恨意加在这个雌性身上，打得他遍体鳞伤。族长，尊敬的魔龙大人，这是我们神龙族最美的，把它献给你。洛九幽眉目一凝，身影瞬息来到族长的面前，身后才传来重物落地的声音。你？那个与冷若水有5分相似的雌性顺势就倒在洛九幽的怀里。魔龙大人，求求您救救我，龙雅要杀我。未来的好日子还没幻想够，只觉得脖子一凉，被一股大力掐住，还没等回过神来，直接伸手一触。你找死！众人只觉得眼前一道光芒闪过，族长脖子处出现一道血线，原地身亡。一日之间，神龙族损失惨重，不仅死了几个长老，数不清的雌性和雄性兽人，还有族长。找！他们觉得自己被留下活口的原因，就是多一个人手去找寻兽神使者。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天找不到兽神使者，神龙族就永远别想安宁。冷若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在兽氏大陆打响，
此时跟随着一群雄性兽人来到了一个小部落外。你们快看，那个雌性好丑啊，怎么这么瘦？这是在哪里捡到的？能不能养活哟？小雌性又瘦又小，还这么丑，估计是被他部落丢弃的吧。哎呀，天可怜见的，哪个作死的部落这么狠心呢？就算不好养活，也不能把这么珍贵的雌性给扔掉啊！以后就住我们岩石部落吧。众人附和起来。远远听到对面部落兽人的对话，冷若水觉得他们还是可以相处的。这个冬季就暂时待在岩石部落里过冬吧。人呢？兽人战士摇头，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兽神大人是吗？最好保佑他平安，否则我便毁灭你亲手创造出来的世界。话音未落，后一道闪电横空劈下，洛九幽身上瞬间被闪电包围，一道接着一道。洛九幽竟然公然威胁兽神大人，真不怕死！憋死他，憋死他！可惜，如今就连老天都奈何不了他了。而半空中的洛九幽不仅没有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反而身上的戾气更重了。又进阶了！过来！神龙大长老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住往上飞，直到落在洛九幽的脚边匍匐。就在神龙大长老感受到下体传来一股热流，吓尿了，才被一脚给踹开。龙雅远远的就要上去，被身边的龙瑶和瑞克死死按住。龙雅，你上去就是寻死！啪的一声，龙雅转头就是愤怒的狂扇了瑞克一巴掌。你个废物，骗我是腾蛇血脉，要不然我现在也不会被嫌弃。被打了一巴掌，瑞克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现在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腾蛇族是回不去了。龙雅，就算你现在还没有伴侣，魔龙大人也不会选择你。你说什么？要不是你一心要做洛九幽的伴侣，要不是神龙大长老贪得无厌，强行拆散他们，现在首饰大陆上哪儿还有魔龙？要是当初没这么贪心，要是不想着控制神龙血脉，掌控整个兽尸大陆，会成现在这模样？都是你骗了龙雅，还好意思说这些话？给我滚！龙雅，这种没用的东西还留着它干嘛？抛弃它！闻言，龙雅拿出骨刀，直接向着大腿的兽纹刺了过去。龙雅，你真该死！要不是你追杀兽神使者……只见一道黑影闪过，洛九幽妖冶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再说一遍。尊敬的魔龙大人，之前瑞克骗了龙雅，还派兽人战士去追杀兽神使者。不是，追杀的兽人战士明明是龙雅派去的，我完全不知。两人争吵之余，就直接将对方干过所有的坏事通通抖落出来，就连瑞克抱着龙雅交配时喊着的都是冷若水的名字，这都让洛九幽知道了。整个神龙山脉响起了痛苦的尖叫声。见魔龙大人。说。洛九幽头也没有回。魔龙大人，这是瑞克的皮，被生生扒下来的。还有，龙雅的脸已经被毒药给毁了，就算龙瑶都不能医治好。听您的吩咐，手指、脚趾和耳朵都剁了。继续，记住，不许让龙雅死了，留着一口气受尽折磨。他的小雌性还没有找到，他还不配死。是。神女峰的山洞里，刚才凤鸣来报，没有找到阿若。我们负责狩猎的小队也没有找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连气味都没有留下一丝。暴风雨这2天就要来了，怎么办？阿若没有食物，没有守护者在身边，会不会出事啊？小黑，你的主人不在，是不是饿了？我这就给你拿些食物。主人没事。你刚刚说什么？我主人没事。你感应到他的位置？当然，我和他的生命是绑在一起的，可比伴侣契约高级多了。伴侣契约好解除，可灵魂契约那可是生生世世的。哼哼，还是我跟主人更亲近些。快带我们去找他！外面这么冷，他一个小雌性怎么受得了？万一遇到野兽怎么办？遇到流浪兽怎么办？哎，停！小黑翻了个白眼。你以为我主人是你捏的呀？这么好欺负呢？他能感应到冷若水现在实力不仅没有下降，还上升了，过得滋润着呢。最近几大神族人心惶惶，洛九又看谁不顺眼就杀，简直血流成河了。腾蛇族已经开始遭殃。洛九幽踏着尸山血海而来，在腾蛇族搅动风云，哀鸿遍野。冷若水距离神族很远很远，消息闭塞，什么都还不知道。
冬季已经过了一半，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冷若水都是待在山洞里，正在教部落里的小崽子认识草药。这叫止血草，碾碎之后敷在伤口上，再包上一层兽皮，就能很快的止血。小兽人听得格外认真，每懂得一种药材都会惊喜的手舞足蹈。今天就学到这里，回去好好想想，明日该要考考你们了。谢谢阿冷姐姐，等你老了，我养活你。好，阿冷姐姐就等着你养了。还有我，我们都养你。山洞里时不时传来欢声笑语，让冷若水这个冬天不再寂寞。腾蛇族现场的8大长老全部被迫的升空，他们在洛九幽的操控下，心脏处飘荡出一滴精血，朝着他的方向汇聚。不好，以洛九幽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主动操控他们觉醒腾蛇之力。要是再觉醒了腾蛇神力，恐怕4大神族联合起来，在他手里也会瞬间灰飞烟灭。关键是洛九幽现在是一条罪恶的孽龙，一心向恶，杀戮对他来说会非常兴奋，届时谁都逃不掉。天空开始乌云密布，巨大的漩涡突然出现，一道光柱落下，他们身上的血流失得更快了。只是一下，8长老瞬间失去生命，被闪电劈得连渣都不剩。紧接着7长老、6长老依次被抽取生机，很快被劈成一堆焦灰，风一吹，散落各地。闪电整整持续了3天3夜，终于等来了黎明。洛九幽终于吸收完所有的雷电，浑身煞气涌动。从现在开始，把部落迁到神龙族，我是族长。啊？什么？从今往后，本王乃世界之主，所有部落都要听从本王号令，违者死。洛九幽离开了。他前几天还是只知道寻找伴侣，我断定他当时没有想当王者的打算。我记得最后一刀，也是最强的那道闪电，是劈在了他的脑袋上。洛不河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反正就是很怪异。神皇族大长老，洛九幽来了。结果就看到云层里黑色的游龙。神皇族兽人，小雨季到来之后，全部迁徙到神龙族。哟，小黑和阿若有契约联系，他能指引你找到阿若。然后一只肥硕的黑猫就被凤鸣抱了出来。哎呀妈呀，几个月不见，这货的气息怎么变得这么恐怖了？好想撒尿，怎么办呀？谁是阿若？本王找他做甚？什么意思？这是不记得冷若水了？哟，你到底怎么了？阿若是你的伴侣，不是一直在找他吗？我乃兽氏大陆的王者，哪个雌性敢做我的伴侣？在哪儿？带我去杀了他！一把抓住小黑的毛，瞬间消失。快通知神皇族所有高阶兽人，全力寻找兽神使者。与此同时，神鹰族也收到了洛九幽的死亡通知。趁着这个机会，推出部落里所有能征善战的神鹰，火速前往兽氏大陆各地寻找冷若水的下落。一夜之间，几乎所有部落都得到寻找兽神使者的命令。我说，你到底能不能有点准头啊？心里却在盘算，这是第2刀了。哼，我就不信你不累。突然邪恶地瞄了一眼他腰间，又是一道火焰冲了出去。洛长雷看着被烧成灰烬的空荡荡的地方，冷若水。哎呦，不是说想和我交配的吗？恐怕不行了。洛长雷气得咬牙切齿，突然变成一条巨蟒，身体腾空，直直地撞向冷若水。你竟然会飞！我去，不是蛇兽吗？当初洛九幽会飞，那是因为他体内有一半龙的血脉。这恶心的家伙，难道也有龙的血脉？呼啦一声，第4道火焰喷出。你竟然还能喷出第4道火焰，哈哈，果然是兽神使者。第5道火焰，第6道火焰，第7道，第8道。洛长雷整个人变成了火人，身上被烧得面目全非。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兽灵9阶，差一步就能和大长老相媲美。你怎么还有凤凰之火？你想必不知道纯种血脉代表着什么吧？恨不得撕碎了冷若水。原先对冷若水所有的爱慕都化成怒火，这绝对是他最羞辱的一天。然后双眼一黑，失去了知觉。冷若水头也不回地往前跑，一边跑还一边在身上喷着潇潇草的汁液。小雌性，你从哪儿来的？我们部落在迁徙，可是我走散了。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能带我去找部落吗？我带你去找部落。你成年了吗？没有。听说外面有神族、神皇族的雌性都可好看了，还有神龙族，听说可厉害了呢。
那是以前，现在的神龙族已经没有多少兽人了，太惨了。最近兽氏大陆出现了一条魔龙，统治了4大神族，现在只有一个神族，那条魔龙被称为魔龙王。魔龙王是谁啊？那肯定很厉害喽。他叫什么名字？魔龙洛九幽。天空中凭空出现一道闪电，好像长了眼睛，竟然直接绕开了冷若水，劈在了棕熊兽人的身上。带我离开这森林，饶你不死。你是兽神使者？不要杀我！我有个秘密告诉你，洛，他的阿父阿母没有死。魔剑深渊北方山崖上有2个部落，有熊部落和有狮部落，他们曾经收留了2人，后来为了泾河出卖了他们。话音未落，冷若水直接消失在原地。洛长雷，洛长雷，死了没有啊？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爬了出来，洛长雷则是和那些野兽食物一起在雪上滑行。神龙族，4大神族已经集结完毕。从今日起，我便是统帅兽氏大陆的王者，唯一的王者。不服气的，杀！拜见王者。魔龙仿佛很满意他们的表现，于是嗖的一下不见了。洛九又回到属于王者的山洞里，冷冷地瞥了一眼那只肥猫，一脚踹了过去。还没有感应到你主人的下落？没有。你现在这个样子，主人来了还想活命？洛九又目光冷冷的，没有再说话。尊敬的魔龙大人，反正你们已经解除伴侣契约了，为什么还要找他呀？洛九又一愣，眼中闪过茫然。为什么要找？他也不知道，好像冥冥之中就有这个执念。至于找到之后又怎样，真的会杀了吗？一定会杀了那个雌性。他可是天地间唯一的一条魔龙，可不是什么雌性都配做他的伴侣的，那是对他的羞辱。洛九幽，你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凤鸣博古长老的阻拦冲了进来，一脸的愤怒。一等洛九幽出来，神皇族的几个大长老一掌劈晕了他。你找本座。尊敬的魔龙大人，我这崽子脑袋有问题，求魔龙大人饶恕。洛九幽冷冷地看了一眼昏迷的凤鸣。兽神使者是你们部落的，既然这样，诛杀兽神使者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您说什么？魔龙大人，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阿若的肚子里还有您的崽子呢。那残忍的脸上顿时僵硬，有瞬间的不知所措，然后嗖的一下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关系，我见过他以前入魔，只要阿若在身边就会变乖。洛九幽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了，再次出现的时候，身上竟然多了几道伤口，手里还拿着一颗淡粉色的天山雪莲。众人一脸震惊，淡粉色的天山雪莲至少要有500年的年份才能染上淡淡的粉色，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大红，那雪莲至少得生长万年以上。暗处的凤远一直盯着，当看到洛九幽小心翼翼捧着那株雪莲时，嘴角露出一抹笑意。魔龙大人实在是杀了太多兽人，神龙山脉脚下的那条小溪里早已被鲜血染红。然而说来也奇怪，自从他回来之后，又急匆匆地跑了出去。总之没再杀人。另一边，冷若水已经好几天没有踪影了，洛长雷越来越焦急。还没有找到他。回少族长的话一点气味都没有留下，他是怎么做到的？凌晨，手中龙鳞飞了出去，对方的脑袋直接分了家。一挥手，凤凰之火出，尸体直接化为灰烬，风一吹，不留一丝痕迹。你醒了，饿不饿？你是兽神大人的使者吗？是带我离开的。一瞬间，他以为自己死了，兽神大人的使者来带他离开人间。你没死，是你救了我。小雌性，这是哪里呀？腾蛇族。你说什么？小雌性，你的守护者这么厉害，还是赶紧离开腾蛇族吧，这里太危险了。好。冷若水没有说太多的话。小雌性，你有没有听说过洛九幽？听过。那他怎么样？是不是还活着？过得好不好？冷若水疑惑地看向他，这个女人真的是洛九幽嘴里那个桀骜不驯、高高在上的龙月，和传说中很不一样呢。你很在意他？他是我的崽崽，是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
小雌性，如果你能出去，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阿母对不起他。你自己找他说，不是更好吗？恐怕这一生，我们都无法再相见了。当年他那么小小的一只，整日黏在我身边叫着阿母，可我从来没给过他一个好脸色，叫他滚，好几次都想要杀了他。最后都被洛不凡给救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爱过他。就算后来幡然醒悟，可惜曾经的创伤已然造成，再也弥补不了了。他们初次相遇，洛九幽就表现出对亲情的凉薄。原来小时候遭遇了这些吗？小幽最恨背叛，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你真的后悔了？龙月靠在床边，痛苦的点头。洛九幽现在很厉害，你不用担心。还有，告诉我，洛不凡还活着吗？现在被关押在哪里？你怎么知道洛不凡？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洛九幽吃了你另外一个崽崽，所以你当年才更想杀了他。我们是伴侣，自然知道。你说你是谁？我们已经解除伴侣契约了，不过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崽崽。为什么解除？这件事以后再说，你先说说洛不凡的事情。你快走，快离开这里！洛不河不会放过你的，还有神龙族的龙象，他也不会放过你肚子里的崽崽，一定要藏好，千万别……我想我应该跟你好好讲一讲寿氏大陆的变化。冷若水将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一道来。孩子，委屈你了。这有什么好委屈的？他能活下去，我也好好的活着，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好了，赶紧休息，晚上我们再商量一下该怎么办。冷若水打了个哈欠，躺在兽皮上倒头就睡。谁？好美的小雌性，我要你做我的伴侣。冷若水一个错身就来到了洛不凡的身边。小雌性，你是不是看上这个怪物了？他已经有伴侣了，还半死不活的，雄性力量估计都不能用。转头对上洛不凡那猩红的眸子，天哪，果然和初次见面的洛九幽一个熊样，眼神冷得像冰碴子，那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我的伴侣是洛九幽，你敢去杀他吗？你是兽神使者。刚要说什么，只见他伸手一挥，空中出现一股黑色的气体。果然是洛九幽的爹，够狠。现在腾蛇族已经乱了，我们要趁乱离开。龙月阿姨已经被我藏起来了，等会儿我们与她会合，就趁乱逃走。叔叔，我现在怀了崽崽，我怀疑那些白毛怪进攻部落是因为这个崽崽，我们要赶紧离开才行。我和洛九幽都是纯种血脉。什么？你们都是？冷若水一边逃命，一边给洛不凡说一下现在兽氏大陆的情况，还时不时在他身上注入绿色能量。现在他可以说是兽氏大陆最富有的富婆了。腾蛇族、神皇族以及流浪兽部落的全部宝贝都在他的空间里，用起能量来也是毫不客气。终于来到那个隐秘的小山洞。是二长老。二哥，不凡，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天黑之后，我带你们走。经过二长老的诉说，所有人都已经知道现在兽氏大陆的情况。在得知洛九幽变成只知道杀戮的魔鬼和失去记忆之后，洛不凡脸上表现出痛苦之色。他没事，常年食不果腹，身体虚弱而已，情绪激动之下才会昏倒。你不要太担心，兽神使者不会让他死的。冷若水翻了个白眼，我谢谢你拿我当人情。是的，龙月阿姨不会有事，我们趁现在这个机会赶紧调养休息，天一黑赶紧离开。洛叔叔，你赶紧坐好，我帮你疗伤。我的伤太严重了，你还是留点体力吧。你可别小瞧了你的小崽子伴侣，他可是兽神使者，兽氏大陆唯一能战斗的雌性。洛不凡只静静地看着昏迷的龙月，没有说话。上游到底发生了什么？血，好多血！大家快跑！魔龙疯了！你刚刚说什么？就是魔龙最近不知怎么的狂性大发，见人就杀，见部落就灭，几乎人人自危。最近又有好几个大部落被连根拔除，大河小溪里全都是鲜血，神龙山脉。无数强者正在围攻洛九幽。老东西，还不赶紧过来帮忙！难道你想要兽氏大陆生灵涂炭吗？大长老，您可不能去呀！洛九幽可是阿诺的伴侣，咱们不掺和。可是他杀了太多的兽人，你看看那些山头，全部被尸体和鲜血盖满了。
都去死吧！不好！随着一挥手，秋天白日瞬间变得乌云密布，雷电在乌云中密集翻滚着。一只半人高的肥猫，挤着肥胖的身子，终于从石堆里爬了出来。骆九幽，我去你大爷的！就你这样，还想找媳妇儿？找你妈的大头鬼！嗖的一下，消失不见了，身影朝着冷若水的方向狂奔而去。天空中雷电熄灭，骆九幽看着小黑离开的方向，嘴角扯出一抹诡异的笑，直接消失不见。众人面面相觑，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损失最惨重的也是腾蛇族，他们本来就是想要围攻骆九幽的，可没找到冷若水之前，并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这魔龙竟然毫无征兆的发怒，使得整个腾蛇族就只剩下了自己这等几个老头子了。老东西，你什么意思？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意思？竟然敢联合神龙族一起围攻魔龙，是嫌命太长了吗？冷若水刚扯下一条狼腿准备吃，小黑，你这没良心的，终于想起我这个主人来了。嘿嘿，我这不是找来了吗？你吃香的喝辣的，都不知道我受了多少罪。那恐怖的家伙差点把我给拆了。与此同时，一抬头就对上半空中浑身煞气的身影，如魔神降临，高高在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两对望着，曾经妖冶的脸上透露着几许黑气，目光很冷，仿佛能冰冻万物。这是他从他眼里从未看到过的目光。真的失忆了吗？好想哭。小黑看见那煞神，吓得躲在冷若水身后，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一眨眼的功夫，骆九幽人影极近，居高临下的打量着面前这个黑乎乎的丑雌性，满满的嫌弃，眼睛又瞬移到了他的肚子上，表情有些怪异，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觉。很丑。他们明明说冷若水很美的，回去杀了他们。你也很丑。似乎是第一次听到，竟然有人敢大胆地对自己说话，还说他丑。骆九幽抬手就想杀人，然而当手抬起来，他的身体往后趔趄了一下，骆九幽突然就心软了，对上那双含着泪花的双眸，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骆九幽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心很乱，很烦躁。你是想杀我，对不对？面对质问，骆九幽眨了眨眼睛，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是故意的。一言不合就杀人的魔龙第一次开口解释，非常别扭。你就是故意的，刚才明明就想杀我。骆九幽，我讨厌你。果然是失忆了。本座是魔龙，你不可以这样和本座说话。然后看了一眼他的肚子，眼神悠悠。虽然你长得很丑，又发育不良，但是怀了我的崽崽，我会好好养你的。还没等冷若水说话，一双大手直接把他抱进了怀里，然后耳边就是霍霍的风声。啊，还好他还有救，只是一天就来到了。骆九幽的心情很复杂，他确信他们曾经是伴侣，也确信那肚子里的崽崽就是他的。尊敬的魔龙大人，今日该灭哪个部落？灭部落？骆九幽果真以杀人为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抬头就看到骆九幽不悦地望着自己。哼！一甩手转身离开。冷若水懵逼加懵逼。快进去哄哄，他这是不喜欢你和别的雄性说话。然后转身就跑。这骆九幽不仅被雷劈失忆了，还把原来的臭脾气给劈回来了，造孽呀！硬着头皮跟进山洞，看见狗男人正坐在王座上聚精会神地瞪着山洞口。冷若水没搭理他，他空间里现代物品一一拿出来，然后又拿出春季款的各种长裙和超短裙，以及性感的服装，连头都没回，自顾自地收拾衣服鞋子。我生气了，你没看到吗？哦。骆九幽话音刚落，就看到山洞里突然多出来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很是疑惑。或许是自己离开的时候，别的兽人为了讨好他才搬进来的东西。身形瞬移到冷若水的背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心里有一个声音在疯狂叫嚣：他竟然敢不尊重你这个主人，杀了他，杀了他！可不管心里多疯狂的叫嚣，手始终保持着原来的力道，青筋暴起，就是没用力。你要杀我？对上那控诉的目光，骆九幽手一抖，不知为何心里扑通扑通直跳，有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慌得不行。不对啊，本座是兽食大陆的主人，心慌个屁！要不是看在你肚子里有我崽子的份上，杀了你又如何？转身愤然离去，背影竟有些慌乱，一口气跑出了山洞，揪了揪自己的头发，心情很是烦躁。
晚上猛然睁开眼睛，就对上那张放大充满阴郁的脸。你干嘛上我山洞里来？整个寿氏大陆都是本座的，哪里上不得？就连你，本座也上得。你流氓！两人四目相对，都能感受到对方呼吸间喷洒的热气。骆九幽以命令的口吻说道：我要交配。冷若水瞪大眼睛，不是说失忆了吗？不是说对雌性排斥吗？这跟凤远说的不一样啊。脑回路还没有理清，就感受到浑身清凉。虽然你很丑，将就将就吧。什么？居然敢说老娘丑！冷若水刚要张嘴破口大骂，直接就被堵住了。一夜旖旎，春光无限。直到凌晨，整洁的床上混乱不堪，冷若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沉沉地睡了过去。骆九幽将人紧紧搂在怀里，不知为何，那颗空荡荡的心突然很满足，对于杀戮好像也没那么渴望了。黎明破晓，哎呀，尊敬的主人呐，您快出来看看吧！神皇族和神鹰族想要造反呐，不听您的命令，在此等候。山洞里，骆九幽紧紧搂住怀里的小家伙，一会儿摸摸脸，一会儿摸摸肚子，又一会儿摸摸屁股，嘴角咧着大大的微笑，仿佛是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然后外面就响起了恼人的声音，赶紧看向怀里的小人儿。他睫毛颤了颤，似是要醒的前提，赶紧左手揽过他的头，将耳朵捂住，右手在背上轻轻地拍打。终于，小家伙又沉沉地睡了过去。骆九幽很嫌弃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小声嘀咕：真丑。然后刚停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比刚才更大了。骆九幽赶紧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刚走出山洞，尊敬的魔龙大人，声音戛然而止。你们声音这么大干什么？说话！一脚踹在洛不河的头上。尊敬的主人，您不是说今天要攻打万寿山吗？那神皇族和神鹰族竟然提前离开了，根本没把您的话放在心上啊！骆九幽仿佛这才想起来昨天说过的话，冷冰冰地丢下一句：回头再说。然后转身进入山洞，伸手一捞，把人翻了个身，紧紧搂在怀里，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了，像个二傻子，哪里还有刚才动辄杀人的魔神之态？冷若水睡得天昏地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是不想睁开眼睛，翻个身子接着睡。然后就感觉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在身上乱动，很痒，伸手抓住那乱动的东西，一把给扔掉。什么玩意儿啊，还让不让老娘睡觉了？愤怒地睁开眼睛，还没看清眼前的情况，一口凤凰之火就喷了出去。朦胧间好像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在火焰中燃烧，没有2秒就熄灭了，露出骆九幽似笑非笑的脸。小雌性，你想暗杀我，可惜这火力不够。冷若水眨了眨眼睛，这才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什么我想杀你啊，明明就是你一直在那乱动，搞得我都睡不着了。骆九幽被气笑了，一把将手里刚做好的食物嗖的一下扔了出去，然后转身就走。冷若水很无语，这狗男人失忆了，优点没有体现出来，倒是那阴晴不定和暴躁的脾气越发大了。刚要下床，就看到靠着墙边有好几个木箱子，我操！里面是满满的天山雪莲，还是淡粉色的，比之前受了一身伤偷来的那朵雪莲看起来更加珍贵。再打开第2个箱子，好家伙，里面满满的果子。然后第3个箱子，里面只有半箱子，是七彩的怪异石头。正疑惑间，肚子里的小家伙更加闹腾了。这是个啥呀？冷若水拿起了一块拇指大小的七彩石头，在手里左右看看。结果那七彩光芒直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手心吸收，紧接着是一股磅礴的能量直窜各大经脉，整个身体都要被撑爆炸了，疼得他在地上打滚。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被撑爆炸的时候，肚子里3颗蛋动了，那磅礴的能量陆陆续续的被吸收。等吸收完毕，冷若水整个人犹如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汗流浃背。还好，我拿的是那块拇指大小的七彩石，要是拿个拳头大的，那我还不得直接原地爆炸？你们3个崽子可算是救了老娘一命。话音未落，突然感觉空间一阵激荡，再次睁开眼睛，竟然回到了空间里的房子。空间的锁定被解除了，因为那颗拇指大的七彩石头。冷若水赶紧脱下已经浸湿的衣服，走进浴室。真的好久没有泡澡了。骆九幽在山洞来回踱步，愤怒于那个雌性的不知好歹，更愤怒于自己为何那么生气。寿氏大陆想杀他的人多的是，有什么好生气的？
就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频频伸头往山洞里面看，还是没有出来哄他，心头的火噌的一下窜了出来，好想把那个不知好歹的雌性给掐死。对，掐死他，掐死他了，这样就没有人能左右自己的情绪了。双手一甩，气势汹汹地进入了山洞，竟然感应不到那个丑雌性的存在了，里面空空如也。旁边几个木箱子被打开了，眼睛看向第3个箱子，眸光一凝，不好，他用了七色石，双目中闪过从未有过的慌乱。该死的丑雌性！暴躁让他周身的煞气更加浓烈。七色石，以那丑雌性现在的能力，只怕会……该死的丑雌性，到底去哪儿了？坏，魔龙大人又要发怒了。他们也感受不到冷若水的存在了。不会把阿若给杀了吧？神皇族兽人皆是眼目通红，同一次将杀意对向洛九幽。他睁着血红的眼睛，缓缓回头，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笑。那丑雌性死了正好。洛九幽，那可是你的伴侣，肚子里还有你的崽子呢，你该死，真该死！洛九幽没有解释，想要杀了本尊。神皇族兽人战士听令，斩杀魔龙！斩杀魔龙！斩杀魔龙！他们要为兽神使者报仇。冷若水在空间里洗完澡，换上一件冰丝蓝的连衣裙，很难得的化了一个淡妆，使得清纯的脸上多了几分妩媚。哼，狗男人居然还嫌弃我丑，有本事别进我房间！身影刚一出现，一群废物，连靠近本座的实力都没有，还妄想杀了本尊！你们在干什么？阿若，你没死啊？我为什么会死？只感觉一道强风刮过，整个人落入一个阴霾的怀抱。洛九幽死寂一般的眸子紧紧盯着怀里鲜活的人儿，颤抖的身体出卖了他此时的紧张。冷若水伸出白嫩玉手，轻轻抚平他的眉头。你生气了？洛九幽紧紧盯了他很久，一动不动，颤抖的手臂始终保持着抱着他的动作。你去哪儿了？你是在生气吗？你说呢？冷若水这才反应过来，狗男人失忆了，把他有空间的事情给忘了。算了，现在的他阴晴不定，动不动就要杀人放血，还是顺着毛撸吧。藕节般的双臂一把揽过他的脖颈，伸出舌头在他的喉结上舔了一下。不是你嫌弃我丑，所以我就去洗了个澡呀。你……洛九幽气结，刚要发怒，喉咙上传来软绵绵麻酥的感觉，身体顿时传来一股异样，冰冷的黑眸变了颜色，顿时觉得口干舌燥。偏偏这个时候，他的舌头又在自己嘴唇上舔了一下，立马就绷不住了，呼吸变得紊乱。而冷若水趁他僵硬之际，顺势逃离了他的怀抱。大长老，你们没事吧？洛九幽，你他妈是不是疯了？好像被骂了。魔龙大人表示很生气，他明明一个兽人都没杀，为什么还要骂他？哼，好想掐死这个丑雌性。看了一眼那张绝美的小脸，又想到刚才的动作，使劲咽了咽口水。族长在他耳畔小声嘀咕：“阿若呀，他现在是魔龙，已经入魔了，不是以前的洛九幽。咱们说话还是温和点，小命要紧啊。”然后又开始给每个兽人输入绿色能量。这样重的伤，每个人输入一点巫医神力，至少能护住他们的心脉，不留下后遗症才好。冷若水最后体力不支，站在雨地里摇摇欲坠，眼看就要摔倒，直接被一个大力扯入一个怀抱，之后就陷入黑暗，什么都不知道了。大长老，那魔龙会不会伤害阿若？不会。你就这么肯定？那魔龙刚才还要杀我们呢。难道你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第一次发动攻击的时候，魔龙虽然下手很重，可神皇族一个兽人都没有死。刚才我们谁也没有问，就直接动手，以魔龙的性格，肯定不屑和我们解释。对呀，众人刚才被愤怒迷住了双眼，这才反应过来。你们看到没？刚才阿若给兽人疗伤的时候，那魔龙嫉妒的眼神，恨不得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然而并没有动手。对，刚才阿若差点晕倒，他那紧张的样子不是假的。洛九幽站在一边来回踱步，神情烦躁不安。该死的小雌性，该死的小雌性！尊敬的魔龙大人，神兽使者能量枯竭了，
陆九又一脚将那人踹翻在地。能量枯竭，本座看不出来吗？让你们来是看怎么给他补充能量的。尊敬的魔龙大人，阿若他是兽神使者，能量的补充我们也不知道。滚！连滚带爬的出了山洞。冷若水昏迷，神龙山脉终于消停了几天。你醒了，饿不饿？我让人给你烤肉。口渴吗？给你准备了一颗甜果。我的意思是说，你总算没死，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崽。要是崽子出事，本座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为什么会把我忘了？雌性真麻烦。一甩手，转身离开。给我滚！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洛九幽身影一顿，离开的速度更快了。狗男人，我不要你了，做你的魔龙吧，吃你的屎去吧！尊敬的魔龙大人，您怎么来了？他生气了，怎么办？是不是阿若生气了？洛九幽点头。哭了。你欺负他了？没有。雌性是非常娇弱的存在，需要雄性用心呵护。这样吧，您可以去看看别的雄性是怎么照顾伴侣的。一个山洞。你今天找的猎物太少了，我和仔仔都不够吃的。那个雄性兽人也不恼，然后将人抱在怀里。我最爱的伴侣，等会儿我再出去找更多的食物，保证把你和崽子们养得白白胖胖。哼，就知道哄我。雄性把他身上的兽皮裙都扒了一顿猛亲，本来还生气的雌性立马脸色绯红。冷若水在山洞里迷迷糊糊间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睡眼惺忪的睁开眼睛，就对上那双别扭的脸。你怎么了？洛九幽想起了听到伴侣之间那些肉麻的话，还有雄性兽人伏低作小的样子，张了张嘴，始终说不出口。要不直接做？刚才偷看别的兽人亲伴侣，他也跟着学，结果冷若水更生气了，一脚把他踹下床。你个混蛋，就知道想那事儿，给我滚开！洛九幽眨了眨眼睛，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小雌性看起来好像更生气了。对不起，你身上还怀了崽子，我不该惹你生气。说完这句话，眼眸紧紧盯着冷若水的表情，发现他好像真的不生气了，心情还变好了。原来哄雌性这么简单。洛九幽也咧开了嘴巴想笑。我饿了。洛九幽就像变戏法似的，手里出现一块烤肉，拿到他跟前。这什么玩意儿啊，我不要吃。那你想吃什么？以前你都是亲手烤肉给我吃的。亲手？他堂堂魔龙兽皇，给一个小雌性烤肉，绝对不可能。半个小时后，给，烤肉里面加了你给我的调料，也放了眼睛，你尝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冷若水接过递来的烤肉，撇了撇嘴，有些嫌弃。你失忆了，怎么连烤肉的味道都下降了呢？勉勉强强的。洛九幽一瞪眼，下次你自己烤。然后转身离开。瞟了一眼那别扭的背影，冷若水吐了吐舌头。洛九幽烦躁地在山林间飞来飞去，脸上表情多姿多彩，一会儿温柔似水，想到小家伙交配时候的表情和一举一动，就心痒难耐，脸上都露出了丝丝暖意。一会儿又冷漠至极，身上杀意升腾，仿佛被别人左右情绪，是他作为魔龙最大的耻辱。有个声音告诉他，杀掉那个雌性，他才会成为整个兽世大陆的王者。两种情绪交织，似乎是两队人马在战场上激烈的争斗。晚上，忽然一股冷空气袭来，恐怖的杀机让他心惊肉跳。糟糕，这货肯定是魔化占了上风。看着闯进来的洛九幽，望着自己的目光充满了冰冷的杀气。不只是失忆，他是一条堕入魔道的龙，恐怖与杀戮才是本性。不顾那冰冷的杀意，一路小跑冲进洛九幽的怀里。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我一个人好害怕。洛九幽刚要准备劈死这个能左右自己情绪的雌性，结果一个柔软就扑进了他的怀里，右手的黑雾不知何时散去。别哭。冷若水感受到周围杀气消散，这才缓缓抬头。我给你做的食物，别不要我好不好？好。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我好害怕呀。他算是看出来，这狗男人只要在自己身边，身上的戾气就没有了。可一旦离开自己身边，魔化的情绪就会加重。刚才若不是他先发制人，估计这狗男人是打算刚一见面就杀了他的吧。以后要看管好才行。对，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那睡觉。洛九幽的脑海里就只浮现了这两个字，然后睁着明亮的眼睛看向冷若水，仿佛是一个求爱的大狗狗。睡觉，
冷若水嘴角扯了扯，都堕入魔道了，就那档子事儿还有这么大的渴望。好，声音酥麻，让洛九又差点招架不住。山洞里一夜旖旎，冷若水昏迷之前悲催地想着，你还没有恢复记忆，估计老娘都要被你给整死了。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睁开眼睛，又闻到了山洞里阵阵的烤肉香味。哎，早啊！看见洛九幽正在很认真地学烤肉，冷若水嘴角咧开一个大大的微笑。不早了。洛九幽淡淡地回答了一声，然后将人扯入自己的怀里，这里捏一捏，那里捏一捏，仿佛在把玩着世间最罕见的宝贝。还不是你把人家弄昏迷的？冷若水惊奇地发现，这家伙竟然特别吃自己撒娇的这一套，每次都能把他弄得不知所措。经过几天试探性的对话，几乎把洛九幽的性格拿捏得死死的。我饿了。你把烤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喂我吃好不好？好。我还要喝水。好。你给我做兽皮裙吗？以前你都会做的。好。山洞里相处了3天，洛九幽几乎成了一个被驯服的小奶狗。但他有一个毛病，不管做什么都要抱着他的小雌性，要不就心里不安。你先放我下来。这几天，狗男人每天晚上都会折腾他到深夜，骨头都要散架了。答应了，不准反悔。说话的功夫，已经将人塞进了被窝，惩罚性的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伸手已经将自己身上的兽皮给解开了，动作利索，一气呵成。等冷若水反应过来想要说话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在被窝里坦诚相待。你别，所有拒绝的话都给堵了回去，吞进了肚子里。洛九幽的精力简直太旺盛了，昨天才那啥到凌晨，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又……只要稍微一反抗，这狗男人身上的戾气就会加重几分，真是要了老命了。冷若水昏迷之前，山洞里没有了亮光，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感觉睡了很久很久，脑袋晕乎乎的很难受，似乎听到洛九幽的声音，还有隐约的哭声。说话。只见他冷哼一声，跪在最前面的那个巫医直接原地爆炸。兽神使者已经昏迷3天了，甚至他们都能感受到洛九幽已经达到了暴怒的边缘，身上戾气加重。他怎么还没醒？魔龙大人能离开一下吗？我和大巫们给兽神使者仔细检查一遍。他是小阿若的长辈，不能杀，不能杀。好。时间1分1秒过去，洛九幽站在山洞外一动不动，活像个瓮七石。此时，洛不河带着10几个雌性走了过来。尊敬的主人，这些雌性都是奴为您准备的。兽氏大陆雌性的数量极少，主要原因还是它们身体娇弱，也承受不住雄性的长久的交配。尊敬的主人，您是非常厉害的雄性，兽神大人那么娇弱，身体会被您弄坏的。果然，洛九幽听到此话，身体僵硬了一瞬，脸上爬过懊恼之色。他交配的时候也想克制一下的，可真的忍不住怎么办？这些雌性都是兽氏大陆搜罗来的最美丽的，都刚刚成年。您是魔龙大人，肯定精力旺盛，正好让他们给您发泄。洛九幽连头都没有回。太臭。当他之前没有找过雌性，只要一靠近，心里就会产生排斥，很烦躁的想要杀人。只有那个小阿若出现，才让他当了真正的雄性。比起兽神使者，他们是很丑，可是您的身体也需要发泄呀。刚反应过来，洛不河只觉得耳膜生疼，洛不河直接昏死过去。赶紧滚蛋！万一小阿若醒来看到，不得生气呀？只有一个雌性依然站在原地没有动。尊敬的魔龙大人，奴的名字叫……不想滚，那就留下来吧。美丽的雌性头身分家，没了气息，叫来几个属下。人远点。这小雌性长得真美，魔龙大人自己不喜欢，可以赏给我们呀。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然后一转头，看见旁边的蛇兽人已经将兽皮裙掀了起来。就算雌性稀少，你也没必要。他可是个死人。怎么样了？他不知道如果小雌性死了，自己能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魔龙大人，你也太胡来了。阿若本来长得就比普通雌性娇小，你这没日没夜的交配，谁能受得住？差点被你弄死了，知不知道呀？洛九幽垂下头，兽神使者忧思太重，加上你没日没夜的折腾，这才生命倒下。你到底会不会养雌性？这样下去早晚被你给养死。
洛九幽更后悔了，堂堂魔龙大人竟然差点掉眼泪。看来兽氏大陆果真只能依靠阿若才能不被灭绝。阿若已经醒了，你……只觉得一阵风刮过，眼前的人影就消失不见了。对不起。冷若水睁着水眸，你说什么？对不起，我不应该天天缠着你交配，忘记你身体太弱，承受不住。那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要不改成1天5次？看到小雌性惊恐的目光，要不3次？不，1次就好。他还委屈上了。冷若水闭上了眼睛，转过身子，不愿意搭理他，只感觉肩膀上传来重量，一只大手扶了上来。啊，你干嘛？你都生病了，我还能干啥？冷若水暗暗翻了个白眼，一条兽性大发的魔龙，我还真的不确定他会不会做出什么禽兽的事情。1天1次行不行？又来了。堕入魔道的龙阴晴不定，还是不要顶风作案的好。 2天1次，不能再少了。他喵的什么表情啊？他倒是委屈上了。好。你要是不同意，什么？你答应了？答应了。冷若水点头。虽然1次的时间还是挺长的了，但总比之前好了太多。他甚至怀疑自己会死在床上。我去给你做食物。某魔龙大人脸上蔫蔫的走了出去。很快，香喷喷的食物就端了上来。真好吃。哦，对了，你空间里还有8爪怪吗？我的都已经吃完了。什么是空间？冷若水这才想起来，狗男人失忆了。这时候竟然能够感受到空间的颤抖。冷若水吓得赶紧切断与空间的联系。他非常肯定，要是再强行使用空间，估计这狗男人又会重新把空间给锁起来。哦，对了，你一直在神龙部落，有没有听说过你的亲生父母？没有。冷若水有些奇怪，洛不凡和龙月的速度都不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赶过来？他心头有些不安。魔龙大人不好了，神兽使者不好了！烈，发生什么事情了？什么事情？尊敬的魔龙大人，神龙山脉周围突然出现很多高阶野兽，前几天只是多了一点儿，现在竟然越来越多。闻言，冷若水眸色一沉，手不自觉地摸上了小腹。是吗？相反，洛九幽的眼睛里竟然散发着激动的光芒。说起来，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血了，忍得难受。冷若水打眼一看就知道狗男人的想法，赶紧捂着肚子。肚子疼，好疼。我去给你找巫医。我害怕，留下来陪我好不好？小阿若，你要是不想我杀戮，我不去就是，不要拿身体骗我，我会生气。我家伴侣好聪明，一下子就猜到了。在那越发深沉的脸上赶紧亲了一口，转过头怒瞪了烈一眼。神龙山脉被围困了，关我什么事？这不是神龙族吗？找他们去。烈被一个眼神吓得屁滚尿流。还得是你啊！以后关于杀戮的事情就不要跟我说，我不太喜欢见血，赶紧滚！洛九幽这才幽怨地看向冷若水。这下行了吧？你真好。还怕我不？你这么好，我才不怕你呢。哎呀，你别不高兴，不让你见血腥，主要是想要为咱们的崽子积德呢，希望兽神大人能够保佑他们。洛九幽现在的性情阴晴不定，每一次杀戮都会增加身上的戾气。我跟你讲一讲我们以前的事情吧。冷若水毛茸茸的脑袋凑了过来。别过来。声音都变了味道。冷若水眨巴着眼睛，忽然看到他的腰间，脸色顿时涨得通红。你流氓！洛九幽表示很无辜，小雌性太美味了，整个山洞里都充斥着他身上的雌性味道，还真是有点控制不住呢。睡不着，要不要？不要，我能睡着。凌晨，冷若水早早的就醒了，不是睡醒的，而是被勒醒的。一双铁臂紧紧围在他的身上，生怕他跑了似的。刚醒过来还睡眼迷离，忽然觉得手腕酸痛，还有手中的异样。他猛地瞪大眼睛，还没有来得及发火，就对上那双深邃的眸子，里面竟有点得意忘形。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不能。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既不伤害小雌性又能满足的办法。今天是月圆之夜，今天是第2天。所以呢？我要在你身上留下伴侣契约。这次冷若水并没有拒绝，伴侣契约必须要留的。好。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神龙山脉周围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高阶野兽。骆九幽在山洞里搓着手来回踱步，就像抽大烟上瘾的人烟瘾犯了，整个人坐立不安，神情时而兴奋，时而落寞。阿若，阿若，轻轻呼唤了几声，发现人睡得很熟，于是蹑手蹑脚地出了山洞。哼，本座不去招惹你们，倒是送上门来了，来得正好。骆九幽出马，战场直接实地碾压。很快，第一波兽潮退去，野兽王始终没敢露面，但还是被骆九幽嗅到了，眼神一厉，朝着一个远遁白色的巨型身影张开血盆巨口。这一瞬间，黑色巨龙的身影掠过，白色身影消失。黑色巨龙硕大的瞳孔里跳跃着嗜血的红芒，气场大开，又吞下一只野兽王，吃得酣畅淋漓。也不知道是哪个兽人喊了一声：“兽神使者醒了！”吓得屁滚尿流，瞬间消失在原地。这狗男人肯定又偷偷跑去打架了。生气的冷若水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他到底知不知道，他那个身体造成的杀戮越多，煞气也就越浓重，到最后会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住，成为一只杀戮机器的。不过这些野兽很有可能是被自己肚子里的3个崽子引来的，也不好让其他的兽人战士顶包，所以战斗怎么能少得了我？脚下刚离地，就听到旁边溪流里传来清冷的声音：“小阿若，你睡醒了？等会儿我马上就洗好澡了。”冷若水循着声音找去，就看见骆九幽赤裸着上身泡在冷水里，水珠顺着腹肌缓缓流入人鱼线。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狗男人。骆九幽发现他直勾勾的目光，甩了甩头发：“小雌性，要不要来一起洗？”好，鬼使神差的，他竟然同意了。小雌性，要不要来一起洗？好，赶紧手忙脚乱地冲了过去。别，这水太凉，你会生病的。冷若水还没敢动2秒，就看到神龙族的一个长老走了过来，跪下：“感谢魔龙大人出手，否则我神龙族就灭亡了。那些野兽看到您的神颜……”闭嘴！魔龙大人见救，他刚一出现，野兽们直接崩溃，就连野兽王直接被吞。扑通一声，神龙长老话还没说完，就被一脚给踹入溪水里。我没有打架。骆九幽，你居然说谎！我没有。哟，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再杀戮了，否则戾气会越来越重。冷若水，别说的这么好，不过就是不想要我，想让你的骆九幽回来而已。瞧瞧，这说的什么话呀？自己吃自己醋的，还真是头一回见。你不就是骆九幽吗？想让你恢复记忆，有什么错？不，我是我，他是他，你就是只喜欢他不喜欢我。等他回来了，是不是你就会忘记我？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反正骆九幽吃醋了，吃失忆前自己的醋。骆九幽赌气离开了，留下一脸无语的冷若水。还真是阴晴不定的魔龙，无缘无故的就生气了。一转头就看到水里露出个脑袋的神龙族长老，冷若水直接一道火焰射了过去。看什么看？活该，神龙族兽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说完也转身离开。神龙长老一脸的生无可恋，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回到山洞，刚进去，角落里就窜出来一个黑影，将他抱个满怀。别不要我好不好？松手，我快要喘不过气了。我错了。冷若水决定这次不惯着他，非得把那种思想纠正过来不可。总是这样阴晴不定的，谁能受得了？你说你错哪儿了？小阿若说错哪儿我就错哪儿，堂堂魔龙神尊还不能被伴侣骂几句了？哼，你的意思是我错了？没有，不敢。傻瓜，就算你想起失忆前的事情，也会记得现在的事情。你的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你们就是同一个人呢。我如果恢复记忆了，那现在的记忆不会消失，我还是我。哼，你怎么这么可爱？哟，既然话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坦诚一点的好。骆九幽点头，看起来很认真的在听话，其实脑袋里已经被注入了各种画面。他舔了舔嘴唇。骆九幽，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好。他泄了气，看来两人不能靠近，要不然这狗男人控制不住。腰间就一个用力，紧紧将他抱着，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腰间的雄性力量在直挺挺地昂扬着。就这样说，我听着。声音都变了味儿，你确定能听进去？
你现在是天地间唯一的一条魔龙，随着杀戮越多，身上的魔气就越重。我怕你日后会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最后把我都给忘记了。洛九幽很紧张，紧紧将人搂到怀里，在腰间摩擦。不会忘记你。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造杀孽，好吗？好。冷若水看着那迷离的双眸，自己的话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阿若，今天是月圆之夜，我想做你的伴侣。好。时光静好，岁月无恙，外面树影婆娑，月亮都羞红了脸，躲进云层里。接下来的1个月几乎一直在下雨，小黑都回来了，却依旧没有见到洛不凡和龙月的踪影。冷若水就有点担忧了，刚教会洛九幽从空间里拿东西，就提议出去走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哟，你想不想我们永远在一起，不被俗世烦扰？想。那就让这些兽人们都各回各族，只有我们2个人到世界各地出去玩，好不好？洛九幽没有说话，毕竟他是一条堕入魔道的龙，对于权力的渴望本性依然还在。就算我们离开了，你依然是兽世大陆最强的4大神族，依然列你为最高的王者。真的？不信你回去问问。而且你的实力在那摆着嘛，就算有一天玩够了想回来，他们不还是随时听你号令？洛九幽现在虽然实力深不可测，可一旦遇到冷若水，脑袋似乎就不怎么灵光。难道你就不想我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没有那些讨厌的兽人打扰吗？不让他们打扰，就我们俩。对，就我们俩。好。嘴巴都快要咧到耳后根去了。之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主要是这连续1个月，神龙山脉已经被围攻了4次，每一次围攻，野兽实力都比上一次更加强大。冷若水知道，那都是冲着他来的。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好人，却也不想让那些兽人战士为自己白白牺牲了性命，感染上因果。要是只有他们2个人的话，就算不战斗，光逃跑，那些野兽就追不上他们，而且还有洛九幽这个行走的战斗力。我们要去哪儿？洛九幽像个2哈一样，亦步亦趋地跟着。先回神皇族。好。现在是春天，正好是播种的季节。冷若水准备了很多种子，准备交给神皇族播种。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养殖。期间，冷若水终于在神龙山脉附近找到了洛不凡和龙月。龙月，也走吧，不用这样。龙月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寻求原谅，可还是心如刀绞，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对不起。对不起。 2个人同时出声，你先说。你先说。对不起，我为当年的事情给你道歉，害得你被关上100年，你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我。现在开始你自由了，走吧，啊！洛不凡头也没抬，自己不怪他的背叛，只怪自己的执拗，害得他这么多年生不如死，一切都是自己强行让2人留下来才导致的。我。龙月激动的想要解释，他想说自己不要走，想说自己爱上了他，可是对上那冰凉的眼神，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只能声音哽咽，浑身上下都是落寞。好，然后转身离开了。龙月知道自己不配得到原谅，自从背叛他泄露位置的时候，他们之间或许就再也回不去了。龙月离开了，洛不凡终于冲了出去，僵硬地站在门口，始终没有再踏出去一步。半空中，冷若水远远就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龙月也看到了他，最后眼睛定格在洛九幽的身上。小幽，只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和洛不凡有6分相似的脸，还有曾经小时候的影子。一个小小的身影，时常用一双懵懂又渴望的目光望向他，可他呢，好像从来没有给过一次好脸色。阿母，我找了你很久，怎么在这儿啊？阿父呢？冷若水直接改了口，只是100年的分开，让他们心里生出了一丝怯懦。他在山下打猎。龙月的表情和支支吾吾的话语，让冷若水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哟，这是你的阿母，你的阿父还在下面，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洛九幽的眼中闪过诧异，转瞬即逝。不去。龙月眼中闪过失落。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落荒而逃。真的不愿意原谅？原谅什么？洛九幽问。冷若水微笑着摇头，紧紧拉住他的手。没什么，我们走吧。这件事情还是等到洛九幽恢复记忆以后再说。他遭受过的苦难，谁都没有资格替他原谅。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神皇山脉。哇，你怎么才回来？我都想死你了。
骆九幽深邃的目光紧紧盯着。看什么看？我又不是雄性，还能抢你的伴侣不成？骆九幽目光一凝，该死的雌性，他敢瞪本座！在骆九幽发飙之前，冷若水赶紧将人抱住，身体一软，倒在他的怀里。哎呀妈呀，赶了几天的路，有点头晕。骆九幽赶紧将人抱进了山洞。你们都先回去，明天找你们玩。不许，你是我的。你怎么这么霸道？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管着我，还要给我找其他伴侣来着。不可能。对于找其他伴侣这件事，骆九幽是坚决不会相信自己能做出这么蠢的事情。你不相信？不信。以前神龙族大长老威胁你要做聋哑的伴侣才能激发你的神龙血脉，你不同意，生怕自己死了没人照顾我，确实给我物色了好几个伴侣呢。那我可真没用。不，你在我心里是最有用的雄性，是我最喜欢的。真的？当然了，我要是说假话，你怎么哭了呀？哎，你可是骆九幽啊喂，你可是天地间唯一一条魔龙呀，这就哭了。骆九幽眼眶红红的，虽然他是一条堕入魔道的龙，只知道血腥与杀戮，性格阴晴不定，可是遇到了冷若水之后，性格似乎返老还童了。以前就算是死，也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这样的骆九幽好像更可爱些。你怎么这么可爱？我更喜欢你了。那你永远也别不要我好不好？好，我永远都不会不要你的。冷若水笑得一脸贼兮兮，一张妖孽的俊脸被他看得有点呆萌。当天晚上，神皇山脉周围就被无数野兽给围攻了。肚子里的3个崽子呀，你们该不会真的是唐僧转世吧？这刚来到神皇山脉，屁股都还没坐热呢，这些野兽就嗅到3个崽子的味道了。真是太不像话了！神皇族可是你的母族，那些野兽也敢进攻？阿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一只凤凰死亡的。我真的是怕凤凰有危险，那可都是你的族人。冷若水始终一言不发。骆九幽声音越来越低，他就知道冷若水不会让他去的。去吧。你刚说什么？没听到啊？那算了。听到了。阿若，你乖乖待在这里，不要乱跑，看你的雄性大展神威，绝对不放过任何伤害凤凰的野兽。迫不及待地离开了。真的好久没有开杀戒，手痒得很。骆九幽没离开多久就回来了。你这么快就回来，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就那些破虫子烂鸟蛋，本座一出场全部都给收拾了。你真棒，我的伴侣永远是最厉害的。骆九幽笑得更灿烂了。冷若水无语地盯着他。据说魔龙是一种很可怕的生物，这货怎的像个小孩子？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刚开始见面的时候还是非常傲娇的，好像就是自从月圆之夜交配后，他的龙形印记重新出现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当时是什么表情来着？对，像一只二哈。自那以后也不管什么傲娇魔龙的尊严了，就彻底成了个跟屁虫。伴侣夸奖我了，开心。你想不想去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你想去我就想去。好，那我们1个月后就出发。接下来的事情，神皇山脉接连不断的受到野兽围攻，大多数都是兽王级别的，凤凰兽人都可以解决，当然还有很多从万兽山脉出来的，骆九幽全部给吞了，每一天都吃得饱饱的，导致万兽山的老野兽们不敢再出来了。这几天，部落里所有雌性都陆陆续续开始发情，也就是1年1次的大姨妈到访。当天晚上举行了篝火晚会，也是1年当中唯一一次能抢雌性交配的时候。冷若水很好奇，站在山峰上，一回眸就看见久违的身影。凤鸣，你怎么在这儿？不过去狂欢吗？阿若，有事。他笨嘴拙舌的，半天没有说出来完整的一句话，脸憋得通红。你真的会只选择一个伴侣？当然，我有骆九幽1个伴侣就够了。然后转身果断离开。他又不是傻子，自从凤鸣总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心思。但是冷若水的心很小，只能装下1个人。一边走一边说道：“你很好，值得一个全心全意、心里只有你的雌性。”冷若水说的是实话。凤鸣这个兽人身上散发着凛然正气，长相也十分英俊，刀削复刻般的脸庞，可惜不是他的菜。刚走到拐弯处，就碰到站在角落里的骆九幽。你干嘛？没干嘛，今天的月色真美。然后看向没有月亮的黑压压的天空。是吗？咦，月亮刚刚还在，什么时候没了？走，咱们回去吧。一路上，骆九幽出奇的安静，
嘴角时不时咧开一个傻傻的笑。我听到了，我听到你说心里只有我一个雄性兽人，我很开心。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要你一个伴侣，怎么不相信呢？两个人的身影越走越远，凤鸣就那样呆呆地望着，眼中尽是失落。深夜，部落里四面八方都传来嗯嗯啊啊的声音。身为纯种血脉，冷若水和洛九幽的耳力是相当不错的，就连他都辗转反侧睡不着。本来以为洛九幽肯定会先忍不住，还想着要不要半推半就的同意之类，结果转眸一看，狗男人竟睡得跟猪一样。出去透透风吧。那种事情对他来说实在是难以启齿。刚下床转身走出山洞，床上的狗男人就鬼鬼祟祟地睁开一只眼睛，嘴角上扬，笑得贼兮兮的。自己在他吃的烤肉里偷偷加了苹果的汁液，能让人渴望交配。脑海里想象出冷若水主动的样子，脸上是止不住的激动。冷若水坐在山洞口吹了一会儿，脸上热气消散了一些。可是不一会儿，四面八方又传来低沉的声音。冷若水立即面红耳赤起来。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看见洛九幽依然在呼呼大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听见，气得直跺脚。算了，还是先睡觉吧，睡着了就行了。忍着身体上的异样，闭着眼睛刚要进入梦乡，嘴巴就被捏开，一股甘甜的果汁被挤到嘴巴里，很好喝，还带着清香的味道。这是什么？这声音绝对不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绝对不是。洛九幽突然凑近他的耳朵，气息在耳畔萦绕。想知道？小阿若还从来没有主动过呢。什么？你给我吃的什么？秦果，别人都举行篝火晚会，我也想要。你想要就去抢啊，干嘛给我吃秦果？我就想抢你。你真是个混蛋！今天你求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求求我好不好？冷若水没说话，但还是没忍住身体内情火作祟，和这只大狗狗的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妥协了。黎明破晓，冷若水香汗淋漓，被欺负哭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别哭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整颗心都被填满了，仿佛除了杀戮之外，和小伴侣永远生活下去更让人满足。不知不觉间，洛九幽身上所有的魔气全部内敛。见红了，那是即将临产的信号。此时天上凭空出现数道彩虹，红霞万丈，火烧云映红了半边天际。各种野兽疯狂的声音震耳欲聋。冷若水正瞪着眼睛看着刚生下来的3颗龙蛋。这么小，我是不是还要孵化龙蛋啊？他一脸茫然。生产很顺利，他都没感觉到疼痛，几乎10分钟就搞定了。这费劲巴拉的怀孕3年，按照现代的时间算，那可是整整6年呢。生了吗？是不是生了？生了，3颗龙蛋好着呢。洛九幽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再也绷不住喜悦的心情，一抬头就对上冷若水似笑非笑的目光。怎么了？我都给你生了崽子了，还不打算说实话？小阿若在说什么？说吧，什么时候恢复记忆的？我这不是刚恢复记忆，还没来得及说吗？当时兴奋极了，是准备说来着，可是他居然对自己这么好，交配的时候也很主动，居然还会勾引自己，反正最后没舍得说。万寿山以南的地方有一条连绵10万里的火焰山，此时惊天动地的火焰里爬出一个少年。这就是火焰山以北的世界，好香的幼崽味道，还有一个是小雌性，刚出生的吗？他眼睛亮得吓人，嗖的一下原地消失了。神皇山脉第一波兽潮已经过去，只1天的功夫，又被遮天蔽日的野兽围攻起来。野兽王始终没有出现。冷若水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刚生产完，无一神力的自愈能力很快修复了损耗的精气神。他把3颗龙蛋放进空间里，天上的霞光瞬间消失，彩虹散尽。气味没了？不要啊！我的小雌性，我的小伴侣，你去哪里了？小雌性别怕怕，你家雄性跟你报仇。瞬间消失，却突然出现一道亮眼的火苗在穿梭。阿若，快带3颗龙蛋离开，野兽王开始进攻了。这是准备牺牲整个神皇族来保冷若水和3颗龙蛋。龙蛋呢？族长别担心，我把龙蛋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龙蛋的出生引起了天地异象，就算藏起来了，它身上散发出不一样的味道，野兽肯定能找到。你们快走，神皇族殿后，兽人战士撑不了多久，野兽都疯了。也不知是活了多少万年的野兽王，据说血兽都要听他的号令，没有兽人见过他的真面目，甚至连是什么品种的野兽都不知道。现在发起总攻也好，省得集结成千上万的野兽，消磨掉大家的战斗力。凤凰尖锐的叫声回音阵阵，兽人战士们全部后退。暗处的洛九幽紧紧攥着拳头，他不能出去，他的目标是野兽王。空间静止，空间笼罩范围缩小，刚好将5只雪兽笼罩在内。冷若水一出场，就对雪兽造成绝对的制压。神鹰族对抗东边方向的野兽更多，还有老祖狙击的1只雪兽，给我赢得了大量的时间。神鹰族分2头雪兽，并且东边狙击死亡的野兽全部归神鹰族。多谢兽神使者。神皇族是我的部落，南边也是万寿山的方向，大量的高阶野兽都是从南边冲过来的。神皇族顶着最大的压力，所以分3头雪兽，你们没意见吧？众人当然没有意见。南边的战场他们可是知道的，神皇族那些老不死的都是拿性命去拼。那就这样，神皇族分3头雪兽，并且所伏击死亡的野兽全部归神皇族。10头雪兽全部都是我杀的，我分3头，不过分吧？众人齐齐答应，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占他便宜了。每个部落所得的野兽数量非常庞大，这2个月肯定非常忙碌。等把野兽全部都处理完，我拿出2头雪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谢各位不远万里前来助我一臂之力。一听这话，众人立即欢呼雀跃，也就是说，每个兽人战士都能分得1口血兽肉。兽神大人呐，那可是传说中的血兽，一爪子就能拍飞大长老的实力，他们居然也能吃得。别说吃了，就算是喝1口汤，那也是兽神大人的恩赐呢。悄无声息的，神皇山脉出现了一道穿梭的火焰，从刚开始的巴掌大变成了1根手指大，气息尽量内敛。小火苗周围仿佛多了一层无形的屏障，所到之处无声无息，如清风拂过，连地面上的花草都不曾惊动。我的雌性呢？我的雌性呢？味道怎么没有了？冷若水的山洞里，洛九幽满意的抱着自家雌性，笑得嘴都咧到耳后根了。阿若，崽崽们呢？我想见见，好不好？放空间里安全。那哪行？龙蛋需要孵化的，你放坏了怎么办？你是说要我孵蛋，放在屁股底下？想象自己跟母鸡似的坐在那里孵蛋，脸上的表情都要皲裂了。当然是我，凤凰的体温太高，别再给融化了。我是凤凰，说不定他们是凤凰蛋，万一你的气温太低，孵不出来怎么办？这一个气温高到离谱，一个气温低到离谱，这怎么办呢？要不今天你孵，明天我孵。孵蛋是需要恒温，你这一会儿凉一会儿热的，给弄坏了怎么办？我的天啊，受不了了！3颗蛋都由洛九幽来孵，因为破壳的崽崽都是由雄性来的呀。魔龙大人可要快点了，咱们神皇族好久都没有诞下崽崽了。转眼很快2个月过去，这一天，冷若水看着身旁的一堆火堆发呆，总觉得这2个月以来山洞里很奇怪，具体表现在哪一方面自己也说不出。那种怪异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连洛九幽也时时刻刻守在龙蛋旁孵蛋，一刻也不敢离开。哟，你有没有发现，这火堆好像2个月都没灭了？是啊，我们好像有时候忘记取柴，结果第2天早晨还有着微弱的火苗。这火能有什么问题啊？难道是我神经过敏了？还不是那野兽王搞的，到现在都没有露面，我始终放心不下。最近我们小心点。这时候，山洞外面有一群兽人走来。各位长老，你们这是？阿若呀，我突然想起个事儿，雪山之巅已经没有了雪兽的守护，我们要不要去一趟？其实也不是我们贪婪，主要是养活小崽崽们，估计也需要不少的东西。虽然你有吸色石，但小崽崽们太弱小了，怕是不能吸收。豌豆大小的小火苗，原本狂暴的情绪忽然就稳定了，趴在火堆最底下一动不动。原来是给他的小雌性吃的，拿吧拿吧，反正那些东西他原本也想准备给小雌性的呢。现在的火苗完全忘记了他进攻神皇山脉的初衷，是准备吃掉3颗龙蛋好进阶来着。山洞里，闭着眼睛的洛九幽豁然睁目，鹰隼一般的眼睛犀利地看向火炉，久久才闭上眼睛。太可怕了，小雌性，女阿父这么可怕，我怎么样才能把你偷走啊？
怎么了？没事，可能我看错了。骆九幽那犀利如鹰隼般的目光就直勾勾地盯着火炉。哼，要不是看在他是小雌性的阿父份上，小火苗能怕他？一拳头揍死丫的！冷若水刚一出了山洞，我们腾蛇族决定加入神皇族，我们神鹰族也是，我们神龙族也愿意加入。你们这是啥意思啊？他们都愿意加入神皇族，但前提是让你做族长。别，我可不想当族长，多累啊！尊敬的兽神使者，以前都是神龙族不好，不应该给你做对。神龙族大祭司曾经占卜过，您可能是兽氏大陆的救世主。不，我不要做救世主。兽神使者，这是真的。我们部落的大祭司也占卜过，兽氏大陆会慢慢走向灭亡，只有兽神使者才能。冷若水抿了抿唇，最后道：那就算合并了，你们的生活也是各自管各自的区域。好。冷若水最终被赶鸭子上架，统一了四大神族。四大神族合并，统称为国家。至于名字，四大神族嘛，就叫神国。包括在内的小部落依然是像往常一样生活，只是他们现在属于神国，也只是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能打猎的同时，学会了各种手艺，学会了种植，学会了养殖，更加学会了长期保存食物的办法。其实冷若水还想搞一夫一妻制的，后来想想算了，男女比例拉扯实在是太大。时间过去了3个月，小家伙们终于破壳，火炉里的火苗蠢蠢欲动。随着咔嚓一声，天空一道惊雷炸响，蛋壳里露出一个小小的脑袋，一条巴掌大的小黑龙目光如炬地看向众人。刚出生的幼崽就是兽王级别的兽人，九爪神龙！忍不住捂着嘴巴惊呼：天生的九爪神龙，从古至今都没有出现过。小黑龙和骆九幽的目光对视，小小的家伙身上气势竟然不输分毫。小黑龙烦躁的眼眸眯了眯，在激动的人群中扫视一圈，咚的一下钻入了他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窝着，一动不动。下一刻，被黑着脸的骆九幽给提溜出来。小黑龙冲着他龇牙咧嘴，放电放毒，张嘴咬，最终无济于事，还是被他老子给收拾了，一甩手给扔了出去。别，你不要给我，别扔啊！小黑龙飞回来了，重新钻入冷若水的怀抱里，冲着骆九幽龇牙咧嘴。这是生了个小骆九幽？你干嘛呀？吓着他了。结果怀里就传来细微的哭声，竟然还有眼泪落下来。宝宝乖，妈妈疼你，以后咱们不理他啊。阿若，龙崽子出生是要把蛋壳给吃了的，要不然以后会很虚弱。他是我的崽子，还能害他不成？而且龙崽子必须由阿父教养，这是神龙族的规矩。梁博的目光转向大长老。兽神使者，魔龙大人说的都是真的，龙崽子一出生都是由雄性带着，能吸收更多的龙气。可是阿若，反正咱们都是在一起的，我带着和你带着没有什么区别。不准欺负他啊！冷若水这才不舍得撒手。骆九幽笑着点头，把不情不愿的小黑龙给拽了出来。角落火炉里的小火苗激动的来回乱窜。好香啊，好想吃掉那个崽子，到时候他的实力会更上一层的。但是不行，那是小雌性的阿哥，他以后会生气的。想到这里，小火苗非常烦躁。紧接着第2颗龙蛋也开始破壳，同样是一条神龙幼崽，但颜色全部是继承了冷若水七彩凤凰本体的颜色，高贵而华丽。又是龙啊，可又是龙啊！哎呦喂，好漂亮的小神龙幼崽，神龙族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么漂亮的。出手就要去碰小家伙，结果还没等神龙大长老反应过来，脸上就遭到毒气入侵。众人实在是没有忍住，哈哈大笑起来。众人等了一整天，第3颗蛋还是没有破壳的动静，传说中的野兽王也没有出现。整整1天，2个小家伙已经将蛋壳吃光了。可能是刚出生还很虚弱的缘故，在冷若水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睡得香甜。怎么能这么可爱呢？都看不够。突然想到什么，一抬头正好对上一双幽怨的目光。一整天了，你还知道看我？你们神龙不是有记忆传承吗？快看看小家伙都吃些什么，我好像到现在还没有奶水。深夜，阿母呢？小小软软的阿母呢？才发现他们的位置已经被某龙给占有了。骆九幽美滋滋地窝在冷若水的怀里，满足地嗅着鼻尖时不时传来的奶水味。这么大的雄性欺负我们小崽子，无耻！
骆九妖嘴角微勾，小样，抢他的雌性还治不了他们了。一大早，阿若，你醒了。大巫说雌性喝骨头汤会有奶水，来，趁热喝。说话的时候，眼睛时不时地看向冷若水的胸口，无意识地舔了舔嘴唇。不许乱看。骆九幽轻笑。好，不看也不摸。骆九幽，你在汤里加了些什么呀？那个大巫说能通奶水。我说的是这个吗？你放这么多补药干嘛？不是说这些都是补药吗？都是对身体好的。冷若水忍不住扶额。大哥，好东西也要适当用啊！你瞧瞧，1000年的人参，万年的灵芝，你这是嫌弃我走得太慢了呀？骆九幽不明所以，湿漉漉的大眼睛无助地看向他。我犯错了是不是？对上那无辜的眼神，冷若水立即破防，下意识把他当成了没有恢复记忆的魔龙。没有，你熬制的排骨汤我会留下来慢慢喝。你主动的样子真美，后悔这么早露馅恢复记忆了。冷若水一愣，轻笑着回报了他。要是喜欢，我以后天天这样。真的？他笑着点头。以前不是不想，而是他承受不住撒娇带来的后果，妥妥的几天不能下床的那种。不过你不许动不动就什么？说，我想听。只要你说出来，我就不那样了。你流口水了。什么？混蛋，你骗我！别生气，给你摸就是。说着，骆九幽直接将人搂在怀里。火炉里的小火苗频频点头，学到了，以后就这么勾引小雌性。话说小雌性怎么还没有破壳？我都等不及了。不行，要好好想想，到时候怎么把小雌性给偷走呢？再发动一次兽潮攻击。果断摇摇头。不行，上次的兽潮已经用掉了万兽山大部分的强者，而且这次不一样，我可不是要吞食小家伙，而是找他当伴侣。正在小火苗头疼的时候，最后一颗龙蛋也破壳了。睁着懵懂的大眼睛看着周围。凤凰，真的是凤凰！我神皇族终于有一出生就是神皇的兽人了。我的小雌性啊，阿父好可怕，以后会不会打你呀？等众人散去，你来奶水了是不是？骆九幽冲着他一笑，露出森森白牙。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没等冷若水反应过来，就猴急地扑了上来。我困了，赶紧睡觉。不行，我刚生产会生病的。那什么时候能交配？3个月后吧。什么？骆九幽露出一脸苦笑，居然还要等3个月，真是要了老命了。哎呀，现在不是刚生了崽子吗？为了我的健康着想，你也不能胡来。好吧，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冷若水看着他的目光在自己胸口游离，便红着脸瞪他。你休想！然而根本不等他反抗，放大的脑袋就凑了过来。我先替小崽子们尝尝好吃不好吃。声音越来越沉重。大雨季快来了，兽人们一个个都变得忙碌起来。冷若水看着七彩小凤凰变成人形娃娃的时候，心恨不得软成一滩水。这也太可爱了吧！该起个什么名呢？要不我给取一个？不用，你给2个哥哥取名字，我要给妹妹取。哎，话说回来，这2个哥哥不是先破壳的吗？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幻化成人形呢？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一黑一彩2只小神龙在山洞上方的岩石壁上，眼睛都要翻到天上去了。没有什么问题，幻化成人形就是一个小奶包的样子，太影响他们神龙的高贵气势。不要，他们不想变。所以说你们俩是可以变的。2个小家伙点头。好的，他们也该饿了，我找了兽女回来，赶紧趁热喝。2个小家伙翻了个白眼，不予理会。他们才不要喝奶，他们要吃肉，要吃很多很多的肉。看到小凤凰窝在母亲怀里吃奶，3个雄性的脸上都露出羡慕的神色，反而2只小神龙又把头给扭到一边。偏心。但是眼底深处却透露着浓浓的温情。火炉里的小火苗早已按耐不住，只能听到卧室里的声音，却看不到人，急得抓耳挠腮。昨天终于看到我的小雌性了，好可爱呀，简直太漂亮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小雌性，真想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不让任何人碰呢。可是该死的，他们怎么一直都在山洞里，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2只小飞龙对视一眼，飞到石床上，直接变成2个稍大一些的奶娃娃。七彩小凤凰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凤茶茶。
最终老大叫做龙庭，老二叫做龙霄。一张嘴就开始哭唧唧，骆九优直接傻眼。两个小家伙刚才在外面还跟龙泉打了一架，神龙族的少族长直接被他们俩打得鼻青脸肿，落荒而逃。那狠厉的眼神，那杀伐果断的出招速度，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结果眼神凉凉的扫了过去，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婆娑的奶娃娃是怎么回事？冷若水第一次看到两个儿子变成人形哭，立刻心软的一塌糊涂。哈哈，阿母好香好软好舒服呀！自己之前为了彰显气势不让抱着，简直太亏了。我说他们刚才打架的时候很凶，你信吗？转而又看向一脸无辜的两个臭小子，磨了磨后槽牙，认命道：算了，我也不信。他可以肯定，要是自己再说下去，这俩小崽子就要哭给他看，到时候没自己好果子吃的啊！后悔生崽崽了。得，我走行不？转身又出去打猎了。接下来的日子，两条小神龙也不愿意出去打猎了，天天依偎在冷若水的身边，整整1个月都没有变回龙形。他们发现阿母好像特别喜欢他们人形的样子，决定要和阿父争宠。最后骆九优果然争不过他们，只能以身材勾引。平静的日子一日日过去，整个神国都朝着耕种农业的方向发展，当然打猎的手段也不能废。整个大雨季很快过去，天气更冷了。深夜忽然有无边无际的野兽怒吼声，是不是又有兽潮攻击部落了？看来那野兽王还没有放弃。阿若，你在山洞里守着崽崽们，今日非将那野兽王给揪出来不可。三个小家伙不约而同地将身体挡在了冷若水的面前，目光犀利冷凝，完全没有平时呆萌的模样。你们仨不许出去，听见没？野兽王可能是冲着你们来的。三人齐刷刷的点头。尽管他们内心的战斗因子在疯狂的叫嚣，想要出去打架，还是硬生生的压住了那种冲动，不能给妈妈添麻烦。角落的火炉里再也不是往日里那温吞的火苗，火焰旺盛，仿佛在里面加了汽油。看来不攻击是不行了。当雪兽冲进来之后，他一跃而起，找死！火炉里的小火苗嗖的一下冒了出来，将凤茶茶卷起来，直接飞遁。妈妈，快，他拖走了妹妹！冷若水也来不及惊讶于他会说话，赶紧追了出去。火兽一离开，漫山遍野的兽潮大军顿时如潮水般退了下去，对面就迎来了一只小彩龙。快，茶茶被偷走了！骆九优身形如流水般追击而出。山林中，一个体型健硕的少年在穿梭，怀里紧紧抱着小茶茶，他胖乎乎的小身子扭来扭去，先是一脸懵懂，忽然小嘴一张，凤凰之火喷到了火兽英俊的脸上，却没有激起丝毫反应，仿佛只是清风拂过。少年低下头，在小茶茶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少慈祥，你是我的。茶茶歪着脑袋不明所以。不过这个小哥哥好好看，跟爹爹一样好看。伸出小爪子在他脸上胡乱捏了几把，再咧开一抹笑。嘿，好看，茶茶好喜欢。回去跟爹爹说，把他抢回去做茶茶的雄性好了。爹爹会不会生气呢？火兽可不知道茶茶心里的想法，只刚停顿，歇一会儿，就感受到身后那扑面而来的火光。我去，这么快！一龙一凤很快追击到了1000米内。茶茶乌溜溜的大眼睛乱转，刚开始还以为在玩，开心的手舞足蹈。结果经过3天3夜的奔波，滴水未进的他开始虚弱。我饿，要喝奶奶，要妈妈，一直不停的哭，哭得人心都碎了。火兽也很狼狈，本来在火炉里待了这么久，一直没有进食，又加上控制万兽和这些天高强度的夺命奔跑，就有些体力不支了。就在这一时，火兽忽然浑身汗毛一炸，骆九优以魔龙本体蓄力在正前方，身后七彩凤凰展翅高飞。你无路可走了，放下茶茶，饶你一条性命。我凭本事偷的，凭什么还给你们？妈妈，要妈妈！少年的眼里闪过心疼和紧张，被冷若水立即捕捉到。你就是野兽王？少年不置可否。哼，也可以这么说。真正的野兽王是一只通了灵的野兽，是活了好几万年的老怪物，早被100年前的他给灭了。实话告诉你们，我是火兽，来自火焰山的南边，我要茶茶做我的伴侣。你找死！那就没得谈了。
冷若水没有生气，反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不是想吃掉茶茶就好。我饿，要喝奶奶。妈妈，要妈妈。茶茶现在还是个奶娃娃，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会饿死的。看了一眼哭红了眼睛的茶茶，有那么一瞬间想把它给还回去。可是看了看那只魔龙，不，他不会让自己靠近茶茶的。那怎么办？少年的声音里是前所未有的慌张，完全没有了刚才的嚣张气焰。我这里有一些瘦奶，你给他喝了。茶茶终于喝到了奶，猛地使劲吸。妈妈，要妈妈。吃饱喝足，就对着空中的冷若水要乖，要我好不好？茶茶看了一眼小哥哥，他居然犹豫了。要妈妈。冷若水简直心疼坏了。野兽王是吧？只要你把茶茶还给我，我同意你和他做朋友，好不好？至于伴侣关系，等他18岁自己决定。不好，我现在只要养他，他只能是我的。实话告诉你们，我可是兽神血脉，你们俩联手也只能与我打个平手。要不是看在你们是茶茶的父母的份上，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少年心疼的在那肉嘟嘟的脸颊上又亲了一口。住口！伸手就要发动攻击，被冷若水拦了下来。茶茶实在太弱小，万一伤害到，可就追悔莫及了。我只是带着茶茶回火族，不会伤害到他的。不行，茶茶太小了，你会照顾吗？养死了怎么办？不会的，我一定会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洛九幽根本不信。现在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茶茶现在的归属问题，谁都不愿意妥协。不要！随着冷若水的一声尖叫，果兽直接冲进那个恐怖的深渊里去。阿若，你在上面等着我。我现在的实力比之前强很多，我要进去。二人朝着深渊深处飞跃而去。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脚下。该死的，空间又在升级，现在完全进不去。要不然野兽攻击的时候，我就已经把茶茶放进空间里了。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每一次需要他的时候，都给老子撂挑子不干。哎呀，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先将人给骗出去再说。好像晚了。少年也开始后悔，他本意是想保护小茶茶，结果却忘记了自己本身的吸引力。他的本体也是那些野兽趋之若鹜的，好像闯祸了。一甩手将小茶茶送给冷若水。你们走，保护好茶茶，我先顶着。你拿什么顶？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杀死黑暗中那只觉醒的怪物。阿若，你先带着茶茶走，我来断后。不行，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吧。一条魔龙，一只神凤，一头火兽，小朱雀，哈哈哈哈哈！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可口的食物了。三人身上瞬间压力倍增，小茶茶吓得眼睛睁得大大的，连哭都不敢。原来是一只龟兽，我可是兽神使者的血脉，你敢伤害我，就不怕火族把你的龟壳拿去煲汤吗？哼，他们不可能找到你的。哼，可是我来这里，阿父是知道的，忽然消失在这个深渊里，怎么可能找不到你？如果他们都想来做口粮的话，我倒不介意全都给吃了。冷若水听到这个字，头皮一阵发麻。这只乌龟已经不算是野兽了，它说话的内容和体型倒是像极了神话中的玄武，远古4大神兽，血脉纯度凌驾于龙和凤之上。等等，刚才这只老乌龟说什么？小朱雀？朱雀？血脉比凤凰还要高的朱雀？哈哈哈哈哈！先吃小朱雀。话音一落，冷若水只觉得双臂僵硬，这茶茶的手仿佛被打了麻药，胖乎乎的小奶娃直接悬空漂浮起来。妈妈，爸爸！小茶茶吓得哇哇大哭。你敢！冷若水大喝一声，空间禁制！双重空间压力对抗，导致玄武的身子停顿了片刻。也就是这片刻的功夫，茶茶已经被冷若水给抱在了怀里。可恶，敢伤害我的小雌性，少爷，我要弄死你！忽然，少年发了疯一样的变成一个小太阳，朝着玄武冲去，仿佛要与他同归于尽。上！趁着玄武眼瞎的时候，冷若水和洛九幽同时冲了上去，直接就用最大的战斗力。粗壮的雷电一道，又一道噼里啪啦朝着玄武龟身上招呼，能够燃烧灵魂的凤凰之火就没有停过。玄武龟不动了，空气中传来烧焦的味道。小哥哥，小哥哥！茶茶不哭，
还没有死。看到大家都还活着，重重的松了一口气。要是小茶茶的父母死了，他肯定会恨自己的。好在大家都还活着。刚开口想要说些什么，结果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瞪大着眼睛，瞠目结舌，张着嘴，老半天没说出一句话。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只2座大山一样的玄武神龟消失在眼前。消失了？怎么消失的？乌龟只是活的年份久远了些，是纯纯的兽类，不是兽人。玄武血脉纯度很低，不过煲汤的话应该很有营养。洛九幽摸了摸茶茶哭红的小脸，一阵心疼。那便好。冷若水笑了，洛九幽始终是明白他的。如果这只老乌龟是一只能变成人类的兽人，打死它都不可能吃。冷若水利用巫医神力，将自己和洛九幽身上的伤势全部医治好，又看向身后不远不近跟着的少年，看在他舍命救茶茶的份上，也治好了他身上的伤。只是刚才那变成太阳的一击，可能是使用了某种秘术，冷若水无能为力。宽广的石壁上长满了毒果，还有一种血红色骷髅形状的花。全部都收进空间里，以后肯定用得上。少年直勾勾地瞪着眼，脑袋炸裂。他看到了什么？兽神使者的手不管对什么轻轻一碰，那东西都会消失不见。难道那老乌龟也是？这就是兽神使者的技能？好可怕呀！转而又疑惑，既然一碰到就能让那东西消失，怎么之前还被弄得这么狼狈？搞不懂，实在搞不懂。他当然不知道冷若水的空间有自主屏蔽危险的能力，而且现在空间升级根本进不了活物，就算能进活物，那也是没有思想或者心甘情愿进去才行。不对啊，既然那老乌龟是纯纯的兽类，那它怎么可能会说话？这个我知道。当野兽的寿龄超过100年，便会通灵智；超过1000年，就相当于兽人10岁崽子的智慧；而超过10000年以上的，灵智就很高了，能口吐人言。不过也只是能说几句话而已。那乌龟本来就很笨重，如果是其他兽类活了这么久，战斗起来肯定不会被你俩给骗的。原来是这样。我来帮你挖。小心点，这草有剧毒。我可是火兽，不怕毒的。洛九幽一边挖，时不时摘下一片草叶子塞进嘴里，好东西啊！他感觉到体内一股能量在暴动，竟隐隐有进阶的感觉。少年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然后10只长毛象的尸体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看什么看啊，不是饿了？直接变成一团火焰，将长毛象包裹在内。胃口可真好，自己101岁了。虽然在火兽里100岁才刚刚成年，可是眼前这个雌性应该没有100岁吧？算了，为了我的小伴侣，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谢谢阿嬷。不许这么叫我。看什么看，赶紧挖，这边那边全部给我挖光，要不然没食物吃。洛九幽则是一脚踹了出去。小雌性，你的父母虐待我，好想打他们哦。本座并不准备让茶茶收你做伴侣。这火兽确实很强大，可是岁数太大了，配不上茶茶。洛九幽却没发现，他和冷若水之间年龄差距更大。少年也不气恼，就算被踹翻在地，也乐呵呵的。我才21岁。少年一阵沉默，说明18岁就怀崽崽了。看向洛九幽的目光带着鄙视，禽兽啊！我以后可不能让茶茶这么早生崽崽，对身体不好。一边说着，身形直接窜了出去，生怕又挨揍。少年扶着自己快要累断的腰。阿母，你什么时候才出去啊？他快要累死了。小茶茶，我这可都是为了你才去取悦他们的，可一定要在心里给我加分哦。对这样的称呼，冷若水也已经习惯了，见怪不怪。等你把这里所有的毒草全部挖光，咱们就离开。啊！3天后，他们站在一具骨架前，看这些骨头架子，应当是神龙骨。一共20具神龙骨架，想必他们就是10万年前将魔龙镇压在此的神龙。这里竟然真的是镇压神龙的地方吗？这不就发财了吗？神龙骨、神龙的龙鳞都是打造顶尖武器的最佳材料，更何况里面还有魔龙。好好挖，等会儿奖励你一只烤乳猪。虽然不知道烤乳猪是什么，但那肯定是食物了。又过去了整整6日，才将所有的神龙骨架和龙鳞以及积血骷髅花全部收进空间。他震惊地发现，这里有成堆成堆的七色石，每一堆都犹如一个小山丘那么高。想当初洛九幽筹集半箱子的七色石，几乎将兽氏大陆翻个底朝天，这里竟有那么多。
与此同时，还发现许多稀奇古怪的食物，也全部收了起来。还有魔龙的龙鳞，能撬出来一片是一片，全部带走。小查查，我还能不能从他们手里把你偷走啊？时间不知不觉一晃而过，他们已经在地底深渊里待了半年。外面的世界从大雨季变成了小雨季。少年想起出来时阿父送给他的一样东西，嘴角抿成一条直线。查查，他必须带走。查查如今也能走了，还能完整的说出一句话，更可爱了。他们的身形缓缓上升，少年跟在最下面，眼中一抹红光乍现。就在马上出深渊的时候，忽然少年直接冲天而起，身上的能量无限放大，仿佛吃了膨胀剂，实力竟然瞬间超过了洛九幽。查查直接飞了出去，瞬间消失。少年抱着查查穿越于山林间，朝着南边的方向飞遁。他身上那股猛然增长的强大气息在慢慢消失，直到完全不见。紧接着他本身的能量也在缓缓倒退。这次为了抢走查查，少年用了火兽特有的秘术，伤敌1000，自损800，强行提升等级，会让他3日内兽阶全无，没有个半年是不可能恢复过来了。该死的！当初就不该听查查的话，放过这小贼，早该把他撕碎的。眼看着少年狼狈的身影出现，又眼睁睁地看着他抱着查查飞入火海，只差一步，冷若水也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洛九幽也是在天空中远远地飞着。一进入火海，冷若水便失去了方向，所有的气味和踪迹都消失不见。山脚下的大树旁，小哥哥，小哥哥，少年依旧一动不动，如同死了一般。查查喊了好久，他都没有醒，吓得哇哇大哭。一座巍峨的高山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大首领，我感受到小首领有危险，他用了火兽的秘术。找，给我出去找！他们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小首领100年前就已经失踪，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山林间有一只流浪兽在捕猎，好美味的小雌性味道。此时小查查手里正拿着一条烤熟的狼腿啃着。好多野兽，查查好怕，好想妈妈呀！呸呸呸，一点都不好吃。我要妈妈，这里太吓人了。这是哪里来的小雌性？哪个兽人这么坏，竟然把一个小崽子丢在这里？有没有人要啊？没人要，我抱走了。没有任何回应。可爱的小雌性，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找不到妈妈了。哦，乖，不哭。我小哥哥一起走。他好像死了，要不咱们不管他了。你是好人。黄鼠狼心中一震，心砰砰的乱跳。算了，看在你这么识相的份上，多养一段时间。他是狡猾恶毒的黄鼠狼兽人，还不会承认自己心软了。于是，一手扛着昏迷的少年，一手抱着查查，朝着远方离开。迎风狼的狼腿，你哪来的？看狼王是好人，查查饿了就送狼肉给查查吃，给你吃一口。黄鼠狼先生更加懵逼了，狼王是好人，给查查送狼腿。黄鼠狼兽人并没有多想，看天色不早了，准备出去打点猎物。你不要查查了吗？我要出去打猎，查查乖乖待在这里，可千万不要乱跑哦，外面很多坏兽人会抓你的。外面有坏兽，不出去，查查给你食物吃。黄鼠狼兽人竟然掉眼泪了。从来没有雌性对我这么好，他们都骂我是大坏蛋。查查迷茫地看着他。你不是坏蛋，你是好人。真的吗？查查肉乎乎的脑袋使劲点头。黄鼠狼看着那晶亮的眸子，似乎下了某种决心。小雌性，走。我去哪里？查查，有坏人看上你了，咱们现在要去逃命，非常危险，不能带上你哥哥，知道吗？要不然我们谁都活不了。哥哥？他不是我哥哥，他是坏人，还打我的父母，把我从他们手里抢来的坏人。那你还让我救他？查查努力思索着不太灵光的小脑袋瓜子。他长得好看。临走前，意味深长地看向少年，露出一抹嫉妒的目光。查查，以后看到好看的兽人要远离，越是好看的就越坏。可是我阿父就很好看，他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兽人。你阿父不算，因为你是他的崽崽，
他不会伤害你，其他好看的兽人就不行，知道吗？查查知道了，好人，你能帮我找妈妈吗？能。黄鼠狼随口答应，虽然他并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深夜，少年终于悠悠转醒，努力地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想要寻找查查的下落。查查，查查，声音有些嘶哑，全身无力。查查，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干脆盘坐在地，闭上眼睛，强行使用技能，沟通周围所有的低智商野兽，听从他的命令。最终，在狂飙几口鲜血的代价下，得知查查被一只流浪兽抱着逃命，身后还跟着10几只流浪兽人追杀。小黄，你给我站住！我们在逃命吗？对，有坏人在追我们，他们想抓你当食物，咱们快跑！哼，坏人当食物，他们都是坏人。黄鼠狼只觉得背后一热，好像有亮光闪过，以为是身后的流浪兽人开始发动攻击，想抢他怀里的查查，双腿跑得更加卖力。耳边没有了兽人威胁的话，只剩下呼啸的风声刮过，只剩下一片灰烬。不知跑了多久，这才发现身后没有了响动，微微松了口气。好人，你停下休息休息吧，他们永远都不会追过来了。小查查，我们去流浪兽族好不好？流浪兽？流浪兽是坏人，我们不去。哈哈，部落里有很多好吃的哟。嘿，吃好吃的，我要吃好吃的。好，回部落，给咱们查查小雌性拿好吃的。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山洞里。你放开查查，放开他！哎呦喂，没想到狡猾的黄鼠狼兽人虐待死了这么多小雌性，竟然会这么拼命。你放开查查，我自己到首领那去领罪。查查怒了，非常愤怒。为什么欺负好人哥哥？你是坏人，你是坏人！嘴里一道火光出现，耀眼的如同小太阳。兽人变成一具烧焦的干尸，就连黄鼠狼兽人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好人哥哥别怕，查查保护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我干的。没断奶的小雌性也能杀人？哼，你们看不起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杀人，不能随便杀人。可是妈妈不在身边，我又不是随便杀，是故意杀的，应该不算坏孩子吧？就是这样。然后又是一道火焰喷了出来，熊首领身边的2个流浪兽哀嚎一声，整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在地上打滚。妈妈说不能随便杀人，查查没有随便杀，查查还是好孩子。现在我是流浪兽族的首领，好人哥哥是2首领，你说查查最厉害？查查最厉害，求查查首领放过我吧！小家伙终于开心了，收回火焰。黄鼠狼哥哥，你会保护我吗？黄鼠狼欲哭无泪。会，我会保护你。对了，你怎么会喷火呢？你是什么兽人？你想看？这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鸡仔。查查威武霸气不？妈妈说我是世界上最威武的猪。猪什么来着？查查忘记了。猪？这个众人实在是难以理解。查查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仔仔，以后你就是我们流浪兽族的大首领。好，跟着我，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走。黄鼠狼呆愣。去哪里？哎呀笨，查查现在是大首领了，当然是巡视部落，顺便看看咱们部落里有什么储存。得嘞。经过好几天的努力，冷若水终于从火焰山走了出来。火焰？那少年的本体也是火焰。男人身形高大，剑眉星目，眉宇间带着上位者的威严。男人直勾勾盯着冷若水的侧面，让他心中一跳。好美的雌性啊！兽氏大陆有这么美丽的雌性吗？自从100年前伴侣死了以后，就从来没有这样心动的感觉。小雌性，你没看见我？看见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火兽王。火兽是本体为火的兽人？你们部落里是不是所有的兽人本体都是火？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
整片兽氏大陆，唯有火兽的本体是火焰，我们是兽神大人的后代。原来是兽神大人的后代啊，好厉害哦！请问你们火兽族最近有没有多一个1岁左右的小雌性？火兽山脉很大，这种小事我不会知道他是谁，要不然随我去火兽山脉找一找。不行，火兽山脉非常的热，你……没关系，我可以的。见男人还在犹豫，冷若水保证道：“你先把我送到那里，如果我受不了那样的炎热，再把我送出来，怎么样？”难道他是在博得自己的另眼相待？想到这样的可能性，火兽王双唇抿成一条直线。一路上，火兽王心中美滋滋的。我说雌性，你找的那个小雌性崽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孩子，脸上得意的表情凝固，又瞬间的僵硬，缓缓回头。你有崽崽，还有伴侣？当然。几个？什么几个？哦，我有3个孩子。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说出这话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火兽王身上散发出来的怒气。他怒个什么呀？有毛病吧？以后跟着我，那些伴侣和崽崽就不要联系了。冷若水就算神经再大条，情商再低，也听出来啥意思了，忍不住嘲讽地笑了，却也没有再说什么。他现在必须进入火兽族的领地，寻找查查。那个孩子向来胆小，万一受到欺负，可不得心疼死他。这个地方伴侣的契约关系非常薄弱，距离远的话，冷若水根本感应不到洛九幽的存在，也不知道他现在去了哪里。经过几天的赶路，终于来到了令所有部落闻风丧胆的火兽族。那里有我储存的食物，足够你吃的了。记住，不要乱跑，这边的地势复杂，免得迷路。直到火兽王离开，冷若水都是在打量周围，始终不发一言。不能离开？哼，老娘偏不！小查查大手一挥，还真有几分首领的架势。这都啥玩意儿啊？我们养殖的咕咕兽吃的都比这好。大首领，这都是我们储存的，准备小雨季来的时候使用。全都在这儿了。对，全都在这里了。你好可怜哦。没关系的，有查查大首领在，以后肯定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歪着脑袋思索了一会儿，想学着冷若水教大家生存，结果年龄太小，啥都没记住。妈妈是怎么教他们种地来着？不会。怎么养殖来着？不记得。哪些植物和药草可以吃？好像查查都可以吃。想了老半天，小脸都皱在一起了，愣是没说出个所以然。外面就响起了熊首领惊慌失措的声音：“大首领，大首领！隔壁流浪兽不知道抽什么风，攻打我们部落了！”什么？敢欺负我查查？哼！走，带你们去揍得他们满地找牙！我可厉害了，我是兽氏大陆唯一的小猪。猪什么来着？我又忘记了。小猪？查查大首领，快喷火，快喷火，烧死他们，烧死他们！喷火？我看你是疯了吧？这世界上除了火兽能喷火，他怎么可能？结果胖胖的身体突然腾空而起。查查生气了，生很大很大的气。看个屁看，还不把他们都杀了，以后他们的地盘、食物和雌性全部都属于我们部落。查查首领厉害，查查首领厉害！山脚下的一个石窝里，这么多长老，发生了什么事情？山洞口响起了一个少年痞痞的声音，还有些虚弱，但冷若水一眼就认出了他。兽神使者。阿渊，我答应你去找那个丢失的小雌性，就一定会去的。等我把这里的事情解决完了，好吗？砰的一声，虚弱的身子直挺挺地跪了下去。众人都懵了。兽神使者？谁是兽神使者？查查呢？火兽王疑惑地看向冷若水，他怎么知道查查这个名字的？他也是找到阿渊的时候，阿渊昏迷在小溪边，一直在念叨的名字。火渊垂下了脑袋。查查不见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冷若水直接伸出一脚，狠狠踹在了阿渊的头上。阿渊整个人被踹出10几米远。冷若水紧随其后，在阿渊没有落地之时，单手捏住他的脖子。查查呢？你把我的崽崽弄去哪儿了？说，否则我让你不得好死！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查查。这句话对于冷若水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双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面。你这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我杀了你！冷若水的反应让火渊直接反应过来，他可能是误会了，然而已经来不及解释，忽然变成一只庞大的七彩凤凰冲天而起。据说兽氏大陆唯一的一只七彩凤凰是神国的首领，更是那位神秘的兽神使者。死！全部给我死！他的攻击密密麻麻接踵而来。我一定会找到查查的。查查没死，我昏迷的时候把他弄丢了，后来去找，却又晕倒在河边。既如此，那你也该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尊敬的兽神使者，您请息怒，我们已经通过野兽找到一处流浪兽部落，那里的首领只有1岁左右的样子。首领？根据野兽传过来的，那个小雌性白白胖胖，很可爱，是1个月前出现的，身边还跟着一只黄鼠狼流浪兽。他说自己是猪兽。冷若水皱紧了眉头。猪兽？除了兽人的类型，其他都符合。在哪儿？在流浪森林。带路。冷若水离开了，火兽山脉上的积云散开，经过1天1夜的飞行，终于来到了流浪森林。结果就听到娇娇软软的暴喝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大家快跑，那是只猪兽！哼，放屁！我乃流浪森林的主人，整个流浪森林都是我的，你们也是我的奴隶，快给我跪下唱征服！查查首领，把他们东西抢了就行，别杀人。为什么呀？你想啊，如果他们都死了，你岂不是就没有奴隶了？可是他们都是坏人，你看那个雌性肯定是被他抢了。查查首领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是想造反吗？黄鼠狼也不畏惧，回瞪了过去。臭狗熊，查查现在还小，不能杀怒太多，会影响他的心智。黄鼠狼兽人看向查查，慢慢又哄道：查查首领，你以前不是说坏人不好，咱们不要做坏人好不好？首领，现在整个流浪森林都是您的了，接下来我带您去玩好不好？咱们不杀人。你忘了吗？那只熊是坏人。黄鼠狼兽人真是操碎了心。小崽崽心性不稳，变好很难，变坏只是一瞬间。他们是坏人，他们抢雌性，必须死！查查！所有雄性兽人的目光热切，都恨不得粘在冷若水的身上。查查听到声音的那一刻，眼神顿时就亮了，还没来得及开口。查查首领，您不是说要给我找这世界上最美丽的雌性做伴侣吗？我就要她了。黄鼠狼兽人赶紧上前。首领，这个不行啊，把人抢过来，咱们和流浪兽有什么区别？妈妈！查查突然飞了起来，扑进了冷若水的怀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查查首领说妈妈就是阿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查查竟然在撒娇。妈妈，我好怕呀，这里坏人可多了，野兽那么大，我这么小，嗷呜一口，差点就把我给吃了。查查哭得肝肠寸断，一张小脸通红，小小的身体都在颤抖。冷若水立刻心就软成一滩水。查查别哭，妈妈来了，以后没人敢欺负你。妈妈，我可想你了，都饿瘦了。冷若水掂了掂那肉嘟嘟的身体，嘴角抽了抽。这孩子也不知道随谁，惯会撒娇卖萌的。这是我阿母，以后你们谁敢欺负我，他会给我报仇的哦。众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嘴巴微张，机械的点点头。查查首领的话就是天旨，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扑通一声，一个肥壮的身体摔到地上。查查首领，我不知道那是你阿母啊，求求首领大人原谅我吧，原谅我吧。查查突然就想起来这该死的雄性兽人说过的话：你居然敢跟我阿父抢雌性，该死！呼啦一声，一道火焰喷出，熊首领直接变成一堆灰烬，就连哀嚎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冷若水惊得目瞪口呆。查查，你……妈妈，对不起嘛，我知道不能随便杀人，可是人家太生气了，他怎么欺负我都可以，就是不能说我的妈妈。你的火焰居然这么高！妈妈，我现在可厉害了，一口火就能灭掉一个兽人，还有那大石头直接就变红了。说着说着，突然感觉气氛不对，
黄鼠狼兽人对他偷偷挤眉弄眼。哦，那刚才说害怕被兽人欺负，还差点被野兽吞了的孩子是谁？不要给我撒娇卖萌。对不起，妈妈，我说谎了，我不是好孩子。小黄忽然跪了下来。美丽的大人，查查是个非常善良的小崽崽，从来没有乱杀一个兽人，请您不要责备他。冷若水这才将目光看向黄鼠狼兽人。之前的兽人都是我杀的，其实查查就只杀了这一个，他是我捡到的。当时身边还有一个坏的兽人想抓他，那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小崽子，面对陌生的地方，害怕的直哭，嘴里一直喊着要妈妈要妈妈。冷若水眼眶微红，将查查轻轻搂在怀里。对不起，妈妈没保护好你。查查看了一眼黄鼠狼兽人，他当时在干啥来着？哦，对了，用火烧死了一个狼王，当时正在啃狼腿，可好吃了，嘴里却在说：查查不生妈妈的气，查查最喜欢妈妈了。走，我带妈妈去看看我的领地。这边都是我打下的江山，原来有很多流浪兽部落的，全部被我给打趴下了，现在都在我的麾下。我们的部落叫流浪部落，专门劫富济贫。冷若水嘴角抽了抽，真是越说越离谱。妈妈，这里的果子可好吃了，就是肉太难吃，他们根本不会炒菜，兽奶也不好喝。说着说着又委屈了起来。冷若水抬眸，那可不，洛九幽带来的那可都是高阶野兽的兽奶，他又经过重重杀菌，早已经没有了腥味，和直接挤出来就喝的自然是不同。查查，我们10日后离开。好。查查，你既然是这里的首领，离开之前是不是要把部落给处理好？小家伙歪着脑袋疑惑。部落不是挺好的，处理什么呀？查查呀，因为你的实力高，能压制得住所有的兽人，让他们不敢反抗。但是你一旦离开，那些被压制住的坏人就会冒出头来打架，争夺首领的位置。到时候你的离开，这里会死很多人。我不介意你杀人，但是并不赞同你滥杀无辜，更不能让别人因为我们而死，是不是？查查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妈妈，那我该怎么做呀？你觉得你的手下谁最厉害？谁是好人呢？最厉害的兽人就是刚才那个熊，已经死了。第二厉害的兽人出去打猎了，不在。查查最喜欢的好人哥哥是黄鼠狼哥哥。闻言，黄鼠狼兽人感动得都要哭了。最近查查在熊首领的诱导下杀了很多兽人，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可奈何。冷若水淡淡的目光扫向他，这只黄鼠狼兽人确实不错，就是实力低了些。那你觉得谁替查查当这个首领更合适呢？黄鼠狼哥哥，可是他的实力太低了。妈妈，把他实力变高好不好？我不想离开后他被人欺负。黄鼠狼更加感动，有这句话就够了。至于什么提升实力，他也只当是玩笑话。好，黄鼠狼哥哥，我妈妈很厉害的，你快谢谢她。谢谢美丽的雌性大人。下一刻，他的眼睛忽然瞪大，差点被眼前突如其来的东西闪瞎了狗眼。只见整个山洞1/3的地方全部被晶核占满，大部分是红晶核，还有很多绿晶核，以及各种稀罕的能量果实。愣着干什么呀？你只有10天的时间，赶紧的吧。你要用10天的时间把实力提升，不然等我们走了以后，别说这些东西了，就连小命都不保。我还要谢谢你替我照顾查查，这些东西你先用着，10天之内晋升兽王级别，不够的话我还有。什么？妈妈，你为什么在栽树啊？冷若水在部落里已经栽了10多棵小果苗，当然是为你这个首领做好事了。我知道，这些都是果树，能长出又大又圆又好吃的果子。对了，妈妈，你能不能教他们储存食物呢？当然可以。这10天，冷若水将10几个正在缝制兽皮的雌性叫来，教会了他们食物的保存方法，还有木炭的烧制。这些天下来，他从众人的嘴里得知，这片区域的冬季并不是非常寒冷，旱季也会下雨，而大雨季里的冰雹最多只有拳头大。很快10天就过去了，小黄的兽阶竟然达到了9阶，距离兽王只差1步之遥。怎么办呀，妈妈？妈妈有办法。真的？
查查圆溜溜的大眼睛都亮了。冷若水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玉瓶，把这个给他，血脉就会有一丝丝的提升。这个药丸是冷若水新研制出来的，里面加了各种罕见的药材，最重要的是有它一滴凤凰血。不出片刻，原本晴朗的天空消失，乌云密布，雷电落，大雨至。只是很细微的2道闪电劈在黄鼠狼身上，居然还差点被劈死。冷若水扯了扯嘴角，这黄鼠狼兽人的本体确实有点弱了。自手心里冒出一股绿色能量，射入黄鼠狼兽人的体内。他赶紧跪下道歉：“谢谢，大人。我们下午便走，你赶紧适应一下自己的实力。”我也会想你的，黄鼠狼哥哥。妈妈，我们不能把他带回去吗？查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黄鼠狼哥哥实力太弱，根本无法跨过北边的火焰山。我们家查查这么厉害，以后长大了可以自己过来看他呀。查查长大肯定很厉害，到时候就来看你。如果有兽人欺负你，到时候就告诉我，我帮你揍他。好。在查查和黄鼠狼兽人依依不舍别离之后，他眼神恋恋不舍地望着小路的尽头。查查，你可一定要来看我呀！哇，妈妈好厉害呀，还会变食物。好香啊！一只黑猫凭空出现，在查查惊愕的目光中挤到他的身边。我的宝贝小主人，终于找到你了！哦，你是什么东东啊？居然还能说话，好神奇哦！查查把我给忘了，好伤心呀！你是不是叫小黑？模糊的记忆中好像有这么个名字。我想你，都想瘦了，饿得我什么都吃不下。查查，你确定？冷若水也不管他们之间的对话，坐在摇椅上享受着微风和山间的空气。女人，我们接下来是要回去吗？先去火兽族。根据胡青所说，他的族人就隐藏在火焰山南边。之前在火兽族的时候，就看到那里有很多奴隶都是狐狸兽人。冷若水当时一心只想着找到查查，现在找到了，应当回去看看。好嘞。又是半个月过去，现在已经到了夏季。冷若水深刻地感受到这边的好处，风和日丽，虽然也很热，但偶尔会下雨，不至于达到干旱的状态。空间里，这里好漂亮啊！妈妈，这里是哪里呀？我们怎么嗖的一下就过来了？这里是独属于妈妈的地方，没有我的允许，谁都进不来。哇，妈妈这么厉害，等我长大了也会有专门属于我的地方吗？冷若水一愣，忽然想到一个传说，朱雀神兽实力达到一定境界，是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的。查查一定会有的。深夜，火兽部落隐约约的虫鸣声此起彼伏，男人的粗喘，女人的娇吟声交织在一起。龙牙，你已经是属于我的雌性了，不要做首领的伴侣，好不好？可是火兽王是部落的首领，他要我做伴侣，我能怎么办呀？你就是看上他的地位，非要做他的伴侣不可。阿秋出现在两人的身边。阿秋，你听我解释。既然你都看到了，不妨我们摊开来说。我不喜欢你，我喜欢龙牙，他也喜欢我，是你哥哥非要抢人。我哥非要抢龙牙，真是可笑！明明是龙牙硬凑上去的，还有我阿母的以死相逼，他才勉强同意。怎么到你们这儿就变成了他抢了？不愿意做首领的伴侣早说呀，至于在这偷偷和别的雄性兽人交配？恶心！说着转身就要离开，阿秋整个人便软软的倒了下来。我这是在救你，知道吗？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挖坑埋了呀，等着被发现吗？记住了，我们今日都住在各自的房子里，没有见过面，更没有见过阿秋。高登没再说话，默默地挖了一个大坑，将阿秋埋在土里。阿秋刚一睁开眼睛，你怎么了？哪里还疼？阿若，你怎么也死了？你这么厉害，怎么能也死了？行了，你没死。妈妈，居然有人比我还能哭，跟洪水似的，刹不住了吗？哇，这是谁家的仔仔？这么漂亮呢？小仔，你是兽神的使者吗？我妈妈才是兽神使者，我是小朱雀。
是吧，妈妈？朱雀，兽神大人呢？原来兽神世界真的有朱雀神兽人，好可爱，好漂亮呀！妈妈，这个阿姨的脑袋似乎有些愚钝呢。阿秋，你没死，我们都没死，你被我给救了，明白吗？你说我没死，我被你救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小崽是哪儿来的？这里是我们的家，我当然是妈妈的崽子了。这里是我家，这小崽子叫查查，是我的孩子。他就是你要找的崽崽？原来阿若的崽崽长得这么好看，我也想要生崽崽了。该不会就是小圆口中的那个查查？两人点头，阿秋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啧啧两声。怪不得小圆那么大胆，要抢你的崽，我都想抢了。嘿嘿，我还没有伴侣，要不然把你兄弟介绍给我。妈妈没有兄弟，不过我有2个哥哥哦。你哥哥长得好看不？有没有伴侣？嘿，哥哥长得可好看了，他还没有伴侣呢。看到阿秋陷入沉思，小黑首先绷不住了。那个傻女人怎么这么傻呀？笑死我了！冷若水也忍俊不禁。查查和他哥哥是一起出生的。啊？阿秋有些失望。不过我们那边的部落倒是有很多长相好看的雄性，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行，到时候把你带过去，任你挑选，好了吧？这还差不多。火兽山脉，一个少年盘腿坐在兽皮上，面壁思过，整个人还是很虚弱。查查，你还好吗？我又想你了。你到底在哪儿呢？那么小小的一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应该很害怕吧？少年一直在那里喃喃自语，强烈的悔恨与担忧几乎将他淹没。傍晚，篝火晚会开始了。我宣布，聋哑和首领成为真正的伴。等一下，阿秋似笑非笑地站在众人面前。阿秋，你也来了？阿秋怎么还活着？分明把他给埋了。他是谁？还活着？你好像很意外。阿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今天是你阿哥结旅的日子。高登，到底谁才是你未来的伴侣？你和聋哑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没有。阿母。话音未落，就被高登捂着嘴抱了起来，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阿秋，这么久没见你了，上哪儿去了？我好担心你，知不知道？走，咱们别打扰首领的结旅仪式。说着就要将人抱走，阿秋拼命的手舞足蹈，在众人看来就是一对情侣在打情骂俏。怎么，这是打算把阿秋带出去杀人灭口？兽神使者，这次我们可没得罪你，你什么意思？你们别害怕，今儿个不是冲你们来的。你知不知道阿秋被人杀了埋在土里，我可是把他从土里挖出来，好不容易救活的。你说什么？阿秋被解救下来，抽抽噎噎的将那一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聋哑大声嘶吼：你胡说！阿秋，我对你那么好，为什么要冤枉我？我知道了，因为他是兽神使者，地位高，所以你就放弃我了，是不是？是不是？可怜我知道你失踪了之后，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就盼望着你平安，没想到……聋哑、高登，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火兽王冷冷地看向他们，对于这个差点就成为自己伴侣的雌性，火兽王引不起丝毫的情绪和同情。聋哑只是老族长硬塞给自己的，不过冷若水是来抢自己的吗？心中竟隐隐窃喜，眼神直勾勾地看向冷若水。求首领给奴做主，聋哑他身上穿的兽皮是从我家崽子身上活生生扒下来的。聋哑他看起来善良，其实就是坏到骨子里的雌性。他看到我家崽子长得漂亮，身上的狐狸毛好看，就直接让高登把他抓起来，活活剥了皮了。来人，将聋哑和高登给我抓起来！不是喜欢扒皮吗？你们也把他身上的皮一寸寸的给我扒下来！你个贱雌性，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你才是贱雌性，你全家都是贱雌性，敢骂我妈妈，我生气了！查查突然发难，嘴里喷出一道如手指粗的小火苗。查查生气了！聋哑整个龙的身体被烧成了2段，最后连龙形都支撑不住，变回人的形态。你们都看着我干啥呀？查查是好孩子，是他先骂我妈妈，我才打人的。你们咋还看着我呀？查查好怕怕。众人皆惊。查查，
查查是什么品种的兽人？火兽王结结巴巴地问道，看着小家伙的目光带着几分敬畏。查查不可怕，查查是好孩子哦，我哥哥才可怕呢。仿佛察觉到自己说漏嘴了，很快这场闹剧就结束了。聋哑断了双腿，被老族长关押起来。高登想要趁乱逃跑，被火兽王困住，当场格杀。多谢兽神使者救了我家阿妹。我还有一事相求。说。尊敬的兽神使者，我阿母的病能不能治？可以治好。众人惊喜交加。阿若，你喜欢什么？我们火兽族可是有很多好东西的，尽管拿。只要你愿意救救我阿母。我阿母她就是老糊涂了，她以前真的不这样，别生气啊，好不好？冷若水没有说话，看到依然跪在地上的一只老狐狸兽人。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们部落1000年前是不是曾经接受了一波外族的兽人？你说的是狐狸兽人，据说他们是1000年前投奔而来的，上任首领见他们可怜，就收进部落做了下等奴隶了。你认识他们？冷若水又点头，却并没有回答什么。请问你们的老祖是不是曾经从火焰山北部迁移过来的？是，1000年前我们还是神狐族，被藤蛇暗算追杀，不得已才逃到了这一边。你认识胡青吗？老头泪眼婆娑的点头，表示胡青是他们神狐族的纯种血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要把神狐族的兽人全部带走，你没有意见吧？当然没意见，你全部带走吧。这些狐狸兽人在他眼里就是下等的奴隶，只是带走奴隶而已，有什么可不同意的？冷若水点头。那就好，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把老族长给治好，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你们的兽人负责把这些狐狸兽人全部送过火焰山去。从现在开始恢复神狐一族的身份，随我回到神国，成为神国第5大神族，驻扎死亡山脉。多谢兽神使者。查查，你对不起。查查抬头茫然地看着火渊。你是个大坏蛋，查查不要理你。哼！你要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你以后不用再出现在查查身边了。火渊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始终没有开口。原本查查还是挺喜欢你的，可是你不该自私的想要把他占为己有，以后离查查远点。火圈，你的火圈呢？冷若水一头雾水，什么火圈？关你什么事？面对老族长，火渊变成了另外一副面孔。火兽王也吓得脸色大变，本命火圈没有了，没有了。那可是火兽的命，没有了本命火圈，火兽恐怕活不过几年了。冷若水的眼光看向查查，他的右手上戴着一个类似于手镯的东西，鸡血红色。正是在深渊地底的时候，查查差点出意外时，这个少年给他戴上的。你们说的火圈，该不会是这个吧？查查，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要，对不对？那我们把这火圈还给大哥哥，好不好？好。火圈是火兽的能量本源，送给了查查，就代表我把命交给了他。兽神使者，你……冷若水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个少年对查查很好，那他也抵消不了他犯下的错。晚上，火兽王给他们专门准备了房间。冷若水和查查刚住下来，就看到外面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一道火焰透过窗户飞射而出。火渊，大晚上不睡觉，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阿母，我就是想要看看查查睡得好不好。冷若水的脸色立马就黑了下来。你一大把岁数了，叫谁阿母呢？我才20岁，你100岁，明白吗？火渊嘿嘿笑着。以后我和查查……闭嘴！冷若水一道火焰又射了出去。我错了，不要打了。以后不要打查查的主意，我看不上你。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实力，不尊重查查，太自私。这么说吧，如果你之前没有把查查抢走，或许还有机会，懂吗？火渊落寞地站在原地很久很久。他从小就没有人教，只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要自己争取。喜欢查查，所以就抢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尊重。他真错了呀。妈妈，别走。乖，妈妈不走。接下来的时间，火渊也没再出现。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狐狸兽人们早就已经准备好离开了。经过1周的飞行，终于来到了神皇山脉。族长，好崽崽，辛苦你了。你们先安顿下来，他们很快就到。将所有兽人暂时安排在大禹部落居住的地方，这才来得及和族长寒暄。
组长，我离开的时候，骆九幽有没有回来过？你们不是一起离开的吗？走散了。骆九幽是魔龙，整个兽氏大陆都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你放心，不会有事的。阿若，龙庭和龙霄，你们离开的时候，他俩也偷偷跑了出去，好几次偷偷离开了，都被我逮住，结果还是出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凤鸣带领兽人战士出去寻找，倒是看到2个小家伙，可是速度太快，根本抓不住，结果又让他们跑了。没关系，可能是出去找查查了，他们速度快，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都是查查不好。和查查没关系，我们一定会找到哥哥们的。众人寒暄一阵子，大家面前都是切好了的肉，喜欢吃什么自己烤，旁边就是调料，如果辣了就吃水果。狐狸兽人们大快朵颐，火兽们也是吃得鸡头白脸，恐怕有人抢食的。他们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原来神果比那些火兽口中的还要神奇。这时候8道身影终于出现了，脸黑如墨，头发、手臂、脑袋乱糟糟的。阿秋刚吃下一颗冰果，享受的眯起眼睛，就猛地看到这8位豁然出现，吓了他一大跳。长老，你们被抢劫了？各位长老，快来坐，刚好我们的篝火晚会刚要开始，你们也该饿了吧？嗨，也怪我没有跟你们说清楚，那些大树上的果子是有毒的，闻得多了，主要是有一些迷幻的作用。冷若水本以为他们很快就能出来了，没想到竟然互相打起来了。火兽族大长老很快恢复平静，干咳了2声，表示没事。没想到传说竟然是真的，你们这里果然有很多美味的食物。这里真好，俺不想回去了。对了，你哥哥们呢？那你就不要回去了好不好？跟着查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嘿，你想做我哥哥的伴侣吗？太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天天在一起玩了。可是我阿哥不喜欢雌性。冷若水嘴里的一口果酒直接喷了出来，只听查查又说道：他们嫌雌性太麻烦，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好呀，就算找也要找妈妈那样的。阿秋哀怨地看了看冷若水，看吧，你长得这么漂亮，以后你家崽子可不好找伴侣了。这就不用你操心了。篝火晚会举行到深夜，后半夜的时候才开始散席。接下来的几天，凤鸣终于回来了，他身后带着强大的兽人战队，这样一支战队曾经打败了无数强大的野兽。对不起，兽神使者，我们没能把小神龙带回来。冷若水没说什么，神龙族的大长老就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脸的愤怒。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连个崽子都找不到，部落里面养你们有何用？凤鸣冰冷的目光投向神龙大长老，没有反驳。我们在和兽神使者说话，你算什么东西？是部落里养的我们，和你神龙有什么关系吗？他们可是我神龙族的后裔，要是出什么事，我跟你们没完。他这是真的急了，本来神龙族就被骆九幽霍霍的没剩下几只了。你也别太担心，那2个崽子机灵着呢，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可是外面世界这么危险，他们都还是小崽崽呢。你也不要太着急，他们一出生便是小神龙，别的不说，速度就连你都追不上，不是吗？那是，他们的速度也只有您和魔龙大人才能抓住。是的，我们有2次找到了他们，可惜不愿意回来。我们想远远的跟着保护，结果根本追不上。这不怪你们，都回去吧。那2个小鬼估计是去找查查了。就这样，大雨季很快轻松的过去。大雨季的兽人和狐狸兽人离开了，往死亡山脉迁徙。整座神女山峰只剩下冷若水和查查以及阿秋。妈妈，突然好冷清哦。我们也该出发了呢。啊，是去找哥哥和爸爸吗？冷若水点点头，然后将目光转向阿秋。你是回到火兽族还是留下？阿秋陷入沉思，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留下。凤鸣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进来，刚一进来，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阿秋。冷若水眉毛一挑，抱着查查赶紧闪到一边，准备吃瓜。2个人就这样站着，冷若水都看不下去了。不是，这凤鸣跟个竹竿杵在那干什么呀？说话呀！明明眼神躲闪，想开口把人留下，结果啥都没说，浑身上下还充斥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咱就是说呀，你这是想留人还是想打人？大约过去了10分钟，凤鸣这呆子愣是一句话没憋出来。我想我阿母了，你把我送。
话音未落，凤鸣就急了，直接上前一步将人给抱紧。凤鸣，你放我下来！不放！会有人看到，你快放我下来！阿秋害羞的将脸给捂住，不用猜他就知道阿若肯定在笑。哎呀，丢死人喽！不放，放了你就跑了。两个人的身影越来越远，冷若水与茶茶对视了一眼，既是惊讶又是惊喜。妈妈，我们要不要去偷看啊？这俩货是什么时候看对眼的？什么都想看，小孩子不许看。哦。茶茶失望的撇着嘴就睡着了，猫着腰轻手轻脚的出了山洞。阿秋被凤鸣抱着走了好远。你要带我去哪儿？交配。你神经病吧？谁要跟你交配？再不放我下来，我就打死你！别动，我就要忍不住了。阿秋根本不听他的，还是在挣扎，结果就是被放在草丛上，人高马大的黑影直接压了过来。他可从来没有跟雄性这么近距离接触过，莫名其妙的还有些激动，是怎么回事？你不能这样！凤鸣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的长相偏冷硬，因为是神皇族的战斗主力，为了更好领导兽人战士，经常不言狗笑，养成了孤僻的性格，差点把阿秋给吓哭。我不是故意的，你别揍我！打人不打脸啊！我以后还要找伴侣的。草丛里的冷若水一脸无语，他终于知道为啥阿秋这么大了都还没找到伴侣，孩子的智商堪忧啊！这清奇的脑回路也是服了。你以为我会揍你？难道不会？凤鸣简直被气笑了。你果然就是想揍我的！我不就是无意中闻到你和别的雌性？闭嘴！我和那雌性什么关系都没有，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冷若水是听得一阵抓耳挠腮，一个不会解释的闷葫芦，一个情商堪忧的傻大姐，她恨不得自己跑上去替人家解释。别哭了，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你打我骂我都行，我哭了。别哭了，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你打我骂我都行，别哭了。那个雌性突然冲过来就抱住我，我还没来得及推开你就看见了。深呼吸一口气，一把将人搂进怀里，嘴巴直接堵住那喋喋不休只会气人的小嘴。阿秋傻傻的瞪大眼睛，刚想张嘴说什么，一根舌头就伸了进来。草丛里的冷若水赶紧捂住眼睛，原来凤鸣是闷骚型的呀。阿秋，喘气儿，快点喘气儿。啊！我天，阿秋也太没用了吧！那整天把交配啥的放在嘴边，原来都是在瞎扯呀！阿秋这才缓过劲儿来，做了深呼吸。阿秋，我想做你的伴侣，别离开，好不好？好。凤鸣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同意了，脸上露出惊喜。我想交配。不，还没来得及反抗，人就已经被扑倒。等一下，我等不及了。说着，凤鸣就要去扒拉阿秋的兽皮裙，然后砰的一声，一只大老鼠被踹了出来，两个人身体一僵，立马坐了起来。冷若水从草丛里露出一个脑袋，尴尬的笑着：“我说我路过，你们信不？”凤鸣和阿秋对视一眼，相顾无语，又转头齐齐的盯着冷若水。冷若水狠狠瞪了一眼那撒腿就跑的大老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刚才正看得兴起，通红的两只小眼睛却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吓了他一跳。冷若水条件反射的就把那只大老鼠给踹了出去，这不就被抓个正着。阿秋害羞的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想要逃跑，被凤鸣死死的抓住，然后搂进自己的怀里。兽神使者，你怎么在这儿？凤鸣的气息还有些紊乱。今日月光很美，我就随便逛逛。你们继续哈。冷若水的脸上大写的尴尬。偷看被抓包，真正的社死现场。我兽神使者的威名啊，没了。凤鸣没有说话，就直勾勾的盯着他，盯得人浑身发毛。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嗖的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回到山洞里的床上，妈妈，你去哪了呀？妈妈出去方便了一下啊，睡吧啊。冷若水刚离开，感受到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雄性气息。
然后整个人被抱了起来。去哪儿？去我的山洞。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不喜欢任何雌性，这辈子都不打算找伴侣的。你该不会只是玩玩的吧？不是，我喜欢你。凤鸣脚下生风，速度很快就到达了山洞。你要做我的伴侣？当然。凤鸣一把扯开护在身上的兽皮，整个人压了下去。那你以后会听我的话吗？会。那你打到的猎物还有金盒，全部都交给我保管吗？会。以后是不是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会。那凤鸣直接用嘴堵住那喋喋不休的小嘴，猛地亲了一口，才语气急切的道：“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让我做你的奴隶都行，求求你别说了。”阿秋终于满意的点头，哼，小样，谁叫他之前对自己那么冷淡，现在呀，急死他！一直到深夜，凤鸣签订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才终于吃到了肉。第二天，乌云被吹散，明媚的阳光照射在大地，暖洋洋的。冷若水震惊地发现，胸口的黑龙印记有些发疼，竟然在缓缓地变淡。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惊疑不定。妈妈，你怎么啦？查查睡眼朦胧地坐了起来，茫然地看着冷若水。查查，看来我们该离开去找你爸爸了。现在只觉得心绪不宁，有瞬间的头晕眼花。好在伴侣契约的联系终于又出现了。闭上眼睛感知方向，竟然还是在南边。冷若水只来得及跟巡逻的兽人说了一句，就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征程，变成一只七彩凤凰冲天而起，将查查藏在羽毛里，按照伴侣契约的指引，朝着南边的方向急速前进。穿过万寿山，穿过火焰山，又从火兽族的头顶飞掠而过，竟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他的到来和离开，这才停下来休息。你们好，请问最近这边有没有发生大的战争？那几个兽人显然是流浪兽。好美的雌性，好美的小崽子，你们是和部落走散了吗？来来来，我带你们去找部落好不好啊？怀里的查查就不愿意了。你们这些坏人，不要欺负我妈妈。这2个雌性都是我的，山洞里掳来的那些雌性都赏给你们。凭什么？这里有2个雌性，你给我们留下一个不行吗？信不信我杀了你？把他们2个绑起来，今天晚上我要一起玩。查查一听，眼神亮了亮，兴奋地拍着小手。话音刚落，一点火焰直接飘到了那首领流浪兽的身上。哪来的火种？那首领原地乱动，想要将火扑灭。那火可是朱雀之火，火焰也没有使很高的温度，就烧得他面目全非。好玩，真好玩！嘴上欢快地说着，脚下一个用力，狠狠踩在那个流浪兽的伤口上。查查歪着脑袋看向其余的几个流浪兽，葡萄般的大眼睛眨呀眨，里面迷雾重重，单纯又可爱。你是什么雌性？不要过来，别过来！不是你们要玩的吗？我还要玩。胖乎乎的小影子直接窜了出去，飞起一脚。好玩吗？还玩不？不好玩，再也不玩了。求求善良的小雌性放我们一把吧。我不是小雌性，我是公主陛下。就是善良的公主殿下，你长得这么漂亮，杀了我们会脏了您的手的。那我不用手杀你，用脚。别！你的脚这么漂亮，染上血多不好啊！查查在努力地想着这句话，觉得有点道理，点点头。那你赶紧回答我妈妈说的话，否则我就用火烧死你。妈妈是什么？哼，你给我装蒜，妈妈当然就是阿姆了。最近大约旱季的时候，南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天空中的雷电持续了3天3夜。见到2个煞神已经不见，我要回家，我要找阿姆，现在的雌性太可怕了。帐篷里，妈妈，外面好多野狼啊，吵得查查睡不着觉。你睡吧，我去收拾他们。妈妈，我都在你羽毛里睡了1整天了，你睡吧，我去收拾他们，顺便给你带回来2只烤狼腿，怎么样？咱们是小姑娘，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多不文明啊！妈妈觉得我不乖吗？冷若水的心立马就软了下来。查查很乖，还是个好孩子呢。你打的都是坏人，咱们查查从来不欺负别人，也不会让别人欺负了，厉害。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找爸爸，而且妈妈不希望你的杀气太重。自从找回了查查，冷若水发现这小家伙身上的杀气很重，尽管隐藏得很好，但他还是发现了。查查知道了。
冷若水只睡了3个小时，把茶茶留在了空间里。就这样，不知飞行了多少个日夜，身上的伴侣契约越来越薄弱，那股契约的牵引竟然彻彻底底的消失了。冷若水只觉得心口一痛，一口血喷了出来，从半空中掉落。直接扔进火里，那样里面的肉没熟，外面已经烤糊了。需要烤的肉尽量切得小一点，要不然很难烤熟。原来这就是烤肉，好香呀！好吃，真好吃，怪不得族长非要去大部落换取火种。冷若水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惊动那2个人。3天教会了他们钻木取火，以表达从大雨中背他进山洞的情谊。阿离，你说我们还能见到那个美丽的姐姐吗？应该能见到吧。阿念，咱们有火种了，有火种了，你终于不用被拿去做交换了。冷若水目及远方，眸光中带着一抹惊疑，心中竟然有一丝很慌的感觉。那是什么地方呢？主人，我们能出去吗？妈妈，我也想出去。于是也被放了出来。茶茶被冷若水抱在怀里，小黑的身子缩小到了巴掌大，趴在冷若水的肩膀上。空间里不好吗？干嘛非要出来呀？我再不出来，身上的毛都要被这小魔头给拔光了。茶茶嘟着嘴。那个人家实在是太无聊了嘛。哦，对了，妈妈，路上有没有人欺负你？茶茶给你报仇去。冷若水满头黑线，这个小家伙的性格还真是随了洛九幽，每一次听到都特别激动。没有，谁敢欺负我呀？我可是茶茶的妈妈，除非他们不想活了。对，谁敢欺负我妈妈，我打死他们。你们这俩魔头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还欺负你们。冷若水通过宽宽的道路走了进去，这里的生活已经类似于石器时代了，有了初始的文明。不像北方那样，兽人雌性都是茹毛饮血的生活，他们有火有熟食，更多的是石头雕刻而成的各种器皿，竟然也有农作物和野菜。长长的道路一眼望不到头，街道两旁都是兽人小摊贩。更惊讶地发现，这里的雌性非常多，几乎和雄性达到平等的标准，而且行走间几乎是一夫一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北方的雌性这么稀少？不仅仅是四季的天灾人祸，出生率也是非常的低。冷若水红唇紧抿，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妈妈，我好看吗？好看，茶茶是最好看的小美女。美丽的雌性，你看看我这个吧，这个是从东海带来的贝壳，它的颜色多好看啊！我这个才好看。我这里有新鲜的野兽肉，非常美味。不好意思啊，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茶茶突然好奇地指着前面的摊子。妈妈，那里竟然还有卖水的，水也能卖吗？这不是抢钱吗？冷若水冲着他摇摇头，看来这里已经处于极度缺水的状态。姐姐，你是天寿城新来的吧？你如何得知？我经常在这边跑，这里的兽人我都见过，没有你这么好看的。他微笑地看了看周围，又从身上拿出一颗又大又甜的梨子，在小兽人眼前晃了晃。看见这么大的梨子，小兽人的嘴角舔了舔。天寿城里所有发生的大事小事我都知道，如果你想在这里居住，加入天寿城，我也可以帮助你。哦，你这么厉害呀？该不会是骗我的吧？小兽人拍了拍胸脯。怎么可能？我在这里混了很多年，不可能骗你的。这样，你先讲一讲这里的事情，如果我满意了，这颗梨子就送给你，好不好？这里叫做天寿城，城主是一个很厉害的蛇王，有8大长老驻守。我听说前段时间有很大的暴风雨，不是吗？姐姐，这件事情蛇王大人不让说，那是万兽城的最后一次降雨，可吓人了，死了很多兽人呢。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原因？听说有兽人看到天空中一条龙和蛇王大人在打架，后来蛇王大人重伤差点就死了，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条龙竟然去了迷雾森林。后来天空中再也没有下雨了，据说是蛇王大人得罪了神龙，被兽神使者下了诅咒。说到最后，眼睛里透露着恐惧。冷若水和小黑对视一眼，心情非常沉重。迷雾森林是什么地方？你们连迷雾森林都不知道？迷雾森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森林，据说里面强者野兽遍布，毒虫异蛇到处都是。偷偷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呀。我们以前的城主是虎王，后来才换成蛇王的。蛇王大人就是从迷雾森林里走出来的。冷若水心中大惊，看来洛九幽的消失和迷雾森林脱不了干系，那个蛇王大人必须要见一见了。那你知不知道你们蛇王大人的实力呢？不知道，
大家都说他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阿母，我们旁边不是还有一个石头房吗？能不能给他们住？是啊，你们多余的房子能不能给我住？我出金河。好，你们等一下，我把那房子收拾出来。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你们都给我出来！然后一旁的石头屋子里连续出了10几个人，从17、18岁的少年一直到2、3岁的孩子。赶紧把屋子打扫干净，里面的东西全都搬回来，有兽人要住。啥？冷若水嘴角抽了抽，一头黑线。感情不是空房子。此时走也不好，留也不是。姐姐，你等会儿啊，我的哥哥们都很勤劳的，很快给你打扫干净。这里以前不缺野兽，也不缺果子，是非常热闹繁华的地段。不过大家都是靠天吃饭，因为大半年前的干旱开始，生活就变得拘谨起来。啊，谢谢，这些晶核你先用着。对不起，姐姐，10颗红晶核太多了，我们这房子建造都不足6颗。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要求用剩下的晶核让你给这个房子安装一个门呢？好，那你还有什么？我看你挺机灵的，给你一个非常的任务，打听一下有关于天兽城蛇王的事情，比如他喜欢什么，他的实力如何，或者迷雾森林里面的消息。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瓶水和一只香喷喷的叫花鸡。这是给你的，如果要是打听到有用的消息，我还会给你更多的食物和水。小九犹豫了一下，重重的点头。那个，等我把消息打探到，你再给我吧。没事，我还有很多，不过你年龄小，打听的时候要小心，以自身安全为主。姐姐放心，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的。说着转身要跑，被冷若水将东西塞到他的怀里，然后就听到外面的老雌性大惊失色的呐喊：我的老天爷呀，九啊，你这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啦！阿母，我没有偷，是那个姐姐送给我的，这是我用消息交换得来的，没偷。你放屁！什么消息能换来这么珍贵的水和食物？我看你就是皮痒了。冷若水赶紧出来证明，这才终于还他一个清白。妈妈，那个小婴儿好可爱呀，我能去看看吗？热乎乎的小脸上都是好奇。当然可以，不过不可以打扰别人哦。冷若水捏了捏他的小鼻子，这小家伙不止一次缠着他要看小妹妹，若是不满足他去看那小婴儿，估计又得闹腾。查查在冷若水的脸颊上猛地亲了一口。耶，妈妈万岁！胖乎乎的身影一闪，就消失在了门口。小黑，你去看看，别到时候查查看人的时候没轻没重，把人家小孩子给吓着。小黑点头离开，查查在旁边急得抓耳挠腮。婶婶，他为什么哭啊？是不是生病了呀？老雌性唉声叹气。不是，这是饿的。那为什么不给他东西吃啊？是没有吗？老雌性看了一眼门口的冷若水，笑得苍白。这个没有东西吃，所以没有奶水。之前家里有一些东西都是捡着给小崽子吃的，他能忍就忍下来了。虽然白天的时候阿若给了他不少食物和水，可是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一次性造光，以后可怎么活？要不这样，看看附近有没有大石头之类的，再给我砌一间房屋，我留着做饭用，我还有一个院子。这样，我给你们一天10颗红金核。你说啥？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10颗红金核都能买2桶水了，这……没事，我这里还有很多，正好我还需要住很长一段时间，也希望住得舒服些。他初来乍到，对于那个神秘蛇王的能力不甚了解，对于这一家子，一来是结了个善缘，二来是能让他充分融入这个天兽城。妈妈，求求你帮帮忙吧，小妹妹好可怜呀，我今天不喝兽奶了，把我的那份给她喝好不好？小婴儿哭得撕心裂肺，嗓子都哭哑了。合着在你眼里，妈妈我这么抠门？不，妈妈是最大方、最美丽、最善良的兽神使者，怎么忍心那么小的一个小妹妹饿死呢？冷若水将奶瓶的奶嘴放进小婴儿的嘴里，小婴儿顿时止住了哭声。妈妈，我刚才听到阿婶说了，想要把小妹妹给卖掉。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卖掉了还能活下去，要是跟着我，早晚得饿死呀。妈妈，我们养好不好？啥？再说我现在还有正事要做呢，根本不适合再养一个孩子呀。小黑此时开口了，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要不这样，他家不是还有一个老七是女孩吗？让老七和这个婴儿跟咱们住，就认你当干妈，算是给查查作伴了。等我们走了，他们依然是那个雌性的崽子，你们看这样如何？
可是那不就是我们在占你们的便宜吗？而且你一个雌性还带着崽崽，本身就不好生活。我主人可厉害了，这也是你们唯一的办法。最终，那个雌性同意了，小七就抱着婴儿来到了冷若水的房间。查查在旁边稀罕的不得了。啊，有小妹妹真好。姐姐，你在干嘛呀？姐姐，我也想帮你。姐姐，你喜欢喝瘦奶吗？姐姐，我有2个哥哥哦，他们都可厉害了，以后让你们认识一下呗。姐姐，姐姐。小七却一直很温柔的解释，再解释，真的很有耐心。天兽城的前城主是兽尊级别的强者，最后却被蛇王打败了。据说前段时间和蛇王大战的那条黑龙，原本差点把蛇王给打死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离开，进入迷雾森林，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冷若水摸了摸胸口的淡淡的印记，朝着迷雾森林的方向看去，神情恍惚。看来迷雾森林里是必须要去一趟了。查查，你自己吃，不许让姐姐给你挑菜。小七姐姐，给你吃，查查自己可以的。谢谢查查。大家敞开了肚皮吃，这里还有很多。这个吃了你这么多的食物，真是不好意思呀。没关系，难得孩子们开心。冷若水空间里有很多食物，这点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了，你能清楚地讲一讲天兽城的事情吗？听着雌性的话，冷若水了解到，这个天兽城非常大，分为东南西北4个区域，被那个蛇王的属下4大黑蛇分别统治。这里就是属于北边的区域，据说统治这里的黑蛇叫做黑旺，生性贪婪好色，实力为兽灵9阶级别，是蛇王手下最得力的助手。忽然，老雌性的声音压低：我听说大半年前和一条龙战斗，4大黑蛇身受重伤，小王爷差点被活活打死，现在不知好了没有。那你知道那条黑龙是不是进去迷雾森林了？我听说是这样的，那黑龙非常强大，能引神雷，能放闪电。可后来不知怎么了，蛇王和4大黑蛇快要被打死的时候，竟然直接落入迷雾森林。接下来冷若水又打听了一些关于迷雾森林的事情，结果什么消息都没有问出来。似乎迷雾森林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没有人知道里面有什么，更没有人知道它通往哪里。据说就是在上面飞行都会被里面强大的野兽攻击。小七姐姐，我们打雪仗好不好呀？莎莎不行啊，玩雪会生病的。我们这里找物业非常麻烦，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食物才会来的。生病？好像我从来都没有生病过。查查可是朱雀，血脉比凤凰还高，身体素质不是一般的强大。自打出生以来，我就从来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不会的，怎么可能生病呢？好了，睁开眼睛。眼睛再次睁开，看到周围的环境，小七巴掌大的小脸上都是震惊。查查带他进去卧室，教他用法。小黑，你说我单枪直入能不能打得过那个蛇王？我现在的实力属于什么样的阶段？按照你之前和大长老切磋的结果，应该至少在兽尊阶段。我也这么觉得。转而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是凤凰血脉，战斗的时候有108道凤凰之火加持，至少在兽尊9阶。小黑点点头，还有你的藤蔓非常厉害，有了它，至少实力再次提升1阶。更重要的是，你还有压箱底的空间禁制，利用空间之力控制周围一切活物。我的空间现在是什么等级了？洛九幽的七色石前段时间被放进空间之后，竟然全部被吸收了。只是感觉空间升级了，就是里面没啥变化，很奇怪。空间达到10级之后，就会进入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反正现在的等级足够再把你拉回原来的模式。要是让你的空间再升级几次，我有信心让你在2个世界来回穿梭，就是想要去别的世界恐怕不行。这么厉害？那当然，同志加把劲哦，到时候带你回去看看那些背叛你的队友和渣爹有没有得到报应。现在他那些还远得很，还是先来解决一下现在的问题。他们之间分析了一下，觉得以冷若水现在的实力和那蛇王战斗不落下风。洛九幽本身就是毒蛇的祖宗，他的伴侣冷若水自然不会畏惧毒液，他还有瞬间恢复伤口的能力，几乎能在战斗之中立于不败之地。想到这里，他便决定明天就去找蛇王。妈妈，我们都洗好澡了，你闻闻香不香？魔术是什么？查查一脸的骄傲。那当然，我妈妈可是兽神使者，她以后也是你妈妈。小七满脸笑容。哇，你妈妈好厉害啊！当然，你不都叫她干妈了吗？2个小家伙在那里窃窃私语。哇，好多玩具呀！芭比娃娃好漂亮，我最喜欢妈妈了。
阿若，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只要别离开我，就算想要我的生命，只要告诉我一声，都给你。阿若，你是我的救赎，是我的全部，没有你我会疯的，真的会疯掉。真的，只要我开口，你的命都给我。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哎呦我的妈！腰间就一个用力，紧紧将他抱着，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腰间在直挺挺地昂扬着。冷若水看着那迷离的双眸，自己的话也不知道听进去了多少。阿若，阿若，我的阿若真香。时光静好，岁月无恙，外面树影婆娑，月亮都羞红了脸，躲进云层里。阿若，我的阿若。洛九幽紧紧地抱着他，仿佛这一刻他拥有了全世界。人又一闪，里面传来嬉闹声，有4个雌性身着很薄的兽皮，在一个长相阴柔的男人面前舞动着。北蛇大人，您可真厉害，再跟我们讲讲你们和蛇王大人是怎么大战那条龙的。是啊是啊，我们还想听。一个雌性柔弱无骨地瘫软在阴柔的男人的怀里，如蛇般的小手在他身上到处游走。男人的脸上闪过一抹不自然的后怕。这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一条小龙，咱们蛇王大人一出手，还有拿不下的。笑声戛然而止。冷若水突然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手中一根寒光闪闪的龙鳞抵在阴柔男人的喉咙处。哎呦喂，这是哪位雌性啊？长得可真漂亮。是来和我们一起伺候北蛇大人的吗？他们当然看到了那一片寒光闪闪的龙鳞，但是这只是一个雌性而已，他们并不认为这人能伤害到北蛇。阴柔的男人满脸笑容，伸出舌头就要去舔她的手，一脸的漫不经心。忽然整个人一惊，眼前出现一片血雾，舌头直接被割了下来。今天谁也别想走。说，和你们战斗的那条黑龙发生了什么？和你们战斗的那条龙是黑色的。北蛇点头。他进去迷雾森林了。北蛇又点头。你们的蛇王实力如何？是不是兽尊级别的强者？北蛇又点头。冷若水大概已经知道那条蛇王的实力，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洛九幽会进入迷雾森林，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导致伴侣契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薄弱。看来一切都要找到那条蛇王才能搞清楚状况。这一边，冷若水刚离开。小莲，你怎么又来了？小七，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你的，真的对不起。我就是太激动了，因为你有了查查，就不要我这个朋友了。你可是我唯一的朋友。查查叉着腰，哼，你还骂小七姐姐？今天已经很晚了，就不去了吧。到时候干妈回来看不见查查，会着急的。你分明就是还没有原谅我，对不对？不，我真的没有怪你，只是查查太小了。你就是还没有原谅我，你就是。怀里的查查偷偷翻了个白眼，嘴角扯出一个若有似无的笑意。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他要做坏事的节奏。一堵石墙后面站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隐匿在黑暗中看不清五官，身上散发着一股流氓小痞子的流里流气，时不时从墙后伸出脑袋，好像在去等什么。阿莲，对不起，今天真的太晚了，我就先离开了。说完，抱着查查匆匆离去。到嘴的鸭子就要飞了，阿莲当然不愿意。小七，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我家了，还是去坐坐吧。阿莲，今天是怎么了？很奇怪哎。我没有什么，就是不想失去你这个好朋友，想着反正都快要到家了，就进来呗。而且阿母把食物都做好了呢。不了，我还是明天去吧。现在部落里不太平，听说好几家的小雌性都不见了，你也赶紧回家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留下阿莲气得在原地跺脚。被抱在怀里的查查看向不远处的墙角，眼里闪过一抹失望。姐姐，我们为什么不去呀？查查乖，天黑了不安全。阿莲的哥哥是个很坏的雄性呢。一巴掌狠狠抽在阿莲的脸上。你怎么回事？不要追，这里的住户比较多，别被发现了。最近丢失的小雌性有点多，都不好骗了。你忍忍，他答应明天去家里的。呸！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明天再不抓不到人，我就把你卖到死弄死公狗伴侣。深夜，冷若水的食物中响起婴儿的啼哭。你们乖哦，就是外面打雷了，不碍事的，别怕。就连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中都带着颤抖。
查查眨巴着大眼睛，里面不但没有害怕，还隐隐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场雨来得有点奇怪呢。查查猛地睁开眼睛，妈妈，我听到妈妈的声音了。此时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兽人，无不是仰头看着天空，上面赫然有2只庞然大物在战斗。一只通体漆黑的扁头蛇，比黑蛇气势更加庞大的是一只大家都从没有见过的七彩凤凰。风雨雷电似乎听从它的号令，追着庞大的黑蛇攻击。每一次被攻击到，黑蛇的战力都会下降1分，就像天上的兽神下凡，令人心驰神往。查查，快跪下！兽神大人降临，千万不能惹恼了他。什么兽神大人呢？那是我妈妈，她正在和大黑蛇打架呢。你在说什么傻话？可千万不能让天上的神听到啊！那条和凤凰差不多大的扁头黑蛇，硕大的身体在半空中摇摇欲坠。饶命啊！凤凰大人，饶命啊！此时的黑蛇狼狈不堪，浑身上下都是被爪子挠出来的。不是说兽氏大陆的兽人都是废物吗？不是说他这个兽灵9级的兽人一旦出来就是横扫8方的实力吗？就只出来大半年，先是被那条大黑龙差点把肠子给打出来，好不容易把他骗进迷雾森林，现在又出来一只凤凰。你可曾记得大半年前和你战斗的魔龙？你说什么？魔龙？看来你是知道的，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过来，我就告诉你。随着眸子中的红光闪烁，声音如鬼魅般飘进了他的耳中。冷若水的眼睛瞬间就失去了焦距，脑海中只剩下那蛊惑人心的声音在回荡。过来，你过来呀，过来，我就告诉你真相。天空中的凤凰突然就失去了攻击能力，犹如一只听话的牵线木偶，只知道茫然的前进。不好，凤凰兽人被黑蛇的幻境给控住了，这可怎么办？大家快跑！这只凤凰兽人要完蛋了，赶紧藏起来，别被黑蛇发现灭了我们。查查，黑蛇首领和凤凰之间的战斗不是我们能看的，赶紧进屋，小心被连累了。结果查查突然变身成一只黄色毛茸茸的小鸡仔，扑腾着升空。哼，你个臭虫，居然敢欺负我妈妈，找死！脑海里传来了冷若水的呵斥声：“滚犊子，老娘没事。”喂，刚才是妈妈在说话。目之所及，冷若水还在没有知觉的前进，仿佛被蛊惑了一般，眼神空洞。查查摇了摇头，刚刚应该是听错了。正要扑腾着翅膀往上飞，脑海里又响起了冷若水的声音：“看什么看呀，赶紧离开！这只黑蛇还不够我一个人杀的。”果然是妈妈，这么凶，她估计又在扮猪吃老虎了。撇了撇嘴，查查换了个方向飞回去了。刚要落地，就被小七一把抱在怀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要是有危险了怎么办？姐姐别哭，查查不会有事的。笑死我了，笑死我了！查查妹妹，你的兽形好可爱，是一只蝈蝈兽吗？我的兽形才不是鸡，是朱雀神兽，朱雀。哇，原来查查宝贝是朱雀神兽啊，太厉害了吧！以后全养成查查罩着了。那是当然，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我就成。查查揍得他们满地找牙。七彩凤凰正在缓缓靠近那条大黑蛇。过来呀，你变成人形过来，我就告诉你，快把身上的兽脱了，我要和你在天空中。冷若水靠近的时候，果真幻化成了人形。就在黑蛇激动的时候，一道明亮炙热的火焰突然出现，闪的那一双诡异的眼睛又瞬间的失明。眼见着黑蛇痛苦地蜷缩在一起，冷若水眼神一厉，紧接着无数道火焰接二连三地冲击而去，一连串的火焰让黑蛇毫无还手之力。一条火蛇在空中尖叫着，疼得在云层中翻滚，奄奄一息。冷若水站在黑蛇的大脑袋处，好整以暇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为什么没有被他的幻毒影响？为什么还能喷火？现在能说了吧？还没来得及说话，身体已经支撑不住兽形，变成了一高大黑脸男人。冷若水一挥手，一股绿色能量钻入黑蛇兽人的喉咙。大半年前，部落里来了一条非常厉害的神龙。冷若水听得非常认真，原来洛九幽一路上都在寻找查查，但是他的路线正好错过了火兽的地盘，却没想到正好碰到了刚刚占据部落为王的黑蛇，看他不顺眼就揍了一顿。结果黑蛇无意中说出在迷雾森林里看到有个漂亮的小雌性，洛九幽就急疯了一样的离开了。
也就是说，你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误打误撞说出了迷雾森林里有小雌性闯入的事情。这可是有毒的龙鳞哦，见血封喉的那种。给你一个机会，再不说实话，老娘直接嘎了你。听说过魔龙的传说吗？这就是魔龙身上的龙鳞，任你是多毒的毒蛇，还能比得上它去？胡说！兽氏大陆从来就没有魔龙出现。那只能说你没有见识。哎，说来挺好奇的，你差点都被打死了，都没有发现你打的就是魔龙吗？什么？黑蛇兽人豁然睁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要不是身受重伤，恐怕早就蹦起来了。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查查在房间里睡得正香，忽然大耳朵动了动，似乎是有吵闹的声音。阿莲，你小点声，查查还在睡觉呢。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我家的吗？阿母将好吃的果子都准备好了呢。说着就准备把查查叫醒。哥哥可是专门点名要这个小雌性，要是没弄到手，恐怕到时候自己会被打死的。你在说啥？我什么时候说带查查一起去了？小七，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别怕，咱们晚上都不出去，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姐姐，你们在说什么呀？这个样子可可爱爱到让人忍不住怜惜。查查，你终于醒了呀，我们都在等你呢。我家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还有甜甜的果子，要不要去我家玩啊？嘿，好啊好啊，我要去阿莲姐姐家里玩，我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阿莲姐姐，你别害羞啊，你和小七姐姐是朋友，那也是我的好朋友，就在我家吃点吧。当他看到小厨房琳琅满目的食物后，眼睛被刺得生疼。长毛象的肉、大蛮牛的肉、咕咕兽的肉，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子。哇，小七，你家里的食物好多啊！阿莲，别，阿莲，这里不是我家的东西，你不能拿。这是查查家里的食物，你不该乱动别人的东西。现在的食物多紧缺呀！对不起啊，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实在是太饿了，就没有管住嘴。阿莲姐姐，你不是说要请我们去你家吃食物吗？怎么3天没有吃了？我其实家里早就没有什么食物了。阿母说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不能亏待你，所以请你的是家里最后的食物了。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去那儿了吧。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嘛，那这里的肉你随便拿点过去，这样就算我哥哥回来了，他也不会为难我的。不行哦，这里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好不容易找来的，现在的食物有多短缺，你应该知道的吧？还说什么把小七当成一家人，连食物都不给，呸！你算什么东西呀？小七姐姐当然可以随便拿家里的食物，我就是不想让她被你骗。看到没有，谁都能吃，就是不给你吃。阿莲气得脸色铁青，要不是场合不对，真的想打人。查查眸光一闪，看了一眼小七。不过看在小七姐姐的面子上，给你拿一点也行，但是我也要去你家玩。好呀，正好家里的食物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就走吧。转过身子，眼底是藏不住的恶毒。哼，小贱货，等你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扒了你的皮。走出大门，查查，你长得这么好看，还是别去了。阿莲的哥哥是个坏兽人，很危险。你胡说什么？明天就让哥哥找你去。说到这里，眼睛看向查查。你别担心，我哥哥今天不在家里。查查没有说话，默默的点头，黑葡萄般的眼睛里熠熠生辉，这是要干坏事了。给查查，这是咕咕兽的肉，可好吃了，你尝尝。见到查查不理，又将兽腿给了小七。小七，你吃。小七实在拗不过，这才啃了一口。此时房门被踹开，来的人正是阿莲的哥哥，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小七怀里的查查。来都来了，还走什么？果子，果子里被我放了米果的汁液，肉里也有哦。此时小七整个人也瘫软在地，怀里却紧紧地搂着查查。阿莲，你为什么？阿莲忽然笑了，一脚踩在小七的手上。因为我讨厌你，我们同是雌性，凭什么你就得到家人的爱护，我呢随时都会被折磨？凭什么别人都夸你善良，说我歹毒？凭什么你有这么好吃的食物，我就连吃饱肚子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吧？那些丢失的小雌性都是我干的，我把它们都卖到了雌洞里做公共伴侣。阿莲，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放了查查，我愿意被你卖到雌洞。你以为你还能有选择吗？
茶茶是我哥哥要的，比你更贵。不，你放了他，他太小了。没等他把话说完，一个重力砸到他的头上，小七顿时眼冒金星。小七姐姐！茶茶看到小七被打，一张小脸上满是愤怒。俺的老天爷，这小雌性长得也太美了吧！这群畜生，兽神大人会惩罚你们的！你们别乱来，我阿哥知道我们来这里，要是没回去，他肯定会来找我的。就算你家哥哥多又怎么样？我们敢把你弄过来，就不怕那些兽人。你的哥哥们再厉害，没有酋长厉害。酋长？原来酋长才是真正的买卖雌性的背后黑手。哎呀天，你跟他废什么话呀？赶紧找个藤蔓把他们给绑起来。哎，对了，把那个小雌雄抱过来给我啊！不行！小七紧紧抱着茶茶不松手，奈何他吃的肉里面有迷果，整个人浑浑噩噩的，身上使不出一点力气。喂，请尊重一下当事人。不过既然你们想爽，那我就让你们爽个够好不好？声音软糯好听，让那个老大的腿都软了，眼睛看向茶茶，猥琐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哎呦，这小雌性原来知道的不少啊！那正好啊。你们这群畜生，混蛋，放了茶茶！姐姐别怕，他们只是想跟茶茶玩。茶茶好久没有认真的玩了，神国的那些兽人们见到我都跑，妈妈不让我和他们玩。就见到面前的可爱小娃娃忽然变身成一只黄色毛茸茸的小鸡仔，忽然原本笨拙的身体如流云一般窜到老大的身边。我的手！而那只肥胖的小鸡仔早已经躲到很远的地方，一滴血都没有溅到他的身上。哼，真是没用的废物，这么不经玩。太脏了，茶茶的爪不干净了。变成兽形张开血盆大口，就要把那个可恶的小雌性给吞吃入腹。茶茶快跑！一只愤怒的虎兽仰天长啸一声，用凶恶的目光紧紧盯着茶茶。想跑，门儿都没有。哼，一起上吧。小雌性，我吃掉你的双手！虎兽身为老大，张开比茶茶整个人还要大的血盆大口，就要一口吞了这个可恶的小雌性。嘴里的腥臭味和粘液扑面而来，茶茶的脸上闪过一抹嫌弃，身形如闪电般后退。明明看起来只是后退一步，却已然到了10米开外。是神爪的老虎在猛扑之下根本稳不住身体，虎头与石头撞击在一起，一颗牙齿被硬生生的撞掉，狼狈至极。好玩！茶茶在墙壁的角落里拍着小手，一脸的兴奋。他骨子里流着的是落久又叛逆的血，带着一丝嗜杀和残忍。只是平时在冷若水的教育下，压制住了属于那远古凶兽的狠辣。茶茶是好孩子，茶茶打坏人，妈妈应该不会生气的吧？肯定不会生气的。仿佛是把自己给劝明白了，这下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好不容易抓到好玩的玩具，怎么能让它轻易死掉呢？来呀，快来追我呀！你不是老大吗？竟然这么没用，我都还没出手呢。此话一出，更是激怒了老虎，愤怒地冲着他咆哮：该死的鸡，我要把你撕碎！爪子都没了，拿什么撕碎我？用你的虎毛吗？笑死我了！还愣着干什么？一起上！没听到吗？让你们一起上！几乎是同时愤怒出声，嗖的一下扑向了茶茶。5只变成兽形的兽人叠罗汉的将茶茶压在下面。然而，旁边响起一声奶呼呼的声音：“你们在玩什么呀？他啥时候跑掉的？你们攻击完了，该我喽！”忽然，一簇火焰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突如其来的热浪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苦楚，好像这火焰烧的不是他们的肉体，而是灵魂。都是在森林里与野兽厮杀过的，对于危险的感知能力，众兽人都非常敏锐，成为一小片火海。红色的火焰经久不灭，几个兽人在火焰里面嘶吼杀猪般撕心裂肺的吼叫声。好玩，真好玩！不是说要好好玩的吗？我还没玩够呢。不玩了，我们不敢玩了。阿莲努力地将自己缩到角落，吓得瑟瑟发抖，张大嘴惊恐地望着这一切，拼命地摇头。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阿莲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呀？是在玩躲猫猫吗？阿莲被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我不是故意的，茶茶大人饶了我吧！是我阿哥他们逼我这么做的，如果我不做，他们竟然打死我！小七，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求求您救救我吧，我还不想死！
经过这一场闹剧，小七看清楚了阿莲的嘴脸，愤怒地望着他。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我都是被逼的，我也不想这样做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忍心？查查冷漠地看了一眼地上的阿莲。鳄鱼的眼泪罢了，小七姐姐不要被他骗，他对你哭泣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想要悔改，而是小命握在我手里呢。小七，求求你救救我，不要让查查杀我好不好？那些丢失的小雌性都是被你骗走卖掉的。都是阿哥让我做的，我真的不想这样，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如果不听话，就会把我卖到磁洞。所以阿花也是被你丢到了磁洞。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眼眶中蓄满了泪水。阿花是小七和阿莲的共同朋友，曾经3个人玩得很好的朋友，是半年前第一个失踪的雌性。小哥哥，你们想要去哪里呀？分开跑！此话一出，一虎一狼，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一溜烟的没影了。查查，他们都跑了怎么办？小七担忧地说道。查查却露出狐狸般的笑容，鼻子在空间里嗅了嗅，露出森森白牙。哼，他们逃不掉的。对呀，这么大的事情，这几个家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背后肯定还有更厉害的兽人，肯定藏在那个厉害兽人的家里。酋长？小七仿佛也想到了，结合之前那些人说话，想必这件事情和酋长脱不了关系。那样的话，事情就闹大了。酋长在部落里属于也很有地位的兽人，一般人连见面的资格都没有。只要我们闹事的兽人足够多，就不相信酋长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查查没有说话，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自己年龄太小，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就是觉得拳头就是硬道理。就在这时，空中响起了一道激烈的尖叫声，大家仰头观看，震惊地发现部落里的首领整个身体在空中左右摇摆，很显然是很痛苦。发生什么事情了？黑蛇王直接在众目睽睽之下原地爆炸，其毁灭之力不弱于小型导弹。好在是在万丈高空上爆炸，要不然整个部落都会随之消失在兽氏大陆。查查，我准备去往里面的迷雾森林，很危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此时的冷若水身上有些狼狈，他万万没想到那条黑蛇的爆炸力竟然这么大，像这种宁愿自爆都要阻止别人进入迷雾森林的做法，简直太不寻常了。妈妈，你受伤了没有啊？妈妈没事，就是累了些，先回去休息一天，明天就出发迷雾森林。好，妈妈你进空间里休息吧，我还有点事情，明天我们一起去迷雾森林。你还能有什么事情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个小家伙，注意安全啊！是，一旦遇到危险，查查绝对会呼唤妈妈的。冷若水凭空消失了。走吧，现在藏身的地方估计就是买卖小雌性最大的黑手。这件事情应该交给成年的兽人处理，我们还是崽崽，会受伤的。没关系的，我妈妈很厉害，她就在附近，要是有危险就会出来的。查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将小黑给唤了出来。一只半人高的黑猫凭空出现，在他的脸颊上使劲舔舐。我的小主人，还是你好，那死女人都把我小黑给忘了呢。小黑别呀，吓着我朋友啦。哦，小查查的朋友有些弱呀。你妈妈那里可是有很厉害的胶囊的，怎么不偷？要一颗给你朋友。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你想吃？小黑没有被戳穿的尴尬，反而幽怨。有没有人告诉你，聪明的女孩子也挺讨厌的？查查也有模有样的双臂环胸。你坑了我多少回，你心里没点数吗？要是再被骗，那就真是个傻子了。话锋一转，不过既然你讨厌我，那以后想吃什么丹药啦、奇珍异宝啦，都不要让我跟你打配合，你自己去妈妈那里偷吧。别，查查老大，您是世界上最厉害、最聪明、最美丽、最善良的。给你个任务，一颗朱果，没问题。等会儿你压轴出场。小黑一边说着，整个人直接缩成巴掌大小的猫咪，跳到了查查的肩膀上。好了，我们现在就去找那2个混蛋算账，还有把磁洞里所有的雌性都解放出来。期间，阿莲的母亲想要趁乱偷偷离开，也被众人抓了回来。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事情都是阿莲和阿天做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愤怒的兽人再也忍不住，对他拳打脚踢。你个坏雌性，阿莲和阿天肯定就是你指使的，偏偏偷人家东西，你家里就属你最坏。女嫂，把他交给酋长大人。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酋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告诉你们吧，酋长才是真正买卖小雌性的那个人，你们过去不会好过。查查，我们怎么不跟上去啊？傻姐，酋长家还远着呢，我们先去雌洞，把那些雌性解救出来。刚靠近，就有一个中年雌性走了出来。哎呦喂，这位雌性，你是来卖小雌性的吗？啊？哎呦天哪，长得也太好看了吧！查查长得粉雕玉琢，雌性的眼睛里都透露着贪婪的目光。这样美丽的小雌性，要是能收进来，那还不得迷了那些兽人的眼？哎呀，小小年纪就这么好看，长大了还得了？干什么？哎呀，别担心，金河方面呢，咱们好好说，我会给你一个好价格的。我们不是来卖小雌性的，我们是来找人的。雌性眼珠一转，竟然来这里找人。哼，不过既然来了，就别想离开。原来是找人呐！来，快前进，快前进！我这里有顶多好吃的果子。把他们带到一个食屋，里面看起来很干净，桌上还放了很多黏黏的果子。中年雌性很热情地招待他们。来，这些可都是珍贵的果子，在冬季呀，可难得了。查查他们并没有动。小九和小七显然很拘谨，他们头一次来到这种地方，而且身上没有金河给阿花赎身，眼睛都看向查查。哎，把卖到这里的雌性都给我放了，不然小心我砸了你这雌洞。小雌性还真可爱，既然来了，那就别离开了。眼神一瞬不瞬地盯着查查，里面是浓浓的贪婪。这样，你能不能让我见见我的朋友？那可不行，现在是白天，雌性们刚刚睡下，晚上还有活呢。除非用这个小雌性来换。小雌性，跟着我生活好不好啊？我这里有果子，还有肉，还有很多小雌性陪你玩哦。你嘴巴好臭啊，离我远点。阿大、阿二、阿三。一声呼喝，3个成年的壮汉，每一个身高都有2米，长相凶悍。你们今儿个是走不出去了，要么主动的做公共伴侣，要么饿3天被打一顿，强行被做公共伴侣。小黑，来活了！只见肩膀上巴掌大的黑猫直接窜了下来，落地之时，瞬间变成了一只高大的猛兽。在众人没反应过来时，嗷呜一口，阿大直接入腹。剩下的2个兽人瞬间跑了出去，变成2只身高5米的野兽，冲着房间怒吼。小黑也窜了出来，半个人高的黑猫如同矫健的猛虎，抬头望着2个高大的野兽，气势不减反增。嘿，小黑加油！你要是赢了，想吃什么药材，我都去妈妈那里给你偷来。下一刻，黑猫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大，直到变成一只10米高的巨猫才停下。2只野兽甚至连反应都没来得及，直接被一口吞了。这3个雄性兽人是他的伴侣，那可是兽灵级别的兽人，竟然在这只野兽面前连反抗之力都没有。一点都不好吃。身形缓缓缩小，变成巴掌大之后，跳到查查的肩膀上，那个雌性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小雌性，饶命啊！赶紧的把阿天卖过来的雌性全部带出来。好。阿花，怎么办？阿花莎莎这样肯定就活不成了，我还没有金河找巫医。你能不能救救这位姐姐呀？然后现场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冷若水经过这一会儿的治疗，身体已然无大碍，上前查看阿花的伤势，眉头怒得紧皱了起来。妈妈，是不是这位姐姐没救了呀？那倒不是，她只是觉得受伤的太严重，眼神冷冰冰地看了一眼地上的兽人，真是让她死得太轻松了。伸出手放在阿花的脑门，一股绿色的能量自手掌传到了她的身体里，源源不断的绿色能量在她身体里游走，不断修复阿花身上的伤口。只是1分钟的时间里，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就缓缓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冷若水的时候，眼睛里一瞬间闪过一丝茫然。我是死了吗？我好像看见兽神大人了。小七，你也死了吗？没有，阿花姐姐，我们都没有死，还活得好好的。可是我刚刚看见兽神大人了，他长得好美啊！冷若水凭空拿出一瓶绿色汁液给小七，给他喝下去，身上就不会那么难受了。你去通知他的家人，把人带走。这里有很多珍贵的晶核，你把瓷洞里的磁性都放了。冷若水看着那急哄哄的背影，眼里一片冰凉。不是他善良放过这磁性，而是瓷洞里的磁性实在是太多了，自己根本不可能一一去寻找他们的家人。小黑，你留在这里，等那个磁性把这里的所有人都遣散，就直接送他上西天。然后冷若水拉着茶茶的手离开。走吧。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小七跟在身后不解的道。这条路不是回去的路。冷若水轻笑出声，当然是给那些磁性讨个公道啊。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酋长家的门口，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显得异常冷清，只是大门口有几处鲜血还没来得及打扫，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干嘛？之前有好多兽人过来，怎么这里一个人也都没有啊？冷若水没有回答，余光看见有路过的兽人。磁性，把脸挡住，快离开这里。为什么？你长得这么好看，被酋长发现了，到时候你就完了。妈妈，我们去打坏人好不好？好。这里到处都是守门的兽人，凶神恶煞。你们是谁？怎么进来的？当然是走进来的。酋长现在很忙，你们先跟我走。门口怎么回事？不该你知道的事儿少问。那既然这样，冷若水无视对面的反应，一挥手，所有的兽人齐刷刷倒地不起。很快，里面被关押的雌性全部都被解救出来，酋长和那些人贩子也在反抗中被直接斩杀。部落里在冷若水的镇压下并没有太乱，当天就选出来新的部落首领。之前黑蛇王座下的东南西北4大蛇主全部被斩杀，部落里又恢复了原本的热闹。哟，见到冷若水出现，来一把抱住他。啊，你怎么了？你担心坏了吧？我错了。阿若，冷若水没有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不知过了多久，一缕阳光将无尽的黑夜撕开一个口子，冷若水一条如藕莲一般的玉臂从被窝里伸出来，如同被大卡车碾过一般，全身酸痛。哟，要不要起床？食物给你准备好了。雄性的声音穿进冷若水的耳朵里，他的心瞬间被填满。你又做好饭了？洛九优点头。冷若水一把抱住他的腰，毛茸茸的脑袋蹭啊蹭。我被你惯得越来越懒了。乖。我身上太凉了，怕冻着你。再说了，我现在根本不怕冷，就算大冬季在你面前光着身子都没事。说着，还站起来举了举胳膊，对他展现精壮的肌肉。冷若水小脸一红，这货真是无时无刻都在展现自己的男性魅力。冷若水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怎么了？不是我想上厕所。你干什么？这样会生病的。就算你是巫医，能自己治疗生病，那没治疗之前是不是难受？赶紧躺回去。我要上厕所。就在屋里上，外面太冷了。让开，快点让开呀！前的小身影就从自己的胳膊下面钻了出去。不行了，我要憋死了！每一次他坚定不移的事情，都会被这小家伙的撒娇给破防。他总是知道怎么做才会让自己妥协。冷若水神清气爽的出来，脚步刚踏出来，你干什么呀？我都看不到了。我抱着你进去。乖乖的任由洛九优抱进卧室，放在床上。窗户破了，把窗户给补上。知道了。用树枝将原本的兽皮给粘上，然后将手里的兽皮又粘了一层，好像这样屋里会更暖和一些。那个，你不能全部封死，稍微留一点缝隙。我想在房屋里生一个火堆。哦，对了，能不能在屋里做一个厕所？在屋里。你那是什么眼神啊？你确定？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绝对不会有问题。而且我空间里刚好有材料。好。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居然就同意了，抱着钻进了被窝。洛九优却不打算放过他，一把重新将人扯到了怀里，紧紧搂着，眼神中是满满的宠溺。不许推开我！命令的口吻不容拒绝。冷若水顶着一头被揉乱的长发，露出娇羞的脑袋。
查查看见洛九幽，好奇地打量着他。小家伙对于这个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还是觉得很亲切。你是爸爸吗？查查，对不起，爸爸没有保护好你们。说话的时候，眼睛还在瞥向冷若水，见他还是没有看自己，表情就更委屈了。你看妈妈干嘛？快看我都瘦了。间接最忌讳被打扰，他索性坐在火山湾外面等待。时间一天天过去，火山的喷发经久不衰，仿佛里面有无穷无尽的能量。春去冬来，一晃而过，喷发的岩浆终于开始缓慢。里面一只巨大的七彩凤凰闭着眼睛漂浮在火海，身体不停地旋转。而九幽就像是一尊忘妻时看见火山有动静，激动的都要哭了。爸爸妈妈是不是要出关了？3个小家伙高兴的手舞足蹈。我终于能看见妈妈了。这只可恶的魔龙一点都不照顾他们，还强行让他们自食其力找食物。3个小豆丁正想着怎么跟妈妈告状。你们该出去打猎了。3个豆丁齐刷刷摇头。我们不饿。哼，别以为他们看不出来，就是看到妈妈出关，想要一个人霸占，偏颇。我饿了。 3个豆丁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听听，这都是什么话？他饿了，就是让他们打猎给他吃呗。齐刷刷翻了个白眼。要是以前，肯定会在洛九幽的淫威之下不敢吱声。现在吗？嘿嘿。爸爸，我们在外面打猎实在是累了，今年天就不去了。妈妈出来看到会心疼的。查查好可怜，1年没有吃到好吃的烤肉，妈妈肯定会更心疼。爸爸，我昨天还给你带了烤肉，你说一点都不好吃。等妈妈出来了，我问问她怎么做的，以后肯定能给你做好吃的烤肉。3个都豆丁话里话外都是威胁，这是要告状的节奏啊！好吧，他确实被威胁到了。第一次从空间里拿出来3块七色石，在手里掂了一下，好像有点舍不得，这可都是跟亲生的。2个小豆丁看到七色石，眼睛都亮了。这玩意可是晋升实力的好东西，本以为这魔龙终于变性子，想起他的崽崽们了，结果七色石又被收了起来，换成了拳头大的。宝弟，你还能再抠缩点吗？七色石里面的能量非常强大，你们还小，吸收不了太多。仨崽崽无语的看着拿来贿赂他们的七色石，齐刷刷抬头看着洛九幽，仿佛在说：“我看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又拿出来3颗蓝色金核，这总行的吧？谢谢爸爸，爸爸你真好，是不是饿了？查查这就打猎给你吃。然后抱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七色石和蓝色金核，兴冲冲的离开了。这狗腿的样子真是令人不齿。魔龙看过来了，表情嫌弃的2条小神龙立马垂下脑袋，也不管什么不齿了，抱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撒丫子就跑。我去找妹妹，瞬间消失不见。洛九幽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3个小豆丁刚离开不久，这是对所有晋升到兽皇级别的渡劫考验。然而第一道雷电正在酝酿的时候，洛九幽淡淡的眸光扫了一眼天空，下一刻雷电瞬间消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冷若水正要迎接雷电的洗礼，结果刹那间就没了。抬头看向万里晴空，满眼都是懵逼。所以我的进阶成功了没有？我家阿若真厉害，已经是兽皇强者了呢。可是怎么没有雷劫？洛九幽一把将人抱起，脑袋埋在他的怀里，深呼吸好几口属于他的气息。阿若，我好想你。冷若水的眼睛也微微湿润。是啊，好长时间没见了呢。不远处的山石上，3双大眼睛正好奇地盯着天空中拥抱的2人。哥哥，我们维是不是该出现了？查查笑得一脸贼兮兮，谁让这个臭老爹没事劲欺负他们来着？哼哼，今天不当回电灯泡都对不起这1年的操劳。龙庭又有些犹豫。可是爸爸已经拿了好东西给我们交换了，这样会不会惹怒他？龙霄的嘴巴都撅到天上了。你懂什么？妈妈回来了，他还反揍我不成？你别忘记了，他可是有把柄握在咱们手里的。快点，老爸抱妈妈了，还又要亲了。小家伙蹭的一下射了出去。妈妈，你们在干嘛？妈妈，爸爸好吓人，他是不是不喜欢查查？爸爸，我很乖的，你让我打的猎物都带来了。阿若，你听我说。冷若水凉凉的看了他一眼，今晚你自己睡。爸爸，你怎么了？怕黑是不是？没关系的，我哥哥不怕黑，妈妈救命。查查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洛九幽提溜到一边，打开结界。冷若水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查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30秒不到，结界打开。妈妈，我现在可厉害喽！对了，我还有事，你们慢慢聊。说完，一溜烟的就跑了。你给了他什么好处？洛九幽耸了耸肩膀，什么都没有解释。阿若，我怕黑。山石后面的2个崽子抓住查查询问。宝弟说了，这叫深海之心，代表他最疼爱我了。闻言，2个脑袋伸了过来，看见小手上那颗深海之心，眼睛里都是好奇。好妹妹，给我看看呗。那这一小灰矮后，他就是偏心眼，我和哥哥都没有。没事，我的给哥哥。龙霄忽然笑了，轻轻拍着他的脑袋。哥哥怎么能要你的东西？这是什么深海之心？
我以后会去海里比你找回来更多。真的吗？那是自然，东平要是有也会给你的。不久又追冷若水追到了空间里，然后小黑就被一脚踹了出来。嘿，仗着自己实力高就欺负人，哼！整整3天，两人都没有出来空间，包括小黑在内的4人正在火山口烤肉吃。好想吃零食哦，好想吃妈妈做的饭。呜呜呜，哥哥做的烤肉太难吃了。茶茶乖，哥哥带你出海玩几天好不好？可是我想等妈妈一起去。正说着，冷若水的声音响了起来：“你们想到哪里去玩呀？”3个小豆丁同时转头，尖叫一声扑向冷若水，身后明显出现一道低气压。洛九幽看着在媳妇胸前乱动的龙啸，忽然觉得这个崽崽真讨厌，好想把他给扔海里去。就在这时，茶茶也爬上了洛九幽的怀里。爸爸，我好想去看看海底世界哦，咱们去旅游好不好？对于茶茶时不时蹦出来的新鲜词，多久又已经见怪不怪了，眼睛看向冷若水，是在征求他的意见。好，看到媳妇点头了，他也点头说好，弄得茶茶一脸无语。早知这样，我还问你干啥？直接问妈妈就好了。咦，你们的实力增长这么多？我的亲娘，哎，你才发现呢？对呀，妈妈你看，我马上进阶到兽灵的实力了。茶茶一张小脸，笑成花。龙庭和龙霄的实力竟然都达到兽灵1级了。一晃又是几年，几个崽崽都闯出了自己的天地。龙庭展现出了他的铁血手腕，成为整个兽氏大陆新一代的统治者。龙霄和茶茶也是实力强悍的一方霸主。不过2个人就知道玩，什么都不管，好在并没有荒废实力。冷若水舒服地躺在山谷的秋千上，洛九幽将头埋在他的肚子上，笑得呲牙咧嘴。笑个屁！老娘一点都不想生孩子，之前那一胎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没关系的，现在可是没有不长眼的来抢我们崽崽。再说了，生下来又不需要咱们带，那几个小子不是没事吗？给他们，你安排的倒是挺周全。那是，咱们的基因这么强大，不得多生几个造福人类呀。洛九幽去了一趟现代，别的没有学会，新词倒是不少。妈妈，我回来了。茶茶，你这丫头最近都上哪里演了？还不是火族的那个烦人精，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出血，傻都傻不掉。不过啊，每次都被我打得屁滚尿流。你把谁打得屁滚尿流啊？山谷外面传来一道骚包的声音，跟个花孔雀似的龙啸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老妈，今年龙田那畜生估计是不回来了。好好说话，那是你哥。什么哥哥？就是一魔鬼，整天就知道战斗不说，还要拉着我打架。老妈，你看这里还有这里，都是那畜生给他打的污。他还说什么不好好努力就会被别的兽人超越，怎么可能吗？我可是堂堂的神龙崽崽，只要稍微……哎呦，老爸你干嘛？话音未落，耳朵被洛九幽给揪了起来。你哥是对你好，以后好好跟着他。不要，我才不要跟着他，我可是龙2代。茶茶翻了白眼。现在家里你属你最弱，那不正好显得你多厉害呀？嘿嘿，以后我就带着妹妹去炸街，哈哈，最强龙2代啊！老妈，最近龙田可没有时间管我了，你知道为什么？你听说了没有？他看上一个姑娘，结果人家不稀罕他，哈哈哈。龙啸吓得前仰后合，要不是条件不允许，恨不得放鞭炮庆祝。你很高兴？那当然，堂堂兽氏大陆的主宰，又这一天，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声音戛然而止。大哥，你怎么来了？龙庭斜睨了他一眼，和洛九幽的神色竟然有8分相似。只听他冷哼一声：“不来，怎么能听到你在说我坏话？哪有，我就是纯属八卦，纯属八卦呀。”龙庭可不惯着他。我看你就是太闲了，去把兽氏大陆这一年的生产情况给我整理出来。什么？凭什么？你才是兽氏大陆的主宰，咋什么活都让我干？不干！洛九幽开口了。龙啸不能跟你兼顾。闻言，龙啸那叫一个激动啊！还是老爸心疼我，他还要带弟弟妹妹。此话一出，引得龙庭和茶茶大笑。龙啸苦逼着一张脸。压榨，赤裸裸的压榨，周扒皮都没有你们这样大。呜呜，自己的崽子不带，还要让我帮你们带崽子，好过分。几年后，龙啸躺在大树前休息，翘着2郎腿，身边坐着一个比较漂亮的雌性。小雌性，你长得真好看，是我见到最好看的，做我的伴侣吧。雌性小脸红红的，刚要答应，就从树上探出5个小脑袋。阿佛，你又在骗雌性？你这样怎么对得起阿嬷？闻言，美丽的雌性一巴掌打在龙啸的脸上，然后转身就走。
他们是我弟弟。看见美丽的小雌性离开了，抬头怒骂：你们几个是怎么找到我的？嘿嘿嘿，爸爸带妈妈离开环游世界去了，给了我们这个，说是有危险找哥哥。呸，真是条可恶的魔龙，自己倒是带老婆走了，留下烂摊子给我。上面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从树上跳了下来，小心点，万一水睡了怎么办？哥哥别生气。一声哥哥差点把龙啸的心给融化了。哥哥没生气，跟你开玩笑呢。瞧瞧这妹妹多好，软乎乎的，不像茶茶，上次碰面还把自己给揍一顿。一想到小没良心的茶茶，龙啸嘴角扬起一抹奸笑。你们想不想哥哥姐姐？几个小家伙同时点头。我跟你们讲，龙庭哥哥和茶茶姐姐那边可好玩了，有很多玩具哦。走，带你们过去。嘿嘿嘿，让你们欺负我，看这些小魔头们怎么整治你们。遥远的大海深处，冷若水见到了海底世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3年没有回去了，有点想孩子们。就不想我？天天见面，有什么想的？对了，好久没有见到你父母了，不知道他们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已经和好了，生活在腾蛇部落。冷若水抬眸，震惊地看着他。你的实力又增长了？他眉心的闪电标志打开，竟然能开天眼。这岂不是说洛九幽现在的实力堪比兽神？那当然，现在我就是相当兽神，都没有人能阻止。你说世界上真的有兽神吗？长什么样呢？就是一个丑八怪，没有伴侣的单身狗，有什么好看的？你见过？洛九幽挑了挑眉，笑得一脸神秘。他不仅见过，还把人给狠狠揍了一顿，以报曾经雷劈之仇。又过了几年，届时兽氏大陆已经在龙庭的治理下欣欣向荣，并大力发展农业，使得所有的兽人都不再饱受饥寒之苦。雌性的生育率增多，真正让兽人实现了一夫一妻制。